约4000年前，人类还是这个世界最弱小的存在，但有这么一个人类，他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无论多少只怪物，只要他一挥手就能轻易解决。区区一个人类，竟然敢侵犯我们的领域，说我是区区人类，我乃守护世界秩序、勇于抗争黑势力的正义使者，人类最强9星大魔导师卢卡斯特劳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还是这些陈腔滥调？像我这样的人，实现了所有的个人理想后，就总想着为世界和平贡献点力量，就当是爱的奉献吧。大胆狂徒，竟然以为凭你的雕虫小技可以赢过我们。话音未落，卢卡斯特劳曼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你们说的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那又如何？只见卢卡斯手往下轻轻一挥，他脚下的土地便被强大的魔力瞬间笼罩，待烟尘散去，所有的怪物全被消灭殆尽了。可悲的怪物们，人类绝没你们想的那么软弱，真是个自负的家伙。卢卡斯特劳曼，只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硕大无比的眼球，随之而来的气浪也让卢卡斯难以抵挡。他不明白这突然出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在这时，一个硕大的人影出现在他身边。我们就是世界的法则，掌管着整个混沌。我是戴米盖特，也就是人类口中的神。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神的存在。你的行为扰乱了维持1000年的秩序和法则，我不能继续袖手旁观。真是搞笑，有秩序和法则的世界，怎么可能会是这个鬼样子？你的能力确实比普通人要强得多，即便如此，你也不过是个人类。在戴米盖特说完的瞬间，卢卡斯就被2只手紧紧握住。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无法再施展魔力。身为人类，挑战神权，此乃弥天大罪。你将坠入无底深渊，与黑暗为伴，终日一律彷徨，无休止的怀疑，最终怀疑自己的存在。无尽的痛苦是你唯一的陪伴，对自己的存在懊悔万分。这便是我赐予挑战神灵的人类应有的惩罚。不知过了多久，卢卡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似乎正有人在渴望力量。卢卡斯环顾四周，企图找到声音的来源，可这无底深渊之中，除了他之外，怎么可能还有别人？卢卡斯自从那一天起就一直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他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与神抗争的惩罚，就是这无穷无尽的恐惧。说不定渴望力量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不过卢卡斯并不知道，他刚刚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幻听，那是4000年后一位少年内心最真切的渴望。男孩身为豪门贵族的3少爷，却每天受尽屈辱，身上这点钱，你是想打发要饭的吗？堂堂布莱克家族的3少爷，居然过得这么拮据，出身豪门又怎样？和你那些天资聪颖的兄弟们比起来，你不过就是个垃圾。不过呀，弗雷，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不仅让辉煌的家族蒙羞，还被称为学院有史以来第一蠢材。你竟然还有勇气活到现在，真是了不起啊！如果我是你，说不定早就死上1000次万次了。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活着还是有一点价值的。说完，男孩猛地一拳砸在弗雷脸上，毕竟你可是唯一一个我怎么打都打不腻的人。就这样，黄毛骑在弗雷身上，一拳接一拳砸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黄毛打累了，他抓起弗雷的头发，一把推到自己的同伴身边，而迎接弗雷的是来自小胖的一记扫踢。就这样，弗雷从一个人的沙包变成了2个人的沙包。又不知过了多久，2人满意的看着躺在地上的弗雷，弗雷遍体鳞伤的身体仿佛是他们眼中的杰作，就连弗雷口中的哀嚎也变成了他们耳中悦耳的音乐。只见黄毛猛地一脚踩在弗雷脸上，我好像记得明天上午有魔法对练课，好巧不巧你正好和我一组。别担心，我这么善良，一定会手下留情的。明天一定让你永生难忘，因为从明天开始，你再也不能用腿走路了。早点回家吧，记得注意安全，我们明天还要一起玩呢。幸运可能不会永远眷顾一个人，但苦难不一样。弗雷带着满身伤痕回到家里，可他再次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父亲，您在说什么？我说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你败坏家族荣誉，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得到这样的回答，弗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弱小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吗？闭嘴，你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布莱克家族不能容忍软弱的人，我就当你死了，你也当从未有过我这个父亲吧。就这样，弗雷的父亲不带一丝留恋离开了。与布莱克家族不同，弗雷住在一间破旧的阁楼里，被赶出家族成了压垮弗雷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明已经下定了决心，可他的手却在不断颤抖着。原来被人们轻易挂在嘴边的死亡，竟是如此令人恐惧。与此同时，卢卡斯还在无底深渊接受自己的惩戒，但日复一日的折磨并没有让他怀疑自己。神到底是什么？秩序和法则？你对这个处处荒谬的世界那么满意吗？我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丑恶，谁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戴米盖特，只要能给你沉重的打击，我甘愿承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就在这个时候，药效起作用了，弗雷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远在无底深渊的卢卡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了光明。类最强9星大魔导师因为挑战神明被封印在无底深渊。4000年后，卢卡斯终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这是一个男孩在临死前最后的奢望。我不埋怨任何人，没有翅膀的鸟终究会被自然淘汰，适者生存，这就是自然的法则。都是我的错，是我太弱了，不能生的强大，都是我的错。卢卡斯还是第一次在无底深渊见到除自己之外的人，而且这个男孩带来的不仅仅只有光明。戴米盖特对卢卡斯的封印正在渐渐解除，在这个孩子进入他的意识后，卢卡斯感觉被温暖的阳光包围了。解开封印之后，卢卡斯来到男孩的面前，男孩的意识随之传入他的脑中。如果可以重生
生的话，一定要用双脚冲破大地，冲到这个世界最高的地方，将整个世界尽收眼底。还要有一双巨大强壮的翅膀，能够自由自在的翱翔。已经死去的弗雷猛地睁开眼睛，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回来了。在无底深渊受尽折磨的4000年终于结束了。弗雷布莱克，这个世界上最弱的人，卢卡斯特劳曼，曾经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魔导师，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会成为你。既然你给了我自由，那让我来为你插上翅膀。弗雷打开了窗，呼吸着来之不易的新鲜空气，面前的景象是他在4000年间不曾看见过的。戴米盖特，所谓的神，你竟敢把我关在那里整整4000年！你等着，我很快就会给你重重一击，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戴米盖特，当天夜里，弗雷就来到了一处郊外，开始打造这副身体。弗雷的身体太弱了，根本不足以发挥他全部的能力，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体力，要为了承载魔力打好基础。要想与戴米盖特对抗，就必须尽快恢复到原来的力量。弗雷很清楚，仅凭那样还不够，他还要变得更强，否则只会重蹈覆辙。但现在不能急于求成，这是他等待了4000年才得到的机会，现在应该集中于当下，好好打造这副身体。不知不觉间天已经亮了，弗雷还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一股强大的魔力从弗雷体内喷涌而出，仅仅1个晚上的努力，弗雷就已经达到了5星的境界。可他还来不及高兴，却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原来这些都是积攒在弗雷体内的杂质，他必须全部吐出来，否则这副身体根本无法走到那一步。时间1分1秒过去，弗雷终于没有再吐血了，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吐了多久。地上的血迹让人触目惊心，这些都是弗雷体内的毒素。好在一切都结束了，卢卡斯特劳曼以弗雷布莱克的身体重新回来了。黄毛10多年来第一次准时上学，因为今天是可以与弗雷对练的日子，能在所有人面前揍豪门3少爷的机会可不会常常都有。我昨天在医务室见过他了，他去拿了一瓶安眠药，就他那个熊样，怎么可能有这种勇气？我们赌10张参券吧。与此同时，弗雷正在学院食堂里胡吃海喝，已经活了这么久，其实他也不想和这些小屁孩一起上学，但仅凭弗雷的知识储备，根本无法弥补他4000年的空白。他得先了解现在的世界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向戴米盖特复仇。平复好心情之后，弗雷尽量用一个学生的样子走进了教室，但他刚一出现，立刻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个废物自杀都能失败，太好了，你要给我10张参券。弗雷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看到了黄毛将脚拦在了自己的必经之路上。我亲爱的弗雷，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几乎同一时间，小胖也来到了弗雷的身后，给我10张参券。既然你让我输了赌局，你就得负责赔偿。虽然他们自称是弗雷的朋友，但他们的眼神出卖了自己，而且弗雷的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弗雷内心没有一丝害怕，但身体却本能地做出了反应。在弗雷思考的期间，小胖已经将右手高高举了起来。令人意外的是，小胖这一巴掌竟然挥空了，几乎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胖也不明白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弗雷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让这副身体的主人放弃了生命。你今天的动作还挺快的，我还真是措手不及。既然你这么喜欢躲，那我就让你躲个够。只见弗雷的左手上一阵光芒闪过，下一秒，小胖仿佛被什么东西打中一般，直直倒飞出去，一直飞到教室的尽头，这才停了下来。看小胖的样子，他早已经失去了意识，所有人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先出手的小胖就已经躺在了地上。做出这样的事情，弗雷并没有一丝喜悦，反而因为欺负了一个小屁孩而感到深深愧疚。就这样，他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走向了自己的位置。黄毛则还沉浸在刚刚的震撼中，久久都无法回过神来。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弗雷做的，更不敢相信弗雷真的有这种能力。就在这个时候，准备上课的迪奥教授来到了教室，看到倒在一旁的小胖，他也是径直走了过去。但看到眼前的一幕，迪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小胖的胸口是充满魔力的武术痕迹，即便是学院中的教授，也没人能有这种实力，所以他无法想象究竟是哪个学生能做到这种地步。名的希路德魔法学院却由一个猥琐的胖子担任老师，因为迪奥教授带小胖去了医务室，所以暂时由凯文来代课。从他进这个教室起，视线就没离开过女生的身体。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女生，凯文觉得教室的空气都变甜了。在这些女生里，他最喜欢的就是伊莎贝尔。凯文仗着自己教授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审视着教室内的每一个女生。不过这时，他却看到了一个令他意外的身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里赫然就是弗雷所在的位置。这可真难得呀！弗雷，你居然来上我的课？看教授的样子就知道，他和弗雷的关系并不好，所以这不是在开玩笑。弗雷也没想到自己这副身体看着弱不禁风，而他的前主人居然是个问题少年。教授，请您谅解一下，我之前是因为太忙了，殊不知弗雷之前不来上课，都是因为常常被凯文欺负。所以你的意思是，有比我的课更重要的事情，对吗？应该是吧，毕竟我正值青春期嘛。是啊，你正值青春期，我也不是什么老顽固，我不会永远将上课摆在第一位。但是弗雷同学，你能跟上进度吗？这样吧，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如果有一题答不上来的话，那么你作为本学院的学生，就要对你刚刚挑衅的态度负责。第一个问题，魔道武王卡斯金的3个武器是什么？听到这话，弗雷愣住了。您刚刚说什么？您是说卡斯金吗？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弗雷的思绪不禁飘到了从前，那已经是距今4000年的事情。那个时候他还是卢卡斯特劳曼，在他的朋友中，正好有一个名叫卡斯金的武士，他是一个仅仅一拳就能打平一座大山的武士。悠着点吧，这里被你打得没剩几座山了。如果这些动物们失去家园，你到时候得负责照顾他们。真是好久不见了，卡斯金。简单的问候过后，卡斯金就带卢卡斯回了家。你这个家伙，这么多年没见，我都大老远过来了，
你还是只知道训练。我不是给你倒了茶吗？快喝吧。你这个莽夫，天天只知道训练，就你这样能找到老婆吗？关于女人，卢卡斯你不也一样？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个家伙，我关心你还有错了？爱慕之情能够动摇平常心，我怎么可能连欲望都无法控制？作为一个武士，就应该把女人当作石头。你们魔法师不是这样吗？卢卡斯特劳曼，卡斯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古板而且固执，所以弗雷无法想象，过了4000年后，卡斯金这个呆瓜居然成了魔道武王。但在其他学生看来，弗雷现在赫然就是因为害怕在颤抖，因为这是连文献里都没有记录的问题。这个猥琐的教授总是喜欢以这样的方式炫耀自己的学识。打扰一下，凯文教授，我认为您刚才的问题与这堂魔道学的历史并无关系。左教授想要凭借自己的学识教训男孩，关键时刻他喜欢的学生也站出来帮忙，但他帮助的对象并不是凯文，而是受到刁难的弗雷。卡斯金是武士，他只是用魔力强化身体素质，仅凭这样怎么可以称他为魔法师呢？所以你的意思是，卡斯金并不是魔法师？伊莎贝尔同学，你现在是在侮辱所有想成为魔道武士的人吗？从理论上，魔道武士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同学们都很难相信这句话会从一个学生口中说出来，但这确实是一种侮辱，被人称为魔法师而不是武士，一直被卡斯金视作对自己的侮辱。伊莎贝尔同学，我觉得这个讨论一定很有趣，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去我的研究室好好讨论一下。伊莎贝尔下意识甩开凯文的手，您想干什么？没想到啊，你居然这么无礼，亏我还把你视为我最喜欢的学生。那就由你来代替弗雷回答一下吧。魔道武王卡斯金的3个武器：狐王手套、巨人腰带、狂风项链。我没记错的话，卡斯金这家伙只有这一套行头，怎么都不说话了？难道我说错了吗？没错，弗雷同学，你回答的非常正确。听到凯文的话，弗雷忍不住欢呼起来，周围的学生也终于发现了今天的弗雷有点不对劲。伊莎贝尔同学，你刚才实在是太无礼了，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跟我去研究室，我要好好教你怎么做一个好学生。凯文教授，您知道吗？魔道武王卡斯金有一段经常告诫他人的话：爱慕之心能够动摇武士的平常心，但凡要成为武士的人，都要将女人视作石头，如果被欲望迷惑而忘却本分，是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这种人会变成禽兽不如的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随便说说，请您别放在心上。看到教授您现在人模人样的，我在想卡斯金当年是不是错了？弗雷布莱克就答对一题，你就敢放肆？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还能猖狂多久。我刚刚说了，只要错一道，你就要付出代价。现在准备好回答我下一个问题吧。可没过多久，凯文就已经被吓得满头大汗，因为弗雷居然知道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这可是连教授都不一定知道的。关于光之时代的历史，他无法想象，面前的这个弗雷居然是希路德学院的耻辱。教授，您还有其他问题想问吗？虽然答题很有意思，但我现在肚子饿了。凯文已经被弗雷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已经不在乎这些学生会怎么看自己了。弗雷出了教室之后就直奔食堂而去，而伊莎贝尔则紧紧跟在他身后。弗雷同学，您这是要去吃饭吗？弗雷回头看了一眼，这是刚刚帮他在课堂上出头的女生，不过他只是扫了一眼，就立刻转身离开。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女孩跟在他身后，但他不仅不开心，反而还因此苦恼不已。你跟着我做什么？小女子也正准备去吃饭，你这口气又是怎么回事？这也太奇怪了吧！家风严谨，请您谅解。最终两人还是一起去了学院的食堂。刚坐下没多久，弗雷就点了一大堆食物。您一个人可以吃下这么多东西吗？你饿个4000年试试。对我来说，每一顿都是一种恩赐。您刚刚说的4000年是什么意思？跟你没关系。你这个家伙怎么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跟着我？请您不要误会，只是食堂刚好没有位置而已。请问您怎么对光之时代这么了解呢？光之时代是什么？就是4000年前4大伟人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也是在历史上魔道学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弗雷没想到，过了4000年后，魔道学反而没落了。他不禁怀疑，难道这也是因为戴米盖特？在魔道学的历史上，最伟大的4人分别是魔道武王卡斯金、大贤者休斯泽维尔斯曼、黑魔女伊丽丝皮萨曼，以及号称最强魔导师兼万千少女梦中情人的卢卡斯特劳曼。他真的是一位伟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小女子必定会向他求婚。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居然还说要求婚，谢谢你的好意，但小丫头，本帅哥对小孩子不感兴趣，您可真是无礼。小女子可没有向阁下求婚。两人在食堂里打闹的画面被很多人看在眼里，真没想到他们两人居然会在一起。听说还是伊莎贝尔主动追过来，不会吧？他可是希路德学院数1数2的优等生，听说连大卫都被他拒绝了。而他们口中的大卫，赫然就是之前欺负弗雷的黄毛。此刻他正无比严肃地盯着前方，盯着正在嬉戏的弗雷和伊莎贝尔。那个混蛋，今天看起来真是格外碍眼。刚才凯文教授提的最后一个问题，休斯泽的3种修炼方法，阁下的回答是同化和增长以及斗争，但小女子只知道同化与增长这2项内容。您能告诉我斗争是何种修炼方式吗？那你先告诉我，你现在修炼到几星了？不瞒您说，小女子已经达到了3星熟练期，不错嘛，这么小就已经达到这么高的境界了。从刚才开始，小女子就觉得阁下看起来像一个活了很久的人。是啊，特别久，久到有些事我都快记不清了。可是您难道不是和我同岁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您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弗雷已经吃完了，也没打算继续就这个话题聊下去。您还没回答小女子的问题，斗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修炼方式？你还是去看看书吧。我拥有的并不是知识，而是经验，所以我无法传授你什么东西。听到这样的回答，伊莎贝尔不禁瞪大了双眼。不是知识，而是经验，阁下到底是从哪里知晓这些的？
还放着身边的美少女不管，却偏偏喜欢40多岁的女教授。事情还要从几分钟前说起。下午的第1堂课是魔法对练课，这是大卫等待已久的机会。他可以容忍弗雷欺负自己的好兄弟小胖，但绝不允许他和自己的女神走得那么近。各位同学听好了，本次对练只能使用异星魔法，除此之外，其他和实战没什么区别。就算在对练时受伤，也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请各位同学把这当做实战，全力以赴吧。你看到那个教授了吗？他叫什么名字？您说的是负责这堂课的薇恩教授吗？没错，就是他。她真的好美啊！您疯了吗？竟然会对40多岁的女教授有非分之想？难道您是认真的吗？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那才是最完美的女性。第1场比试的双方是大卫和弗雷。大卫眼神无比阴沉，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你的状态怎么样了？我都等得不耐烦了。昨天激动的都没睡好，没曾想弗雷完全不理他，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大卫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号称学院耻辱的学生侮辱了。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沉睡这么久了，这都是为了见你一面。别看我长得年纪很小，但我内心比你成熟很多。今晚能不能邀请你跟我一起共进晚餐呢？给我回去，我不会再说第2遍了。那这样如何？如果我赢下比赛，就让我请你吃晚饭吧。如果你赢了的话，到时候我请你吃晚饭。真是可笑，连1星魔法才勉强能拥有，居然还想打败早已经3星的我。这位美丽的女士，请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弗雷走后，薇恩甚至感觉有点腿软，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但理智告诉她，自己不能对一个孩子动心。弗雷，你是昨天受了太大的刺激疯掉了吗？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喜欢那种类型，还是你想拜托他帮你取消这场比试？为什么要取消？我可是和那位女士约好了。看来你昨天晚上睡得很香嘛，竟然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听好了，我要先打碎你的声带，然后再把你的4肢一个个全部打断。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说过，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能用腿走路了。好像没有什么1星魔法能把人打到那种程度了。你不要忘了，我可是大卫。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比试终于开始了。几乎同一时间，大卫就使用了魔法岩刺，只见一块块石头朝着他的头顶汇集而去。这难道是岩刺？为什么比试中还可以使用这招？薇恩教授，比试不是规定只能使用1星魔法吗？是这样没错，但大卫他并没有违反规定。这种魔法为什么不算违反规定？这可是我们家族的继承人才有资格使用的魔法秘籍，虽然威力强大，但是符合条件连1星魔法师都可以使用。他拥有家族继承人才能使用的魔法秘籍，但他的对手却是来自4000年前的最强魔导师。魔法秘籍可是每个家族的象征，你竟然用它来欺负别人，怎么？事到如今你终于害怕了？那倒没有，这种程度的魔法还不至于让我害怕。说着，一颗光球从弗雷手中缓缓飘出，一时间场外的学生全都看呆了。笑死我了！你竟然想用奥数弹来对抗岩刺？算了，毕竟你这个家伙也只能使用最低级的魔法。不过弗雷对自己的奥数弹很满意，至少颜色看着很不错。只见弗雷把手慢慢放到奥数弹旁边，轻轻一弹，奥数弹竟然直接突破了岩刺，直直打在大卫身上。而且奥数弹命中的位置，赫然就是大卫之前说的声带。就这样，大卫被最低级的魔法打在地上，不断的抽搐。一时间，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连教授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个只会低级魔法，号称希路德学院耻辱的弗雷，仅用1发奥数弹就将强大的大卫打败了。除了同级生外，场外还有2个高年级生看着这里的一切。不是说这只是 C 级魔法实战课吗？金发男人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看着手中的岩刺碎片，竟然把魔法秘籍用在这种地方，你这是在给家族蒙羞。大卫很想说些什么，但他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先打坏我的声带以后，我想起来了，你说要慢慢把我的4肢一个一个卸掉。大卫很想道歉，很想向弗雷求饶，但他却说不出话。就这样，弗雷再次弹出1发奥数弹，几乎一瞬间，大卫的左腿被弗雷打断了。他不断的哀嚎，不断用手向后爬去。别这样，这可是你的题，你不应该觉得很兴奋吗？薇恩教授，胜负已分，请您结束这场比试吧。对方还没有投降，但他的声带已经被打碎了。伊莎贝尔同学，我从一开始就说过吧，要把这场比试当成实战。魔导师的路可不是那种遇到危险会有人出面阻止的，这样懦弱的心态可以走下去的路。听到这样的回答，伊莎贝尔也没有再辩解，她只是觉得现在的弗雷有些恐怖。欺负别人的时候你不是很开心吗？但自己被别人欺负就不爽了。像你这种人自称魔法师，到处丢人现眼，这个世界才会变成这副模样。你这种人根本不配使用魔法，这样对社会才是有好处的。看到弗雷一步步向自己走来，大卫被吓坏了。开玩笑的，白痴，真以为我会把你的4肢一个一个都卸掉吗？你也知道我是个好人，看你这么可怜，就只打断腿，其他的就放过你吧。看到弗雷一步步离开，大卫总算松了口气。不好意思，我刚刚差点都忘了，腿好像是2条吧，我真是太大意了。还仅用最低级的奥数弹魔法，就轻松碾压拥有魔法秘籍的大卫。弗雷手中那颗不起眼的光球，此刻却带给了大卫无尽的恐惧。他躺在地上不断哀嚎，企图阻止弗雷接下来的行为，但很可惜，一切都是徒劳。他好像是1年级的，到底是谁呢？看起来实力还不错。金发男子并没有回答身边的人，在看完这场比试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很快，弗雷打败大卫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院，可他们不仅没有同情大卫，反而还因暂时看不见他而感到高兴。而对于这次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他们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忌惮。你好，请问你就是弗雷布莱克吗？我是你4年级的学长杜尔曼米诺特。原来是学长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弗雷布莱克，我想邀请你加入特劳曼圆桌会。你是说特劳曼圆桌会？
没错，身为希路德学院人，你应该听说过吧？他可是代表着希路德学院的一个组织，这就是特劳曼圆桌会。这个组织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只有得到我们认可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这是象征特劳曼圆桌会成员的戒指，不觉得很帅吗？这可是著名匠人普卢修斯亲自制作的，因为是纯金的，只要咬一口，甚至还能留下印记。只要有这枚戒指，毕业以后可以随意选择以后的道路，也就是说，今后不用担心吃饭问题。还有，领导着特劳曼圆桌会的人士。不过他话还没说完，弗雷就已经转身离开了。杜尔曼，不用再挽留了，这种东西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菲尔安君大人，您来了。说着，杜尔曼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听到身后的动静，弗雷也忍不住转过了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弗雷同学，我是特劳曼圆桌会的总负责人菲尔安君。我先替杜尔曼向你道歉，但我也跟他一样，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特劳曼圆桌会。虽然菲尔安的年纪很小，不过弗雷很清楚他的实力相当不俗。我才不要，我实在不合适加入这个组织，用我名字的侵权费我就不要了。你们好好加油吧。看到弗雷这样的态度，杜尔曼当即就怒了。不过菲尔安却将他拦了下来。虽然不清楚弗雷的实力，但他可以感觉到弗雷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后，终于来到了弗雷最期待的环节。按照约定，这顿饭是我来请你，但为什么又多了一个人？我不是让你别再跟过来吗？快放下叉子，不许再吃了，请两位不要在意在下。而且我来这里又不是因为两位，你赶紧走啊！你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呢？因为我不管怎么找都没有找到有关斗争的资料，而阁下又不愿意交手，所以我只能一直跟着你了。难道你说的是卡斯金的修炼方法斗争吗？弗雷本以为可以和教授好好享受二人世界，没曾想伊莎贝尔却死皮赖脸跟了上来。除非阁下告诉我斗争的修炼方式，否则小女子就会一直跟着你。难道你说的是卡斯金的修炼方法斗争吗？维恩教授，您也知道这件事吗？我之前在魔道协会听说过，但没有任何文献上有关于他的资料。如果不是你道听途说的，我也很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比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更美妙的东西。怎么样？待会我去您的房间慢慢聊。维恩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弗雷比自己小了20岁，但他的身心感觉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不过他们却忘记了一旁的伊莎贝尔。不许你对我们的教授无礼！你这扫兴的家伙为什么还没走？因为伊莎贝尔的存在，直到晚餐结束，弗雷都没得逞。看着繁荣的城市，弗雷不禁好奇，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被戴米盖特完全统治，那自己应该是他的眼中钉才对。可为什么自己当年的痕迹没有被他抹除呢？明明已经过了4000年，关于他们的事情竟然没有任何歪曲。弗雷不禁猜测，难道有人继承了他们的意志，一直在进行对抗吗？不知什么时候，伊莎贝尔已经站在了弗雷身后。他突然发现，弗雷正经起来的样子还挺帅的。伊莎贝尔，我想问你一件事情，这所学校的老大是谁？你是说老大？阁下这个问题也太幼稚了吧！不管是学生还是教授，最强的人是谁？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要你告诉我，我就可以教你。学生里最强的是菲尔安，而教授里最强的是迪奥教授和亚特拉教授，但学校里最强的还是我的姑妈。伊莎贝尔的姑妈是这所学院的院长希洛特里斯娜，她是被帝国称为冰屋的6星魔导师。这所学校里最强的也才6星吗？虽然魔导师的境界理论上能达到9星，但除了3000年前出现过一位，一直没有其他人达到，而这一点好像也充满了各种疑问。所以大家都认为魔导师的境界最多只能到达8星，能达到8星的大魔导师全世界也还不到10人，也许9星只是传说中的存在罢了。那保护着学校的那个魔法阵是院长弄的吗？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吧。但弗雷很清楚，这绝不是6星魔导师能布下的魔法阵。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个组织特劳曼圆桌会。如今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疑点，他很好奇希洛特里斯娜会不会知道些什么。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和他见一面。但弗雷突然想到，自己还不知道戴米盖特的影响力有多大，让这些人卷进来实在太危险了，而且自己还有可能和院长发生冲突。看来想要弄清楚这些事情，还是得先到达7星啊。所周知，想要成为7星魔导师最少也要20年，但学院里的吊车尾却扬言半年的时间足够了。有梦想终究是一件好事，万一哪天实现了呢？除了梦想，我对您的爱意也很大哦，要不要确认一下？不过这时一旁却传来了不合时宜的咳嗽声。我劝你还是小心一点吧，如果你敢对教授做出不轨之事，我会立刻向我姑妈报告。所以啊，这就是我讨厌小鬼的原因。就是啊，小屁孩什么的最烦人了。维恩教授，您刚刚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两人离开之后，弗雷再次陷入了沉思。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必须先处理好眼前的事情，一步步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才是唯一的捷径。2周之后，学院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弗雷，你这该死的混蛋，我不知道你耍了什么手段，但我绝不可能输给你这种废物。脚步声逐渐逼近，教室的门被猛地拉开。弗雷，你难道以为我会就这样放过你吗？我要让你后悔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带着我的小弟把你这个混蛋给……但大卫话还没说完，弗雷的一发奥数弹就已经打在了他身上，伤势还没完全恢复的大卫再一次躺在了地上。为了能让自己恢复如往日般帅气的容颜，大卫又一次回家休养了。弗雷漫无目的地走在学院之中，这里已经没有他需要学习的魔法了，而且连一个像样的对手都找不到。那边的白头发，你给我站住！听说把大卫打得半死的人就是你这个混蛋。弗雷回头一看，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我听他们说你的实力非常不错。就这样，弗雷乖乖地跟着他来到了一处地下室。你这个混蛋竟然不认识我！我可是亚历克德拉米夫，我是你尊敬的学长殿下。
你这种人一看到我就应该立马跪下来臣服，但你这个家伙竟然敢趁我不再欺负我可爱的学弟。大卫的腿骨和鼻骨都被你打坏了，你想如何赔偿？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是想欺负我吗？你这是什么口气？信不信我打死你？弗雷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一群小屁孩这么欺负，你好像很不服气啊！你以为能打败大卫就天下无敌了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上次可是在格拉提魔道大会拿了16强的名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今天死定了！带着一群人来欺负一个学弟的人，竟然还没开始就自卖自夸，不用太害怕，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打你这种废物一样的家伙，根本就不需要他们出手。不过亚历克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发奥数弹直接打飞出去，甚至在飞行过程中，亚历克还撞晕了不少人。你这个混蛋居然偷袭！别人说话或者变身的时候怎么能攻击呢？我只是突然觉得和你们这群小鬼玩闹很可笑。你这个混蛋少给我嚣张了！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弗雷并不想知道这些，所以他直接使用了奥数弹。随着一声声奥数弹，最终这里就剩下了弗雷一个人。这里的学生实在太弱了，弗雷很害怕再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弗雷仅凭一手奥数弹，就在学院内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您知道同学们现在都叫您死亡奥数弹吗？我能怎么办？也没有机会让我使用更厉害的魔法呀。伊莎贝尔看着正在撒泼打滚的弗雷，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他的美貌吸引了。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我按照阁下的话试了一下，我知道拿兽人的血化魔法阵非常不错，但魔晶按7:3的比例混合后，效果简直难以想象。其实半兽人的血更好，因为他们身上有浓厚的黑暗气息。那您这次要教我什么东西呢？其实弗雷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开始教他了，但伊莎贝尔毕竟很有天赋，只要好好培养，说不定能达到8星的水准。伊莎贝尔，我这次教你什么是斗争。放假的时候我会出门特训，如果你跟我一起去的话，就能看到什么是斗争了。但你有可能失去生命，所以没有自信的话，还是早点放弃吧。我跟您一起去，请您带我一起特训吧。时间一晃就来到了假期，伊莎贝尔为了这次特训带了很多东西。你是要去露营吗？哪来这么多行李？女人出一趟门当然得准备很多东西了。阁下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不过话说回来，您打算带我去哪里？这个嘛，我打算带你去伊甸山脉。那个地方不是号称怪物乐园，而且极度危险的那个山脉吗？你知道怎么去吗？阁下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去伊甸山脉的话，就算靠精灵石到了伊斯兰那以后，也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那里，而且路途遥远也就算了，途中还会有很多怪物拦住我们的去路。难道说你现在知道怕了？请阁下不要侮辱我，我根本就没想过跟您出去旅行会有多安逸。你刚刚说的那个精灵石又是什么东西？那东西可以让我们快速长距离移动，真好啊！4000年前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您又在说什么奇怪的话？弗雷这才知道，虽然魔道学一点发展都没有，但产业技术发展的飞快，怪不得这些孩子们的实力会大幅度下降。忘了和您说，从卡拉波尼到伊斯兰那有很长的距离，估计需要10金币。听到伊莎贝尔的话，弗雷整个人冷汗直冒，他当即停下来，开始在包里一通翻找，但即使找遍了全身每一个角落，他的全部财产依旧只有1金币。弗雷突然想到伊莎贝尔也是贵族，所以他肯定有很多钱。您怎么了？难道您哪里不舒服吗？伊莎贝尔，快告诉我你身上有多少钱？为了这次特训我没有拿钱，富足的生活会让人变得懒惰，怎么可能在修行路上拿钱享受呢？你给我快点回家，然后拿很多钱回来，自己挣旅费才有修行的意义啊！最终弗雷还是没能说服伊莎贝尔。更可怕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打工的经历。假期来临之际，弗雷带着伊莎贝尔开始了特训，但因为两人都没多少钱，他们被迫开启了穷游。他们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首都卡拉波尼。等两人来到港口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即将乘坐的是一艘无比豪华的游轮。关键这还是只对希路德学院的学生免费开放的，怪不得这里能看到很多同学。食物应该也很好吃吧？我听说他们只提供最高级的料理，光听着我都要流口水了。我突然好喜欢希路德学院，可两人准备登船的时候，却被告知已经满员了。下一次出航是在4天后，要不两位先乘坐鹦鹉号。好消息是鹦鹉号离他们本来要乘坐的游轮并不远，但两艘船比较起来，差距就显得很大了。鹦鹉号会在5天后到达卡拉波尼，而且我们的船依然会免费开放给希路德学院的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弗雷他们最终不得不乘坐鹦鹉号。与此同时，某个船舱里正坐着一群海盗。船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很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干一票大的。我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你怎么把自己的眼珠子给挖出来了？看得我好恶心。船长，你也真是的，独眼可是我们海盗的象征啊，那你也不能直接挖了自己的眼睛吧？回归正题，我们今天的目标是经过兹坦佛的船只，当他们经过奥萨卡帝都时，我们直接下手。都听到了吗？看来我们今晚要大赚一笔了。不过那条船叫什么来着？不想丢掉另一只眼睛就给我好好记下来。那条船可是载着一群富二代的鹦鹉号。与此同时，鹦鹉号也已经走上了预定的航线。欢迎你们乘坐鹦鹉号，我就是这条船的船长马克马尔蒂斯。该好好拜托的人是我们才对。如果不是这条船，我们可能得浪费4天的时间。这条船明明看起来很棒，但为什么乘客很少呢？这条船会经过奥萨卡帝都，主要那里有很多海盗出没。听到这话，伊莎贝尔也吃了一惊。不过请您放心，虽然这条船只有2艘护卫舰，但每条护卫舰都有一位4星魔法师坐镇，他们可都是出身武斗塔的战斗魔导师。只要有他们在，不管来多少海盗都不在话下。居然是战斗魔导师，那还真是可靠呢。如果海盗不傻的话，根本不敢碰有帝国军舰护卫的鹦鹉号。可他话刚说完，立马就收到了有海盗来袭的警报，而且那艘海盗船赫然已经行驶到了鹦鹉号的面前。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海盗船？马克船长，大事不好了！护卫舰已经全都沉没了，仅仅一道攻击就将拥有2位4星魔导师的护卫舰全都打沉了。这不可能！
2艘军舰瞬间就被打沉没了。海盗绝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有着4星魔导师的2艘军舰，居然在一瞬间就被海盗的攻击打沉了。马克无法想象，这是一群海盗可以做到的事情。时间回到几分钟前，海盗们已经通过望远镜看到了鹦鹉号，旁边果然有2艘军舰。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都给我安静一点，那位大人会看着办的。我为了今天可是特意花重金聘请了他，好好看着吧。这位就是巫妖杜拉德大人，他可以让我们大赚一笔。亲眼见到这种传说中的存在还是挺瘆人的，总感觉自己在做噩梦。当船长说要袭击有军舰护卫的船只时，我还以为您彻底疯了呢，没想到您会跟巫妖签订契约。船长简直是在海贼历史上画上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笔啊！就在2人交谈之际，巫妖发动了魔法冰枪，2位4星魔导师几乎同一时间发现了空中的异样。尽管他们已经尽全力撑起防护罩，但3根冰枪还是直直朝着船只飞来，哪怕他们已用尽了体内最后一丝魔力，依然无法阻挡落下的3根冰枪。太好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了，现在跟我去大赚一笔。杜拉德大人，您真是太厉害了，竟然一下子就击沉了那么大的军舰。有点奇怪，明明是3个才对，我召唤的冰枪明明是3个，可为什么中间那艘船一点事都没有？杜拉德大人，我之前和您说过不要击沉那艘船，因为我还要拿船上的人去当人质。巫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海盗立刻识趣的闭上了嘴，他根本不敢反抗，只能在心里咒骂巫妖。我这么做是不想因为他们逃走或者反抗，造成无意义的麻烦，而且刚刚的威力也不足以击沉那艘船。那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那艘船上有什么东西挡下了我的攻击？与此同时，在鹦鹉号上，马克船长正在努力控制惊慌的学生。在无人的角落，一个兜帽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大口喘息着，似乎像刚刚经历过剧烈运动一般。与其他人不同，弗雷和伊莎贝尔倒是很淡定，虽然伊莎贝尔也被刚刚的场景吓得不轻，但他至少还能保持理智。冷静点，他们就只是一群海盗而已。比起他们，我现在更在意另一件事情。明明有3枚冰枪，但有1枚在落下的途中突然消失了，是阁下做的吗？不是我，所以我才会好奇。其实弗雷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奇怪的魔力，但事发突然，他还是没能挡住，因为感受到与戴米盖特同样的气息。在那个瞬间，他的脑海里变得一片空白。冷静下来后，弗雷认真感知了一下，虽然很像，但这是属于不死族的魔力。如果不是阁下做的，那到底是谁呢？我也不清楚。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我得好好跟他打个招呼。毕竟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在海里挣扎了。类最强魔导师都无法阻挡的攻击，却被船上的神秘男人挡了下来。但不等他们高兴，海盗的船已经直直撞了过来。在船停稳之后，海盗们利用梯子和钩索来到了鹦鹉号上。不好了，是海盗！海盗们攻过来了！已经乱了阵脚的船员被海盗们不费吹灰之力的干掉，幸存下来的人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几乎没受到任何阻拦。海盗们就登上了鹦鹉号。看来我小看了这艘船，没想到上面人这么多呀！看着像富家公子的有差不多40多人，说不定干完这一票这辈子都不用再努力了。各位有钱又有梦想的同学们，你们好啊！我们是大家的朋友，血色掠夺团。该死的海盗！你们知道这艘船是什么船吗？当然知道了，这是载着一群富二代的宝藏船。说完之后，其余海盗也都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群该死的海盗，竟敢小瞧我们！你们难道还没搞清楚状况吗？这些船上的人可是未来要成为魔导师的优秀学生，你们今天可是踢到铁板了。说着，男人就开始念咒，准备施展魔法。可下一秒，一柄飞刀就直直朝着男人飞来。你这小家伙一点眼力见都没有，你难道觉得我会给你念咒的时间吗？飞刀此刻紧紧定在男人的脖子旁，只要再偏一点，男人恐怕就没机会发抖了。见到这一幕，刚刚冷静下来的学生们再次陷入慌乱之中。弗雷却发现，刚才有人偷偷改变了飞刀的轨迹，而他也终于看到了船上那个神秘人的身影。这不是你能抵挡的对手，安静待着，别出手。大哥，您怎么就射偏了呢？这可是我们的财神爷，怎么能伤害他们呢？少说废话，这次我不会再射偏了。那个4眼仔看起来不像一个富二代。听到这话，戴着眼镜的学生被吓得瘫倒在地，一丝暖流也从他的裆下慢慢流了出来。真恶心，这小家伙居然尿裤子了，熏到我的财神爷可不行，去帮他洗一洗吧。就这样，海盗扛起了戴着眼镜的男孩，没有一丝犹豫，男孩被他们从鹦鹉号上丢了下去。救命！救命！谁来救救我！没过多久，海面再次恢复了平静。想不到2星的奥尔卡竟然就这么死了。不过在海盗眼中，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们这群该死的海盗，竟敢杀死奥尔卡！你们这群学生怎么会这么啰嗦呢？难道老师没好好教你们吗？几乎一瞬间，2道魔法就直直朝着海盗飞去。闪避不及的2个海盗瞬间就丢了性命。眼看魔法就要命中海盗船长的时候，一道突然出现的护盾却挡下了他们的魔法，甚至还在挡下攻击的同时进行了反击。这股突然出现的诡异魔力，让学生们吃了不少苦头。魔力消失之后，一道黑色的人影出现在众人眼前。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巫妖？一招秒掉2位5星魔导师的凶手，居然是传说中可以永生的巫妖！你们竟然跟不死者签订了契约，你们疯了吗？不死者和生者不会进行交易，你们只是被他利用罢了。我们只要能挣钱就好了，因为我们是海盗啊！你们这群家伙，再怎么喜欢钱也不能这么做呀！就在这个时候，伊莎贝尔紧紧抱住了弗雷，弗雷刚想推开他，却发现他全身一直在颤抖。他们不是一般的海盗，感觉有点危险啊！巫妖的话最少也有5星的实力，终于能理解为什么2位战斗法师会败在他的手下了。刚刚挡住我魔法的人，快点出来！我知道你就在这里，快点给我出来！如果不出来的话，我现在就把他们全杀光！巫妖大人，您这样的话我们也会。但巫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海盗船长就不敢继续说了。不过这个时候，戴着兜帽的神秘人还是站了出来。刚刚挡下我魔法的人
人就是你了。人类，告诉我你的名字。在神秘人摘掉兜帽的瞬间，在场的学生全被惊呆了。原来刚刚挡下攻击的人，赫然就是学院里最强的学生菲尔安。伊莎贝尔，你认识这个人吗？在我们学校里没有人不认识他，他是院内最高组织特劳曼圆桌会的领导，也是帝国影响力最大的3大家族之一的次子，而且成绩还特别优秀，是跟我竞争院内第1的竞争者。就算成绩差不多，但他的境界比在下要强好几倍。在看到菲尔安后，希路德学院的学生也觉得自己得救了。如果是菲尔安的话，完全有能力接下巫妖的魔法，有可能他真的会帮我们度过危机。别闹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还没发现吗？他现在连站着都已经很困难，巫妖的境界起码在5星级以上。那个叫菲尔安的人，虽然觉醒以后好像把体内所有的杂质都已经清除了，但他也才刚刚进入5星，他挡住了比自己等级要高的魔法，到现在还没死已经是个奇迹了。此时的菲尔安非常后悔，因为不想太引人瞩目，特地选了乘客比较少的船，没曾想却变成了最大的祸根。虽然刚刚挡住了攻击，但仅仅一击就让他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他很清楚面前的敌人是他无法对付的存在。不得不说你的运气很不错，没想到我能找到像你这样优秀的素材。我想问船长一个问题，你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几位身份高贵的富二代们要经过危险的奥萨卡帝都，身为一个海盗，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所以我准备把大家安全送到卡拉波尼，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当然了，前提是各位能给我们一笔令人满意的报酬。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如做一笔交易吧，请你们放了其他人，绑架我一个就行了。希路德学院的最强学生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打败面前的敌人后，他希望能与海盗们做一笔交易，我们军家族会给你们想要的钱财的2倍，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放了其他人。你是白痴吗？我们这边可是有巫妖大人，除了你我们还能拿到其他人的赎金，所以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你说的没错，我肯定不是你们雇佣的巫妖的对手，但是我有信心在死之前把你们这些海盗一起带走。听到菲尔安的话，海盗船长明显被他吓到了，弗雷则越来越喜欢菲尔安了，在他看来这才是魔导师该有的气魄。这个国家还真是未来可期啊！但这个时候巫妖却突然发动了魔法，我拒绝你的提议，你的魔力有一种特别诱人的味道，我要把你直接吸干，然后把肉体变成和我一样的不死者，永永远远的服侍我。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我的东西了。你们都听到了吧？协商已经决裂了，现在把所有人全都抓到我们船上。一时间学生全部只顾着自己逃跑，曾经想要成为魔导师的豪言壮志，在危险真正降临的时候，全都被抛在脑后了。你们这群小子手脚很快吗？至少也要给我留一个呀！这个小妹妹看起来真不错呀，那我就选你了。小妹妹跟大哥哥去那边玩玩吧，大哥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你这个臭小子，给我滚远点，别打扰了本大爷的雅兴。你这个混蛋到底会不会好好说话？看来你是到叛逆期了，过来，老子要好好教训你一下。你自己不会过来吗？以为你是谁啊？还让我过去？你疯了吧？为什么还要激怒他？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弗雷，你最近是不是太嚣张了？少给我逞能，给我老实点。不过海盗现在明显已经被弗雷的话激怒了。你知道第一个死的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们一般都是像你这种没有眼力见的人。但令人意外的是，飞出去的人反而是主动攻过来的海盗。你说的没错，但好像你才是那个没有眼力见的人。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学院吊车尾的弗雷居然有这种实力。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有菲尔安一人可以勉强看到。瞬间的魔法增量让他的打击比刀还要快。这种速度，菲尔安自信自己绝不可能做得到。他想过弗雷很强，但是没想到能如此运用魔力解决掉一个海盗之后，弗雷用手将伊莎贝尔护在身后。别害怕，仔细看，除了巫妖有没有自己能对付的对手？再怎么样也得把自己保护好吧。你可是魔导师啊！发生刚刚那种事情后，船上的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这个白痴独眼龙被女人蒙蔽了双眼，居然对付一个学生都会失手。但话音刚落，弗雷就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弗雷的手贯穿了海盗的胸口。学生之中最强的菲尔安被困住，正当他们完全放弃抵抗的时候，弗雷站了出来，他用手刀直接贯穿了海盗的胸口。有人跟你们协商的时候直接同意多好，我跟他不一样，我的性格有点冲，但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从来都没有夺过人类的性命，当然我也从没把你们当成过人。这个家伙是不是疯了？兄弟们，我们一起杀了他！弗雷反手就将手中的海盗扔到了人群之中，随着他举起手，一股强大的魔力逐渐在他手中凝聚。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使用比奥数弹更加强大的魔法了。趁他刚刚用完魔法，我们赶紧干掉他。可下一秒，弗雷背后的海贼就被强大的魔力吞噬了。他没有使用任何魔法，只是将体内的魔力释放出来了，简直无法相信，他难道真的是魔导师吗？弗雷现在的战斗方式分明就是一个魔道武士，但魔道武士又怎么可能使用那种强大的魔法？因此不少海盗都被弗雷吓到了。也就在他愣神的瞬间，弗雷已经朝着他冲了过去，仅仅一脚，弗雷就从海盗手中救出了女孩。他现在腾空了，趁这个机会干掉他。弗雷却直接踩在海盗的头上跳到空中。你这个家伙能不能长点眼睛？为什么要砍自己人？弗雷则趁着海盗内讧的间隙，已经在空中蓄积魔力了。你们看那个家伙，他到底想干什么？可不等他们多想，弗雷已经将手中的魔力推向了甲板，一瞬间恐怖的魔法就直直落在甲板之上。待烟尘散去，刚刚的那群海盗已经消失了，弗雷则慢悠悠从空中落了下来。你这个混蛋，赶紧给我住手！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要是你敢动一个指头，我立刻就抹了他的脖子。你觉得就凭你可以做到吗？原来伊莎贝尔已经趁这个间隙在悄悄念咒了。下一秒，恐怖的雷电从他手中迸发出来。刚刚企图拿他做人质的海盗，此刻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一时间，所有人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没想到反抗这些海盗居然这么容易。我的实力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吧？你不是很能干嘛？这才是魔导师该有的样子。精彩精彩，这真是太精彩了！
灰毛你可真厉害呀！看你的身法应该是伪装成学生的护卫吧？是我疏忽了，我不应该小瞧你们。既然你有这种实力，那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吧。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但想一个人打败我们所有人还是有些难度吧？继续说下去，让我听听和你交易有没有价值。这里的人你可以带走一半，这样应该足够你回去交差了吧？听到这话，不断有学生开始哭诉起来，是不是很不错？我给你了一个台阶，我们的损失也不是很大，这简直就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弗雷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一部分海盗，在意识到弗雷的强大后，海盗船长主动提出了交易的请求：你可以带走一半的学生回去交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你这家伙真是个人渣，我都杀了那么多你的人，你居然还能说双赢？我们可是海盗，战斗过程中出现伤亡不是很正常吗？你可以亲自挑选你要带走的人，现在开始选吧。听到这话的瞬间，一个女孩挣脱了抓住自己的海盗，求求您了，拜托您一定要选我，我会给您一大笔钱，100金币怎么样？够吗？如果不够的话，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您答应选我。有了第一个人的出现，其他学生也纷纷效仿起来，他们此前明明都被抓住了，此刻却一一挣脱了海盗的束缚，真让人头疼啊！伊莎贝尔，我们要不要趁机挣一笔路费？现在已经到200金币了，还有人要继续往上加吗？随着金币数量不断增加，有些学生已经开始自报家门。身为希路德学院的学生，他们几乎都有显赫的家世，以后我当上大官一定会满足您的所有要求。好好想想谁能给您最大的利益吧！你们还没完没了吗？真够让人烦的。我只是开个玩笑，你们居然还真就开始竞价了，离我远点，热死了！本来在海上湿气就大得很，一群小鬼就知道拿钱砸人，那是你们的钱吗？还不是你们父母拼命挣的。想成为魔导师的人居然如此贪生怕死，真不敢想象你们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都给我听好了，魔导师是守护弱者的英雄，身为魔导师，就算遇到威胁自己生命的情况，也要先救其他人的生命，这才是一个魔导师该有的样子。听到这些话，海盗很清楚谈判已经破裂了，但他很好奇，为什么巫妖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他不禁猜测，难道这个骷髅头也没自信能赢他吗？别瞎猜，我可不会输给区区一个人类。船长闻言猛地一惊，他没想到巫妖居然还有读心的能力，我只是在观察他罢了，他的魔力我还是第一次见，看起来实力非常强啊。不过他充其量也才5星魔导师的水准，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杜拉德大人，我相信您的实力。感受到一旁的魔力变化，弗雷也回过头看向巫妖，你这样的魔导师我都不知道杀过多少，还是放弃希望成为我的一部分吧。真是恶心死了，连口气都和戴米盖特一样。巫妖没有留手，直接发动了魔法针刺群击，只见3根尖刺直直朝着弗雷飞了过去。不过弗雷稍一偏头就轻松躲开了攻击。弗雷小心，那是追踪魔法，会一直跟着你。我当然知道了。说着，弗雷再次一个翻身躲开了尖刺。菲尔安意识到现在的局势对弗雷非常不利，因为这个魔法并不需要巫妖来控制，所以巫妖完全可以趁机偷袭。就在弗雷闪避尖刺的时候，巫妖偷偷发动了第2个魔法。为了能干掉弗雷，巫妖彻底不再留手，直接使用了可以自动追踪目标的针刺群击。在弗雷忙着闪避的同时，他又悄悄释放了第2个魔法。只见甲板之上突然凭空出现无数只手，此刻弗雷的注意力还全在3根尖刺之上。等他发现第2个魔法的时候，弗雷已经没有时间躲开了，地狱之手精准打在了弗雷的身上。还好伊莎贝尔及时用护盾挡下了扩散出来的魔力，仅仅是地狱之手的余威，就让那些来不及反应的学生苦不堪言。在挡下攻击后，伊莎贝尔第一时间朝着弗雷的方向望去，但那里除了被击碎的护栏，根本看不见弗雷的身影。菲尔安意识到他们最后的希望也没了，可就在这时，空中的3根尖刺却动了。令人意外的是，3根尖刺居然直直射向了巫妖，不得已巫妖只能开启护盾挡下自己的魔法。为了能彻底解决自己释放的针刺群击，巫妖甚至不得不解开了对菲尔安的束缚。他不理解为什么尖刺会攻击自己，如果目标消失的话，魔法也应该消失才对啊。就在这时，巫妖看到了他们不可置信的眼神，他突然意识到，难道那个人类藏在了自己身后？你的后脑勺看起来顺眼多了，这样我就不用看到你那恶心的脸了。因为始终无法看到弗雷，巫妖不得不主动跳到空中，他无法想象弗雷究竟是如何躲开那些攻击的，又是如何在一瞬间来到了自己的背后，但他很清楚，这种事情他自己是绝不可能做得到的。眼前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绝不是一个人类可以拥有的。弗雷，你没事吧？刚刚的那些攻击，但弗雷回过头的瞬间，伊莎贝尔突然就愣住了，仿佛他眼前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弗雷，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魔导师卢卡斯特劳曼。那是什么？这个巫妖现在想干嘛？原来在刚刚的间隙，巫妖再次使用了击沉军舰的魔法，一瞬间所有的学生再次被绝望笼罩，巫妖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他必须马上击沉这艘船，然后逃走。虽然这样的话无法吸收菲尔安的魔力了，但毕竟比在这里丢了性命要强。可突然出现的巨大魔法盾再次打破了他的幻想，而且那个护盾是弗雷独自一人释放出来的。巫妖难以想象，自己的冰枪居然全被挡下来了。要知道，同为5星的菲尔安，仅仅挡下一个就直接吐血了。伊莎贝尔也彻底被弗雷的实力震惊了。但这个时候，巫妖却释放了一个更大的冰柱：你终究只是区区一个人类而已，给我去死吧！这一次弗雷没有使用魔法，只见他双腿猛地蓄力，下一秒居然硬生生依靠肉体击碎了这比船还大的冰柱。巫妖此刻还沉浸在自己的魔法被破坏的震撼之中，丝毫没有注意到弗雷已经到了他的面前。魔导师仅凭肉身就击破了比船还大的冰柱。危机解除之后，菲尔安和伊莎贝尔也及时撑起了防护罩，帮船挡下了那些被弗雷击碎的冰块。而此刻的弗雷已经来到了巫妖的身前，以这个不过5星的菜鸟
怎么可能挡下我的魔法？因为我知道一些捷径，想对付你的魔法实在是太简单了。什么意思？难道你知道如何突破5星魔法？你能不能再加把劲？好不容易能用奥数弹以上的魔法，还让我高兴了一下呢。你这个狂妄的家伙，你到底是谁？我是弗雷布莱克，据说是希路德学院的万年吊车尾，但我的真名叫卢卡斯特劳曼，是特地从4000年前的世界重生过来教训你的最强魔导师。其他人只能远远看着空中的两人，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听到弗雷的话，巫妖仿佛受了很大的刺激，胡说八道，卢卡斯特劳曼早就死了。果然还是你的后脑勺最顺眼了。下一秒，弗雷直接用手贯穿了巫妖的身体，这就是你的核心啊！如果不毁了它，你永远都不会死。每个巫妖的核心位置都不一样，为了确定你的核心，我可是花了不少时间。随着弗雷将手中的核心捏爆，巫妖的身体也在空中化为了灰烬。没想到他真的赢了，而且赢得很轻松。可恶，没想到巫妖居然输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回事？他不是不死者吗？为什么还会死？但此刻，弗雷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海盗船长的身后。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了吧？协商已经决裂了，现在你们全都可以去死了。几乎一眨眼的功夫，海盗们就都被弗雷干掉了。弗雷甩了甩手，将手上的血迹清理干净，船上剩下的人全都静静看着眼前发生一切。这趟梦幻一般的旅途终于结束了。弗雷下船之后，有人叫住了他：“你的实力很强啊！”原来追上来的人是菲尔安，我很钦佩你。怎料弗雷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要走，但身后菲尔安的动静却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您可别这样，请您快抬头吧。看到菲尔安倔强的样子，弗雷也忍不住叹了口气。感觉怎么样？全力抵挡了巫妖的攻击，你的内脏肯定受了不小的伤，没什么大事，反而把淤血吐干净了以后，感觉更好了。别逞强了，你这个臭小子，难道你觉得我会看不出来吗？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宫廷魔法师都无法轻易打败的巫妖，居然被你！而且我早就听过你的名字，听说你是学院历史上最没有天赋的学生，而你崭露头角还是在这几周。难道你之前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吗？随便你怎么想。俗话说得好，人生无常啊。菲尔安听到这话却并没有生气。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人生无常。过段时间要不要来我家做客？我想好好谢谢你。弗雷因为救了菲尔安的性命，受到了军家族的邀请，但令人意外的是，弗雷居然拒绝。有时间的话我就去。你疯了吗？那可是帝国3大家族之一的军家族，好多贵族为了和他们攀上关系，不知道花了多少财力物力。听到伊莎贝尔的话，弗雷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菲尔安，你借我点钱吧，不用太多，20金币就够了。你竟然趁此机会向他索要财物，身为一个修行者，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你可真是搞笑。这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家伙出门一点钱都不带。其实我给你们也无妨。你准备用在哪里呢？我们想在卡拉波尼使用传送门，但那边10金币的费用实在是太贵了。原来你们想去首都啊？这个给你们，这是我的谢礼，所以不用还也没关系的。弗雷没想到菲尔安一出手就给了自己300金币，不用这么多，20金币就够了。我身上没零钱，你还是直接拿走吧。弗雷突然感觉自己有一点讨厌这些富二代了。虽然我很想现在就邀请你们到我家做客，但我现在正在准备结婚的事情，回去的话肯定有一大堆麻烦事等着我处理。你这个家伙是在炫耀吗？别这样，这可不是什么可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是父亲强行逼迫我的。听到菲尔安的话，弗雷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你的未婚妻她有没有姐姐？她好像是路亚诺夫国的人。没关系，没有姐姐的话姨妈也可以。她好像是也普尔德家族的小姐，他们家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骑士，不知道我跟她相不相配。如果她知道我是一个瘦弱的魔法师，一定会很失望吧。您可是我们学院的高材生，您一点都不弱。菲尔安，你一定不要气馁，你不是长得很帅吗？如果他有姐姐或者姨妈的话，请你一定要马上联系我。看到弗雷这个样子，伊莎贝尔终于忍不住了，不过一旁的菲尔安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多久没这么笑了，你可真是个有趣的人。他们本就有着不同的目的地，很快就到了要分别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来我家一趟，千万别让我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可以啊，到时候看我有没有时间吧。不知为何，伊莎贝尔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弗雷和菲尔安是相识很久的老友一样。告别了菲尔安后，两人换了一套衣服，又重新踏上了旅途。这个东西还真是了不起啊，竟然可以利用亚空间魔法，把比袋子空间大好几十倍的东西都放进去。阁下是第一次见吗？这东西其实也没那么了不起。看着周围繁华的景象，弗雷不禁叹了口气。现在比起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技术进步了很多，而且人口也增加了很多。可明明过了4000年之久，这个世界也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只能表明戴米盖特有意限制了人类的发展，但他不理解戴米盖特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他明明是一个很会窃取人类发展成果的家伙。阁下在想什么呢？我们已经到传送门这边了。弗雷也知道，现在想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在下次见到戴米盖特的时候，好好揍他一顿就行了。男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9星魔导师，但他却被自称神明的戴米盖特单手镇压。经历了长达4000年的封印后，卢卡斯终于以弗雷的身份重生在这个世界。可他却发现4000年来世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的发展被戴米盖特有意限制了。但弗雷现在还根本不是戴米盖特的对手，所以他的首要目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他和伊莎贝尔借助传送阵来到了号称怪物乐园的伊甸山脉。他发现就算已经过了4000年，这里和之前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为了接下来可以顺利修行，两人走进了当地的一家酒馆，要5人份的面包和肉，肉要
多一点，再要一杯啤酒。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学院不给我们提供啤酒，如果再不喝2口的话，我都快忘了啤酒是什么味道了。就在弗雷发牢骚的期间，老板已经端着餐食过来了。看你们这个样子，难道你们是佣兵吗？看到眼前丰盛的食物，弗雷完全忽视了老板刚刚说的话。你们竟然要去伊甸山脉，看来还真是新人啊！穿戴着崭新的盔甲和剑，感觉自己能杀死一条凶恶的龙。弗雷依旧没有理会，只是大口喝着啤酒。其实这也不是坏事，毕竟年轻人就该这样雄心勃勃。但你们吃完还是回去吧，伊甸山脉不适合你们这些小孩子进去。我听说那里到处都是怪物，我们也知道那里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抱歉，我刚刚有些失礼了。我有一个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儿子，他小时候就说自己要当一个佣兵，所以一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他。那他现在怎么样？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佣兵了吗？他前不久去了伊甸山脉后丢了性命，他当时进去是为了保护一对采药的母女，最后只有小女孩一个人活了下来，是他告诉了我儿子的死讯，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那里为好。就算是一个常年征战的老佣兵，去了那里也可能会丢掉性命。终于吃饱了，能告诉我那里有什么怪物吗？真是的，就算明知道会死，你们也非去不可吗？弗雷并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神却已经说明了一切。看来我今天晚上注定睡不着了。就这样，老板拿出地图为弗雷两人详细介绍了一下伊甸山脉。真的太感谢了，刚刚那些吃的我们需要付多少钱？算了吧，先赊账好了，如果能活着回来再给我吧。你这么做生意怎么可能赚钱？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说我。你们家的香肠特别好吃，别说谎了，很多人都说我们家除了酒其他都是垃圾。不过我会记住2位的，下次来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做更加好吃的香肠。你们还欠我钱呢，所以一定要活着回来。当然了，我还想再吃一次这里的香肠。就这样，在老板的注视下，弗雷两人趁着夜色走进了伊甸山脉。称为怪物乐园的伊甸山脉，此刻却变成了怪物们的屠宰场。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闯入这里的2人。不愧是伊甸山脉，这才刚进入口就有这么多强悍的怪物。我终于知道阁下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了。只要在这里修炼1个月，肯定颇有收获。你想太多了，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抓这些小喽啰，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修斯泽副本。您说的是大贤者修斯泽建造的那个副本吗？虽然在那里可以找到号令天下的力量，但那地方不是在传说中才存在的副本吗？以那小子的性格，就算是副本也绝不可能是一处普通的洞穴。弗雷还记得，当时自己还是卢卡斯的时候，修斯泽曾经和他说过，直奔云霄的高山，在那山脉高处的湖泊，以及位于湖泊中心的小岛，我会在那里等待你的到来。直奔云霄的高山指的应该是德莱克山脉，而顶峰上的湖泊估计指的就是火山湖。在弗雷看来，那里果然是休斯泽会喜欢的地方，所以只要在那边找到小岛就可以了。其实也可以称为传说中的地方，因为那里会特别危险，起码得达到6星才能去探一探，所以得在1个月内达到6星的境界。你不会疯了吧？就算再怎么努力想要到6星魔导师，至少也得花数十年吧。但弗雷并没有理他，首先要找到一个适合修炼的地方，你也要好好找找，只要是一个适合集中魔力的地方就行。就这样，2人一边击杀怪物，一边朝着伊甸山脉深处走去。渐渐的，伊莎贝尔已经能适应这里的怪物强度，但他还是看不出来弗雷到底想要干什么。找到了，这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修炼的地方。原来在这座瀑布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洞穴。进入洞穴后，弗雷使用了烛光来充当照明。这里就是我们要修炼1个月的地方。伊莎贝尔，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斗争的修炼方法。之前我没告诉你，是因为这种修炼方法过于危险，如果强行修炼，甚至可能会丢掉性命，所以你暂时先看着就好。说着，弗雷就进入了冥想状态。慢慢的，伊甸山脉的所有魔力都开始朝这里汇集。弗雷正在吸收伊甸山脉的所有魔力。看到这样的景象，伊莎贝尔有点难以置信。就这样过了1天1夜，弗雷终于完成了斗争的准备。他一回头就发现伊莎贝尔也在模仿自己的样子吸收魔力。虽然弗雷早就知道伊莎贝尔很有天赋，但他的实力还是超出了弗雷的想象。最难能可贵的是伊莎贝尔求学若渴的热情。不知过了多久，伊莎贝尔终于睁开了眼睛。他发现此刻弗雷正一脸猥琐地看着自己。伊莎贝尔被弗雷吓了一跳，还以为他要对自己图谋不轨。你刚刚做得很不错，看来你很有天赋，不过现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我们该吃饭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后，弗雷终于要教伊莎贝尔斗争的修炼方式。修炼的第一步就是将周围的魔力全部吸入体内。不过想要继续下去的话，他们还要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在下并不是很饿，所以阁下还是先留着吧。是你吸收了足够多的魔力，所以误以为自己并不饿。你想要继续修炼的话，就要逼自己吃下去。就这样，2人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嚼着肉干。直到前不久，我都没有想过能跟阁下一起修炼。其实我早就在阁下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不凡的气息。明明只是一个被排挤的学生，但能让在下高看的理由，估计就是阁下身上的那种气质吧。但看到这几天的阁下，又感觉像别人。虽然不太清楚，但阁下仿佛知道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而且没有一丝犹豫。那你觉得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那当然是哪个都是真实的阁下，因为人类不会轻易改变，人类只会不断成长。反正我要好好感谢阁下的这种变化。如果是以前的阁下，为了好好训练，2人单独。说到这里，伊莎贝尔猛地顿住了，因为她突然想到自己要和弗雷在这种狭小的洞穴里待1个月。你不用担心，我早就说过了，我对小孩子一点兴趣都没有。可听弗雷这么说，伊莎贝尔内心反而更不爽了。这个时候，她发现弗雷好像在洞口做什么手脚。我在布置结界，我可不想在睡觉的时候碰到怪物。好了，赶紧睡觉吧，今天是第1天，你要好好休息。话音刚落，弗雷的呼噜声就已经传到了伊莎贝尔的耳中。虽然伊莎贝尔很庆幸弗雷并没有对自己做什么，但她的内心却十分不爽，甚至很想揍弗雷一顿。经历了1天的劳累后，伊莎贝尔也很快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伊莎贝尔醒了，
而弗雷则早已经准备好进入接下来的修炼了。我睡了多久？差不多5个小时吧，就当是最后一次休息吧。今天开始要好好修炼了，现在开始进行卡斯金的修炼方式斗争。我再说一次，这种修炼方式特别危险，所以暂时不要勉强跟着我做，你只要好好看着就行。话刚说完，弗雷就进入了修炼的状态。只见他体内的魔力飞快地变化着，待一切平静下来后，弗雷体内的魔力被分成了2种不同的属性。这还是伊莎贝尔第一次见这种修炼方式，一时间带给了他很大的震撼。此刻水火2种魔力在弗雷体内不断对抗着，他们按照弗雷的意志不断在与对方战斗。有时水属性的魔力会突然占据上风，但一转眼的功夫，火属性魔力却又再次将其镇压。弗雷不断调整体内的2股力量，就像在调整一座天平一样。这种奇特的修炼方式就是传说中的斗争。知晓了大致方法后，伊莎贝尔立刻开始尝试起来，但他体内的魔力刚产生变化就开始了暴动。伊莎贝尔根本无法维持这种状态，直接吐出一口鲜血。他只是稍微出现了一些不平衡，就带来了如此大的痛苦。伊莎贝尔无法想象，弗雷居然可以像冥想一样平静地进行这种修炼。他不禁好奇，弗雷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次尝试大贤者的修炼方式，伊莎贝尔就被体内的魔力震得吐血，可弗雷却能像冥想一般进行这种修炼。意识到差距后，伊莎贝尔也放弃了强行修炼的念头。接下来的这段日子，他每天都在尝试修炼，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过去了2周。他不知道弗雷还会修炼到什么时候。洗完澡后，伊莎贝尔重新回到了洞穴里面。当他看到弗雷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因为他已经可以看到弗雷周身迸发出来的魔力了。这就意味着弗雷在2周的时间内，马上就要到达6星的境界了。这种恐怖的成长速度，让伊莎贝尔对自己的常识产生了怀疑，但他并不知道，此刻弗雷还觉得自己修炼的速度太慢了。调整好心态之后，伊莎贝尔再次开始修炼。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伊莎贝尔能坚持的时间也长了不少。就这样1周的时间转瞬即逝，2人依旧还在山洞中修炼着斗争。伊莎贝尔突然吐出一口鲜血，只要有丝毫不集中，他体内的魔力平衡就会被打破。但这种修炼方法带给他的提升，是放在之前他完全不敢想象的。在他看来，如果前辈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修炼，那现在的魔导师水平退步也就理所当然了。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吸引了伊莎贝尔的注意力。他发现弗雷部下的结界正在遭遇攻击，而且看样子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可下一秒，结界居然直接在他眼前破碎了。一只巨大无比的怪物走进了山洞之中，这种怪物是他此前从没见过的存在。不知什么时候，弗雷也已经停止修炼了。这是不死鸟，不死鸟，那不是被称为神兽的存在吗？弗雷并没有回答他，但看弗雷的样子，伊莎贝尔知道他并没有骗自己。虽然伊莎贝尔知道在伊甸山脉有各种怪物，但他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传说中的神兽。估计是因为我在进行斗争修炼的时候，他被我身上的火属性魔力吸引了。过来吧，弗雷，你小心一点，神兽可不是人类可以驾驭的。你还要看我到什么时候？你来找我不就是为了请我帮忙吗？伊莎贝尔还想提醒弗雷，但他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此刻不死鸟居然将头靠在了弗雷的胸口，这怎么可能？不死鸟的羽毛可是烈火，你竟然可以徒手去摸，因为它对我没有敌意，它的羽毛就不会灼伤我。不要因为它是神兽就害怕，你看它的身体，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伤口，一不小心心脏就要被撕烂了，能活着简直是个奇迹。不死鸟也会死吗？它可是不死鸟啊，它只是比其他生物有更多的选择权，并不代表不会死亡。伊莎贝尔无法想象，身为神兽的不死鸟居然会受这么严重的伤，更无法想象什么样的存在能给不死鸟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传说中的神兽不死鸟竟然打破了结界来到洞穴中，但他来这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攻击人类，而是希望弗雷能帮他治疗身上的伤势。看来你和高手大战了一场啊，没关系，我好像可以帮助你。说着，弗雷就将自己的魔力传递给不死鸟。伊莎贝尔感觉这个神兽在弗雷面前就像一只雏鸟一样，我这些天的修炼成果都被你拿走了呀！不死鸟叫了几声，仿佛是在表达自己的歉意。开玩笑的，马上就结束了。这还是伊莎贝尔第一次看见弗雷露出这种表情，而且不只是表情，甚至连语气都和平日里完全不一样。伊莎贝尔甚至感觉连周围的空气都平稳了很多。原来弗雷是想起来4000年前自己的一个朋友。你今天怎么这么弱？不会是因为下雨了吧？你可是不死鸟，淋了点雨也不可能变这么差吧？不死鸟张开翅膀发泄自己的不满，状态虽然不好，脾气倒是挺大。看谁先达到那座山峰，输掉的人今天不准吃午饭。想到这里，弗雷睁开了眼睛，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不死鸟，突然想起来了一些往事。我的一个至交好友和你很像。随着魔力进入体内，不死鸟的伤势渐渐好转了。在完全恢复后，不死鸟也有了一个神兽该有的气场。这是对于你让我想起往事的回忆，下次你可不要再那么逞强了。在治疗好后，不死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不过他却在洞穴里悄悄留了一根羽毛，这个臭小子居然还给我留了礼物。他的羽毛可以用于治疗伤口或者制作魔法道具，能卖不少钱呢。看来这家伙懂得知恩图报，和某人不一样，供他吃穿好几日一点用处都没有。阁下您刚刚不是在说在下吧？阁下您不能对人类也友善一点吗？但弗雷压根没理他，此刻已经进入了修炼状态。就这样1周的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这些天里弗雷一直没有吃饭，看上去非常虚弱，但在伊莎贝尔眼中，弗雷全身都散发着无比神秘的气质。如果不是实力超群，弗雷看起来就像一个街边的无赖。他时而流露出冷酷和锐利，却又在对不死鸟的时候异常温柔，感觉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贤者或者大魔导师一样。不知为何，伊莎贝尔再次在弗雷身上看到了卢卡斯特劳曼的身影。他猜测自己是因为内心对弗雷充满了敬
敬佩。也就在这个时候，弗雷身上的魔力开始快速变化。在经历了1周不吃不喝的修炼后，弗雷终于睁开了眼睛。在伊莎贝尔的注视下，弗雷缓缓立起身子。虽然感觉难以置信，但弗雷真的在1个月内做到了。恭喜阁下成为了6星魔导师。男孩只用了1个月，就成为了别人数十年才能达到的6星魔导师。伊莎贝尔虽然亲眼见证了过程，但她还是难以置信。要知道，在弗雷之前，世界上最年轻的6星魔导师也有35岁。如果让人知道希路德学院的学生进入了6星的境界，肯定会天下大乱。如今弗雷只要呼吸就可以聚集魔力了，但下一秒他却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我才饿了1周，身体就这副模样了。阁下要不要吃点肉脯？不了，我们去狩猎吧。我想吃点有油水的。不过2人走到洞穴外，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这里居然随处可见，到处都是怪物的尸体。怪物的结界被打破了，也没有怪物打扰。原来是不死鸟那个家伙，看来是神兽保护了我们。弗雷想起自己曾和他说的话，内心不禁有一丝欣慰。看来我们不用出去打猎了，把他们吃掉后直接去修斯泽副本吧。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惨叫声，那是人的叫声，而且距离并不远。该死，我明明都快饿死了。只见弗雷缓缓蹲下，双腿猛地用力，下一秒他就直接消失在伊莎贝尔眼前。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己一个人走呢？与此同时，在惨叫声传来的地方，一个遍体鳞伤的佣兵正在不断哀嚎着。你这也太烂了，就这水平居然是骷髅斧头帮的小队长，我都替你感到丢脸。我那是因为喝多了。行了，别再解释了，现在该轮到我给你展示一下了。一群白痴，别玩了，赶紧走吧。罗伦斯副团长让我再扔一次吧，我马上要反败为胜了。也不知道那个叫戴兰还是戴蒙的女人什么时候来，这都快过了1个月了，真不知道我们要在这个破地方待到什么时候。你们这群笨蛋，给我看清楚，这次我一定会命中那个家伙。说着，男人直接扔出了手中的飞刀。看着逐步逼近的飞刀，被绑住的男人不断哀嚎着。可飞刀在即将命中他的时候，不知被什么东西给弹走了。刚才那是怎么回事？这样都没扔中吗？看来还是我赢了呀！现在连风都站在我这边了。行了，我们赶紧走吧。副团长该生气了。不过这个时候，男人身边却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身影，吓我一跳。你这个家伙是谁？什么时候过来的？几乎一瞬间，这些人就将武器牢牢握在手中。等等，这小子好像快不行了。不对，他好像已经死了。把活人当成靶子玩飞镖，你们这群混蛋还玩得挺有创意啊！他不是快死了吗？什么情况？竟然还会说话？下一秒，刚刚说话的人就已经身首分离了，他的身体跪在地上，不远处还停留着一把镰刀。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所有人都还愣在原地。罗伦斯认出来，那是5星魔法死神镰刀。你们好啊，各位人渣，现在过来好好赎下罪吧。弗雷成为6星魔导师的第一站，就遇到了把活人当靶子的盗贼团。等伊莎贝尔赶到这里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只见地上到处都是盗贼横七竖八的尸体，弗雷只是静静站在尸体中央，根本不像刚刚经历过战斗的样子。阁下把他们全都杀了吗？我只放过了1个人，不过我在他身上施加了追踪魔法。这个家伙好像是副团长，所以他们应该还有一个团长坐镇。难道阁下想要一网打尽吗？看到这种滥杀无辜的人，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因为人类互相憎恨厮杀是戴米盖特喜欢看到的场景，所以弗雷绝不能让他得逞。就算只是一件小事，可一想到戴米盖特会开心，弗雷就觉得恶心。请问你们2位是来救我的吗？虽然你很可怜，但你已经流了太多血，我们没有理由带你一起走，拜托你们了，我还不能死在这里。但弗雷仿佛完全没听到男人的声音，我还想在死之前跟我父亲好好道个歉。听到这话的瞬间，弗雷默默回过了头。与此同时，第3小队被全歼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团长耳中。你这家伙是不是喝醉了？伊甸山脉怎么可能出现幽灵？是真的，卡斯特团长，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那家伙有一头灰色的长发，骨瘦如柴，而且我还闻到他身上腐烂的味道。他好像很擅长在山间作战，我们都没怎么反抗就全军覆没了。一瞬间，大家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只有我勉强捡回来1条命。听到喽啰的话，卡斯特冷静下来，开始仔细分析。看来他口中的幽灵应该是一个魔法师，而且看情况像是一个实力很强的人。加强警备，如果发现那个幽灵，马上向大家发出警报。那家伙是一个战斗法师，遇到他以后就地击杀。难道是野库尔德家族派来的吗？那个自负的骑士家族怎么可能雇佣一个魔法师来当保镖？还有你们，是不是刚刚又拿活人当靶子玩了？你们玩的靶子究竟是谁？就是一个菜鸟佣兵而已。前不久为了保护采药母女被抓的人，按理说这种人是不可能雇佣魔法师的。卡斯特想不明白，这个魔法师究竟是什么来头。不久后，这座森林里多出来一辆被破坏的马车，除此之外，地上到处都是骑士的尸体。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野库尔德家族。你可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会心软的。知道大叔我在这里等你多久了吗？名门骑士家族野库尔德的长女戴琳野库尔德。戴琳没有时间回答卡斯特，因为他还要面对不断攻过来的盗贼团。虽然这些盗贼的实力并不算很强，但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后，戴琳的实力也有了明显的下降。他的剑已经没有当初那不可抵挡的气势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戴琳就被盗贼打飞出去。不过即便到了此刻，戴琳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身手稳住身形，但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这群人的对手。名门骑士家族的长女在路过伊甸山脉的时候遇到了伏击，此刻地上已经躺满了野库尔德家族的骑士，就连戴琳也已经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你可真迷人，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不愿意放弃。路亚诺夫王国的岩刀果然名不虚传，也不枉我1个月在山间
间野林生活。戴琳·野库尔德，你和传闻中一样，还真是个大美女啊！身为名门骑士家族的长女，比任何男性继承人都要强悍的实力，在18岁时被国王授予了暴雨称号的天才骑士。我说的没错吧？如今戴琳身边剩下的就只有2名女仆和早已经退休没有战斗力的鲁特钦。反观对手不仅还有20多人，而且每一个实力都还不错。戴琳很清楚，如果没有意外，自己一定会死在这里。我很好奇一件事，你的魔法师护卫现在去哪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事到如今，你还要继续羞辱我吗？身为传奇骑士家族，我们根本不需要魔法师来保护。这个时代的魔法师都是一群弱者。经过试探，卡斯特意识到袭击他们的并不是戴琳手下的人，所以他很好奇那个幽灵到底是谁，他来这里究竟为了什么？你放心，我不会马上杀了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觉得呢？这种事情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没想到我们这种人竟然有机会跟贵族小姐玩耍，这还真是想想就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啊！听到这话，戴琳被气得浑身发抖。被你们这种人玷污，我还不如当场咬舌自尽。那就没办法了，看来只能让那2位小姐来陪我们慢慢玩了。为了抓你一个，我们可是过了1个月非人的生活，所以大家都感觉有点饥渴。你可得好好补偿我们，我们不会让你就那么轻易死掉。戴琳这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留下2个没有战斗力的女仆。小姐，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拖小姐您的后腿。如果能为了戴琳小姐的荣誉而死，那是在下的荣幸。看到鲁特钦的眼神，戴琳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且事到如今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了各位，都是我这个无能的主人害了你们。小姐，请您别这么说，我们也是吃着野库尔德家的饭长大的。小姐，拜托您了，请您亲手帮我们解脱吧。如果我们变成了他们的玩物，就无颜在天国面对小姐了。戴琳用力握紧了手中的剑，那我们到时候在天国相见。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你们现在是想让我们白跑一趟吗？为了2位少女的荣誉，还有野库尔德家族的名誉，我戴琳·野库尔德会与你们一起踏上新的旅途。该死，快阻止他！别等着了，都给我上！不过戴琳此刻已经挥出了手中的剑，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所有人愣住了。原来野库尔德家族的2位女仆并没有死，反而是戴琳手中的剑早已不翼而飞。得知盗贼的目的后，戴琳当即就要亲手干掉自己的2个女仆。可关键时刻，他手中的剑却被夺走了。戴琳无法想象，这群人里面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存在。直到现在，他们都还在践踏自己身为骑士的尊严。抱歉，看来我无法让你们光荣的死去。现在我以野库尔德家族长女的名义命令你们全员咬舌自尽。戴琳小姐，直到听到鲁特钦的呼唤，戴琳这才回过神来。我们找了这么久，你这家伙终于肯现身了。戴琳这才发现，一个陌生人拿着自己的剑站在自己身旁。看到突然出现的弗雷，戴琳一伙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部下还在到处找你们，没想到你竟然会亲自送上门来。弗雷随手把剑还给戴琳，所以你就是他们的团长对吧？拿回剑的戴琳一脸懵逼，他不知道身边的人是敌是友。看到弗雷过来的方向，卡斯特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你怎么从那边过来的？那边应该有我们的营地。你这个家伙，你把我的部下怎么了？你说呢？当然是好好关照了一下，给我杀了那个混蛋，绝不能给他念咒的时间。按照之前的情报猜测，弗雷应该是一个战斗法师，而战斗法师的战斗力也就那样，根本不可能在近战中占到优势。可下一秒，突如其来的魔法就将这些盗贼打得七零八落，一时间就连卡斯特都只能艰难抵抗。卡斯特虽然知道敌人是战斗法师，但并不知道他的实力这么强，而且攻击并没结束，空中还有无数魔法正在朝卡斯特逼近。看到这样震撼的场景，其他人也被吓得目瞪口呆。你们到底是谁？究竟有什么目的？您大可放心，我们并不是您的敌人。卡斯特自信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战斗法师，魔法都有特定的攻击频率，所以进攻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魔法的威力极大，所以卡斯特猜测弗雷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自己，这就意味着弗雷会因为力竭停止攻击，或者因为精神不集中被自己的部下砍死。但不管怎样，弗雷最后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部下不断从自己身边飞过，这就说明他们所有人同时遭受了这么强大的魔法攻击。在卡斯特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魔法师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魔力量。卡斯特一个不留神就被魔法击中，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绝不是面前这个魔法师的对手。弗雷的攻击停止之后，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幸存下来的人也全都遍体鳞伤。刚刚还拼命求饶的卡斯特似乎找到了获胜的希望，他没魔力了，趁现在快干掉他。听到这话，盗贼们全都拼尽全力站了起来。你没魔力了吗？让我来帮你吧。只见弗雷缓缓抬起手拦住戴琳，让开，这里很危险。被弗雷打得只顾求饶的盗贼，在看到魔法停下来的瞬间，立刻想要殊死一搏。戴琳见状还想保护没有魔法的弗雷，没曾想弗雷却伸手拦住了他。原来弗雷此刻正在使用另一个魔法。只见大地突然开始颤抖起来，一时间盗贼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地面破碎，他们这才知道弗雷使用了地震术。但此刻盗贼们已经来不及逃走了，几乎一瞬间，所有人都被吸入地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岩石之间不断哀嚎。眼前这一幕给戴琳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无法想象被自己家族看不起的魔法师竟然有这种实力，仅几秒钟就将他们难以抵挡的敌人全部歼灭。地震术不是5星魔法吗？他刚刚不是还在对付盗贼吗？到底是什么时候？其实那些都是为了释放地震术在拖延时间。戴琳无法想象，之前那么强大的魔法竟然只是起到牵制作用。其实在下之前也从没见过
在遇到他之前，在下从没想过魔法还能这样使用，直到现在，戴琳才知道自己对魔法师的偏见有多深。我是来自路亚诺夫王国的戴琳野库尔德，老子叫弗雷布莱克。你可真是没礼貌，你怎么好意思说我？我刚刚可是救了你们，实在对不起。这家伙不知道什么叫礼。在下是伊莎贝尔特里斯娜。刚刚因为还在战斗的缘故，戴琳丝毫没感觉到弗雷身上的臭味。此刻他能清晰地闻到一股恶臭从弗雷身上传来，原来他是布莱克家族的人。鲁特亲，你认识他吗？那可是加斯特乌克帝国最有名的家族之一，现任家主利特布莱克是帝国8大7星魔法师之一，也是第6座魔塔的主人。话说你们现在准备去哪里？我们要去离这里最近的城市，听说这里附近有一座城市叫伊斯兰纳，看来我们的目的地一样，我带你们过去吧。虽然很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们还要先处理同伴的尸体，这估计要花费不少时间。你们想把他们埋在这里吗？没办法，这么多人总不能把他们都运到城市里吧？那我来帮你们把他们运到城市吧。弗雷只是一抬手，野库尔德家族的骑士就全都飘在空中，刚刚4分5裂的马车也被重新组装成一个小货车。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再次给了戴琳极大的震撼。我帮你们把同伴的尸体都处理好了，现在出发吧。就这样，几人踏上了前往伊斯兰纳的旅途。期间，戴琳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弗雷居然只有20岁。光看外表的话，他还以为弗雷早就30多了。20、30的其实都无所谓，年轻总是好的。弗雷的回答让一旁的戴琳完全摸不着头脑。刚刚那些人好像一直在山脉里等着你们，你们知道是谁指使的吗？野库尔德的长女遇到了袭击，弗雷很好奇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根据盗贼所说，他们在这里足足等了1个多月，而1个月的话，恰好和他们离开路亚诺夫的时间一致。我们根本猜不到是谁指使的。野库尔德家族有很多朋友，同样也有很多敌人，可即便如此，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既然能雇佣如此厉害的盗贼团，那幕后黑手的权力肯定也很大。虽然弗雷一下就制服了他们，话说你是如何得到证明强大的力量的呀？我以前以为魔法师只是一群弱小的存在，但今天因为你完全改变了我之前的想法，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当然是依靠努力了。弗雷说完之后，只留下戴琳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不久后，几人终于来到了伊斯兰纳的港口，他们将野库尔德骑士们的尸体运回了家族，还让一个女仆负责在船上看好那些骑士。在几人的注视下，勇敢的骑士们踏上了回家的路。谢谢2位，多亏了你们，他们才能回到家人的怀抱。您不必客气，能帮到你们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也还有自己的事情，那么就在这里告别吧。不过弗雷临走之际，戴琳却冲上去拉住了他。弗雷很好奇，不知道他还想干什么。戴琳则是一脸羞涩，我想报答你们的恩情，不用这么客气，互相帮忙而已，拜托您了。如果让2位就这样回去，我们也库尔德家族颜面何在啊？弗雷虽然阅历丰富，但对这种人际关系方面却是一窍不通。不得已，他只能看向伊莎贝尔，企图得到一些帮助。伊莎贝尔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那就请我们吃顿饭吧，我正好知道一家做香肠特别好吃的店。就这样，弗雷带着他们重新来到了出发前的酒馆。戴琳他们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还不太适应，这里看起来好像并不适合贵族来就餐啊。这种脏兮兮乱哄哄的店才会卖最美味的食物。你这个臭小子，我的店哪里脏兮兮乱哄哄了？你不看看你自己都成什么模样了？不过你们还是活着回来了，还能再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活着回来的可不只有我们，还有一个人您可能认识，而那个人正是当初弗雷从盗贼手中救下的佣兵。看到男人的瞬间，老板手中的餐食全都掉在了地上。卡赞，你难道是卡赞吗？你真的没有死吗？认出自己的儿子后，老板立刻拿出绷带帮他包扎。我们已经为他做了应急处理，只要好好休息几天就不会有事了。他当时为了保护那对母女，被歹徒抓为人质了。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作为一名佣兵的天赋，但他身为一个男人，完全不是你一直认为的那样糟糕。父亲，我一直很后悔，我不该跟您吵架还离家出走。没事，都没事了，活着回来就好。弗雷从盗贼手中救下的佣兵，竟然是老板口中早已死去的儿子。伊莎贝尔好奇弗雷是怎么知道的，这还用问吗？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啊！你这个拖后腿的家伙好像很擅长治愈魔鬼，还真是令人意外。阁下口中那个拖后腿的人，难道是在说我吗？对了，我本来准备和同伴们今天一起住在这里，但是看样子这里好像已经满员了。客人这么多，看来这家店很火呀。虽然很可惜，但我们还是去找找其他地方吧。真是抱歉了，这家的香肠其实真的特别好吃。你们这群家伙都给我滚蛋！没听到吗？今天这里打烊了。说着，老板就一把拍掉了客人桌子上的食物，连推带踢的赶走了还在吃饭的客人。今天这顿饭给你们免了，都给我滚！赶完人后，老板还不忘在门上挂上了关门的牌子。什么叫满员啊？你看看我这店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等我好好发挥一下，你们先去洗个澡吧。他们都在伊甸山脉里待了这么久，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身为贵族的长女，戴琳的手臂上却布满了丑陋的疤痕。她甩了甩手，似乎想让这些疤痕离开自己的手。只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这么做只是徒劳罢了。与此同时，餐桌之上已经摆满了食物。弗雷因为1周没吃饭，拼命地往嘴巴里塞着面包。正巧这个时候，戴琳披了一条浴巾出来。你终于来了呀！我们都已经吃了一会儿了。看到弗雷洗完澡的样子，戴琳一时间有点脸红。你身体不舒服吗？你的脸好红啊！想不到你洗完澡后倒是有点人的样子。但戴琳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还好弗雷及时扶住了他。你身上这些伤口也太多了吧？听到这话，戴琳一把甩开弗雷的手，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臂，企图隐藏这些伤疤。真是太帅了，这些可都是你努力的标志。第一次听到有人夸自己身上的伤疤，戴琳的脸更红了。对了，听说几位要去加斯特乌克，你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我们准备去军家族。戴琳此刻已经没有再把浴巾披在身上了。听到军家族，弗雷2人都是猛地一惊，他们想起了前不久遇到的菲尔安君。要知道菲尔安就是要和野库尔德的小姐结婚，难道你们是要去军家族履行婚约吗？几位也认识菲尔安大人吗？
弗雷和菲尔安大人是希路德学院的朋友，而且婚约的事也是菲尔安亲口告诉我们的。原来戴琳你就是菲尔安的未婚妻啊！菲尔安这个家伙可真有福气啊！很快一夜过去了，众人也到了要分别的时候。戴琳小姐，希望您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余下的旅程。弗雷，等你忙完自己的事情，来一趟君家族吧。到时候没事的话，我会去的。那就好，我会在那里等你的。弗雷无意中救下的女人，竟是菲尔安的未婚妻。临别之际，戴琳发出了和菲尔安同样的邀请。弗雷在给出了相同的答复后，再次踏上了旅途。您是不是很高兴啊？能得到戴琳这种贵族女孩的青睐？就是说呀，菲尔安那家伙该不会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吧？伊莎贝尔很不理解，弗雷明明对女人欲罢不能，为什么却连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我们已经到了，休斯泽的副本就在那边。弗雷说的正是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看到眼前的一幕，伊莎贝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怪不得这里叫做德莱克山脉，原来这里到处都是德莱克巨龙。要知道怪物里面最强的生物之一就是德莱克巨龙，难道我们想要进入副本就必须跟那种怪物打吗？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你仔细看看我们的脚下吧。两人面前赫然有着一个无比巨大的脚印，巨龙王好像比他们还大几十倍的样子。看到眼前的景象，伊莎贝尔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这不可能，在下从没听过有这么大的德莱克巨龙。慌什么？这里可是伊甸山脉，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觉得奇怪的，号称地狱山脉的地方。伊莎贝尔很不理解，为什么弗雷要突然使用魔法？强大的冲击瞬间将伊莎贝尔打飞出去，下一秒，一个巨大的树干就落在了伊莎贝尔刚刚的位置。阁下是疯了吗？为什么突然要用魔法攻击我？等他抬起头，才发现面前有个抱着大树的怪物。虽然伊莎贝尔知道弗雷是为了帮助自己躲开怪物，但他不明白弗雷为什么不直接大喊提醒自己。面前的兽人有着3只眼睛和红色的皮肤，毫无疑问这是一只突变体。酒馆的老板说这山脉附近有突变体，看来他说的确实没错。攻击被躲开后，兽人再一次选择了伊莎贝尔作为自己的目标。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伊莎贝尔也做出了反应。他在调整位置的同时释放了火球术。从他释放的魔法来看，伊莎贝尔比起之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击打在兽人身上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他的皮肤有很强的火焰抗性，估计跟那些德莱克巨龙有关。难道是属性进化？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既然火属性没用，那我们用冰不就好了？弗雷仅仅制造了2个小冰锥，就让伊莎贝尔感觉来到了冬天。伊莎贝尔也不知道为什么，弗雷总能让他想起大魔导士卢卡斯特劳曼。在冰锥成型之后，弗雷没有犹豫，当即向前一挥，只见2根冰锥如炮弹般打在了兽人的身上。在两人看来，这样的攻击绝对可以秒杀面前的兽人。可下一秒，兽人却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他们无法想象，这么强的冰锥居然都无法洞穿兽人的身体。男人随手制造出的冰锥就能让人感觉瞬间来到冬天。他只是轻轻一挥手，冰锥就能如同炮弹一般射向敌人。但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强大的冰锥居然无法洞穿兽人的身体。一时间，弗雷两人只能狼狈逃窜。这家伙还真是难缠啊！都已经这个时候了，阁下还有心情开玩笑吗？说着，伊莎贝尔再次打出一发火球术，虽说依旧没有打断兽人进攻的脚步，但却影响了他的视线，让两人有了躲起来的时间。那家伙除了进化了属性，还强化了自己的骨骼以及皮肤。一般防御很好的怪物用火攻最好对付了，但是你别忘了他的皮肤对火有抗性，直接像上次用地震术把他埋了怎么样？难道你想用那种声响很大的魔法把周围的巨龙都吸引过来吗？现在光他一个就已经很吵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一直攻击一个点。在想好对策后，弗雷就主动站了出来。怎么又用这种根本没用的攻击？不是说了想要成功的话必须攻击一个点吗？阁下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一点？弗雷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将冰锥全都排列在一起。看到消失的两人终于出现了，兽人也是忍不住怒吼起来：能不能别拆我台？我都不想用动静太大的魔法，你还要喊那么大声？说着，弗雷就射出了第一发冰锥，这一颗精准命中了兽人的头，但兽人却顶着头上的冰锥直直冲了过来。果然还是没用，弗雷快使用其他魔法呀！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看着，别来妨碍我。弗雷不断射出空中的冰锥，而且无一例外全都精准命中了兽人的头。渐渐的，兽人终于有了要倒下的迹象，而此刻弗雷头顶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冰锥了。没有任何意外，最后一颗冰锥也朝着相同的目标飞去。10颗冰锥让兽人看起来像是头上长了一个角。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突变体兽人终于倒下了。看到没？集中攻击一个点是最有效的办法。不过这时，两人身后却再次传来了怪物的吼叫。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盘踞在附近的德莱克巨龙。该死的兽人弄出来的动静还是太大了，他把周围的巨龙全都吸引过来了。被声音吸引过来的德莱克巨龙此时也发现了地上的两人。看来这趟旅程我们应该不会太无聊了。德莱克巨龙拥有极强的火焰魔法，不过解决他们对弗雷而言并不算什么难事，所以弗雷便想将他们作为对伊莎贝尔的试炼。对付火属性怪物最好用的就是水属性魔法，但伊莎贝尔打出的2道冰刃却全被巨龙的身体弹开了。眼看德莱克巨龙就要对伊莎贝尔使用吐息的时候，弗雷及时用1道冰刃刺穿了他的身体。就这样追过来的所有巨龙都被弗雷打败了。但这个时候地面却传来一阵巨响，两人面前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怪物。弗雷轻松解决了被兽人吸引过来的巨龙，但就在两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巨龙之王出现了。弗雷第一时间就捂住伊莎贝尔的嘴躲了起来。这不是我现在能打败的怪物，所以我们还是等他离开吧。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巨龙之王不要发现自己。此刻一个硕大无比的角就落在了两人身前。幸运的是巨龙之王并没有发现两人的踪迹。巨龙之王离开后，这片树林都被夷为平地，但他们身边
边留下的脚印却告诉他们，刚刚的一切都不是幻觉。接下来的2周时间，弗雷一直待在这里与怪物战斗。每次战斗结束后，他便开始冥想恢复体力，而伊莎贝尔则是用治疗术帮他恢复伤势。虽说不用战斗，但伊莎贝尔仍旧显得很疲惫。不过多亏了这里的怪物，弗雷的实力才会有了质的改变。但他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走吧，伊莎贝尔，现在是时候去那里了。接着2人就用飞行术来到了那座高耸如云的山峰。不要放松警惕，按照休斯泽的性格，在这湖泊里养一只巨大的怪兽也不是奇怪的事情。阁下怎么会知道休斯泽的副本就在这里？因为那家伙有一个口头禅，直奔云霄的高山上有一个美丽的湖泊，然后还要有一个小小的岛屿。他说自己就想无忧无虑地住在这样的绝景中。阁下又是从哪知道的？但弗雷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告诉伊莎贝尔自己已经找到了。2人降落之后，伊莎贝尔也被面前的景象惊呆了。他还从没看过这么美丽的岛屿。我就知道休斯泽这家伙会选这里。这座岛屿的下面有一个比这岛屿大几倍的副本。这座岛屿只是一个入口罢了，虽然看起来很朴素，但其实非常讲究。真不愧是那家伙呀！来到这里之后，伊莎贝尔感觉弗雷好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不多时，几人找到了一棵巨大无比的树。这棵树也太大了吧！这里一看就是个入口，真是亲切啊！居然还特地给我留了个楼梯。伊莎贝尔看着现在的弗雷，他的心里有无数问题想要问他，但最终他没有开口，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2人一步步朝着副本深处走去。不知过了多久，2人面前出现了一扇巨大无比的门。这东西到底要怎么打开呀？这是休斯泽亲自建的魔法阵，如果用蛮力打开，我们俩就会直接毙命。探索一番后，弗雷将手放在了一旁的圆球之上，一时间大量烟雾从圆球中喷涌而出，那些烟雾慢慢在空中变成了一个小孩。终于又有人来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这童子可真豪放啊，他到底是谁啊？但是弗雷并没有回答他。此刻弗雷正全身颤抖地看着面前的小孩。弗雷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来到休斯泽副本，但当小孩出现的瞬间，他却忍不住全身颤抖起来。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副本，一看就是想来这里捞点好处的小魔法师吧？弗雷颤抖着手伸向面前的小孩，但很可惜这只是幻想，手从小孩脸上穿过去了，这好像只是用魔法记录的幻想。你这家伙花样怎么会这么多？你到底给自己减了多少岁数？该死的臭老头子！其实能这样见到你也不错，休斯泽斯特劳。所以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说说看吧。听到这话的瞬间，弗雷眼中已经噙满泪水。不过就算你们说话我也听不到，毕竟这是自动生成的录音。但不管你想要什么，最后肯定能拿到，因为这里是我休斯泽斯特劳的副本。弗雷想了想，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你是怎么死的？当然我不会轻易让你们进去，想要进入副本就必须答对我的问题，如果答错一题，很有可能永远也出不去了。所以慎重点。明明面前的声音和语气都和那时候一模一样，仿佛回到了从前那无忧无虑的日子，但现在不管弗雷怎么喊，休斯泽再也听不到了。弗雷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他曾经深爱的那些人早已变成了尘土，而把他们变成如此下场的家伙，此刻还在统治着这个世界。所以弗雷必须打败那些混蛋，拖拖拉拉的一点都不难忍。那我就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我休斯泽斯特劳最憎恨的是什么？弗雷没有一丝犹豫就给出了答复：戴米盖特。恭喜你，可爱的小魔法师，你答对了。巨门缓缓打开了，休斯泽的身影也消失不见。弗雷什么也没说，直直走进巨门之中。伊莎贝尔连忙跟了上去。弗雷，难道你？听到伊莎贝尔的话，弗雷默默回过了头。伊莎贝尔内心有无数问题，他很想问弗雷，可话到了嘴边的时候，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你还愣着干什么？这里可是休斯泽的副本，按他的性格，绝对不会那么容易让我们进去。谁也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们。如果你放松警惕，真的有可能会死。如果想变强的话，就抛弃那些杂念。那我们进去吧。真不知道前方等着我们的是开始还是结束。穿越了长长的走廊后，弗雷2人也来到了第2扇门之前。他照例将手放在圆球之上，召唤休斯泽的幻想。休斯泽还是同样的装束，只不过这次已经变成了青年的样貌。看来每通过一扇门，他都会变成不同时期的模样。多的话我就不说了，我要开始问第2个问题了。对了，我忘了说明了，你进入月深所碰到的东西就越厉害，但你只能拿走1件物品。如果违反规定，这些可爱的魔像肯定会非常生气，只要走错一步就会被判出局，所以要多加小心。传说中的休斯泽副本里面却没有任何怪物。通关这个副本的方式就是回答休斯泽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伊丽丝皮萨曼这个女人特别烦，我真的无法理解魔女的思考方式。我们明明在为了拯救世界奋斗，她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就不管大陆是不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伊丽丝皮萨曼不是那个黑魔女伊丽丝吗？弗雷也回忆起来自己印象中的伊丽丝，一头犹如黑夜般漆黑的秀发，嘴角挂着一抹神秘微笑的女人，她完全有资格被称为黑魔女。她不知道世界上会有哪个男人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一想到伊丽丝，弗雷就有点忍不住流口水。虽然伊丽丝很烦人，但其实我更讨厌卢卡斯。伊丽丝追他追得那么明显，可那小子竟然什么都不知道，明明很喜欢女人，但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真不愧是魔法师，我感觉后面站着的魔像都比他有眼力见。算了，我还是问你们问题吧。伊丽丝奴役着3只强大的恶魔，其中1只是拥有6臂且手握不同武器，但休斯泽话还没说完，弗雷就给出了答案。他叫阿修罗。给出正确答案后，弗雷又进入了副本更深处。从这里开始，走廊两边已经摆满了宝物，而第3扇门前面的休斯泽也又有了变化。这一次幻象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
弗雷这才知道，这整个副本其实是休斯泽的日记，但他不知道休斯泽当时建造这里时到底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他也很好奇，休斯泽到底想要传递什么信息。就这样，弗雷几乎在休斯泽副本内没有遇到任何阻拦。休斯泽问的所有问题都是一些和魔道学毫无关系的问题。怀着心中的好奇，弗雷走进了下一扇门，这里已经是最后一扇门了。此刻的休斯泽已经变成了弗雷完全没见过的样子，他无法想象面前这个老人竟是自己朝夕相处的挚友卢卡斯特劳曼。年仅40岁就成为天下第一的大魔导师，他也是所有人类的导师，能跟他成为朋友是我一生的骄傲，也是最大的幸福。其实我也是。休斯泽，我也一样。听到弗雷说的话，伊莎贝尔一瞬间瞪大了眼睛。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说出我的真名吧。直到此刻，弗雷终于知道了休斯泽的目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有他一人知晓答案。弗雷顿了2秒，给出了答案：休斯泽·维尔斯曼。听到这个回答，休斯泽的嘴角出现了一抹笑容。进去吧，里面有我为你准备的东西，以后就继续拜托你了，卢卡斯。弗雷闻言连忙伸出手，他还想再多看一眼自己的老友，只可惜和之前一样，休斯泽的幻象化为烟雾消散了。弗雷还保持着那个动作，他的手在不断颤抖。伊莎贝尔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休斯泽竟然叫弗雷卢卡斯。弗雷在回答了休斯泽的所有问题之后，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和之前的那些不一样，这里到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弗雷一进来就在地上的箱子里翻找起来，没一会儿他就拿到了一瓶药剂，终于找到了。这是什么？万能圣水。阁下说这是万能圣水，那不是传说中在深渊洞穴里1000年才会凝结出1滴的石油吗？听说只要喝1滴就能提高全身的魔力和气血，甚至可以让普通人瞬间成为4星魔导师。你说的没错，这就是万能圣水的功效。可那不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吗？这东西真的是万能圣水吗？当然了，如果我想短时间达到7星的境界，就必须要有它的帮助。这就是您要来这里的理由吗？说着，伊莎贝尔也开始在箱子里翻找起来。没多久，他就找出来一对耳坠。这是什么东西？看到伊莎贝尔手中的耳坠，弗雷明显愣了一下。休斯泽大人还喜欢首饰吗？不过这款式还真是老土。休斯泽这个混蛋，居然把这种无聊的东西放在了最后的房间里。那东西叫台风之环，那是我之前无聊的时候打造的。这是什么意思？阁下打造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休斯泽副本里？那是我4000年前打造的耳坠，本来当时就是无聊用来解闷的，但休斯泽特别喜欢，所以就送给他了。真没想到他会珍藏到现在。阁下能把刚才的话好好解释给在下吗？你不是都猜到了吗？我就是卢卡斯特劳曼。虽然伊莎贝尔早就有所察觉，但得知真相的那一刻，他还是如木头一般呆住。4000年前，我和休斯泽一起对抗戴米盖特罗德，而最后我却被他打败，在漆黑的地狱里囚禁了4000年的时间。然而某一天，一个声音穿过黑暗来到了我的耳边，那是弗雷布莱克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呼唤我，也不知道我的意识为何会跟他相结合。不管怎样，我最终回应了他的召唤。我现在的这副身体就是弗雷给我的。果然如此，我还以为你不会相信呢。这个故事确实听起来很荒诞，但是来这里之前发生了太多事，所以现在反而觉得这荒诞的故事很有说服力。阁下就是卢卡斯特劳曼，卢卡斯大人，在下向您请安，以后还是叫我弗雷吧，这样对我的计划也有帮助。还有你能不能别这么肉麻，我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了。解释完之后，弗雷找了个地方默默看着台风之环。这个时候，伊莎贝尔又在箱子里找到一个手环，那是大贤者之杖，是休斯泽最喜欢的一件装备了。这东西你可用不了，别到时候被吸光了魔力。在戴上台风之环和大贤者之杖后，一股强大的魔力就从弗雷体内喷涌而出。虽然我不太喜欢使用魔法装备，但这毕竟是朋友生前的遗物。就在弗雷感叹的时候，伊莎贝尔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魔像的核心。看这里面存储的魔力量，好像并不是什么凡物，还是先拿着吧。现在就剩下休斯泽的书桌了。通过了休斯泽副本后，弗雷得到了老友生前的装备。现在唯一没有探查的地方就只剩下书桌了，因为注入了魔法而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很久之前开始，他就喜欢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感受到了休斯泽大人想用最温馨的环境迎接您的那一番苦心。卢卡斯随手翻开了桌面上的一本书，可看到第一页上的字他就愣住了，上面赫然写着卢卡斯消失了。这是罗德所为，因为如果不是那家伙，根本不可能让卢卡斯消失的无影无踪。到底该怎么办？这不只是一名9星魔法师消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可以把我们凝聚起来的主心骨。人类最后的一个希望就这么消失了。休斯泽的日记里记录着卢卡斯消失之后的事情。魔道武王卡斯金与剑帝路西德的对立，黑魔女伊莉丝也突然失去了踪迹。整个大陆被戴米盖特控制之后，孤身一人的休斯泽好像也已经无法相信同样的人类，因为他们表面上一脸崇拜的样子，实际上是想靠近休斯泽并夺取他的性命。日记本上详细的记录着休斯泽斗争的每一天，弗雷最好的朋友孤身战斗的凄惨模样。卢卡斯是审判者，谁都无法代替他的位置。虽然我曾试图扛起他的重担，但每每在那种时刻，我就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并因为他的空缺而深深的感到无力。对不起，卢卡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无能了。休斯泽，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独自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被留下来的心情，在我经历之后也终于能理解了。就让我与你曾经的孤独一起，现在由我来继承这份使命吧。你就默默看着我吧，看着我狠狠地收拾戴米盖特的样子。
弗雷看完日记后低着头准备离开。先等一下，后面好像还有一页。看到这一页的人请完成阿勒托斯。全部的线索就装在了我最优秀的杰作阿勒托斯里面。弗雷阁下，您认为阿勒托斯是什么？弗雷拿出刚刚的魔像核心，上面赫然刻着阿勒托斯。看来休斯泽大人是希望有人能帮他完成那个魔像。休斯泽可是颇有造诣的人偶师，被那家伙称为最优秀的杰作。到底阿勒托斯是什么样的存在？如果是您的话，应该完全可以用那块核心完成他的杰作吧。但听到这话的弗雷却陷入了沉默，因为他一直很不擅长制作魔像，甚至还因此被休斯泽嘲笑过。弗雷大人，您怎么了？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吗？反正只要完成这个，就能搞清楚没有记录在日记里的空白历史了。您说的空白历史又是什么？就是在我被囚禁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弗雷的神情突然变得异常凝重。阁下又怎么了？难道我们忘了什么吗？伊莎贝尔，出了这个洞，你必须马上给我回村子。原来德莱克巨龙之王正带着无数德莱克巨龙蹲守在洞穴之外。弗雷从休斯泽副本出来后，赫然发现无数德莱克巨龙盘踞在洞穴之外。难道你一直在等我吗？德莱克巨龙之王，回答我！我知道你已经有了自主意识，你这个人类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确实一直在等你。你这个混蛋竟敢闯入托尔坎大人的领域！刚才你在林子里就发现我们的踪迹了吧？当时为什么假装没看到？弗雷的声音在发抖，这还是伊莎贝尔第一次看他这么紧张的样子。因为我在等你们从里面出来，从那里出来的人都带着不错的东西。我终于知道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你把副本当成陷阱来狩猎人类，你竟然把我挚友无比珍惜的地方当成了给自己填饱肚子的陷阱。我要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看到弗雷眼神的瞬间，托尔坎产生了一丝惧意。那时候他虽然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但那个女人依旧在他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你的眼神让我想起来一个令我很不爽的人，伊莎贝尔。趁现在快离开这里，我没有自信能对付他，那在下就更不能走了。你们这种人最好是了。那么现在就让我好好享用美味吧。说着，托尔坎便朝着两人吐出一口龙息。弗雷当即召唤出大贤者之杖，有了大贤者之杖的帮助，弗雷的魔法打断了托尔坎的龙息。你难道还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吗？你这个家伙待在旁边的话，只会碍手碍脚。虽然伊莎贝尔很想帮助弗雷，但他明白这就是事实。阁下再坚持一下，我马上就会回来。伊莎贝尔走后，托尔坎的龙息再次蓄力完成。弗雷这一次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躲开攻击，但托尔坎却死死追着弗雷不放。托尔坎不断朝着弗雷吐出龙息，弗雷则凭借灵巧的身法将攻击一一躲开。不过下一秒，弗雷就猛地停在空中。此刻他的面前赫然被德莱克巨龙挡住了去路，不得已弗雷只能用魔法将他们干掉。召唤冰刺之后，弗雷又召唤了一道龙卷风，两者组合起来的攻击瞬间穿过德莱克巨龙之间，仅仅一击，挡在前面的德莱克巨龙便全被消灭了。但弗雷很清楚，他所做的这些其实并没有意义，只要托尔坎还在，这场战斗就绝对不会结束。看着体型庞大的托尔坎，弗雷突然有了一个计划。施展爆裂弹需要3秒的时间，所以必须根据它的速度以及来袭的方向进行计算。就这样，弗雷依照自己的计算释放了魔法，在托尔坎飞来的瞬间，爆裂弹精准在他的体内发动。强大的爆炸过后，托尔坎的身体已然被火焰包裹。不得不承认，你这个人类真的很不错，竟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计算了我的速度，在内部引起了爆炸。但现在你要怎么呢？方法倒是不错，就是威力太弱了。强大的爆裂弹在托尔坎体内爆炸，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次攻击却并没给他带来多少伤害。你们这些弱小的人类还真是可怜啊！托尔坎仅仅只是扇动翅膀，强大的气流就能干扰弗雷的飞行魔法。此刻他的面前是德莱克巨龙之王托尔坎，身后又是数不清的德莱克巨龙。弗雷彻底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喝下休斯泽留给他的万能圣水。不过伊莎贝尔在不久前也问过这个问题，阁下来这里不就是为了万能圣水吗？为什么现在不喝呢？你以为这真的是普通的营养剂吗？想要稳定圣水，就算是我也至少需要1周的时间。没有食物和水的话，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所以弗雷很清楚，在这里喝下圣水就是自寻死路。弗雷并没有恋战，解决了面前挡路的德莱克巨龙后，他当即加速逃离了包围圈。可不知什么时候，托尔坎已经悄悄来到了他的面前。以现在的距离，弗雷绝对不可能躲避这次龙袭。关键时刻，一股火柱直直撞在了托尔坎身上。赶来帮忙的赫然就是弗雷之前救下的不死鸟。这些德莱克巨龙此刻宛如小鸡仔一般，在神兽不死鸟面前，他们完全没有一丝胜算。你这家伙终于痊愈了吗？听到弗雷的话，不死鸟叫了几声表示回应。这又是什么？小家伙别来烦我！不死鸟，你快走！你不是他的对手。可不死鸟似乎完全没听到弗雷说的话，直接扑棱着翅膀就朝着托尔坎冲去。但不死鸟拼尽全力的攻击，却并没有给托尔坎带来多少伤害。不死鸟快走啊！他有很强的火焰抗性，他是你的天敌，快逃啊，臭小子！快听我的话呀，不死鸟！但不死鸟并没有逃走，他的眼神无比坚毅，即便他明知道自己可能会死，但他依然想要为弗雷争取时间。可弗雷不会逃走，又或者说，大魔导师卢卡斯特劳曼永远不会丢下同伴逃走。弗雷终于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难道是因为这副身体并不是他的吗？又或者是因为整个世界的魔法都退步了，所以他变得有些迟钝了吗？弗雷很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缺少决心。重生在这个时代的他，没有当年急切想要变强的决心了。没有一丝犹豫，
弗雷来到了离战场最近的山洞。即便弗雷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死亡，但死亡对曾经的卢卡斯来说就是一种日常。怀着这样的心情，弗雷一口吞下了所有的万能圣水，强大的魔力在他体内迸发，给弗雷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几乎一瞬间，弗雷的头发全都变白了，但这股恐怖的魔力并没有被压制。弗雷的口鼻渐渐流出血液，他不断锤击地面，企图让魔力平静下来。弗雷知道自己必须要在这场战斗中赢下来，因为此刻还有人在洞穴外为他战斗着。眼看弗雷就要被托尔坎的攻击命中时，不死鸟及时赶到，救下了弗雷的性命，并且为他争取了吸收万能圣水的时间。怪不得感觉你很眼熟，你不就是前不久从我手里逃走的神兽？我今天的运气还真是好啊！虽然逃走的那家伙也很不错，但你庞大的生命力比他更有价值。原来1个月前，不死鸟正是被托尔坎损伤了。托尔坎本想将不死鸟化作自己成长的养分，但濒临死亡的不死鸟仍旧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可在托尔坎看来，这样的攻击根本毫无作用。不过他没想到，不死鸟的攻击其实是为了给逃跑做掩护。托尔坎并没有追不死鸟，因为只要在伊甸山脉，他们就总会遇到的。濒死的不死鸟逃到了一处瀑布，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人类，那个人类用他的魔力治好了不死鸟的伤。不死鸟还记得，人类在为自己疗伤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和我的同伴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正是因为这句话，不死鸟将弗雷视作自己的同伴。如今同伴遇到了危险，他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即便敌人是曾经差点杀死自己的天敌，但那又怎样？不过很可惜，信念无法弥补他们之间实力的差距。无论不死鸟怎么努力，天敌就是天敌。与此同时，弗雷那边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虽然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但他没想到副作用会这么大。好不容易获得的重生，还是要被他亲手毁掉了。在倒下的那一刻，他开始后悔，他已经没有体力继续吸收了。但弗雷也不知道，他自己缺少的难道真的只是体力吗？就在弗雷即将陷入黑暗中的时候，他感受到眼前出现了一束温暖的光。先别动，瞬气环还没完全出效果。伊莎贝尔，你怎么会在这里？阁下不是说想要充分吸收圣水，就需要一些干粮和水吗？刚才阁下说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虽然我无法体会您的那种感受，但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似乎了解到了一点。虽然不知道阁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在下相信您，也只相信阁下，所以不许您再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这种话了。你这个拖油瓶口气倒是不小，不过还真是谢谢你了。直到此刻，弗雷终于知道自己缺少的是什么了。他缺少的从来不是体力，更不是执着和决心，而是对身边的人的信任。与此同时，托尔坎也感受到了周围的异常，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寒气从洞穴中喷涌而出。就在他放松警惕的瞬间，不死鸟出其不意地攻了过来，这一击直接让托尔坎瞎了一只眼睛。可不死鸟也因此被他一口咬中。你这个蝼蚁竟敢弄瞎托尔坎大人的眼睛！说着，托尔坎就将不死鸟狠狠砸在地上。他没有第一时间吃掉不死鸟，而是在不断发泄自己内心的怒火。你这个混蛋，明明要死了，为什么还笑得出来？我现在就扯烂你的翅膀，然后把你一口一口咬碎。托尔坎走神的瞬间，不死鸟啄瞎了他的眼睛，但他也因为这次攻击被托尔坎一口咬住。就在不死鸟即将被托尔坎杀死的时候，一道攻击突然向着托尔坎袭来。如果不是托尔坎闪避及时，可能当时就会命丧当场。托尔坎不知道这个洞穴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这个时候又是一阵光波朝着外面扩散开来。这次的光波几乎波及到了所有的德莱克巨龙，凡是被光波接触到的巨龙全都化成了冰雕。托尔坎稍一振翅，身上的冰块立刻就破碎了。但其他那些德莱克巨龙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托尔坎活了上千年，还是第二次有这种感觉，本能告诉他要赶紧逃离这里。弗雷现在带给他的感觉，就像曾经来这里的那个女人一样。托尔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就要逃跑。他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产生恐惧的情绪，而且让他感到恐惧的两个对象竟然都是人类。就当他准备等自己眼睛好了再回来报仇时，弗雷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他的面前。托尔坎连忙扇动翅膀让自己停下来，他无法想象人类的速度居然能比自己还快。托尔坎刚想吐出龙息，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无数冰锥，没有一丝反应的机会，冰锥全都扎在了托尔坎的身上。不过他还是硬扛着，并没有让自己从空中落下。你这个该死的人类，你怎么可能战胜托尔坎大人？可下一秒，他发现面前的弗雷早已不知所踪。因为你太自负，所以这么松懈。一个活了几千年的家伙，竟然只懂得依靠眼睛来战斗。托尔坎这才知道，弗雷是利用了自己看不到的死角来移动。此刻，弗雷再次召唤出了一根冰锥，直接命中了托尔坎刚刚被不死鸟啄瞎的眼睛。你这个该死的混蛋，你竟然如此卑鄙！托尔坎随即用尾巴狠狠抽向弗雷，弗雷的身体不知击碎了多少山峰才停了下来。但托尔坎发现自己刚刚接触到弗雷的地方竟然被冻住了，而且埋住弗雷的石堆里竟然再次有了动静。托尔坎无法想象，弗雷竟然在刚刚的攻击中完好无损。你这个家伙真的是人类吗？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你为什么要来到我的领地？伊莎贝尔此时躲在角落默默看着两人。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弗雷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但伊莎贝尔很清楚，弗雷随时都可能直接晕倒。也就在这个时候，弗雷已经召唤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冰枪，好强大的气息！难道你想要和我决一胜负吗？托尔坎虽然不知道弗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一招是不死鸟都无法抵挡的招式，所以他认定寒冰属性的弗雷无法挡下这一招。在弗雷还在蓄力的时候，托尔坎出其不意地释放了自己最强的杀招。他明明可以凭借速度优势战胜巨龙，但他偏偏要以自己的寒冰属性与拥有火属性的德莱克巨龙一招定胜负。原来弗雷此刻并没有将圣水的魔力完全稳定，如果进入持久战，弗雷随时都可能晕倒。就在弗雷还在蓄力的时候，托尔坎已经释放了自己的最强杀招。好在关键时刻，弗雷的冰枪也及时完成了。
两股魔力碰撞的瞬间激起了恐怖的气浪，这股力量甚至让伊莎贝尔感觉整座山脉都在晃动。此刻就在伊莎贝尔眼前，火焰与寒冰相互纠缠的梦幻状态简直美丽至极。不过火属性终究是克制冰属性的，而且巨龙的魔力量也不是人类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伊莎贝尔意识到，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弗雷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而且这种级别的战斗，他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不过下一秒，伊莎贝尔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本应该在释放魔法的弗雷，此刻居然早已不见踪影，胜负马上就要揭晓了。区区一个人类根本无法超越我。可托尔坎话还没说完，伊莎贝尔就已经瞪大了双眼。原来弗雷此刻已经凭借死神镰刀割掉了托尔坎的脑袋。就在托尔坎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这位伊甸山脉的王者结束了自己1000多年的统治。伊莎贝尔完全没看清弗雷是什么时候来到托尔坎身后的，他不敢相信1000多岁的德莱克之王真的死了，而且现在的弗雷还不是全盛时期。他无法想象卢卡斯特劳曼到底有多强。可就在这个时候，弗雷毫无预兆地从空中掉了下来。伊莎贝尔连忙飞过去接住了弗雷。您还好吧？您现在的身体和冰一样吗？不死鸟，快带我去不死鸟那边。阁下真的好厉害，竟然这么轻松就打败了德莱克之王。那是因为他的实战经验比我少太多了。可他不是活了上千年吗？屠杀和实战可完全不一样，跟实力相当的对手战斗需要一些战略与战术。我先用战术让他相信我在全力以赴。其实我只用了80%魔力释放冰枪，然后我用最后的2%魔力移动到他身后，给了他致命一击。只是80%就制造了如此大的冰枪，在下受益匪浅。没过多久，两人终于来到了不死鸟所在的地方。只可惜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不死鸟已经在刚刚那场激烈的战斗中失去了生命。弗雷一抬手，不死鸟的身体就飘到了空中。阁下这是想做什么？他刚刚救了我，现在我要救他。弗雷将不死鸟的尸体运到了托尔坎的尸体旁边。伊莎贝尔惊奇地发现，托尔坎心脏中冒出的火焰气息竟然正在逐渐被不死鸟吸收，这些能量已经足够让不死鸟复活了。托尔坎消失了，为了争夺山脉之王的位置，这里一定会发生一场大战。这个王就让你来当吧，拜托你守护好我朋友的副本，你一定要成为这个山脉的主人。我期待与你的再次重逢。伊斯兰奈的一周里，弗雷强行吸收了万能圣水，德莱克巨龙之王托尔坎被砍掉了脑袋，不死鸟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复活。时间明明才过了几天，但却像过了很久一样，而有些景象哪怕已经过了4000年，却仍然恍若昨日一般。明明身处在同一个时空中，弗雷却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每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弗雷总会有一种被时间遗弃的感觉。好在一道声音将他重新拉回现实，我已经预约好了回去的船票，不过很可惜今天没有可以出航的船。没事，真是辛苦你了。身体感觉怎么样？还好，不过感觉得增下肥了。在托尔坎巢穴里拿到的休斯泽武器帮了我们不少忙。沙罗曼达斗篷的强力火焰属性缓解了圣水的寒冰气息，不过你有必要把巢穴里所有的武器都拿回来吗？亚空间包裹都变得这么鼓了，虽然有可能用不上，但总不能把朋友的遗物放在那种地方吧。话说回来，马上就要开学了，这次的假期还真是长啊，总感觉像是过了好几年一样。我们明明在伊斯兰内只待了1周而已，我们要不要去菲尔安大人的家里看看？因为军家族就在卡拉波尼，两人索性就来到了菲尔安的家里。看到面前这豪华的庄园，他们俩简直像没见过世面的原始人。请问您2位因何事造访军家族啊？菲尔安在不在？我是来这里找他的。请问您是谁？我是他的朋友。我没问您这个，您叫什么名字？卫兵难以想象这个没礼貌的人居然是菲尔安的朋友。弗雷并没有和以前一样，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叫弗雷布莱克。要知道菲尔安之前就提到过这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弗雷，他是布莱克家族的3儿子，如果他来了，就按照最高待遇进行接待。他无法想象面前这个乡巴佬居然是小主人最好的朋友。恰好这个时候，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这是军家族小姐的马车。怎么了？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伊拉小姐，他们2人自称是小主人的朋友。哥哥的朋友吗？原来是弗雷大人，我经常听哥哥说起您。那这边这位应该是伊莎贝尔小姐吧？我是菲尔安的妹妹伊拉，请上车吧，我带2位进去坐坐。伊拉充满贵族气息的一言一行，弗雷对此并不感冒，但伊莎贝尔却看呆了，真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啊！就算是同样为女人的在下也是心动了呢。真是抱歉，小姐，我们还没有确认他们2人的身份。但伊拉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看了一眼卫兵。对不起，我不该质疑他们，我这就为小姐放心。就这样，马车载着弗雷2人进入了庄园。弗雷乘坐伊拉的马车进入了军家族，可过了很久之后，依然还没有见到军家族的房子。伊拉在这期间一直死死盯着弗雷。你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呀？难道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您给我的感觉和哥哥说的不太一样呢，而且头发不是灰色吗？怎么变成白色了？你说这个呀？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您不用这么客气，毕竟您是我哥哥的朋友，而且还是布莱克家族的子弟。好啊，没问题。本来我还担心有点不习惯呢。怎么了？是你说让我别客气的呀？听说您跟哥哥都是希路德学院的学生，在希路德学院，哥哥到底是怎样的人？不知道。菲尔安比我大2届，所以根本遇不上。伊拉这才知道弗雷的年纪居然和自己差不多，但他无法想象菲尔安居然和这种人是朋友。不知过了多久，总算可以在马车上看到菲尔安的家了。接下来的路程则有伊拉在前面带路。得到了卫兵的传信后，菲尔安也是早早等在了门口。弗雷，你终于来了，你怎么现在才来？知道我等了多久吗？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差不多都解决了。你这个发色又是怎么回事？还不错吧？我刚换了一个新的造型，我都快累死了，而且现在肚子好饿。看你瘦了这么多，就算不说我也知道，伊拉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菲尔安如此激动的样子。哥哥，难道您没看见自己的妹妹吗？
没有，我怎么可能没有发现我们的公主呢？算了，你们还是好好玩吧。说完，伊拉就转身进了屋子。真是失礼了，我妹妹偶尔会跟我发脾气，但她生气的理由永远是个谜。我倒觉得，在别人面前喊自己妹妹是公主的人，反而更是个谜。接下来几人又聊到了他们分别之后的事情。菲尔安也听说了他们在伊甸山脉救下了戴琳。来到我家后，他就一直疯狂地练习着剑法，毕竟他可是个非常努力的人，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被赐予暴雨的称号。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戴琳再也没有遮掩自己手臂上的伤疤了。我都觉得她嫁给你是你这小子的福气。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按照君家族的规矩，客人要先拜访家族的主人。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父亲。没过多久，弗雷两人就和君家族的所有成员坐在了大厅里。这本该是君家族进行下午茶的时间，弗雷他们却在菲尔安的邀请下坐上了餐桌。你好，你的父亲布莱克伯爵现在过得还好吗？伊莎贝尔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弗雷则没有丝毫察觉。家父过得很好，不过弗雷自从到了这副身体，其实还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君家族的家主萨普勒君是帝国5大7星魔法的之一，同时也是第4座魔塔的主人，所以弗雷猜测他可能会有关于戴米盖特的线索。弗雷在下午茶期间见到了君家族的家主，身为帝国5大7星魔法师之一，以及第4座魔塔的主人。弗雷猜测他可能知道关于戴米盖特的线索。第6魔塔实在是太远了，除了1年1次的魔塔会议，我很难见到伯爵。突然很想念跟他相处的那些日子了，那还真是遗憾啊。萨普勒脸上的纹身是休斯泽的魔导纹身，所以弗雷断定他一定知道一些内幕。好像除了我们家菲尔安之外，他的订婚者也欠着你的人情，对此我想表达对你的感谢。您过誉了。不过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地狱山脉？我有一些个人的私事需要解决。私事吗？因为是小事，所以不值一提。你还真是有趣。菲尔安，今晚的宴会准备的怎么样了？现在还在筹备之中呢。此次宴会有很多贵宾会参加，就当是修行了，你们亲自监督吧，谨遵父亲大人的嘱托，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弗雷，你也和我一起吧。对了，弗雷，我最近在研究一个新的魔法，我比较想听听你的见解。菲尔安很好奇，父亲作为7星魔导师，为什么要听一个学生的意见？你不用那么拘谨，我需要新的视角和刺激，所以想听听年轻魔导师的意见。但弗雷明显知道萨普勒有其他企图，菲尔安并没有察觉到，所以他直接离开了。伊莎贝尔，你替我去帮一下菲尔安吧。就这样，大厅中只剩下了弗雷和萨普勒。弗雷布莱克，你现在也该说出你的目的了吧？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阴谋？听到这话的瞬间，弗雷愣住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纰漏。我想知道特劳曼圆桌会的人为何会来我家。弗雷很快反应过来自己并没有暴露。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利用菲尔安倒是个不错的计谋，难道你是通过菲尔安得知这段时间我会在府邸的吗？不过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竟然带着那东西出现在这里。台风之环，你为什么敢带着这个东西来见我？不过弗雷还记得特劳曼圆桌会，那是菲尔安在学院里建立的一个社团。我不知道公爵大人到底为何要跟我说这种话。这耳环是我在伊甸山脉找到的战利品，难道你不是特劳曼圆桌会的人？虽然菲尔安向我提议过，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加入什么组织。听到这话的瞬间，萨普勒的表情明显有些不对劲。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并不是菲尔安建立的那个组织。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他意识到是自己太敏感了。原来如此，看来你只是一只闲云野鹤呀。原来是我误会了，你也不用再警惕我了。既然公爵大人这么说，那我就照办好了。你这个小鬼还真是莽撞啊！你觉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当然是朋友的家呀。听到这话的瞬间，萨普勒的瞳孔猛地一震。我只是来见自己的朋友罢了。新魔导师居然主动向一个学生请教魔法，而萨普勒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试探弗雷的身份。不过好在两人最后还是解开了误会。我只是来见自己的朋友罢了。虽然很抱歉，但我并没有计划来见你。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你，但我愿意改变对你的看法。不过我仍然希望你能表明自己的立场。既然你戴了那个耳环，我就不能断定你和他们毫无关系。你觉得这个大陆真正的主人是谁？人类的王国中最强的应该是加斯特乌克帝国，但就算如此，他们也只占据了大陆的1/10。正如您说的，随便一想都能说出10个以上居住在厄纳大陆的种族，而其中人类势力顶多也就排在前3。仅仅靠这个很难说明人类是大陆的主人。弗雷其实知道主人是谁，但是他不能就这样直接告诉萨普勒。其实真正的主人另有其人，那些家伙就是戴米盖特，他们才是大陆的主人。听到这话的瞬间，弗雷内心猛地一震。戴米盖特是超越人类的半神一样的存在，那些家伙才是支配人类社会的真正幕后黑手。虽然对年轻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某种阴谋论，但这个世界确实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萨普勒很不理解，得知这个消息的弗雷居然还笑得出来。原来在4000年前，当时拼命对抗戴米盖特的一共只有5个人。弗雷本以为如今的世界早已失去了所谓的秩序，成为了只剩下绝望和愚昧的世界，但他没想到竟然还有跟他们拥有相同意志之人，正在不断壮大反抗势力。明明已经得知了戴米盖特的存在，但这些人依然没有选择屈服，他们隐藏在大陆的各处，正在准备伺机反击。得知这样的消息，弗雷怎么可能不笑？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了希望的曙光。难道你知道关于戴米盖特的事情吗？我知道一点点。你是怎么知道的？弗雷很快就从刚刚的兴奋之中冷静下来，毕竟现在他还不能把所有事情和盘托出。我是在拿到耳环之前看到了休斯泽的日记。休斯泽的日记？你说的是真的吗？
弗雷没有多做解释，默默点了点头。萨普勒立刻意识到弗雷想让自己先提供情报。其实我们对戴米盖特也不是很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目的，更不知道他们为何选择隐藏在幕后。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他们强大到随意的一个决定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所有种族灭亡。听到这些信息，弗雷知道这些人起码已经掌握了最重要的事实。戴米盖特一共也才110来号，但他们每一个都是毁灭一样的存在。大约4000年前，有5位英雄对抗过戴米盖特，你应该听过他们5位的名字。曾经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大贤者修斯泽斯特劳、魔道武王卡斯金、剑帝路西德、黑魔女伊丽丝皮萨曼，还有大魔导士卢卡斯特劳曼。但大魔导士失踪后，所有的历史都改变了。魔道武王和剑帝之间出现了矛盾，之后黑魔女也突然失去了踪迹。虽然大贤者一直在孤军奋斗，但独自一人根本无法对抗戴米盖特。就这样，他们的名字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和休斯泽的日记中写的一模一样，而且这是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历史。所以萨普勒的情报值得相信。我们的组织继承了他们的意志，不过虽说是组织，但其实已经分成了多股势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本一致的意志也分崩离析了。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互相牵制并警惕彼此的程度。虽然我们分成了很多组织，但现在势力最大的是斯特劳贤者会、皮萨曼暗夜、路西德巨剑。虽然其他小组织我不太清楚，但特劳曼圆桌会的状况好像不是很好。他们的会长去世之后，一半的干部好像去了其他组织。卡斯金的武王权是只传一人的体制，我们也暂时没找到他的继承人。那希路德学院里的那个组织又是怎么回事？那只是一些学生随便组建的罢了。虽然偶尔发现不错的人才，我们就会进行接触，但那些学生根本不知道3大组织的事情。在我们的立场上，那并不是什么坏事，这样毕竟可以降低我们被发现的几率，而且谁也不知道戴米盖特的耳目到底藏在何处，所以我才会对你充满了警惕。毕竟你带着卢卡斯的遗物到处招摇过市，所以我还以为是对自己所属充满自豪感呢。某特劳曼圆桌会的人来向我宣战了呢，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现在该你告诉我了，你究竟是如何得到那件东西的？你刚刚说过是在伊甸山脉得到它的吧？我听说在伊甸山脉确实有英雄们的遗物，但去了那里还能回来的人并没有多少，而且大多数都是无功而返。不过这也是事实，毕竟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副本的位置，而且哪怕他们知道了，托尔坎也会在那边等着他们的到来。因为我的运气特别好，当时遇难后莫名其妙就到了某个地方，然后我在那里找到了休斯泽的副本。难道休斯泽的日记你也是在那里找到的吗？没错，日记里的内容跟公爵您所说的几乎都一致。快告诉我怎么才能到那里？我也是偶然到那里的，所以不好意思，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好吧，不过说实话，我还是对你有点怀疑。可以的话，你能使用一下台风之环吗？弗雷也没有拒绝，当即使用了台风之环的能力。怎么样？你现在可以不用再怀疑我了吗？太好了，看来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一直怀疑你，并不是因为把你误会成特劳曼圆桌会的人，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一场属于贵族的宴会。这里的一切都极尽奢华，房间内的人们都在忙着攀谈，只要能与更多的贵族结交，他们就能拥有光明的未来。但弗雷却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他正在为人类的未来担忧。虽然找到了知晓戴米盖特的人，但现在情况反而变得更复杂了。虽说那些组织继承了他们的意志，可如今这些人已经分成了好几股势力。弗雷不仅得深入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还得稳住圣水的潜藏能量，而且还要找人制作休斯泽的阿勒托斯。接踵而至的麻烦是让弗雷头疼不已。他意识到自己得到这副身体并不是一个偶然。就在这时，伊莎贝尔发现了角落里的弗雷。今天不应该开心才对吗？您为什么愁眉苦脸的？这件裙子怎么样？这是伊拉小姐特地为我准备的，我还真羡慕你，不用为那么多事情操心。原来弗雷还在纠结萨普勒猜忌他的理由。在1个月前的魔塔会议上，萨普勒听说有人和戴米盖特接触过。弗雷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异常激动，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个人是谁。萨普勒并没有回答弗雷，但他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个人是利特布莱克，也就是你的父亲。与此同时，加士伯正在努力地为自己的未来铺路。他凭借自己精妙绝伦的口舌，收获了不少年轻贵族的芳心。在达到了目的后，他开始享受这场宴会。渐渐的，加士伯将目光移到了这群年轻的贵族小姐身上。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角落的弗雷和伊莎贝尔。弗雷，原来你在这里啊！来人是菲尔安的未婚妻戴琳。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还算不错。伊莎贝尔，你怎么样？戴琳这时发现弗雷正死死盯着自己。伊莎贝尔，你看看，这才叫会穿衣服。为何您总要针对在下？我的判断非常客观，在下希望您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客观的判断。弗雷和伊莎贝尔争吵完后，这才回过头来问戴琳找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但戴琳的脸却变得通红，说话也结结巴巴。伊莎贝尔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弗雷则是毫无察觉。他还以为戴琳是因为口渴才会这个样子。天哪，这不是布莱克家族的3少爷弗雷吗？真没想到我居然能在这种地方遇到你。阁下认识他吗？我也不太清楚。弗雷努力在脑海中回忆有关加士伯的记忆。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竟然能在这里见到被布莱克家族抛弃的人。此话一出，弗雷就知道没有回忆的必要了。眼前这个人肯定是个混蛋。看来你这种废物也能依靠布莱克家族的名望参加菲尔安大人的宴会。毕竟身为地方贵族的加士伯，能参加这种级别的宴会可是花了很大的代价。你这种废物竟然能进入路西德学院，那里可是连我都考不上的地方。我不会再说第2次，给我滚！
身为主人亲自邀请的贵宾，弗雷却在宴会中遇到了老熟人的刁难。但加士伯并不知道他认识的弗雷早就死了，所以他很纳闷弗雷为什么敢对自己出言不逊。你跟弗雷认识吗？当然认识，这家伙以前根本不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直到此刻，加士伯终于发现了弗雷的异常。一向以废物出名的弗雷，他的身边竟然有2个美到窒息的丫头。虽然加士伯早就知道菲尔安的宴会上一直是美女如云，可弗雷身边的2位美女完全称得上出类拔萃。他唯一不理解的地方就是这2位美女为什么会跟在弗雷身边。结合弗雷刚刚对自己的态度，加士伯还以为他是想维持自己在美女面前的形象。怎么了，加士伯？你现在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原来是帕特里大人，您怎么会有空过来我这边？不料帕特里完全没理他，径直从加士伯身边走过。我是泰尔拉家族的长男帕特里，这位美丽的小姐可以告诉我您的名讳吗？加士伯这才知道，帕特里并不是来帮自己的，而是看上了这里的2位美女。你不用这么客气，我是戴琳·叶库尔德。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加士伯自以为明白了一切。戴琳是其他国来的女人，所以并不知道弗雷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过既然自己无法得到，那加士伯肯定也不会让其他人占到便宜。您应该是被称为暴雨的野库尔德家族的长女吧？刚刚是在下有眼无珠，没能认出来菲尔安大人的未婚妻。可听到这话的戴琳反而第一时间看向了弗雷。其实我还没有跟他订婚，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个呀？身为宴会举办人的未婚妻，您的待客之道真是让在下佩服。但弗雷布莱克根本不值得戴琳小姐您亲自招待。原来你就是那个鼎鼎有名的弗雷啊！我认识你的几位兄弟，米萨尔大人和夏兹大人好像都是魔塔的魔法师吧？听说米萨尔大人前不久还成为了魔塔的层主。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听说你被利特伯爵给抛弃了。我确实能理解伯爵大人的心情，因为我也无法相信你这种人会与那么优秀的人是同一血脉。听到这话的瞬间，伊莎贝尔站了出来。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虽然我不知道阁下到底有什么本事，但这里的人就算再怎么努力都不及弗雷的1/1000。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的言论向他道歉。道歉？身为泰尔拉家族的长男，我为何要给他道歉？这位小姐，您该不会是在和我开玩笑吧？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把那个小子带到这个宴会的混蛋。真不知道是谁把他带进来的。此话一出，周围的贵族也都纷纷嘲笑起弗雷来。但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那还真是抱歉啊。弗雷作为被布莱克家族抛弃的人，遭遇到了宴会上几乎所有贵族的嘲笑，有人甚至扬言邀请弗雷的人要站出来道歉，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时候菲尔安站出来了。那还真是抱歉啊，邀请弗雷的人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好像事情并没有按照你们的期望发展。我没想到邀请自己的朋友参加派对，还得先经过你们泰尔拉家族的允许，因为这是我用自己的名义举办的宴会，确实是我欠考虑了，对不对？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弗雷可是我亲自邀请的贵宾，他比在场的任何人都要尊贵，你们也不用太紧张，好好享受这场宴会吧。毕竟这里是我家，而你们都是我尊贵的客人，不然的话，你们就死定了。听到这话，刁难弗雷的几人立刻拔腿就跑。菲尔安虽然说他们是自己的客人，但却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原来你这家伙脾气这么不好，我只是在学你罢了。开玩笑的吧，我可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说这话之前能不能照一下镜子？我太耀眼了，哪里敢照镜子？难不成你换造型的原因是脱发？在菲尔安过来后，其他人也都识趣的走开了。不过说真的，你这家伙还真奇怪。以你当时在鹦鹉号上展示出来的实力，如果被大家知道了，肯定不会说你是被抛弃之人。身为男人可不能到处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我很好奇你当时和我父亲谈了些什么？你父亲他把我当成特劳难圆桌会的人了？难道你终于想加入我的组织了吗？怎么可能？说着，弗雷又想到了萨普勒和自己说的话。萨普勒当时之所以解除了对弗雷的怀疑，是因为有一个人帮他证明了身份。弗雷很好奇，既然自己使用台风之环都不能打消萨普勒的猜忌，那个人到底是谁？是夏兹布莱克，他跟我一样是斯特劳贤者会的一员，也就是你的二哥。我知道你的家族对你做了些什么，你心中的痛苦肯定无法轻易被抚平。虽然我没资格评论你的家事，但我还是想说一句，夏兹和他们不一样，他同意把你赶走其实另有原因，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菲尔安，我不准备再回希路德学院了。听到这话的瞬间，伊莎贝尔第一时间愣住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毕竟我已经没有继续待在那里的理由了。伊莎贝尔完全忘记了一旁的戴琳，她看着弗雷，脑中一片空白。如果弗雷不回希路德学院，这就意味着他马上又是一个人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不知道。公爵大人好像让我去第3魔塔，那也不错。伊莎贝尔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她只能先和戴琳告别。可夜晚的时候，她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向弗雷的房间。如果真的按弗雷所说，那他们2人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虽然得知了弗雷的真实身份后，她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可伊莎贝尔现在才猛地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该如何走以后的路了，并接受不了即将和弗雷分道扬镳的消息。伊莎贝尔半夜独自来到了他的房间，但她没想到的是，竟然有人比自己更早一步。你明天就要离开了吗？是啊，多谢你的款待，这次宴会真的很不错。菲尔安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君家族最优秀的天才。天才吗？确实如此。我第一次感受到魔力是在5岁的时候。你这是在自吹自夸吗？当然没有。不过5岁就能感知到魔力，确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要知道，即便是卢卡斯和休斯泽，他们第一次感受到魔力也是在7岁。我达到4星魔导士是在17岁的时候，但对外我们说成了20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故意掩盖自己的才华？因为是你，我才会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自己的才能是个诅咒。弗雷不知道菲尔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菲尔安并没有和自己开玩笑。我曾经有一位老师，他是6星魔法师，也是第5魔塔的副塔主。他长着满脸的白胡子，是一位非常博学的长者。每次我向他提问的时候，他都会抚摸着我的头，温柔地回答我的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开心。
所以为了再次提问我比以前还要努力。他是教会了我魔道学，并引领我走向成功的引路人。那件事情发生在我到达4星魔法师境界没多久。那一天，我问出了连老师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时他一下子就陷入了惊恐当中，他愤怒地咆哮着，说我是个怪物。不过现在仔细想想，他当时的表情明明就是恐惧。老师他看到年纪轻轻就进步神速的我，早就心怀恐惧，把我当成了不祥之兆。从那以后，我就失去了魔道学上的领路人。虽然我依然热爱着魔道学，但每次一到关键时刻，即将突破那一道门槛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老师那恐惧的脸。所以我每天都会数千数万次的诅咒自己的天赋。我甚至觉得还不如当一个普通人，这样在学习魔道学时就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了。也许这样就不会被老师当成一个怪物了。你这个臭小子，能不能别无病呻吟了？你听好了，那些被称为绝世之才、拥有超然天赋的人，他们穷尽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就是魔道学的极致。遇到一个能力不足的领路人，遭受了他的妒忌而选择退缩的人，永远都不会到达那个传说中的境界。我可以断言，下次再遇到你时，我的境界会比现在要强好几倍。真不知道你这是自信还是自满。我的意思是，你也要和我一样。戴米盖特，你应该也知道他们的存在吧？他们支配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而且还改变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秩序。明明都被他们支配，却什么都没发现的人类，确实有点愚蠢。但选择永不言弃，决定打倒他并重新拯救世界的决心，也是人类拥有无限可能性的表现。这种事只有人类才能完成。如果只想在魔塔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现在的你完全有可能办到。但是你若想打败戴米盖特，就只能追求魔道学的极致。我肯定会选择后者。那你呢，菲尔安？告诉我你的选择。戴米盖特支配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虽然大多数人类对此毫无察觉，但依然有继承了先辈意志的人们在为此战斗着。现在唯一有机会打倒他们的，就是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人类。而想要打败戴米盖特，就只能追求魔道学的极致。我肯定会选择后者。那你呢，菲尔安？告诉我你的选择。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看来并不只有老师才是领路人，跟对手竞争，自己开拓自己的道路，是这个意思吧？弗雷并没有回答菲尔安，但这并不代表菲尔安理解错了。弗雷只是想到了休斯泽，他们两人曾经也是这样的关系，既是最好的朋友，也是魔道学上最大的对手。我会一直领先你一步的，所以放心吧，等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肯定会领先你一步。很好，这样的你才配得上当我的朋友。两人并不知道，伊莎贝尔一直躲在门外听着他们的对话，此刻他早已泪流满面。伊莎贝尔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路。第二天一早，弗雷便背上行囊准备前往魔塔。难道您不打算要我这个累赘了吗？弗雷这才发现，伊莎贝尔已经背着行李跟了上来。累赘吗？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觉得，真是令人心寒。您不是一直说在下是个累赘吗？你跟我一起走的话，学院那边怎么办？在下也是为了寻求魔道学的极致才申请进入学院，但眼下正站着一位强大的魔导师，谁能比您更适合当在下的老师呢？这条道路的前方必将充满荆棘，你会后悔的。同样的话，在下可不想再说第二次。就算前方是地狱，在下也要跟您一起前往。弗雷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他已经学会了信任身边的人。画面一转来到第6魔塔，你说弗雷最近跟菲尔安走得很近？是的，米萨尔大人，他俩的关系好像非常亲近，而且菲尔安还高声宣布弗雷是自己的贵宾。然后呢？你到我这里来就只是为了说这些吗？我只是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层主大人。弗雷跟别人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已经不是布莱克家族的一员了，自然也不是我的弟弟了。帕特里走后，房间再次陷入寂静之中。菲尔安竟然把弗雷当成了贵宾，难道这就是咸鱼也会翻身的意思吗？夏兹，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想？没兴趣，毕竟他们是同学，关系好一点也没什么奇怪的。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米萨尔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信息告诉父亲，说不定日后还可以稍微利用一下弗雷。萨米尔走后，夏兹当即换了一副表情，他不再是那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夏兹的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担忧。为了追求魔道学的极致，弗雷再次踏上了旅途。你刚刚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着？萨普勒公爵给我的身份牌，好像要拿这个东西获得组织的考核入场权。为了重新建立世界秩序的秘密组织，如果想要收集戴米盖特的情报，只能先接近这个组织了。在下其实在此之前根本没听过戴米盖特这个名字，而以您为首的5大英雄，在下也只是听说，你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重新构建这个世界的秩序。但我真没想到你们是被戴米盖特打败的。如果您没有告诉在下的话，在下肯定会认为这只是一种荒诞的阴谋论。其实真正恐怖的是那种无所不在又摸不到的存在。人类失去了开拓未来、自行选择道路的权利，只能选择默默接受虚度一生，被虚无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所惑，连自己早已被人支配的事实都没察觉到。幸福的奴隶，这就是人类现在的命运。不过我们并没有被他们打败，我们只是正走在去往胜利的路上。没过多久，两人终于抵达了这趟旅途的目的地——第3魔塔。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魔塔呢，这气势真是太强大了。如今距离入会考核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弗雷需要在那之前稳定圣水的烈焰，争取早日恢复到之前的境界。看到这样的场景，弗雷不禁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时光，那时的他就是在魔塔开始学习魔法的，只不过曾经有伊丽丝和休斯则陪在他的身边。就在这时，身后的脚步声吸引了两人的注意，从他们的肤色和外貌，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人是黑暗精灵。弗雷不禁诧异，为什么黑暗精灵会出现在这种地方？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精灵和矮人跟人类可是经常有密切的来往。虽然弗雷在学院的时候读到过相关的书籍，但当他亲眼看到时，还是不免有些吃惊。毕竟这是4000年前无法看到的景象，而且现在精灵们好像实现了统
统一，如今就居住在北部边境的大森林地带。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就在魔塔里面修炼。伊莎贝尔如今已经熟练掌握了斗争的修炼方式，弗雷则每天晃晃悠悠地跳着一种舞蹈。他是跟你一起来魔塔的同伴吧？他现在在这里可是个名人，每天就知道跳一些奇怪的舞蹈，一到晚上就窝在图书馆。大家都在说最近来了一个奇怪的家伙。虽然弗雷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但伊莎贝尔掌握斗争后已经能看清真气的流向了，所以他可以看到那身法中暗藏的猛烈一击，这是以肉眼无法捕捉到的速度。打完一击后又重新回到原本的位置，所以才会看起来像是在慢悠悠的跳舞。其实弗雷如今的武功已经到了非常高超的境界。就在这时，一个大汉被人猛地打倒在地。停，我认输了，不要再打了。听到这话的暗精灵也是停下了自己的动作。你们这些人类真是太弱了。米高的壮汉竟被人一招放倒在地。里昂森不禁感叹，人类还真是弱小。你对一个投降的人是不是太过无礼了？里昂森，这就是自称战士的你所展现出来的品格吗？对不起老师，刚刚是我太自负了。说着，里昂森就伸手将自己打败的人拉了起来。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旁正在跳舞的弗雷。伊莎贝尔认出来，里昂森是之前站在队伍最前面的黑暗精灵。弗雷还在修炼的时候，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你是魔道武人吗？我是魔法师。”魔法师？真的假的？里昂森不敢相信一个魔法师竟然能有这样的身法。两人自我介绍后，里昂森也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来打一架吧。”听到这话，弗雷不禁满头黑线。我不是在向你挑衅，那个要怎么说来着？那个词叫切磋。对，就是这个，我要和你切磋。说着，里昂森的师傅就已经走到了弗雷面前。我叫卡米尔，还请你多多指教。这位美丽的小姐是？在下是伊莎贝尔·特里兹娜，很抱歉打扰你们训练了。两位不用在意这个笨蛋刚才说的话。接下来的对话，他们使用了精灵语，伊莎贝尔就完全听不懂了。弗雷却在这个时候也使用了精灵语。其实我并不在意他刚刚的无理行为，如果他想要切磋的话，我随时奉陪。你居然还会说精灵语，我也只是略懂一点，想不到还能遇到你这么有趣的人类，那也比不上学习人类魔法的精灵。你这语气怎么和我们长老们一模一样？两人的切磋很快引来了周围人的围观，不少人怀疑是不是黑暗精灵故意来找茬，毕竟是不同种族，人类也很难在内心完全接纳这些黑暗精灵。里昂森的架势很符合黑暗精灵诡异又灵活的身份，充满着一股野性的味道。就在弗雷还在观察的时候，里昂森猛地冲了过来，但令人意外的是，弗雷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反应过来，挡下了这一击。在这之后，里昂森的攻击更是根本无法碰到弗雷。反观弗雷则是利用里昂森来帮自己熟悉这具身体。虽然武学早已熟练，但毕竟还是第一次用这副身体来施展。在熟悉完之后，弗雷立刻给予了反击，里昂森则在躲开攻击后迅速拉开了距离。你看起来就跟野性十足的猛兽一样，有意思。这个人类也很强。这一次两人直接开始站桩肉搏起来，人类们在感叹两人快到离谱的速度，精灵们则吃惊弗雷可以和里昂森不相上下。与此同时，两人的战斗阶段也已经到达了尾声，可惜直到最后弗雷和里昂森也没能分出胜负。里昂森不甘心就此作罢，当即又冲了上去。从弗雷的肌肉量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魔道武人，所以米卡尔很难想象他是如何靠瘦弱的身体挡住里昂森的攻击的。如此精密的魔力分配，外加看起来20多岁的年纪，米卡尔不禁好奇弗雷到底是何方神圣。到此为止，里昂森住手吧，再切磋下去就没什么意义。明明只是一个身体孱弱的魔法师，却能与擅长格斗的黑暗精灵打得有来有回，这样的场景给了周围人很大的震撼。不过两人的切磋最后还是被卡米尔终止了。弗雷，你的身法真是太棒了，里昂森你也很了不起。如果这里是野外，而且是在夜晚的话，我估计就不会有任何优势了。而且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擅长徒手战斗。听到这样的话，里昂森非常激动，他终于遇到一个了解自己的对手了。你要在魔塔待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差不多半年左右吧。真是太棒了，我们以后可以多多切磋一下。你的实力确实很强，已经强到根本不像人类。就在这时，卡米尔看到了弗雷带着的台风之环。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弗雷，你为什么要来这第三魔塔？我想做一瓶秘药，毕竟这里有很多专业书籍，怪不得你一到晚上就待在图书馆。不过我感觉没什么用，我翻阅了所有书籍也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要不要试试去看看魔导书？图书馆里的都是3级书籍，1级魔导书只能通过考试，受到3位层主的认可后才能翻阅。你说的那个考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考？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就在明天。第二天一早，弗雷就早早等在了举行考试的地点。昨天他与里昂森的战斗已经在魔塔里传开了，不过他们很好奇，一个魔道武人为什么会来参加考试。就在这时，有人从背后叫住了弗雷和伊莎贝尔：“你们黑暗精灵也来考试吗？听说你要参加考试，我就过来看看。”里昂森只是我顺手带过来的。其实伊莎贝尔也是，等你考试完我们再打一场吧。你是想说和我切磋一下吧？两人聊天之际，负责考试的3位层主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们3人都是这座魔塔的层主，特别是中间那位叫米卡尔的人，是真正的实权人物，不需要我们费嗓子说太多话吧。现在开始进行第1项测试，参加考试的人需要造出一个能量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手中的能量球浓缩。众人本以为这是考试的第1项，所以才这么简单，没曾想米卡尔却说，能量球要比自己手中的弹珠小才算合格。听到这话的瞬间，一众参加考试的人全都面露难色。不出意外的，大部分人都没有通过考试，他们甚至认为没有人可以通过这次的考试。也就在这个时候，伊莎贝尔成为了第1个合格者，但他光是将这个大小维持了几秒钟，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米卡尔面前很快又出现了新的合格者，你们俩不用继续做后面的测试了，我同意你们阅览魔导书。就在这时，一阵叫声吸引了米卡尔的注意。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还不凝聚能量球？难道你想放弃这次考试吗？作为徒弟的伊莎贝尔都能成功通过考核，
但作为师傅的弗雷却连能量球都无法凝聚出来。被考核人员的声音吸引后，米卡尔走了过来，简直难以置信。米卡尔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这位青年不是已经放弃了吗？不要单纯依靠眼睛，试着感受它的魔力。没感受到能量球已经被浓缩到肉眼不可见的程度了。米卡尔打量弗雷时，发现了他戴着的台风之环。看来你也没必要进行接下来的考试了。你叫什么名字？布莱克家族的三儿子弗雷。我允许你阅读魔导书，还有你能跟我单独聊一下吗？就这样，弗雷跟着米卡尔来到了他的书房。你的实力很了不起，为什么要来第三魔塔？是萨普勒公爵介绍我来的。既然是萨普勒公爵的话，那我就可以开门见山了。你的实力应该达到了5星的境界吧？我并不否认，虽然弗雷马上就要进入7星的境界，但他没必要把这些事情告诉米卡尔。那你知道戴米盖特的事情吗？我知道一点，萨普勒公爵也和我说了一些。前不久我们在尤特发现了戴米盖特的踪迹，准确来说应该是使徒的踪迹。他们是被戴米盖特亲自选中的，追求神力的一帮人，而他们自称使徒。现在以这些使徒为中心，戴米盖特的信徒们在到处惹是生非。弗雷无法想象戴米盖特竟然开始利用人类了，这在4000年前还是从没发生过的事情。尤特是我和身为干部的卢克斯的管辖地区，这样下去他们估计会毁掉好几个村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调查。你能不能陪我们一起去？当然没问题，这个任务非常危险，我可以再给你一点考虑的时间。那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米卡尔并没有回答弗雷，只见他缓缓拉起自己的袖子。弗雷认出来，米卡尔手上戴的赫然就是伊利斯的遗物。看来您是皮萨曼暗夜的人。特劳曼圆桌会的首领被戴米盖特杀死以后，那些家伙就越来越嚣张了，所以我们要更加隐秘一点才行。魔塔里的黑暗精灵是我们特意邀请过来一起调查的黑牙成员，不过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顾虑也变多了，没法完全相信别人。而正好这个时候我遇见了你，当时我就看到了带着台风之环的你。弗雷没想到自己当年随手做的东西，在如今这个时代竟然这么出名。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估计光准备也要花1周左右，这就意味着弗雷必须在1周之内稳定圣水的力量。话说回来，你为什么想去看魔导书？我要制作一些秘药，所以想研究一下炼金术。如果是炼金术的话，比起看魔导书，我更建议你找那个女人。就这样，在米卡尔的引导下，弗雷来到了这个房间。这还是弗雷第一次见到号称希路德学院天才教授的亚特拉教授。应是自己高价聘请过来的佣兵团，但老人却完全无法相信他们，反倒是第一次见到的弗雷，米卡尔却愿意无条件相信他，只因弗雷带着的台风之环是大魔导师卢卡斯的遗物。卢卡斯在4000年前曾与4位英雄一起反抗戴米盖特，而如今米卡尔要调查的对象正是一群自称是戴米盖特使徒的人类。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后，米卡尔也得知弗雷想要研究炼金术，于是他便让弗雷去找那个号称天才教授的亚特拉。你谁啊？你怎么会找到我这里来？我是米卡尔大人介绍过来的弗雷。原来你就是老头子说的那个人，找个位置随便坐吧，这里乱糟糟的，我能坐哪里？弗雷没想到被称为天才的亚特拉，他房间的生活气息居然如此浓厚。事先说明，我这个人特别忙，最近还特别累，而且心情也不好，所以你要在5个字以内表明你的来意。快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制作魔力液。你这小子可真没礼貌，不是5字吗？想不到你还挺有性格，告诉我什么魔力液，您亲自看吧。说着，弗雷掏出了一个小瓶子，看到这个瓶子的瞬间，亚特拉眼神都亮了起来。这是什么情况？这里面的魔力浓度怎么会这么高？那是托尔坎。不过弗雷只说了5个字就停住，要抄字数了。你能不能别吊人胃口，直接说？那是活了1000年的德莱克巨龙的心脏，魔力差不多应该有10万左右吧？您能帮我用这个制作一些魔力液吗？难道你疯了吗？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亚特拉的表情早已出卖了自己。很难吗？确实有点难，不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因为里面有一个材料很难弄到。弗雷不禁好奇需要什么材料。我要传说中的神兽，不死鸟的羽毛。亚特拉教授，您现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我需要一个精通魔力分配优秀的助手，差不多可以把能量球压缩到指甲盖的大小。就这样，两人立马开始进入密钥的研制之中。你这家伙到底是谁？布莱克家族是利特伯爵的家族吧？米萨尔和夏兹的名字我倒是经常能听到，但弗雷还真是第一次。不管魔力分配还是对炼金术的理解都非常高超。虽然你的知识感觉有点老套，明明实力很不错，但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名号？你这个家伙要不要来当我的助手？不过弗雷很果断地拒绝了亚特拉的请求。我多给你钱还不行吗？我还可以教你别的地方都学不到的制造术。可弗雷的态度实在太过坚决，亚特拉只能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话说回来，你怎么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叫我教授？我不是和您说过吗？我是希路德学院的学生。亚特拉当即想到自己可以用学分和就业来威胁弗雷，不过我现在已经退学了，你这是在耍我吗？教授，您懂怎么制作魔像吗？虽然不是我的强项，但总比那些自称人偶师的人要强很多。前这颗不起眼的小猪，竟是能够完成屠神计划的超级道具。4000年前，人类被自称神明的戴米盖特打败了，但大贤者休斯则却将这个魔像核心留了下来，里面装着他的毕生心血和有关戴米盖特的所有线索。可就是大贤者费尽心思保留下来的魔盒，却成为了后世天才口中疯子一样的行为。弗雷还以为亚特拉又是在口是心非，但亚特拉却说自己没开玩笑，在他的认知中绝不可能有魔力超过100万的魔盒。就算有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奥利哈刚组成的肉体和密银制作的神经系统，也绝对无法控制这种魔像。外加镀金和魔法阵以及注入命令语言，这些加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更别说让他形成自我意识了。可这是休斯则留给弗雷最后的线索，无论怎样，弗雷也要完成阿勒托斯。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身上有魔力值100万以上的魔盒？
合吗？怎么可能呢？我只是比较好奇罢了。您不是说过吗？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接下来的时间里，除了研制魔力液，弗雷就在和里昂森切磋。经过这些日子对身体的熟悉，弗雷如今已经可以轻松打败里昂森了。而伊莎贝尔则在这段时间教会了黑暗精灵魔力分配，她的课程简单易懂，我们这些黑暗精灵已经完全对她敞开心扉了。那还真不错呢。阁下的密钥制作完成了吗？估计今晚就能做好了。那您马上就要成为7星魔法师了。这没什么，我只是刚刚迈入了门口而已。由于不理解魔法的境界划分，卡尔米对7星并没有什么概念。对了，你们2个要不要学精灵术？只要跟你们喜欢的精灵签下契约，肯定会对你有很大帮助。既然你教会了他们魔法，这就当是我们的谢礼了。我现在就教你们黑暗精灵传统的精灵术。时间很快到了晚上，亚特拉也如愿制作出了密钥。你真的要喝了它吗？我劝你收手吧。听到这样的口气，弗雷还以为亚特拉失败了。是我做的太完美了，魔力能量甚至涨了2倍，一不小心你就会爆体而亡。没曾想，对于这样的消息，弗雷反而更加兴奋了。随便你吧，你是死是活又与我无关。虽然亚特拉话说的比较难听，但他毕竟还是帮了弗雷不少忙，所以弗雷给了他一条可以提高集中力的奥菲之链。回到房间后，弗雷就开始为突破做准备了。为了压制托尔坦的火焰魔力，他在房间内撒满了寒冰属性的魔晶。做足准备后，弗雷将魔力液全部吞入腹中，仅仅一瞬间，周围的寒气就荡然无存。伊莎贝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7星魔法师在人类世界有多强啊？我们刚学会人类魔法没多久，所以还没有什么概念。不过听说在人类世界，魔法的境界和身份阶级差不多。如果要这么比较的话，7星魔法师差不多是大魔法师的境界，无论去哪个国家都能获得伯爵以上的爵位和待遇，甚至能在皇宫的石板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人物。原来如此，难道弗雷他也想要出人头地吗？不料听到这话的伊莎贝尔摇了摇头。弗雷大人说过，自己才刚刚入门而已，他要走的是比出人头地更艰难的道路。戴米盖特，他想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弗雷也终于达到了7星魔法师的境界。7星了，弗雷终于成为7星魔法师，这就意味着他与神明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了附近的村庄收集情报，这里就是使徒们出现过的村子了。没想到居然这么小，伊莎贝尔始终感觉这里阴森森的，周围的这股气息就是戴米盖特使用的神力。虽然已经隔了4000年，但弗雷还是第一时间认出了这股力量。这里是居民只有500多人的小村庄，因为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他们基本与其他村落没什么交流。那这种地方应该很适合使徒们搞事情。我之前也说过，此次任务非常危险，既然他是你带来的人，那我自然不会说什么。但那位小姐真的没关系吗？不要担心，别看她看起来柔弱，实力还是蛮不错的。就在这个时候，伊莎贝尔发现了这里的村民，这不是魔塔高贵的魔法师吗？几位为何来这么穷酸的地方？我是这里的村长阿拉德，很高兴见到各位大人。你好，村长，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您尽管问。这个村子最近有什么变化吗？比如生活习惯，其他什么形式，或者只是个人的感觉也都没关系。有没有感觉与以往不同？这种小地方哪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的生活一如既往平淡。按你这么说的话，那村子里的人都去哪了？大白天的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呢？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废墟。大家今天有点事情，都在那边的森林里。你刚刚不是还说大家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平淡吗？里昂森，麻烦你帮我们核实一下。话音刚落，里昂森的身影就化作一阵风消失了。米卡尔不敢相信，充满傲气的黑暗精灵竟然会听弗雷的话。没过多久，里昂森就查看完周围的房子回来了。这里没有任何人，但房子里到处都是血迹。只见村长几人突然变成了怪物。该死！你们这群多管闲事的魔法师，大家小心，他们就是戴米盖特的信徒。既然你们已经发现这里了，那我们绝不能让你们活着离开。先干掉带头的那个魔法师。说着，2只怪物就直冲向米卡尔。关键时刻，伊莎贝尔却挡在米卡尔身前。下一秒，一道岩柱拔地而起，直接干掉了冲过来的一只怪物。但令人意外的是，另外2只怪物竟然硬生生扛过了岩柱。可就在这个时候，弗雷站了出来，怪物的身体在空中就被切成了碎片。我们可是得到了神的力量，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你们？意识到自己不是这群人的对手之后，阿拉德第一时间转身逃跑。可他刚一抬头，却发现里昂森早已出现在自己身旁。里昂森仅仅一招就把阿拉德放倒在地。不过为了从他口中得到情报，里昂森并没有直接下死手。现在就请你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为了获得强大的力量，竟然主动舍弃人类的身份。可他们在遇到魔法师的时候，依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阿拉德无法想象自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究竟是为了什么。现在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个家伙就不能老实交代吗？要不然还是让我来吧。弗雷很好奇卡米尔究竟有什么办法，正好趁这个机会，你仔细看看我的精灵术。随着一阵古怪的咒语念出，卡米尔脚下的影子逐渐出现波纹，紧接着一只古怪的眼球怪物就从卡米尔的影子中钻了出来。这是暗魔大克鲁，没有人比这家伙更适合套取情报了。大克鲁，控制这家伙的精神。卡米尔说完后，大克鲁立刻扑向阿拉德。尽管阿拉德拼命抵抗，可大克鲁依然钻进了他的肚子里。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众魔法师都觉得有点恐怖。米卡尔意识到无论怎样一定不能招惹黑暗精灵。弗雷甚至觉得直接拷问他都会比现在更绅士一点。现在快告诉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去哪了？死了，他们所有人都死了。为什么？你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需要祭品，所以他们必须死。为了制造更多的信徒，解放使徒的力量。可话才说到一半，阿拉德的身体就开始猛地抽搐起来。危险！大家快逃！他要自爆！
下一秒，一股恐怖的能量就从阿拉德体内迸发出来，这些家伙的身体里被下了禁制，在讲出重要的情报前就会自爆，真不愧是戴米盖特的信徒，看来情况不太妙啊，要不我们今天还是先回去吧。这些使徒可以赋予信徒力量，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还无法与他们抗衡。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趁机把他们一网打尽。估计他们早已经发现我们了，错过了这次就没有下回了。还是等阿诺卢克斯回来以后再去吧。他是7星魔法师，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进去必死无疑。那就由我来填补他的位置吧。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7星魔法师可是达到了能融合相斥元素的境界。对于这样的说法，两个黑暗精灵完全是第一次听说。相斥的元素一旦碰到一起就会产生爆炸，而到了7星的境界则可以打破自然规律，使相斥的元素结合起来。我可没有逞强，不然你还是来亲眼看看吧。话音刚落，弗雷身边升起冰火2种不同的元素。你这是要做什么？如果你失误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弗雷并没有理会米卡尔，只见他双手猛地闭合，冰与火2种元素立刻在他身后交织在一起。还不住手！这可不是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可米卡尔话还没说完，弗雷身后的2股元素就已经完成融合了。你居然真的已经达到7星的境界了，就让我来代替阿诺卢克斯的位置吧。学过魔法的人都知道，2股相斥的魔力碰到一起会产生爆炸，但男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却执意将冰火2种元素融合。正当米卡尔以为弗雷想炸死他们所有人的时候，冰火2种元素竟然奇迹般的融合了，这就意味着弗雷已经达到了7星魔法师的境界，而他也可以顶替阿诺卢克斯的位置，带领队伍继续前进。随着几人不断向村子深处探索，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晚上。弗雷，你快过来看看这个！此刻卡米尔身前赫然有着一具烧焦的尸体，这不是被火烧的痕迹，这家伙是被雷劈死的。也就是说，制造出这些信徒的人应该是擅长雷属性的使徒，居然是能使用戴米盖特能力的人类，看样子似乎有些棘手。其实这些使徒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第一次讨伐使徒的地方是在加斯特乌克，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在使徒死后，他的主人戴米盖特也被消灭了。听到米卡尔的话，弗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不是每次都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可以确定，只要除掉分享戴米盖特之力的使徒，就能影响到他的主人戴米盖特。弗雷不禁好奇，戴米盖特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使用这些使徒？这是4000年前从未有过的事情。难道这段时间戴米盖特们也发生了什么变化？不久后，几人终于到了阿拉德口中的森林，但这里现在没有一丝生机，这里已经成为死域了，树木动物都已经死掉了，他们的生机被吸走了。这些混蛋竟然敢藐视自然万物，整座森林好像都是陷阱，像是被什么强力的结界所挡住，让人无法再继续侦查下去。看来想要查清真相的话，那我们只能轰掉这片森林了。这片森林已经凋零，如果着火，甚至可能波及其他村落。可想要破坏如此复杂的法阵，起码得花上2天的时间。不过弗雷此刻已经将手放在了树干上，他想做什么？好像是为了破坏结界，正在探查阵法的排列，想不出好办法，所以着手去干嘛？这一点和我们黑暗精灵还真是相似呢。弗雷，你尽管弄，我们会在附近保护你的安全，不用这么麻烦。我已经结束了，大家站在我的后面，从现在开始千万不要离开。只见弗雷手中出现了一个小型的飓风，下一秒，一股恐怖的能量就从弗雷手中向四周扩散开来，令人难以置信。这真是一个20多岁男子的实力吗？风暴术结束之后，整片森林赫然已经被夷为平地。米卡尔不禁感到非常羞愧，身为曾主的自己，这一路上竟然什么忙都没帮上。我们都来了这么久，你现在终于肯出现了，身上全是令人恶心的神力气息。他就是戴米盖特的使徒。可看清来人的瞬间，米卡尔愣住了，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但事实就是事实，阿诺卢克斯就是戴米盖特的使徒。他的背叛，阿诺卢克斯竟然背叛人类，成为神明的走狗。可即便已经亲眼看到，米卡尔仍旧不愿相信这个事实。看来阿诺卢克斯就是戴米盖特的使徒。米卡尔，我不是说过让你再等一段时间吗？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您这样的人怎么会？真是可怜啊！你这家伙唯一的缺点就是好奇心太重。说着，阿诺卢克斯缓缓举起自己的右手。再见了，米卡尔，希望你下辈子可以改掉这个缺点。关键时刻，弗雷却挥手挡下了阿诺卢克斯的攻击，居然被你挡住了。你这个小家伙还挺厉害的。可即便如此，米卡尔还是被吓得跌坐在地。这不可能！身为干部的阿诺卢克斯大人为何要背叛我们？请您打起精神来。那个男人已经不再是您认识的阿诺卢克斯了。你为什么要背叛组织？难道你也是组织的一员？你这个小鬼还真是不懂礼貌。因为我了解到那位大人的力量有多强大，在那位大人面前，我们人类再怎么挣扎，也只是一只小小的蝼蚁罢了。人类绝不是蝼蚁。你只是选择了屈服罢了。伊莎贝尔还是第一次见弗雷这么激动，他不知道40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屈服吗？不对，我是认可了他们。戴米盖特拥有强大的力量，这是组织内的人员都知道的事实。你以为他们对抗他时心里无所畏惧吗？他们只是想拼死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而已。他们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他们只是不想屈服于淫威，而是要守护自己所珍惜的东西。你根本不懂，这就是人类的意志，这就是你放弃的高尚品德。话音未落，一道恐怖的雷电就落在弗雷几人面前。我觉得这并不是高尚，而是愚昧罢了。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伊莎贝尔被吓傻了。她深刻地意识到使徒的力量和魔法师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你看，这连用魔法也制造不出的纯粹雷击，只要选择侍奉大人，就算不修炼不研究不受那么多苦，我也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只要选择屈服，就能得到比7星魔法师还要强大的力量。乌云遮盖了整个天空，人类的力量真的
真的能达到如此的境地吗？不，这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力量，这个家伙使用的是戴米盖特的神力。弗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正面对抗我们绝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只能佯攻。里昂森，你带头，别忘了现在你手上可是握着我们3个人的性命。卡米尔，你要一边掩护里昂森，一边支援我们后方的魔法师。米卡尔大人，请您在后方挡住那家伙的神力，绝对不要做危险的举动，只要掩护我们即可。还有伊莎贝尔，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只见弗雷不知在伊莎贝尔耳边说了什么，伊莎贝尔的表情就变得异常惊恐。等一下，这太危险了，我没时间跟你争论，活下来以后再跟我抱怨吧，我可以跟你聊一晚上。开战了！弗雷终于要与神明的使徒开战了。几乎一瞬间，弗雷就与里昂森冲了过去。愚昧的人类，你们怎么可能与神明抗衡？里昂森通过不断改变方向，躲避着落下来的雷电。可即便如此，他的攻击依然被防护罩挡了下来。里昂森还想继续攻击，却感受到一股恐怖的能量。几乎在他躲开的瞬间，一道巨大的雷电就从卢克斯手中迸发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弗雷突然出现在里昂森的身后。此刻正好是卢克斯刚刚攻击完的间隙。弗雷没有犹豫，当即一发炎球砸了过去。这恐怖的威力让远处的米卡尔都震惊不已。仅仅是低级魔法的炎球，竟然就能让整个大地都在震动。米卡尔很好奇，是因为弗雷太强了，还是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此刻弗雷刚刚站稳身形，就感受到烟尘中有一股恐怖的能量。凭借自己敏捷的步伐，弗雷及时躲开了卢克斯的雷电。我劝你还是别再做无用的反抗了，就算你再强，以人类的力量也无法打破这层魔法罩，因为这就是戴米盖特大人的力量。那你最好期望你可以一辈子躲在这个魔法罩里面。说着，弗雷对着魔法罩来了一发炎爆。烟尘还没散去的时候，弗雷又补了一记冰封。都说了没用，不要再白费力气了。人类是不可能与戴米盖特对抗的，感觉不太对劲。本来的计划是我们拖住他的时候让弗雷找机会进攻，但现在所有的攻击都在朝着弗雷，这样下去弗雷也坚持不了多久的。放心吧，我们的计划非常顺利，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原来刚刚除了给里昂森的安排是真的以外，其他2人的任务都是弗雷故意说给卢克斯听的。因为弗雷的实力已经暴露，所以绝不能以弗雷作为主攻手。卢克斯的神力源于空中的雷云，只要雷云还在，他就是不死之身。伊莎贝尔的任务就是和后方的2人合力灭掉那朵雷云，真正的诱饵则是由弗雷来担任。2位大人请尽量集中魔力，这场战斗的胜负手掌握在我们手中。与此同时，弗雷还在不断闪避卢克斯的攻势，但只要一有机会，弗雷就会立刻发动魔法。即便那些魔法无法伤到他，但只要能挡住卢克斯的视线就足够了。年轻人，你的那种魔法对我没用的。话虽这么说，但卢克斯知道，如果没有戴米盖特的力量，自己恐怕早就被弗雷轰成渣了。所以哪怕弗雷几人没有发现他的秘密，卢克斯也要在这里把他斩草除根。就在他思考的时候，弗雷再次打出了一发炎球。卢克斯很好奇，弗雷明明已经知道魔法没用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浪费魔力？意识到这一点后，卢克斯立刻转身望向身后。此刻伊莎贝尔3人赫然已经积蓄好了魔力。发现了！卢克斯发现了正在蓄积魔力的3人，一旦让他们用魔法打中雷雨，卢克斯的力量就会消失殆尽，所以他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见一道闪电直直击中了后方毫无防备的3人。伊莎贝尔看到这样的场景，弗雷非常担心。烟尘散去后，他们3人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一群嚣张的家伙，给我下地狱去！卢克斯，你的对手是我，但是以弗雷现在的距离，绝对来不及阻止卢克斯释放魔法。关键时刻，里昂森及时出现在卢克斯的面前。里昂森，你能帮我再挡住几秒吗？但以里昂森目前的状况，根本无法分心回应弗雷。不过他还是凭借力量硬生生把卢克斯打飞出去。弗雷则趁机来到伊莎贝尔这边查看他们的情况。我们还没那么弱，你把我们当什么？你只要专心对付他就好。那朵该死的雷云就交给我们吧。与此同时，里昂森还在不断攻击着魔法罩。一时间，卢克斯竟是被压制的来不及召唤雷电。你们这群该死的苍蝇，我已经开始不耐烦了。下一秒，一只大手就死死掐住里昂森的脖子。里昂森没想到，一个魔法罩居然还能发动攻击。你们明明还那么年轻，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来送死呢？既然你们这么想死，那今天就都留在这里吧。但就在卢克斯说话的间隙，里昂森的脚终于勾住了自己的武器。下一秒，里昂森的武器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划伤了卢克斯的身体。里昂森也因为身体的惯性拉开了和卢克斯的距离。该死的臭虫，竟然还要做无谓的抵抗！别再互相浪费力气了，乖乖下地狱不好吗？就在这时，背后的光芒吸引了卢克斯的注意。这是什么东西？这种强大的魔力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弗雷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节省魔力了，就算把所有的魔力消耗殆尽，他也必须成为大家的依仗。如果是这一招的话，可能有些危险。里昂森，就是现在，快躲开！几乎是在听到的瞬间，里昂森连滚带爬的拉开了和卢克斯的距离。卢克斯则因为走神留在了魔法的中央，这便是弗雷现阶段可以使用的最强魔法焚炎地狱。弗雷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招可以打出效果，因为此刻的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的魔力。身处地面的里昂森此时已经深切体会到了弗雷的强大，仅仅一道魔法竟然将周围的地形全部改变了。但很可惜，烟尘中卢克斯的身影再次站了起来。不过受到了如此强大的魔法，卢克斯此时的状态也非常差。这该死的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你！战斗的时候竟然消耗了全部的魔力，真是个愚蠢的家伙！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经验的差距吧。耗尽了！弗雷一招焚炎地狱耗尽了自己所有魔力，但卢克斯却硬生生扛下了这一击。在卢克斯眼中，耗尽魔力的魔法师就和任人宰割的牲畜没有任何区别。没曾想弗雷却强撑着身子站了起来。作为神明的走狗，你竟然还敢跟我谈经验？我可是没有
没有魔力也能战斗的魔法师。里昂森不敢想象，弗雷直到现在都没放弃战斗。殊不知在弗雷心中，现在正是战胜卢克斯的最好机会。你们这些该死的臭虫，为什么还不死呢？弗雷却凭借敏捷的身形，硬生生躲开了所有攻击，甚至还抓住了机会，猛地一拳轰在卢克斯的胸口。这还是卢克斯成为使徒以来第一次被打得这么惨。弗雷似乎想把4000年间所有的怒火全都发泄在卢克斯身上。随着最后一拳打出，卢克斯整个人直直到飞出去。你这个家伙，你真的跟我一样是人类吗？跟你一样，你早就不是人类了，你只是戴米盖特的一条狗。看到面前的弗雷，卢克斯第一次有了被恐惧包围的感觉。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可是神的使徒，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人类？你是不是忘了，只要有雷云，我就有无限的魔力，就算再怎么挣扎，你也只是蝼蚁。等我恢复魔力。但卢克斯话还没说完，就被里昂森一脚踹在脸上。自以为是的家伙，你没有那个机会了。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卢克斯再次被直直打回地面。此刻伊莎贝尔三人仍旧在蓄积魔力，弗雷和里昂森则死死牵制着卢克斯。但很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卢克斯的魔力渐渐恢复了。你们这群该死的臭虫，游戏到此结束了。受到如此强大的雷击，弗雷已经躺在地上无法动弹。该死的臭虫，现在怎么不跑了？我要把你撕成碎片！说着，一股雷电再次朝着弗雷袭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伊莎贝尔三人的魔力终于积蓄好了。米卡尔和卡米尔两人的魔力全都传递给了伊莎贝尔。一股恐怖的能量从伊莎贝尔身上直直朝着雷云飞去。雷云被击溃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地面，黑暗被驱逐了。卢克斯最后的希望也消散了。接触到阳光的瞬间，卢克斯的身体开始溃烂。是你输了，戴米盖特并非不可战胜，人类不是蝼蚁。阳光越来越多，卢克斯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破碎。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被区区人类打败了。只不过他忘了一件事，曾经的卢克斯也是这些人里的一份子。卢克斯不断祈求戴米盖特能救救自己，虽然他们曾是他最大的敌人。乌云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身为使徒的卢克斯一样。一切都结束了。在这次战斗中，人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胜利了！弗雷终于取得了与戴米盖特使徒的胜利。可直到此刻，米卡尔仍旧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卢克斯大人，您为什么要背叛我们？戴米盖特大人说他会拯救我们这些人类，他还说要让人类从病魔和有限的生命中解放出来。背叛了人类的是您才对。说完了的话，就让我来做个了结吧。请稍等一下，现在必须赶紧解决掉他。等等，拜托你了，弗雷，稍等一会就好。卢克斯，难道你不想回心转意了吗？米卡尔，你是在同情我吗？虽然方法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类，你就不能重新与我们一起战斗吗？听到这话，卢克斯抓住了米卡尔的手。米卡尔还以为曾经的战友终于回心转意了，没曾想卢克斯是自爆带他一起走。抱歉，我已经无法回头了。米卡尔大人，快躲开啊！只可惜一切都太晚了。米卡尔为自己的仁慈付出了代价，曾经说要同生共死的战友，如今也算达成了他们的誓言。看到地上的灰烬，伊莎贝尔忍不住想要冲过去。为什么心地善良的人会有这种下场？这到底是为什么？这确实很不公平。这个世界已经乱套了，所以我们必须纠正它。记住了，说不定下一次就会轮到我和你。但哪怕最后只剩一个人，我们也要继续战斗。这次战斗结束后，幸存下来的几人也重新回到了魔塔。弗雷还在不断回忆与使徒战斗中的细节。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这次战斗绝不可能胜利。就在这时，开门的声音吸引了弗雷的注意。卡米尔大人去拜访皮萨曼暗夜组织了。这个时候，伊莎贝尔看到了弗雷手中的小文艺。这是什么？这是在使徒的遗体上找到的东西，如果运用得当，或会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所以我想把它送到亚特拉教授手中。听完弗雷的解释，伊莎贝尔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和之前活泼的样子截然不同。你还没从米卡尔大人的死中缓过来吗？对不起，在下还是第一次见到同伴的死亡。我听说米卡尔大人是皮萨曼暗夜的人，看来那里面并不是只有魔女。是啊，我也没想到米卡尔居然是皮萨曼暗夜的人。弗雷不禁想起了自己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我还以为那里面只有魔女呢。就算是秘密组织，我们的人手也不够，所以只要有才能，谁都能进入组织。如果你到时候要进来，我肯定会举双手赞成。毕竟我们组织里的中流砥柱是契约者和召唤师，所以我们组织的人比其他组织少。不过皮萨曼暗夜的影响力却完全不输给他们。我们的会长亚尔汉和巴尔巴特斯签订了契约，贪欲的巴尔巴托斯，那家伙不是魔界的大公吗？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难道你也对恶魔感兴趣吗？魔界的大公一个个都心高气傲，因为他们把人类当蝼蚁看，所以几乎不会与人类签订契约。弗雷见过唯一和大公契约的人就只有伊利斯，所以他不禁好奇皮萨曼暗夜的会长亚尔汉会是个怎样的人。看来我们得好好调查一下皮萨曼暗夜了。契约了，魔界的大公竟然和一个人类契约了。这种情况弗雷还只在伊利斯身上见到过，所以他决定到时候要好好调查一下皮萨曼暗夜。就在这时，一道敲门声再次吸引了两人的注意。这一次来的人正好是弗雷想找的亚特拉教授。戴上了奥菲之链后，亚特拉的状态明显改善了很多。您怎么过来了？正好我也想去找您呢。怎么了？你这里竟然还有客人？您别这么说，他可不是我的客人。对了，我这次过来是因为约翰老头找你。约翰老头是谁？他是第三魔塔的塔主。就这样，两人在亚特拉的带领下来到了塔主的书房。很高兴见到你，我是第三魔塔的塔主约翰蒙特拉。久仰久仰，您的大名如雷贯耳。我看了你写的关于4天前派遣任务的报告，写得非常不错，特别是关于使徒能力的部分写得非常详细。关于米卡尔曾主的事，我很遗憾，那家伙是个非常忠诚的人。听到米卡尔的名字，伊莎贝尔再次低下了头。报告上并没有提到使徒的身份情报，难道你们认识他吗？是的，你们还是太
心急了，你们就应该等卢克斯回来之后再一起过去的。听到卢克斯这个名字，两人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和我说说吧，米卡尔的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信念和忠诚之心，光荣的牺牲。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弗雷？弗雷不禁好奇，有什么事情是塔主都无法解决的？你继承米卡尔的意志，成为新的层主吗？听到这话，除了弗雷外的两人都异常吃惊。我的年纪当层主是不是太小了？布莱克家族的米萨尔在26岁当上了层主，所以如果你答应的话，你就是最年轻的。看来布莱克家族真是人才济济啊！你的父亲估计会很高兴吧？但即便约翰这么说，弗雷依旧没有马上同意他的邀请。难道还用考虑吗？当上层主以后就能享受很多的便利，但令人意外的是，弗雷仍旧拒绝成为层主。你果然还是想进入组织吗？不仅仅是那个原因。知道了，我会尊重你的意见。回去的路上，亚特拉一直在抱怨弗雷为什么不同意当层主。比起您说的那些，我现在想给您看一个东西。看到使徒结晶的瞬间，亚特拉的全身都在忍不住颤抖。我听说米卡尔阵亡了，还以为你是逃出来的呢。这里面蕴含着戴米盖特的神力，只要经过几道工序，威力可是比巨龙的心脏还要强。亚特拉教授，那我可以拜托您一件事吗？你这个疯狂的家伙，那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处理完使徒结晶后，卡米尔也从皮萨曼暗夜回来了，而且他身后还跟着2个皮萨曼暗夜组织的成员。你终于回来了，卡米尔。回来了。卡米尔终于从皮萨曼暗夜回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2名皮萨曼暗夜组织的成员，那个长得凶悍的老头就是皮萨曼组织的干部，他叫杜根扎尔，他的性格和脸一样丑，劝你多加小心。还有他旁边的人，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认识吧？给我用人类的语言，能不能别像一只臭老鼠一样小声交谈？就是你吧，和米卡尔一起去讨伐使徒的小子。赶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按照报告，在讨伐使徒时，米卡尔大人，这些我都知道。年纪轻轻听不懂人话吗？给我仔细讲讲报告中没有的部分。你这个老头子，冷静一点。里昂森，我可不是你们组织的人，那又怎样？我可没理由受到你的这番待遇。你这个混蛋！够了，杜根扎尔，剩下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你也走开，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臭小子。杜根扎尔，同样的话，难道要我重复第2遍吗？听到男人的话，杜根扎尔明显收敛了许多。就这样，神秘男人在弗雷面前取下了自己的兜帽。好久不见了，弗雷。是啊，好久不见。这个男人赫然就是萨普勒曾经提到过的弗雷的2哥夏兹布莱克。就这样，夏兹跟着弗雷去了他的房间。我听过你的事迹，你好像和军家族的菲尔安关系很好。我还没想到再次见到你会是这个样子。这段时间你的变化很大呀，看来你还是觉醒了。果然，你的身上也流着我们布莱克家族的血。虽说夏兹是弗雷的2哥，而且他还曾经帮弗雷向萨普勒做过担保，但弗雷依旧对他充满戒备，因为他不知道夏兹究竟在打什么算盘。你刚才的举动有些轻率了。杜根扎尔虽然很冲动，但他在组织的地位非常高。你一时冲动和别人起冲突，还是有点不够成熟。不出意外的话，家里应该很快就会派人接你回去。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拒绝他们，不要跟他们走。现在布莱克家族非常危险，萨普勒应该告诉你父亲的事情了吧？父亲在1个月前就已经和戴米盖特有过接触了。你这是在做什么？感觉和我哥哥一样。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你好像根本没把我当过人吧？听到弗雷的话，夏兹并没有反驳，因为按照弗雷的记忆，这些人就是导致弗雷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如今弗雷已经打响了自己的名声，曾经这些抛弃过他的人，却又打着亲人的名号找了过来。我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那些事情一点都不后悔，而且也不会反省。我只是不希望你再学习魔法了。我是认真的，告诉我，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夏兹眼神变得没那么冷漠了，但他却并没有告诉弗雷缘由。最后提醒你一句，不要太相信那些所谓的组织。弗雷还来不及问清缘由，夏兹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见面了，弗雷终于和自己的2哥夏兹见面了。明明是曾经主动抛弃弗雷的夏兹，如今看到弗雷出人头地后，却摆出一副哥哥的样子，开始关心起弗雷。但看夏兹的样子，似乎这其中还有一些难言之隐。在夏兹走后没多久，布莱克家族的人就过来了。弗雷努力在记忆中搜寻有关这个人的信息。男人名叫亚历山大，是服侍布莱克家族多年的管家。弗雷装出一副懦弱的样子，是亚历山大呀，你怎么会在这里？看到面前3少爷的模样，亚历山大内心又增加了一份轻蔑。他下意识以为关于弗雷的事迹都是传闻，家主叫你回去，我现在就带你走。现在吗？现在还不行啊。亚历山大没想到弗雷竟然拒绝了，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帮我跟父亲说声抱歉吧，我过段时间会亲自过去拜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可是家主的命令，但是我还要留在这里处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不能再拖了。直到这时，亚历山大总算发现弗雷还是有一些改变的。那好吧，布莱克家族等待您的回归。在亚历山大走后，弗雷立刻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如今布莱克家族有着太多秘密，他必须在准备充分后才能回去。第2天，亚特拉把使徒的结晶制作完成，就这些我可是花了几百金币呢。那块结晶里蕴含着雷电的气息，最难控制的就是雷电之力了。那笔钱我来出，而且报酬我也会一并给你。我可不想要一个学生的钱，如果你真想报答我的话，不然就来当我的助手怎么样？那还是等下辈子吧。除了这个秘药以外，另一瓶是个什么东西？可以说是雷电中提取的能量精华吧。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定义它，但是如果直接打开可能会出大事，因为我是强行把它装进去的，总感觉你以后可能会用到它。
所以就装上了。弗雷回到房间后就立刻开始修炼了，没有一丝犹豫，他直接把从结晶中提取出来的魔力液一口喝了下去。几乎是在喝下去的瞬间，一股恐怖的魔力就从他体内迸发出来。弗雷无法想象这些魔力液的效果居然会这么好，仅仅这么一点就让体内的魔力和增加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夜晚的时候，弗雷将伊莎贝尔叫了出来，伊莎贝尔一眼就看到了椅子上的黑色小猫，这只让人心动不已，看起来非常可爱的小动物是什么？它是黑暗精灵夜神。您刚跟卡米尔大人学了精灵术，就已经跟精灵签订契约了吗？万能圣水的力量您已经全部吸收到体内，关于戴米盖特的消息也有了新的进展，而且您还学会了精灵术。那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好的，在下马上就回去做准备。决定了。弗雷终于决定离开第三魔塔了。正当他在房间收拾东西的时候，门外却传来一股不寻常的气息。这股气息不仅没有敌意，而且还给弗雷带来一种熟悉的感觉。可他打开门一看，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人。您好，请问您就是弗雷布莱克吗？弗雷一眼就认出了斗篷上的那个标志。贸然拜访，真是抱歉。我叫贝宁阿萨莫，我是特劳曼圆桌会的会长。不久后，三人就坐在了餐桌上。会长光临此地是有何贵干？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我想请您加入我们的组织，但我们还没考试呢，这样不太合规矩吧？如果有不同寻常的新人出现，各大组织会直接去接触此人，估计其他组织很快也会找上门来了。会长口中不同寻常的新人，应该是指弗雷阁下吧？伊莎贝尔特里兹娜小姐，其实您也一样，你们跟使徒的战斗在组织内都已经传开了，而两位高超的发挥已经让前三强的组织关注到你们了。其实在下只是按照弗雷的指示去做了而已。弗雷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了，虽然因为阵法的原因变成了魔法道具，但贝宁身上的斗篷确实是自己之前用过的。不过比起这个，更让弗雷在意的还是贝宁的身份。贝宁会长，您看起来好像不像人类，您是龙族吗？听到这话的瞬间，贝宁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据我所知，巨龙可没有所谓的魔力核，因为巨龙的心脏本身就超越了所有的魔力来源，所以根本不需要利用自然间漂浮的魔力。您身体里虽然也有魔力核，但我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魔力波动。您好像特别了解巨龙，这些都是我在书里看到的。伊莎贝尔曾听弗雷提起过，当他还是卢卡斯的时候，他的魔法老师就是一头巨龙。虽然您真的很厉害，但其实您只答对了一半。我是半龙人，龙族和人类所生的孩子。几人聊了一会儿后，贝宁便主动提出离开了。那我就先在下面等您了，等我准备完毕，我也会马上下去的。在贝宁走后，两人也不用顾及到他的处境了。对于特劳曼圆桌会你怎么想？我在他的言语中发现特劳曼圆桌会的状态非常不好，如果想劝我们加入，其实只说组织的长处即可。看来这个人并不擅长说谎。你说的没错，但以他的人品其实很适合当会长。不过还真是令人意外，阁下居然主动说要去特劳曼圆桌会看看情况，毕竟眼见为实，直接去瞧瞧才能了解得更清楚。难道阁下已经决定要加入特劳曼圆桌会了吗？我不想和那些组织勾心斗角，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把力量集中到一起。伊莎贝尔这才知道弗雷加入组织并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想让所有分散的组织重新团结起来。他不禁想起了休斯泽日记里的那句话，卢卡斯特劳曼是我们唯一的轴心，即便已经过了4000年，卢卡斯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初心。开打了！三大组织竟然为了争夺弗雷开打了。弗雷才刚走到楼梯口，就发现贝宁正在被杜根扎尔训斥。这不是弗雷布莱克吗？你现在的身价还真是高啊！就凭你一个人，居然能让我们三大组织的干部齐聚一堂。我们都是来找你的，只不过看起来是我们晚了一步。什么意思？难道你想加入特劳曼圆桌会吗？如果我说是呢？难道你要在这里和我动手吗？那还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居。听到杜根扎尔这么说，贝宁的身体在不断颤抖。去特劳曼圆桌会看看以后，也来我们这边看看吧。这是刻有斯特劳显者会入口处坐标的传送门。很抱歉，我们路西德巨舰没有准备这些，但到了路亚诺夫王国就来找我们吧。对于尊重自己的人，弗雷也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尊重。现在三大组织的成员就只剩下杜根扎尔一人了。您还留在这里啊？您也是来邀请我的吗？这里人多眼杂，你先跟我来。贝宁会长就不用跟过来了，我可不想重要的事情被人听到。两人索性决定跟着杜根扎尔换个地方。不过这个时候，贝宁却叫住了弗雷，请您多加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贝宁的暗示，弗雷立刻猜到了杜根扎尔的意图。伊莎贝尔，你也在这里等着，我一个人过去就好。贝宁会长，您稍微等我一下，我去就回。就这样，弗雷独自跟着杜根扎尔离开了魔塔。可明明两人已经走到树林深处，杜根扎尔却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这里看起来有点阴森啊，不像是能好好谈话的地方啊。放肆的家伙，因为我根本没打算要你这种骗子。既然这样，您为什么还要单独叫我出来呢？就凭你怎么可能打败一个使徒？我要亲自测试一下你的实力。杜根扎尔一脚踏在地上，就有无数藤蔓朝着弗雷涌去，可弗雷却完全没有要躲开的意思。你这人还真是多疑，如果我真打败了使徒呢？那你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你以为同样是7星，我们的实力就一样吗？你说的没错，就算同样是7星，实力也未必相同。话音未落，弗雷周围的藤蔓就被魔力直接震得粉碎。你居然能往魔力里面注入属性？杜根扎尔，你听好了，你根本不能算是7星魔法师，你只是空有一身强大的魔力，其他的水平根本不合格。杜根扎尔无法想象，弗雷还没动手，自己就已经陷入劣势了。你这个放肆的家伙，就算你能注入属性又怎样？可下一秒，他的魔法还未成型就被弗雷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弗雷在一瞬间读懂了自己的魔法阵，然后逆转了他。就在杜根扎尔吃惊的时候，寒冰已经顺着他的脚爬到了他的手上。我承认我输了，难道你要在这里杀了我吗？碾压了！弗雷竟然碾压了过来找茬的组织干部。面对多次挑衅自己的杜根扎尔，弗雷不仅要放过他，
甚至还要帮他变强。我要给你一个试炼，如果你到明天早上还无法挣脱这些病，那你就会死在这里。如果你的身心真的符合自己七星的境界，那你完全可以挣脱出来，但你失败的话就会死。这个混蛋竟然敢测试我，你有什么资格？可话刚说完，杜根扎尔就有了一股异样的感觉，眼前的人明明只是一个小鬼，但却感觉像是一位大魔导师般的存在。你太冲动了，你要忘记曾经的自己，回归初心。作为魔法师，这是我对你的忠告，我是真心希望你觉醒，这样我们也能增加一份力量。与此同时，贝宁和伊莎贝尔也已经出了魔塔，他们只看到弗雷一人从树林中回来了。你没事吧？让您久等了，我们现在出发吧。真的没事吗？怎么连你也这样？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在下没有说你，我指的是杜根扎尔大人。放心吧，我只是稍微教训了他一下，他死不了的。原来那些冰块到了明天就会自己破碎，不过杜根扎尔很有可能羞愧到生不如死。由于去往特劳曼圆桌会的路途遥远，几人便找了个地方扎营休整。贝宁会长，您看起来好像特别擅长野营，因为我早就习惯了。我听说前代会长是奥萨尔阿萨莫吧，也就是贝宁会长您的父亲，可以告诉我他是被哪种戴米盖特所杀的吗？您怎么能突然问这么失礼的话？其实没关系的，您可能不知道，戴米盖特内部也有各种等级，而最高等级的戴米盖特我们会称他为尊者。弗雷不禁想到了4000年前封印自己的那个戴米盖特。尊者之下还有一些拥有特殊力量的戴米盖特，我们称他们为毁灭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了3种毁灭者的力量，他们分别是刀和毒以及死亡。2年前，我的父亲就是被使用死亡之力的戴米盖特夺取了生命。贝宁会长，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些信息，弗雷不禁想起了4000年前的事情。除了尊者之外，他还认识那个用毒的戴米盖特，而且他的实力确实很强。又过了一段时间，3人终于抵达了特劳曼圆桌会所在的佛兰德森林。好强大的结界，这是您亲自布置的吗？布置结界的是我的父亲，我能做的只有修复它。光看这个结界就知道，前代会长起码有8星魔法师的境界，而贝宁明明有巨龙之力，却只到了6星的境界。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学的是人类的修炼方法。如果贝宁没有巨龙之力，说不定他的实力会比现在更强。不过弗雷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相当于是在侮辱贝宁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这样，3人终于抵达了特劳曼圆桌会的驻地。抵达了！弗雷终于抵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组织，但这里与其说是驻地，倒不如说是贫民窟。这里就是特劳曼圆桌会的驻地吗？让你们见笑了！这里是不是看起来很荒凉？就在贝宁带着2人参观的时候，人群之中突然有人叫住了贝宁：“大事不好了！贝宁会长，您不在的期间，我们在宝物争夺战时又输给了对方。巴托里那些混蛋又来找我们了。”首次接触组织的2人明显不知道宝物争夺战是什么。不好意思啊，弗雷，您特地过来一趟，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原来您就是弗雷布莱克吗？我们本应该好好招待您的。阿罗，他们这次又抢走了什么宝物？红戒指。弗雷记得那是自己制作的7个戒指中的一个，不过他已经不记得那些东西被他随手丢到哪里去了。就在这时，弗雷他们面前出现了4个人，让我看看这是谁啊？这不是贝宁会长吗？我们刚刚来找您的时候，您正好不在呢。兰德昂图，最近好像经常能在我们驻地看到你们。您这话说的让我都有点心寒了。我们只是看你们东西太多了，想帮你们减轻一些负担。虽然我很想跟您喝杯茶，但我现在有点忙。我们还是下次有机会再见吧。让您见笑了。本来还想让您加入我们，但现在我都没脸提了。宝物争夺战是什么？那个就是拿英雄们的宝物进行赌注，然后赢的人可以拿走所有宝物。您看到会认为这很不可思议，但这本来是为了互相牵制的各大组织能够促进友谊而设置的特别活动。虽然现在性质已经改变了，那你们直接拒绝不就好了？毕竟表面上还是促进友谊，所以很难拒绝。如果被大家误会我们组织不配合工作，那我们就真的只能解散了。我大概了解了，圆桌会日渐衰落，巴托里组织就想借此机会抢走圆桌会的宝物。其实除了他们还有很多，周围的中小组织基本已经结成了同盟，他们会趁贝宁会长等高层不在的时候轮流过来。您应该也知道我们圆桌会的状况非常不妙吧？现在我们的规模还不到全盛时期的1/10，几个实力不错的人才也为了积攒经验长期在外面工作。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可能会解散，或者被其他组织所吸收。我们把您邀请到这里，现在却只顾着抱怨，还真是不好意思。但贝宁会长已经下令要把真实情况全都告诉你。弗雷，你快看看那边！听到伊莎贝尔的话，弗雷也从刚刚的对话中回过神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卢卡斯·特劳曼的雕像前。雕像的样子和4000年前的卢卡斯很像，他的肩膀上还站着一只不死鸟。弗雷抚摸着雕像下面刻着的名字，那是他曾经用过的名字。时隔4000年，弗雷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见到了自己。见到了，卢卡斯时隔4000年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样貌。即便过了这么久，依然有人继承了他们的意志，在对抗着戴米盖特。弗雷阁下，您也喜欢卢卡斯大人吗？我不怎么喜欢这个人，那还真是遗憾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皮安诺，是圆桌会的警卫队长。我听过2位的大名，欢迎2位来到特劳曼圆桌会做客。皮安诺，我能冒昧问您一个问题吗？可以的，您请问吧。您为什么要待在一个即将解散的组织？其实不只是您，还有阿罗和贝宁会长。以你们的实力加入其他组织肯定非常容易，所以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在一条早已漏水的船上不断用条往外泼水。弗雷阁下，您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么直白？这可真是个有意思的比喻。我知道您的意思，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其实现在解散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办法。
但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的话圆桌会就会消失。各大组织的建立就是基于对几位英雄的崇拜。虽然在您看来我们这样很固执，但我们不想丢掉初心。您知道卢卡斯为什么被称为历史上唯一的大魔导师吗？因为他是所有走向魔导之路的先驱者。4000年前，魔法师和魔道5人互相蔑视、互相诋毁，甚至还会进行厮杀，而魔女则是被大家当成异端分子，谁也没想过把他们当自己人。但卢卡斯大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说，走向魔导之路的人都是以达到巅峰为目标的同伴。虽然魔道5人和魔女甚至连魔法师都开始敌视他，但他始终都没屈服。最后在他的坚持之下，大家团结在了一起，终于创造了一个互相融合的世界。而我觉得我们这个组织就是继承了他的意志。也许我们现在很弱小，但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就像他做的那样，我们要团结所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肯定也会这么做吧。不好意思，差点忘了您不喜欢卢卡斯，我是不是讲太多废话了？虽然没有人回答皮安诺，但伊莎贝尔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卢卡斯这个家伙还真是幸福啊，他真的很幸运，居然能拥有这么优秀的继承者传承他的意志。在这一瞬间，皮安诺仿佛在弗雷身上看到了卢卡斯的影子。没过多久，弗雷他们就与圆桌会的众人告别了。贝宁他们并没有挽留弗雷，也并不知道弗雷要加入哪个组织。弗雷临走之前问过我巴托里组织的位置，还有组织之前的各种规定。看来比起弱小的圆桌会，他对巴托里组织更感兴趣。还是算了吧，我们肯定还会遇到更好的人。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他最后的一个问题，他问我外人能不能参加组织间的宝物争夺战。曾经4大组织之一的圆桌会，如今却沦为中小组织随意欺辱的对象。可即便如此，圆桌会的成员们依然不离不弃，因为这是以卢卡斯命名的组织。他们继承着大魔导师卢卡斯的意志，可重生到弗雷体内的卢卡斯依旧离开了这里。不过他并不是想抛弃自己的继承人，而是要将圆桌会被夺走的宝物全部拿回来。墙倒众人推，这句话非常适合现在的圆桌会。兰德甚至打算一点一点把圆桌会全部吸干。兰德老大，外面有一个流浪汉找您，说想跟您打宝物争夺战。哪里来的疯子？给他一脚，然后把他轰出去。可我记得按照规则，宝物争夺战是不能拒绝的吧？你这家伙是什么来头？你是怎么突破外面的结界的？那么脆弱的东西也叫结界吗？我还以为是用来防蚊虫的呢。该死的家伙，你居然敢侮辱我们的巴托里组织！兰德则在一旁开始仔细打量起弗雷，如果能破坏结界，说明他差不多有6星左右的水准。所以兰德认为弗雷还不是自己的对手。你想跟我们玩宝物争夺战的话，你怎么着也得弄点彩头吧？只见弗雷将一把匕首丢到兰德的脚下，这是昆德兰匕首。如果你们识货的话，应该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吧？这东西的材质是密银，而且还在上面刻了复仇之魂。这肯定是光之时代的宝物，居然一出手就是光之时代的宝物。没想到这次居然来了一个大客户。很好，跟我来吧，我带你去进行宝物争夺战的地方。你这个毛头小子知道宝物争夺战的规矩吗？不能拒绝对方，一天只能打3次，在双方协商之下可以进行加注，还有就算杀了对方也不会被问责。讲清规则之后，兰德押上了刚刚抢回来的红戒指，不过他内心暗下决心，要在战斗中杀了弗雷，把所有宝物全拿到手。艾伦·匹克森，第一场战斗就由你上马。为了方便后续的计划，第一场战斗必须先摸清楚弗雷的大致实力。看你这个样子，难道你是魔道5人吗？知道就好。那你的职业是什么？魔法师。艾伦没想到一个魔法师居然敢和自己打正面，他相信仅凭自己的拳头就能让弗雷吃尽苦头。可几乎是在开始的瞬间，艾伦就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一时间，巴托里组织的所有人都被吓到了。身为魔道5人的艾伦居然被一个魔法师秒了，而且弗雷刚刚使用的好像是2星魔法冰刃术，但以这个威力和施法速度来看，兰德猜测这可能是秘传魔法。秘传魔法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消耗巨大的魔力。可就在这个时候，弗雷转身准备离开了，这一举动让兰德更加坚信弗雷刚刚使用的是秘传魔法，所以兰德立马拦住了要走的弗雷。殊不知此刻他已经掉入了弗雷的圈套之中。宝物争夺战中，男人仅仅一招就秒掉了和自己比试的对手，但他在拿到宝物后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所以兰德猜测弗雷其实使用了秘传魔法，现在的他根本没有魔力留下来继续战斗。殊不知在兰德出言挽留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落入了弗雷的圈套之中。来都来了，不然再玩一会吧。这次我就用凯尔魔石和飞速靴来跟你赌，真拿你没办法。那我就用红戒指和昆德兰匕首跟你赌好了。基拉，第2场的比试由你上去和他打。那小子想马上结束比赛，因为他用了秘传魔法，所以消耗了太多体力。你只要和他打消耗战，胜利自然而然就会到我们手上。比赛开始后，你就用你最擅长的魔法盾。放心吧，不管他再怎么厉害，也不过是个小鬼。经验这种东西可是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那些宝物肯定都会回到我们手上的。你们终于做好作战计划了吗？真是嚣张的小鬼！刚刚只是我们大意了，这次你绝对不可能赢过我们。比试开始的瞬间，又是一道冰刃直直朝着基拉飞来，只不过基拉早有准备，几乎同一时间就释放了魔法盾。在他看来，这场比试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可下一秒，冰刃居然直接击穿了基拉的魔法盾，基拉直到晕倒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最擅长的魔法盾居然被一个魔力所剩无几的人击碎了。巴托里的众人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弗雷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使用了2次秘传魔法，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试了。下一个是谁？虽然不知道你耍了什么花招，但这些都对我没用，我来当你最后一个对手。在比试开始的瞬间，兰德就发动了战吼强化自身，弗雷则是如他们预想般的使用了秘传魔法。到目前为止，弗雷一共使用了3次，所以兰德断定弗雷魔力已经耗尽了。只要他能挡下弗雷的这次攻势，那胜利就一定会属于他。终于结束了。
接下来只要近身就可以。可他话还没说完就愣住了。此刻兰德面前赫然布满了他口中的秘传魔法。难道你从刚刚开始一直使用的都不是秘传魔法吗？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啊？这不过是最普通的冰刃术而已，开什么玩笑？冰刃术这种低级魔法怎么可能有这种威力？很简单，因为我太强了，或者说是你们太弱了。听到弗雷的话，兰德被气得全身发抖。所有人听令，立刻给我抓住那个女人！弗雷也是第一时间望向了伊莎贝尔的方向，趁现在，所有魔法师给我一起攻击他！几乎是在伊莎贝尔被抓住的瞬间，强大的魔法攻击将弗雷彻底吞噬了。什么狗屁宝物争夺战，直接全部杀掉抢光不就好了？因为死人是不需要任何道具的。明明是促进组织间友谊的宝物争夺战，却变成了巴托里组织杀人夺宝的最佳借口。他们不仅派人抓住挑战者的同伴，还趁挑战者分神之际，让组织内的所有魔法师一起发动魔法。只可惜他们这次遇到的人是弗雷。烟雾散尽，弗雷依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怎么可能会这样？他竟然安然无恙。伊莎贝尔，如果我把这些家伙全都杀光的话，一般会被称为什么行为？只听不远处传来阵阵雷电的声音。您这算什么问题？当然是正当防卫了。直到此刻，巴托里的众人才知道自己小瞧了面前的两人。即便你们实力很强，但仅凭你们俩人怎么可能干掉我们这么多人？一个遇到危险就让自己部下送死的人，根本没有当首领的资格。你这个混蛋还敢大言不惭！这里可是我们的驻地。可话音未落，兰德的脖子就已经出现了一道伤口。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弗雷已经释放了一道风刃。小心点，我刚才可是差点就杀了你了。深切体会到死亡的逼近后，兰德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也就在这个时候，巴托里的会长菲利克来了。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这里怎么会被弄得一团乱麻？你就是巴托里工会的会长吗？阁下所做的这些是不是有点太无理了？可话还没说完，菲利克就感受到弗雷身上传来的恐怖压力。他意识到自己绝不是面前这个人的对手。我叫菲利克·艾菲特，您来这里有何贵干？这句话该由我来问才对。菲利克会长，你为何要组建这个工会？混蛋，你竟然敢对我们会长不敬！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不理解自己的会长为什么会跪在弗雷面前。我组建工会是为了从戴米盖特手中解放全人类。那你告诉我，戴米盖特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一挥手就能毁灭一座城市，是超越了人类范畴的怪物。看来你很清楚，真的很清楚。但是你竟然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放任手下的人胡作非为。仅仅一瞬间，周围的地面全被冻住了。大家不要乱动，不然肉都会被冻掉。拜托您了，我会听从您的教导，但请您不要毁了我们工会。很简单，只要你交出自己的头颅，如果这样就可以保住工会，死又何妨？只见弗雷手中突然出现一股恐怖的魔力。会长快逃啊！会长，您不能死在这里。但菲利克很清楚，如果一旦自己逃跑，巴托里工会就不复存在了。只见弗雷的手慢慢朝着菲利克逼近。菲利克虽然很害怕，但他内心已经准备好接受死亡了。不过下一秒，弗雷却是把周围的冰块全都震碎了。你这个会长倒是还不错，刚刚被困住的巴托里工会成员也全都得救了。菲利克一时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菲利克会长，把从圆桌会夺走的宝物都交出来。您放心，我绝对不会私藏任何一件宝物。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事情，告诉我周边各大工会的位置，一个都不能漏。人离开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工会，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嫌弃如今的圆桌会太弱小，殊不知弗雷独自一人就将周围的工会教训了一顿。到了夜里，贝宁还在驻地门口望着弗雷离开的地方。贝宁会长，夜里温度低，您小心感冒。不知道弗雷有没有顺利加入巴托里？您不用太放在心上，您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人。你们两位大晚上不睡觉，是在这里做情感咨询吗？你不是都走了吗？我怎么可能不辞而别？那您刚刚去哪了？算是去周围散了一会儿步吧。在弗雷的要求下，贝宁将驻地里现存的高层全都叫了过来。阿罗和皮安诺还在想弗雷为什么又突然回来了。您让我把他们叫过来，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吗？我想让戴米盖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我需要自己的势力。听到这样的话，即使是一直对抗戴米盖特的贝宁等人还是被吓了一跳。但现在根本没有一个值得我信任的工会，别说共同御敌，他们只知道互相牵制，试图吞并对方。这一点我们也感同身受，但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所以我希望圆桌会能成为所有工会的核心，我希望圆桌会能够统帅中小工会，甚至是排名前3的工会。现在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有没有那种觉悟？如果做好觉悟，你们可能会经历地狱般的场景，说不定到时候会想念现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但是如果大家做好忍住痛苦的准备，那我就会带领各位迈向巅峰。说着，弗雷就将空间袋中的所有宝物一股脑全倒在桌子上。这是我们被夺走的所有宝物？不会吧？难道他昨天离开这里是为了……分布在附近的6个小型工会已经被弗雷征服了，他们已经答应加入到圆桌会的麾下，这简直难以置信。弗雷仅仅只花了1天时间吗？我们只有答应了您的提议才能拿到宝物吗？怎么可能？这本来就是你们的东西，就当是你们盛情款待我的谢礼好了。看来你们目前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那我就等你们1天左右吧。没必要考虑了，只要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就行。这真的有可能吗？我们圆桌会真的能带领所有工会吗？我发誓，我会赌上自己的一切。第2天一早，贝宁就将圆桌会的所有成员全聚集在一起。亲爱的圆桌会成员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宜。看到这么大的阵仗，不少人还以为圆桌会要被解散了。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新的工会管理人。此言一出，圆桌会的成员们立刻打起精神来。他们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明明是昨天刚来的见习人员。我是新的管理人弗雷布莱克。我知道很多人会对我这个年轻的新人有些不服气，但我只说一句话，你们根本没有那个资格。明是刚到组织的见习人员，仅仅1个晚上却摇身一变成为组织的管理人，而且还在任职的第1天挑衅所有组织成员，甚至扬言只要有人能碰到自己的衣角，就会让出组织管理人的位置。原来弗雷这么做是有2个意图。
一是想测试一下组织成员们的实力情况，二则是通过挑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从而忽视做出这一决定的贝宁。弗雷的第一个对手是名叫米勒的魔法师。对于突然成为管理人的弗雷，米勒显得非常重视。反观弗雷则是连把手拿出来的意图都没有。你要是打得好，我就会把手掏出来陪你玩啊！听到这话，米勒非常生气。你这个傲慢的家伙！说着，米勒就对准弗雷打出一发火球术。令人意外的是，弗雷竟然打出了一颗和米勒一模一样的火球。就这样，2颗火球在弗雷的面前消失了。而且刚刚弗雷还没有念咒语，这就说明他至少已经达到了6星的境界。比起境界，米勒则更吃惊于弗雷对于魔力的控制能力。你是擅长使用火系魔法的魔法师吗？您怎么知道？不知不觉间，米勒已经开始对弗雷使用尊称了。你知道火系魔法的特点是什么吗？破坏力。没错，火系魔法的破坏力要比其他属性魔法都强很多。你的火球术已经达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可以看出你肯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你好像一直把精神都集中在维持形态上，就算保持完美的球形，破坏力也不会提高。我希望你可以把精力投入在提高破坏力上。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提高破坏力呢？你首先要懂得什么是恐惧。很久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以为事故被火严重烧伤了，大家都觉得他肯定无法再成为魔法师，但他坚持到了最后，还成为了火系魔法的权威人士。威力和危险性，善与恶，掩藏在光芒之下的那些弱点，因为他懂得了火焰的两面性，所以才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听到这番话，米勒感觉豁然开朗。重要的是想象能力。如果把火焰的本质用头脑画出来，就能看到未来的路了。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米勒已经将弗雷视作了魔导之路上的导师。谢谢您的教导。而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自然不会理解这种感觉。都输了比赛，也不知道你小子在高兴些什么。你跟他打一次就知道了。除了实力，他还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仅仅一个回合，他就让我明白自己缺少的是什么。弗雷大人知道该如何引导我们，这都是因为你们太弱了才会找这些借口。还是老哥让你看看什么叫实力。不过男人依旧是被弗雷一招打败了。下来之后，男人同样换了副面孔。弗雷大人果然知道该如何引导我们。就这样，在1天不到的时间里，弗雷以自己的方式和大家打成了一片。是组织空降的管理人员，他在任职的第1天就挑衅了组织所有成员，甚至扬言只要能碰到他的衣角就能取代他的位置。可他却在比试中连手都不愿意拿出来。但令人意外的是，每一个和他比试的人都认为他可以改变这个组织。凭借这样的方法，弗雷在1天之内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看到这样的情况，圆桌会的高层们也松了口气，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见识到弗雷的恐怖之处。我会在3个月内提升大家的实力，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各位。3个月以后，我们会跟附近的中小工会进行友谊战，不是宝物争夺战，只是为了交流进行的友谊赛。而且他们已经属于我们的隶属组织了，所以大家必须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他们，要打破他们心中最后一丝不满，让他们心服口服地加入我们。这也是我们壮大的第一步，但这感觉有点不太可能。放心，3个月的时间足够了。我说过，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地狱。第2天一早，弗雷就将贝宁带到了一处空旷的废墟。贝宁会长，请使用魔法让我看一下。果然如此，你在体内强行制造了魔力回路，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我根本使用不了魔法。龙族没有必要把魔力存储在体内，因为他们可以随意在大自然中获取魔力。我现在得先破坏你体内的魔力回路，然后把体内的魔力全部逼出来。不等贝宁拒绝，弗雷恐怖的魔力就直接涌入贝宁体内。仅仅才过了几秒钟，贝宁就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得瘫倒在地。你现在觉得难受，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你制造了一些多余的魔力回路，所以自然而然会产生副作用。从现在开始，我要破坏你体内的魔力回路，你要集中精神，不能让体内的魔力妨碍我。由于现在才开始破坏魔力回路，贝宁能明显感受到痛苦增加了不少。直到魔力触碰到贝宁体内的魔力核，弗雷这才知道这件事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轻松。贝宁会长，您再坚持一下，现在可能会有点疼。破坏魔力核的过程比较长，弗雷也不知道贝宁能不能坚持到最后。虽然贝宁全身都在忍不住颤抖，但他始终都在控制自己的魔力，以免妨碍到弗雷。终于结束了吗？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我感觉差点就挺不过来了。今天的倒是结束了。今天这是什么意思？想要完全结束，起码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1个月？不会吧？难道您想杀了我吗？我不是说过吗？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地狱。第2个接受训练的人是皮安诺，他要做的就是拼尽全力去攻击弗雷，但他不管从哪个角度发起攻势，不管用多少假动作来掩饰自己的意图，弗雷都能轻而易举挡下他的攻击。他感觉自己仿佛在打一块巨大的岩石。人是强大的6星魔法师，但他居然主动要求弗雷破坏自己的魔力核。原来贝宁的真实身份是半龙人，魔力核的存在只会限制他的魔法转化率，只有在破坏魔力核后，他才能变得更强。帮助完贝宁后，弗雷又开始训练皮安诺。身为魔道5人的皮安诺，还是第一次在格斗中被魔法师碾压。皮安诺，你现在还只有2流5人以下的实力，感觉被伤到自尊了吗？那就好，这表示你还可以变得更强。你的武技看起来很直接，没有变换，也没有什么技巧，所以打消耗战的话，对方马上就能看穿我的攻击方式。那不是武技的原因，这都是因为你太弱了。你的武技很直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只要好好观察并找到对方的破绽，就能直接秒杀对方。按您这么说的话，那我该如何让自己变强呢？魔道5人的路没有捷径可言，你只能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果然如此。
看来我没办法在3个月内达到您的目标了。不过我可以帮你加速这个阶段，而且速度特别快。没过多久，皮安诺就已经躺在地上开始求饶起来。怎料弗雷却直接拿了一桶水淋了上去。你昨天难道没睡觉吗？怎么一有空就想躺在地上？赶紧起来吧！你今天的训练计划才做到一半呢。训练完他们2人后，圆桌会的高层就只剩下阿罗了。阿罗，以后你就用这把武器吧。这是什么？昆德兰匕首，这是光之时代的宝物。上面刻着好几种魔法，而且还是用密银制作的匕首，简直堪称完美。但是弗雷大人，您是不是忘记我是魔法师了？你用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吧？我看你好像到现在也一直在进行剑术训练。您是怎么知道的？你手上的后茧已经告诉我你的剑术实力有多强了，所以我想把你培养成一个魔剑士。虽然你的魔法只有5星的水平，但只要能发挥剑术特长，就可以有非常不错的发展。说实话，我没有把握，但我会努力的。这你就放心吧，我会帮你重新树立信心的。毕竟训练才刚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很长。没过多久，阿罗就晃晃悠悠的回来了，他的口中不断呢喃着：“这里是地狱。”阿罗，你来了呀？抱歉，我的脖子已经动不了了。阿罗走了没几步就直接躺在地上，我的手臂彻底抬不上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魔鬼训练的第3个受害者出现了。贝宁和阿罗一样，找了块喜欢的地板就躺了上去。我会给大家5分钟的进餐时间，然后开始进行晚间训练吧。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的声音吸引了弗雷的注意。贝宁会长，我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男人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圆桌会高层，以及一个站在一旁的陌生人。大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人没日没夜帮助圆桌会成员训练，没曾想却反而受到了组织高层的追杀。原来阿扎克这段时间一直在外执行任务，所以并不认识刚刚上任的副会长弗雷。外加看到躺在地上的其他圆桌会高层，自然而然就将弗雷当成了袭击这里的刺客。就在这个时候，亚特拉认出了弗雷和伊莎贝尔。躺在地上的贝宁也向弗雷介绍起了阿扎克。弗雷这才知道，面前的男人就是圆桌会实力第2的强者。阿扎克，你也快住手！正式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圆桌会的副会长弗雷，他旁边那位是副官伊莎贝尔。阿扎克显然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人会是副会长。亚特拉则吃惊，弗雷已经坐到了副会长的位置。解除误会后，阿扎克也是向弗雷道歉了。亚特拉则询问起弗雷是怎么成为了副会长。教授，你好像也是特劳曼圆桌会的人吧？不对，我现在应该叫你亚特拉才对，毕竟我现在可是你的上司。直到此刻，阿扎克都还在感叹弗雷的年轻。不过他这次回来，是因为他在拉诺斯大森林附近找到了魔道武王继承人的踪迹，而且阿扎克还成功与他取得了联系。在众人看来，这对目前的圆桌会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看阿扎克的神情，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跟我们想象的一样，此人的性格确实有点捉摸不透。他说自己根本不想搭理我们这群社团的镇压。此人虽然知晓戴米盖特的事情，但他对参与组织和讨伐戴米盖特没有任何兴趣，还说追求武道的极致才是自己毕生的愿望。听完这番话后，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伊莎贝尔，去拉诺斯大森林大约要花多长时间？先前往南边的格拉德，然后再利用传送门去皮洛特，整个行程可能要花3天的时间。不过有件事情我得事先提醒您，皮洛特是布莱克家族的领地，也就是阁下的本家。贝宁会长，我要去见见魔道武王的继承人，你没看到我身上的伤吗？此人太过危险。没问题，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我现在收拾收拾就走，请你务必小心。阿扎克没想到贝宁会如此信任弗雷，他不禁好奇弗雷究竟是何方神圣。临走之际，弗雷和伊莎贝尔有了一次短暂的交流。伊莎贝尔，有件事情我想和你说一下，在下知道阁下这次是不是想一个人去？组织内部好不容易稳住形势，在我离开的期间，谁也无法保证会不会出现动荡。放心吧，我会暂时取代阁下的位置，确保后方的安定，并成就您的宏图大业。只是我希望您能经常给我来信，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在下会毫不犹豫地飞奔到阁下身边。看来在这里的2个月时间，你也长进了不少，谢谢你了。特劳曼圆桌会就交给你了。因为只是空降到组织的副会长，而且他在位的2个月时间，还让圆桌会的众人吃尽苦头。可当弗雷要离开的时候，圆桌会所有的成员居然都来为他送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们知道弗雷是发自内心的想让大家变强。您这走的也太突然了，如果没有您，我们该怎么办啊？少来这一套，新的地狱周马上就会开始，估计你们很快就会忘掉我。别看他长得一脸憨样，生气的时候就连我都招架不住。大家不要忘了，1个月后你们要做什么？与周边的组织打一场友谊赛。如果敢输一场，你们应该知道后果吧？请您放心吧，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我很期待与你们再会的那一天。画面一转来到伊甸山脉，此刻托尔坎的尸体已经变成了骸骨。一个红色头发的女人在托尔坎的身边醒来，她正是吸收完托尔坎心脏能量的不死鸟。她还记得弗雷临走之际对她说的话：你要君临这片土地，你要成为这座山脉的主人，避免我朋友的副本再次被另一个托尔坎玷污。吸收完托尔坎能量后，不死鸟的实力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伊甸山脉也将迎来自己新的女王。又过了几天，弗雷终于到了格拉德市。为了不被布莱克家族发现自己的踪迹，他用魔法改变了自己的样貌。他现在叫卡尔莱克顿，是一个 C 级佣兵，居住在南部边境的城市泰米德的3星魔法师。阿扎克很好奇弗雷为什么要伪造身份，原来这都是因为关于利特布莱克的传闻。也许弗雷终有一天会与布莱克家族起冲突，但至少还不是现在。就这样，弗雷以卡尔的身份来到了皮洛特。卡尔莱克顿先生，我已经确认过您的身份了。
这里就是弗雷的故乡。不知为何，这个地方总是让弗雷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弗雷没有多想，第一时间来到了皮洛特的佣兵工会。您这位高贵的魔法师来我们这种破地方做什么？看来我们火山齿的威望提升了不少嘛。弗雷并没有理会这些人，径直到了吧台前。尊敬的客人，您想来点什么？来之前阿扎克就告诉过弗雷，从皮洛特到大森林之前的山路不仅漫长，而且非常险峻。如果想要顺利抵达拉诺斯大森林，最好是乘坐马车。而皮洛特正好有一家商团，他们每个月都会跟精灵族进行一次交易，所以弗雷要做的就是以佣兵的身份成为他们的护卫。我来这里是想要接受委托，您有想接的委托吗？不是有商人团要去拉诺斯大森林吗？我想担任他们的护卫。你才 C 级而已，想接这个任务的话，实力至少也要达到 B 级才行。那我可以申请晋级吗？您准备什么时候考试呢？现在可以吗？跟我来吧。申请费用是10银币。就这样，弗雷跟着女人来到了佣兵工会的地下。人为了前往拉诺斯大森林，特地伪造了佣兵身份，但他却依然没能接到护送任务。原来想要接这个委托，实力必须达到 B 级以上，而阿扎克帮弗雷伪造的身份却只有 C 级。不得已，弗雷只能先参加佣兵工会的晋级考试。走了很久之后，弗雷在艾琳的带领下见到了一个酒鬼。发生什么事了？团长，他想申请晋级考试，这种琐事你自己看着办吧。昨天喝的太多了，现在头疼的要死。事先说明，晋级考试分为委托与证明2种方式。委托是指考生完成考官发布的委托任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而证明则是亲自在我们面前展露实力。但10年来还没有人靠证明的方式通过考试，因为我们的眼光很高。你要选哪个？就算会浪费一些时间，还是委托比较。我选证明。现在没多少时间了，我们马上开始吧。听到这话，酒鬼也打起了精神。好久没遇到这么有趣的家伙。就这样，弗雷在2人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我该做什么？难道要跟你们对打吗？我们可不想白白浪费力气，对着这堵墙用一下魔法吧。放心好了，你是打不碎它的，因为我们工会唯一的5星魔法师在这上面施加了无数个保护魔法，就算这个老酒鬼全力砍一刀也很悬。话说，团长您是1级吗？那只要我打碎这堵墙，我就能成为1级了吧？听到这话，佣兵工会的2人不禁一阵错愕。团长，你不觉得这个小家伙真的很可爱吗？你们笑完了的话，可以请你们让一下吗？可爱的小家伙，那你好好加油吧。但谁都没有想到，弗雷一出手就是5星魔法爆炎术。还好弗雷施法之前喊出了法术的名字，2人这才有躲开的时间。烟尘散去后，那堵施加了无数防护魔法的墙赫然被打碎了。我已经认可了你的实力，我也一样。就这样，弗雷如愿成为了1级佣兵。你还真是年轻有为啊！我叫洛基，你有所属的佣兵团吗？抱歉，我现在还不想加入任何组织。你着急做晋级考试是有什么原因吗？他想保护去往拉诺斯大森林的商团，你一定要这个时候去吗？那里发生什么事了吗？没事，以你的实力接受这个委托完全没问题。我现在就跟商家说一下。与此同时，一个传闻在坊间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利特伯爵已经很久没去魔塔了，所以他或许早就被开除了。听到关于自己父亲的传言，弗雷也是连忙凑了过来。我刚进圈子没多久，还不懂人情世故，可以的话，我想好好请教几位。今天就让小弟我来请客，我们再多点一点啤酒吧。依靠这样的方式，弗雷成功融入了这群佣兵之中。其实我想加入布莱克家族当卫兵，听说那里工作稳定，而且薪资还不错。几位知不知道布莱克家族的情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可以。说起这个，我好像听说他看到有几10辆马车进入了府邸。一般来说，送货的话并不需要那么多马车，而且据说马车里还传来了尖叫声。民间传闻，布莱克家族每天都有几10辆马车出入，而且时不时这些马车上还传来了尖叫声。大部分人都只当这些是贵族的一些特殊癖好，只有弗雷知道，这些很有可能是戴米盖特需要的祭品。这样一来，正好对得上利特和戴米盖特接触过的传言。你就是卡尔莱克顿吗？我叫亚尔肯，是拉诺斯大森林护卫队队长，很高兴认识你。我听洛基说过，你是一个强大的魔法师。洛基那个家伙眼光很毒辣的，我非常期待你的表现。虽然只是个简单的护卫任务，但我希望你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上个月有家商团去大森林的途中全军覆没了。是谁做的？是不死族。最近大陆上出现了很多不死族，那些家伙之前明明很低调，不会与任何种族来往，反正不管怎样多加小心就好。再次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弗雷突然想到了之前在鹦鹉号遇到的那个巫妖，现在想起来巫妖会出现在那里本就不合常理，不过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弗雷必须先关注眼前的事情。保护商队的佣兵们都在亚尔肯在同一辆马车中，其中一位绿色头发的老者引起了弗雷的注意。他不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以佣兵的身份坐上这辆马车，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所以弗雷也没有询问他。卡尔，你的状态怎么样？亚尔肯团长，我现在感觉很好，趁现在好好休息吧。当我们进入森林，噩梦就会开始了。亚尔肯团长，那位绿色头发的老人是谁啊？他叫希罗斯，也是一个1级佣兵，队伍里除你之外的另一位5星魔法师。此人非常有名，大家都叫他自然之风。不多时，商队就在大森林外侧扎营了。弗雷特意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独自进餐。这位年轻人，我可以坐在这边吗？弗雷抬头一看，赫然是那位被称为自然之风的魔法师。当然可以，您请便吧。我叫希罗斯，你是不是叫卡尔莱克顿？不知道我这个老家伙有没有妨碍到你吃饭？听到这样的说法，弗雷忍不住笑出了声。你笑什么？想起了一件开心的事情。没事，您继续吧。你是精灵使吗？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非常罕见的精灵气息。弗雷这才知道自己的幻觉魔法并没有被他识破。希罗斯只是感受到了夜神的气息。希罗斯大人是精灵使吗？我算是吧。虽然我跟精灵签订了契约，但我并不是精灵使。不过您是如何看出我身上有精灵的气息？如果是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发现。
现。听到这话，希罗斯突然表现得非常慌张。如果有苦衷您不说也没关系的，但我有件事情很好奇，希罗斯大人，您为何要参加此次任务？我想查查不死族出没的原因。在拉诺斯大森林附近有不死族出没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因为这1000多年来从没发生过这种事。人伪造身份混入佣兵团中，却在吃饭的时候被另一个5星魔法师找上门来。不过希罗斯并没有识破弗雷的伪装，而是因为他察觉到了弗雷身上精灵的气息。可仅仅3言2语，希罗斯就差点被弗雷发现了自己的秘密。但弗雷并没有将其点破，汤要凉了，您快点喝吧。弗雷很清楚，面前的希罗斯和自己一样使用了幻觉魔法，所以他很好奇，作为精灵的希罗斯为什么要混入商团之中。就在这时，商团的必经之路上出现了一群不死族，不得已亚尔肯只能带领护卫队和他们战斗。卡尔、希罗斯，我们现在得去侦查，给侦查组全员的武器进行附魔。作为5星魔法师，两人非常轻松就为所有人的武器完成了附魔。在这个过程中，弗雷感受到了一股微弱的神力，但这个力量太弱小了，实在不像是戴米盖特的力量。附魔完成后，弗雷也跟着队伍一起到森林中进行侦查。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前面传过来的腐臭味。亚尔肯当即用暗号指示了接下来的作战计划，随后便带着护卫队冲向腐臭传来的地方。可令他们意外的是，这里居然只有不死族的尸体，怎么会这样？直到半小时前，他们还好好的站在这里。弗雷当即去查看了每个不死族身体的受损情况。经过探查之后，他也在心中确定了一件事情：这些不死族都是被同一个人干掉的，而且他仅仅花了10分钟就灭了这群不死族。这不可能，这附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人？但弗雷看得很清楚，这分明就是武王权留下的痕迹。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的巨响。为了确保接下来的任务能顺利进行，亚尔肯决定带队去探查一番。而在声音传来的地方，不死族正遭遇着某个人无情的殴打。那些在他人眼中难缠的不死族，男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易秒杀。看到眼前这一幕，护卫队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魔道5人所能拥有的实力。男人也明显看到了后方跟过来的护卫队，不过男人却并没有理会他们。你到底是谁？为何要对那些不死族痛下杀手？不然老子连你们一起杀！听到这样的话，亚尔肯被吓得连连后退。弗雷很清楚，面前的男人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不能让他走，放他离开太危险了。这里是商团进入森林的必经之路，像他这种怪物肯定会威胁大家的安全，但是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让我试试吧，我去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危险人物。你自己去太危险了，我很快就回来。队长继续去完成剩下的任务吧。亚尔肯知道弗雷大概率回不来了，因为魔道5人一直是魔法师的天敌。人是魔道5王卡斯金的传人，仅仅一拳就能轻松秒杀让人头疼的不死族。他的身体更是经过千锤百炼，即便一不小心被不死族咬住身体，他也能用身体震碎不死族的牙齿，干掉这些不死族。对男人来说，就像碾死一只虫子。今天又干掉了这么多，那个家伙也该出来了吧？就在这时，男人看到了站在一旁的弗雷。你是谁？你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弗雷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你学武王拳多久了？看来我不用问了，某个组织的狗又来烦我了吗？你猜对了，我是特劳曼圆桌会的人。男人二话没说，直接对着弗雷一拳轰出。你们特劳曼圆桌会还真是难缠，我不是已经警告过之前那个叫阿什么的混蛋，下次见到你们的人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们。难道学武王拳的都是白痴吗？他叫阿扎克。可下一秒，男人直接抓住弗雷的衣领，将他拎了起来。不想死就赶紧滚，我没兴趣认识你们这群混蛋。继承了武王拳意志的人，竟然不想跟戴米盖特有染。你的意思是，各大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戴米盖特？你们这些组织别说反抗戴米盖特了，就连基本信念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进猪圈与你们为伍？没想到你知道的这么清楚。现在各大组织都把精力花在内斗上，根本没想过要讨伐戴米盖特。你竟然把组织形容成猪圈，你这么说就是在侮辱猪。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改变这些组织。虽然各大组织早已腐朽不堪，但想对付戴米盖特就必须要用到他们。为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来一场革命性的改变。你说你想团结各个组织，想让他们和你一起讨伐戴米盖特，没想到这次居然来了一个有趣的家伙，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说教的实力吧。废话真多，再说下去你的拳头都要生锈了。男人二话不说一拳砸向弗雷，不过弗雷早有预料的躲开了。拉开距离后，弗雷利用身形优势不断在森林中穿梭，没想到男人却用身体撞断大树，紧紧跟了上来。你这个家伙怎么总喜欢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说着，弗雷同时施展冰刃术和风暴术，冰刃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男人飞去。但男人毕竟是武王拳的传承者，他没有选择躲避，硬生生一拳一拳将冰刃全部打碎。但他并不知道，此刻自己已经落入了弗雷的圈套之中。难道武王拳的继承者都是和卡斯金一个德行吗？原来在刚刚男人击碎冰刃的时候，弗雷已经积蓄好了一个巨大的元气弹，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弗雷还用冰控制住了男人的脚步。男人很清楚，现在再去挣脱这些冰块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用身体硬扛下这次攻击。人虽然是英雄的继承人，但他却拒绝加入组织对抗戴米盖特。原来如今的组织早已经失去初心，但弗雷却表示自己可以彻底改变他们。为了知道弗雷能否做到这一点，男人便准备验证一下他的实力，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一个魔法师完全压制了，不得已他只能用身体硬扛弗雷的元气弹。按照目前的情况，弗雷认为他应该已经认可了自己的实力，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吧。此刻男人的全身已经完全被冰包裹住，没曾想下一秒他就直接震碎了身上的冰块，几乎一瞬间，男人一个闪身就来到弗雷面前。不出意外的话，弗雷是绝对
无法躲开这次攻击的。可下一秒，男人却发现弗雷来到了自己上空。原来男人在接触到弗雷的瞬间就被弗雷摔到了地上，这不是野牛头吗？你怎么会这招？现在你可以和我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吗？怎料男人猛地一个起身撞到了弗雷的下巴。就在弗雷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男人竟然拔腿就跑。亏你还是武王拳的传人，你这也太无耻了吧！话虽这么说，弗雷还是紧紧跟了上去。追上男人之后，弗雷发现他并没有加速甩开自己，而是好像想把自己带到某个地方。所以弗雷很好奇，为什么他不直接和自己说清楚？你现在用的是小丑步，再加上你刚才用的野牛头，看来你也学过武王拳。武王拳一代只传一人，你到底是跟谁学的？这种事情你还是自己慢慢猜吧。话说回来，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叫李红，我叫弗雷。我们现在要去哪儿？你不用知道。不知过了多久，李红终于在一栋破旧的木屋前停下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去哪呢，原来是你家呀！可下一秒，李红对着房子大吼一声：“李奇，我回来了！”你这个混蛋，你喊之前难道不能先跟我打声招呼吗？不这么喊，那小子是起不来的。你说的到底是谁啊？我刚刚说的李奇，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戴米盖特。我难道听错了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木屋开始猛地晃动起来，一个白头发的男人从木屋中走了出来。搞什么呀？他是你的朋友吗？面前的白发男人就是李奇，也就是戴米盖特，而且他的神力和之前那个用毒的老头子差不多，都是毁灭者的级别。这小子是圆桌会组织的人，他说要带领那些组织对抗戴米盖特。听到李红这么说，李奇却并没有什么反应。我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当然了，那你先进来吧，我们该开始下一步的计划了。还有那个圆桌会的成员，你也跟我们一起进来吧。一时间，弗雷愣在了原地，他没想到武王拳的传人居然背叛了人类。人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武王卡斯金的传人，可弗雷却发现他早已经开始接触戴米盖特了。弗雷无法想象武王拳的传人竟然背叛了人类，快解释一下，你身为武王拳的后人，为什么要和戴米盖特合作？面对弗雷的质疑，李红却没有任何反驳的意思。如果理由不充分的话，我会立刻杀了你，就凭你吗？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你问我为什么和李奇合作，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才是叛徒，他背叛了戴米盖特，他的目的是灭掉所有的戴米盖特。这不可能，戴米盖特是不可能。等你听完他说的话，再做决定也不迟。就这样，李红带着弗雷走入木屋里面，在进入木屋的瞬间，周围的一切开始扭曲起来。不多时，两人面前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居然是空间扭曲魔法。那是什么东西？它扭曲了整个空间，然后把面积扩大了10几倍。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人发现这个地方。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过多久，两人就到了李奇的房间，随便找个地方坐吧。我没想到你竟然能同意让弗雷进来，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那不是一个只有100年寿命的人类该有的眼神。看来这次你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类。你真的背叛了戴米盖特吗？没错，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与你无关。我邀请你并不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而是想让你帮我完成计划。如果你杀了戴米盖特的爪牙，那它的主人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在这期间，就算用这把水果刀，你都能杀了戴米盖特。最近这地区有大量不死族出没，正是因为制造他们的爪牙在这附近。我让李红灭了那些不死族，就是想刺激幕后黑手，那家伙现在就在拉诺斯大森林里。对了，我口中的爪牙，用你们人类的话说，应该叫使徒。说着，李奇拿出一张画像递到弗雷面前。奥拉丁·伯德维，就是他一直在操控不死族。弗雷没想到，面前这个精灵的主人，居然是毁灭者级别的戴米盖特。那这个小子就交给你们俩了。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杀死进入休眠状态的戴米盖特？没想到你跟李红不一样，是个聪明人。不过你为什么不亲自出手？凭你的实力，应该完全可以碾压爪牙才对。因为爪牙和主人的意识是互相连接的。如果我出手的话，就会被他们发现。除非亲自手刃戴米盖特，否则我是不会出手的。如果我背叛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那计划就全部泡汤了。这还是4000年来，弗雷第一次听到可以有效对付戴米盖特的方式。他没想到杀死戴米盖特居然这么简单。两人的对话已经让一旁的李红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不管怎么说，只要杀死那些爪牙就对了吧？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之前杀过一个可以使用雷电的爪牙，虽然他不是毁灭者级别，但我还是苦战了很久。米盖特之中居然出现了叛徒，他的目的是要灭掉所有的戴米盖特。而李奇为了不被其他戴米盖特发现自己，特地找来了李红帮他干掉戴米盖特的爪牙。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试图引出毁灭者的爪牙，而弗雷却是在此之前已经干掉了一个戴米盖特的爪牙。所以你是已经杀了安德拉的爪牙吗？能够操控雷电的戴米盖特只有安德拉，你能证明一下吗？但爪牙的结晶已经被弗雷做成秘药，现在唯一能证明的就只有从结晶里分离出来的雷电能量。看来你没有说谎，这确实是安德拉的雷电能量。如果没有杀死安德拉，你不可能拿到这东西。看来我也得拿出一点诚意才行了。两位请稍等片刻。说着，李奇一剑展开了面前的空间，在两人的注视下，李奇走进一空间中不见了踪影。他去哪了？放心吧，他很快就会回来。没过一会儿，李奇带着一个人头从一空间中走了出来，他就是名叫安德拉的戴米盖特。听到这话的瞬间，弗雷被吓得连连后退。他没想到李奇居然这么简单就干掉了一个戴米盖特。怎么样，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我说过，我们有着相同的目的，你应该没有理由不跟我合作了吧？说着，李奇将安德拉的头抛向空中，随后用手不断朝着头颅挥舞着。下一秒，安德拉的头就在两人面前爆炸了。直到此刻，弗雷还是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戴米盖特为何还要收爪牙？爪牙能使用的力量微乎其微，招揽这种弱小的部下，他们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也代表他们现在有不得已的苦衷。戴米盖特几千年来残害了太多生灵，但我们的首领并不在意此事。可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戴米盖特一族可能就会灭绝。开什么玩笑？这世上还有谁能灭掉你们啊？是与你们人类无法理解的神。简单来说，就是组成整个世界的一种绝对法则，那是平衡整个世界的一种巨型能量团。戴米盖特也只是从能量团中掉落下来的小碎片。如果不是你这个戴米盖特亲口说出来，我还以为是哪个邪教头子在传教呢。所以说，真的有被神泯灭过的戴米盖特吗？你这不是废话吗？至少已经有20名戴米盖特被神抹杀了。还是先说一下我们的计划吧。1个月后，包括首领和5名毁灭者级别的最高委员会在内，所有戴米盖特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会。在他们聚集之前，我们必须干掉奥拉丁，因为他们开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揪出叛徒。数十年间，我杀了数名陷入沉眠的戴米盖特，如果不是白痴，他们肯定能看出队伍里出现了叛徒，只是还没发现那个叛徒就是我。到时候包括奥拉丁在内的所有戴米盖特的爪牙都会参加会议。等会议结束之后，他有可能跟着诺尔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的话，估计连我也无法找到他们。找到队伍里的叛徒，所有戴米盖特都会参加一场会议，届时那些戴米盖特的爪牙也会一同参加。一旦会议结束，爪牙也会跟着戴米盖特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时候，即便是里奇也无法找到他们的踪迹。你不就是想说，这次我们有机会干掉一个毁灭者吗？不过我们得先想办法进入大森林，这不是很简单吗？来这里时我发现你会飞，只要你带着我们不就可以从空中飞入大森林吗？然后呢？这就是你的计划吗？不管用什么方法进入，只要踏上那片土地，就算非法入侵。我的意思是，只要不被发现，就没有任何问题。你竟然要一直跟这种家伙对付爪牙，你来之后我就放心多了。李红，你听好了，高等精灵的村子里有一棵支撑着整座大森林的世界树，它是大森林的核心，也是连接所有树木的纽带。那里的女王与世界树相连，只要有人入侵，他们就能在几秒内发现敌人。你们有话不能直接说吗？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你这么一说，我们好像还真有一个办法。画面来到商团，此时人们正在大森林外侧休整，这些精灵还真是刻薄，我们都在这里了，他们还不允许我们进入村子。不过我们没跟不死族发生任何冲突，提前来到目的地已经很幸运了。对了，你之前见过高等精灵吗？那些精灵小妞别提多美了。你们这群混蛋在聊什么呢？我们明天就要跟精灵做生意了，大家今晚好好休息。在所有人都睡着后，希罗斯独自一人来到森林里面，他可以感觉到整座森林都在哭泣。如果不死族一直出现，整个大地就会被他们腐蚀殆尽。就在这时，希罗斯感觉后面有人跟过来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希罗斯赶紧使用了幻觉魔法。而希罗斯身后的人，赫然就是伪装过的弗雷。原来是你啊，卡尔，你能安然回来我就放心了。话说你查到那个大块头的情报了吗？就在这时，李红也从一旁的树林中走了出来。这个老太婆就是你说的可以带我们进入大森林的人吗？这是怎么回事？卡尔，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别问那么多话，你赶紧带我们进入大森林，不然的话，老子就灭了那群该死的精灵。不过弗雷却是把李红一把推开，你先让开，我们要进入大森林。希罗斯，你能帮我们一把吗？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你们对一位长者这样成何体统？可下一秒，弗雷直接死死抓住希罗斯的肩膀。我没时间陪你演戏了，这对人类和精灵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希罗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个高等精灵。说着，弗雷主动解除了自己身上的幻觉魔法。现在知道了吧？我和你一样用了幻觉魔法，我是从圆桌会来的魔法师。希罗斯，我需要你的帮助。人明明是一个貌美如花的高等精灵，却要伪装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原来希罗斯是想借人类的身份偷偷调查不死族出没的原因。可弗雷不仅一眼看穿了他的伪装，还告诉他精灵与人类即将面临一场灾难。希罗斯索性解除了魔法。你说的灾难是指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还以为是个老太婆，没想到竟然是个瘦巴巴的年轻人。你加入商团的任务是为了调查不死族吧？那你知道戴米盖特吗？好像是最接近神的一群人。难道森林里出现的死灵巫师是？没错，他很有可能就是戴米盖特的手下。那家伙就在拉诺斯大森林，如果继续放任他不管，可能会出事。这不可能，大森林绝对不会容许外人进入，就算他想强行闯入也不可能。估计你们的女王早就发现了，但这家伙的身份有些特殊。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吗？虽然里奇已经告诉了弗雷一切，但介于希罗斯同样也是高等精灵，弗雷并不能告诉他幕后黑手是奥拉丁。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说明情况了，你要知道，现在能追踪他的人就只有我。知道了，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说过自己不是精灵使吧？那你是怎么跟精灵签订契约的？是黑暗精灵手把手教会了我？怎么可能？比我们还要古板的黑暗精灵，他们怎么可能会教一个人类精灵术？我倒是觉得他们挺开明的，特别是那个教我精灵术，名为卡米尔的朋友。你说的难道是黑豹卡米尔吗？要知道卡米尔在大森林可是赫赫有名，所以希罗斯无法想象像他这样的大人物会结交一个人类朋友。现在我相信你们了，我可以带你们进我们的村子。与此同时，精灵的村子里有人正握着一团紫色火焰。诺尔大人，您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只见男人身旁的一团烟雾快速变化着。安德拉也死了，这次我们依然没能找到任何线索。您指的是上次提到的那个叛徒吗？在下次会议之前，你要提防好身边的人。知道了，您就放心好了，这里可是我们精灵的地盘。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不合时宜的敲门声。诺尔消失之后，男人便让外面的人进来了。奥拉丁大人，女王陛下召见您。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过去。真不知道诺尔这个家伙怎么疑神疑鬼的。
他到底想让我提防谁啊？身为女王的哥哥，在大森林里，我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与此同时，弗雷等人也终于抵达了，那就是世界树吗？我们都叫他希拉酪，这是什么奇怪的名字？这是精灵语，那不是希罗斯吗？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两人的关系不错，一见面就开始互相问候起来。而身后的弗雷两人则是完全被无视了。等回过神来，波比总算看到了希罗斯身后的两人，他们是谁？难道是企图闯入村子的人类吗？死族的出现污染了精灵的土地，为此精灵派出希罗斯寻找死灵巫师的踪迹，但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罪魁祸首就藏在精灵的宫殿之中。作为爪牙的奥拉丁的另一个身份，正是精灵女王的哥哥。而与此同时，弗雷等人也被守门的精灵拦了下来。这是我的同伴，他们在我追踪死灵巫师的时候帮助过我。就算这样，外人也要先见过女王，并得到她的允许后才能住在这里。我帮你申请一下会面的时间吧。由于两人使用的精灵语，李红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们现在要去给精灵女王请安，得到她的允许后，我们就能留在这里。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能进入大森林。不过这个时候，走在前面的希罗斯停下了脚步。你怎么不走了？难道是肚子不舒服吗？女王陛下是大森林的主宰，面见殿下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我才不在乎你们的女王陛下。但这个时候，希罗斯却猛地转过身来。我劝你，到时候见到女王放尊重一点，大惊小怪什么呀？我平时大大咧咧，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没有礼貌，但这都是他们的偏见。你就放心好了。武王拳是一种锻炼身心的武术，我名为李红，绰号绅士。李红说完之后，就哼着小曲继续往前走了。弗雷，你知道吗？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就放心好了，那小子简直和卡斯金一个德行。不多时，几人就来到了精灵女王的宫殿之中。你们就是帮助希罗斯的人类吗？欢迎你们来到大森林，我叫斯诺拉德伯德维，是统领精灵的女王。此刻，弗雷和李红就站在台阶之下望着精灵女王。关于卡斯金有这样一个传闻，世人都知道魔道武王卡斯金是个直男，但他一看到美人就会立刻释放。你看吧，我就说这个小子和卡斯金一个德行。不过在得知女王的姓后，艾诗才知道奥拉丁和女王的关系，这也难怪奥拉丁可以在大森林如此肆无忌惮了。不过弗雷很好奇，为什么这一届的精灵女王不是一个高等精灵？阿诺拉的大女儿希罗斯见过女王陛下，这两位在我执行任务时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们希望在开始下一次旅行之前，能在这里待上几天。女王陛下熟知人类的语言，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希罗斯回头却发现李红直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人。不对，她是精灵。李红无法想到能用什么语言形容她的样貌，甚至觉得美丽这个词都不配来形容她。而且和女王比起来，希罗斯简直就像一只地精一样。李红，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做自我介绍啊！可李红刚一回头，就对上了精灵女王绝美的脸庞。在这种情况下，李红根本没有办法做自我介绍。他想到了卡斯金曾经说过的话，追寻武道之境者要把女人当成石头。于是他当即闭上眼睛，站在了原地。是男人见过最美的女人，可李红却根本不敢看她一眼。原来只要李红看到美女，就会立刻石化。关键时刻，他想起了卡斯金的名言：追寻武道之境者要把女人当石头。于是李红干脆闭上眼睛，站在了原地。要知道，现在可是轮到李红自我介绍了。大胆狂徒，你最好放尊重点。斯诺拉闻言回头看了一眼大臣，刚刚骂李红的大臣当即对着弗雷等人道歉，愿森林的恩惠和温暖的阳光照亮着苍茫大地。加斯特乌克帝国魔法师弗雷，见过女王陛下。没想到你身为人类竟然懂得精灵的礼节，我允许你们住在这里，好好休息几日后离开吧。希罗斯，你可以带着他们退下了。就这样，弗雷他们几乎没受到任何阻拦，就成功留下来了。不过斯诺拉却死死盯着几人的背影，特别是懂得精灵礼节的弗雷的背影。回去之后，希罗斯也为两人准备了晚饭。身为习武之人，李红自然不能接受晚餐只吃蔬菜，弗雷则是早有预料的从包里面掏出肉脯。太好了，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话说希罗斯把我们带到这里后怎么不见了？他估计也在忙吧。就在这个时候，弗雷却突然开始传音，事情变得棘手起来了。现在有人在监视我们，精灵的听力可是比人类强数10倍。听到这话，李红立刻转身望向窗外。奥拉丁是女王的亲人，如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的话，吃亏的反而是我们。到时候所有精灵都会与我们为敌。听里奇说，爪牙想联系自己的主人时就要借助特殊的媒介，奥拉丁联系诺尔时肯定会发出动静，到时候我们调查一下就知道了。你难道想守株待兔吗？但我们怎么知道他何时会行动？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应该这2天就会动手了。你1周前才刚刚灭掉那群不死族，以那些不死族的所作所为，奥拉丁肯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觉得像他这种人物，在鸟语花香的村子能坚持几天不杀人？就在这时，忙碌了1天的打工人希罗斯回来了，被他们使唤了1个晚上，我都没合过眼。你们谁都别来烦我。说着，希罗斯就用力关上了房门。家里有2个男人，竟然都不害怕，估计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吧。李红，我现在有点事情必须出去一趟，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一下，请你帮我给一个朋友传个话。不久后，弗雷就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了下来，虽然样子很像打坐，但弗雷身上没有任何魔力波动。没过多久，弗雷的灵魂就从体内飘了出来。灵魂离开肉体后，弗雷先是在精灵的村子转了一圈，接着他就望向了不远处的世界树。弗雷相信希拉酪一定能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4000年前那场浩劫的真相，还有自己4个朋友的下落，以及这4000年间弗雷究竟错过了什么。时隔4000年，男人再次来到了世界树之前，一切的谜题都将被揭晓。4000年前那场浩劫的真相，曾经一起对抗戴米盖特的4位英雄的下落，以及这4000年间弗雷究竟错过了什么。只要进入世界树，弗雷就能知晓这一切的答案。进入心灵世界后，弗雷终于变回了自己曾经的模样。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畅快过了。你终于来了。
弗雷，我一直在等你。不对，我现在应该叫你卢卡斯特劳曼。希拉烙大人，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您怎么了？难道精灵族出了什么事吗？原来希拉烙在看到卢卡斯的瞬间，早已经泪流满面。独自一人走过这条荆棘之路，真是辛苦你了。没想到你身为人类，竟然背负了如此大的责任。说着，希拉烙擦去了眼角的泪水。卢卡斯，你来这里是想问我什么问题？虽然连我也被戴米盖特一族控制，导致失去了自由之身，但不管你问什么，我都会如实相告。我想知道我的那些朋友都怎么样了？连接了整个大地的你，肯定知道一些内情。希拉烙并没有直接回答卢卡斯，只见他用手一挥，两人所处的心灵世界立刻变成一个房间。这些说来话长，你还是先坐下来喝杯茶吧。说着，希拉烙真就不紧不慢地开始泡茶。你的朋友魔道武王卡斯金，他死在了阿托卡沙漠，他与一个戴米盖特苦战了7天7夜后同归于尽。那场战斗真的是打得天昏地暗，不愧是他，这家伙到死都是这么固执。而剑帝路西德，他与自己的祖国伊拉卡一起泯灭了。那休斯泽呢？他又是怎么死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你最好别问，我必须知道，因为我已经招惹了一群自称为神的家伙。就算现实再残酷，我也必须面对真相。看来你已经做好了觉悟，那么卢卡斯，你就用自己的双眼好好看看吧。下一秒，卢卡斯就被传送到了一处废墟之中，他很好奇，这里究竟和休斯泽的死有什么关系？就在这时，卢卡斯听到了一旁休斯泽的声音，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叛徒，我终于知道路西德和卡斯金为何会反目成仇了。我们明明那么信任你，为什么你还要？卢卡斯猛地回头，原来休斯泽口中的叛徒正是伊利斯。少骗人了，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虽然我没有相信过你，但卢卡斯不一样，其实我也一直非常信任卢卡斯。你知道自己到底闯了多大的祸吗？讨伐戴米盖特可是卢卡斯毕生的夙愿，你这么做就是在背叛他，结果有什么不同吗？还不是你们的偏见把卢卡斯置于死地。你是在埋怨我们吗？埋怨你们？我对你们根本就不感兴趣。但当你说自己要代替卢卡斯撑起反抗的大旗时，确实让我有点不爽。你说的没错，凭我根本无法代替卢卡斯，真是笑死人了。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那你告诉我，伊利斯，你为什么要跟戴米盖特合作？得知自己被封印之后的事情，弗雷在精灵的村子进入了世界树，从希拉烙口中得知了自己朋友的死因，甚至亲耳听到了伊利斯和戴米盖特合作的事情。一时间，弗雷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无法想象伊利斯竟然会跟戴米盖特合作。如果让卢卡斯看到这一幕，他肯定会非常失望的。幸亏他死得早。闭嘴！卢卡斯还没有死。卢卡斯还是第一次见到伊利斯这么生气，脸上永远带着笑容的伊利斯，竟然也会露出这么瘆人的表情。休斯则还是那样平静地望着伊利斯，他没想到一句卢卡斯已经死了，就能让伊利斯这么生气。不过很快，伊利斯又变回了那个脸上永远带着笑容的黑魔女。休斯泽，真没想到你最后会死在我手里，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哦。说着，伊利斯刺穿了休斯泽的心脏。你们都好好休息吧，我会替卢卡斯完成他的夙愿。在这个时代，我们根本无法打败戴米盖特，现在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估计得花个4000年左右吧。休斯泽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伊利斯独自离开的背影。因为无法接受休斯泽的死亡，卢卡斯并没有听清刚刚伊利斯说了什么，他只知道是伊利斯亲手杀死了休斯泽。就在这时，希拉烙打了一个响指，卢卡斯也从刚刚的废墟中回到了房间，只是他还没从挚友的死带给他的冲击中回过神来。希拉烙似乎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才阻止卢卡斯。得知真相之后，两人都沉默了。卢卡斯需要时间冷静一下。许久之后，卢卡斯开口了：“伊利斯他的皮萨曼暗夜组织肯定还留存于世，但我无法保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还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伊利斯。”休斯泽这小子临终之前竟然说对不起，明明该道歉的人是我才对，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怪我实力不足。看来即便过了4000年，你依然对自己很严格。希拉烙大人，今晚大森林里会发生一件大事，你什么都不用和我说，你是卢卡斯，这就够了。愿大地母亲护佑着你。就这样，弗雷的灵魂重新回到了肉体之中。弗雷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1天，但躲在暗处监视自己的精灵却还没离开。画面一转，李红正在房间里锻炼身体，房间开门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你怎么才回来？出现了一些状况，冥想时多花了一点时间，你拜托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他说太阳下山以后就过来找你，真是谢谢你了。你就先练到这里吧，今天晚上我准备去找奥拉丁算算账，到时候你可以练个够。听到这话，李红立刻停止了锻炼。那我得先去好好洗个澡。弗雷则开始冥想，让自己恢复到最佳状态。应对晚上的战斗，男人正在房间里面冥想，一个人影却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弗雷身边。你这小子还真是与众不同，一个自称魔道武王继承人的愣头青突然拜访，还说你要见我，把我搞得一头雾水。真没想到我们会在高等精灵的村子里再会。好久不见了，弗雷。来人赫然就是黑豹卡米尔。接下来的时间，弗雷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目的。卡米尔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为什么这个人偏偏是奥拉丁？得知爪牙是女王的亲人时，我也吓了一跳。其实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亲人，这是什么意思？斯诺拉女王是被收养的，她并不是博德维家族出生的孩子，只不过博德维家族这一代并没有生下女儿，而且精灵之王的位置是不可能传给男性的。原来是这样，我听闻每一代精灵女王都是高等精灵，但看到斯诺拉女王后吓了我一大跳。
斯诺拉女王是冰雪精灵，她的一族生活在北方尽头的雪原。有点扯远了。话说回来，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今天晚上我们就会想办法引出奥拉丁。那我该做什么？要不要帮你干掉那些难缠的尾巴？你还真是了解我呀！我刚才可是看到8个监视你的精灵，我们之间关系这么好，你还特意派人来通知，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我干掉这些尾巴吗？不过你也知道，我也是精灵，所以我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事情闹大了，我就说是你指使的，然后把锅全部甩到你身上，随便你。估计没有人相信你会被一个人类威胁吧？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我们这种关系需要说这些吗？不过话说回来，伊莎贝尔这次怎么没跟你一起？她现在当上教官了，你竟然让那么乖巧的一个小丫头替你当教官，你可别这么说。伊莎贝尔还是挺有当教官的潜质，怎么可能？估计都没人听她的话吧。聊天到此为止了，我也该去办正事了。弗雷，你要当心，奥拉丁很厉害的，魔法师变成爪牙后受到了神力的影响，所以无法使用魔力，但精灵术和神力不会互相排斥。更重要的是，那股神力还是毁灭者级别的戴米盖特赐予他的。弗雷很清楚，奥拉丁一定不是和卢克斯一个级别的对手。与此同时，奥拉丁正在享用侍女为他泡的茶。侍女发现了奥拉丁正死死盯着自己。奥拉丁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吗？下一秒，奥拉丁直接用手洞穿了侍女的腹部。为什么？奥拉丁大人，到底为什么？奥拉丁并没有回答，他一挥手，侍女就彻底被吸干了生命力。做完这一切后，奥拉丁忍不住狂笑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快乐。奥拉丁大人，您怎么了？您是有哪里不舒服吗？如果没有其他吩咐的话，我可以下去了吗？人用手贯穿了女人的腹部，甚至还将她的身体撕成碎片。可下一秒，女人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男人面前。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奥拉丁的幻想，体内蕴含死亡气息的神力已经让他彻底无法抑制心中的杀意。画面一转，打工人希罗斯刚刚完成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而他好巧不巧遇到了外出准备散心的奥拉丁。在看到活人的瞬间，奥拉丁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杀意，他现在恨不得立马扑到希罗斯身上，将他撕成碎片。感受到有人跟着自己后，希罗斯也转过身来，这不是奥拉丁大人吗？您这么晚还出来散步啊？晚上好，希罗斯，你刚回村没多久就要忙前忙后，真是辛苦了。没关系，既然我带外人回村，就必须向大家交代清楚。听说你在追查死灵巫师的下落，现在进展如何？说起来有点诡异，据他们所说，死灵巫师就在我们村子里，这样吗？看来事情确实很棘手了。本来奥拉丁就无法压制心中的杀意，而且现在希罗斯已经知道了一些线索，那奥拉丁就更不可能放他离开了。关键时刻，李红一把将希罗斯推到地上，因为李红出现的太过突然，希罗斯根本没有时间反应。不就是没给你吃肉吗？你至于这样推我吗？笨女人，如果没有我，你早就死了。希罗斯这才发现，李红的脸居然已经被划破了。看着奥拉丁身后的高级风之精灵，希罗斯这才知道奥拉丁刚刚想杀死自己。没想到希罗斯带回来的外乡人，就是毁了我那些不死族的魔道5人。你真以为自己是女王的哥哥就能无法无天了吗？本来我还不想暴露身份，但是也没必要瞒着你们这些将死之人。可下一秒，李红的拳头就已经到了奥拉丁的脸上，可奥拉丁还是凭借风精灵的加速躲开了这次攻击。你这个低贱的人类竟敢攻击高贵的精灵皇族，高贵个屁！你就是戴米盖特养的一条狗罢了。此时希罗斯还不知道奥拉丁为什么要攻击自己，既然你们要寻死，那我就满足你们。正好我现在急需发泄心中的怒气。话音刚落，只见李红周围的地面逐渐开始崩裂。此刻希罗斯依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下一秒，不死族开始从地上的裂缝中不断涌出。即便希罗斯反应再怎么迟钝，他也终于发现了真相。奥拉丁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死灵巫师。奥拉丁大人，您为何要背叛族人？可迎接他的并不是奥拉丁的回答，而是不死族的利刃。关键时刻，李红一拳干掉了希罗斯身边的不死族。你还傻站着干嘛？难道你不要命了吗？李红说完之后就立刻奔向其他不死族。我们还在想怎么办才好呢，没想到你这么轻易就暴露了。你也看到他使用神力了吧？事后你可得帮我作证。精灵的村子遭遇了不死族的袭击，而罪魁祸首竟然是高贵的精灵皇族。李红没有想到奥拉丁竟然这么容易就暴露了自己，更没有想到这些恰好能被希罗斯全部看到。如果我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控告女王的哥哥，很有可能一个都跑不了。比起精灵女王的哥哥是死灵巫师这个事情，更让希罗斯吃惊的是，李红居然主动引诱奥拉丁暴露自己。这些浑身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朋友们，难道看起来不可爱吗？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看来你们确实很像，特别是你那令人作呕的长相。你这个混蛋有完没完？可话还没说完，奥拉丁就看到了自己脚下的巨大魔法阵，还好他发现的及时，这才没被魔法阵中出现的火焰灼伤。但仅仅只是火焰产生的冲击力，仍是将奥拉丁打进了一旁的泥潭中。奥拉丁根本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污渍，他被眼前的魔法吓呆了。能使用这么强大的火焰魔法，施法者至少也有7星的水平。就在这时，弗雷出现在奥拉丁身旁。我的见面礼是不是太隆重了？下次你可得注意看脚下。你这个臭小子怎么才来啊？抱歉，我刚刚去方便了一下。这个时候，弗雷转身望向奥拉丁，怪不得大家都说必须得看本人，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还丑吗？难道是因为满脸泥浆还皱着眉头吗？他到底是不是精灵啊？怎么感觉连我都比不上？奥拉丁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2个人类这样羞辱，我一定要宰了你们！说完，奥拉丁就划破了自己的手掌。只见奥拉丁的血液以极快的速度
在地上构建出了一个契约法阵。这小子彻底疯了吧？身为精灵使，当戴米盖特的狗就算了，他竟然还跟恶魔签订了契约，真是的，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啊！奥拉丁召唤出来的恶魔，赫然就是伊利斯之前契约过的阿修罗。李红第一时间就举起拳头冲了上去，只不过他的目标却是准备偷袭希罗斯的不死族。烦死了，给我滚开！我现在能去哪儿啊？赶紧去找那个美女，让她叫人来帮忙啊！不知为何，李红一提到斯诺拉就变得僵硬起来。好在希罗斯听懂他的话后，第一时间离开了。不过其实李红的本意只是支走希罗斯，因为以他的实力，根本不是传说中恶魔公爵的对手。阿修罗，立刻给我干掉他们！不过阿修罗并没有理会奥拉丁，我怎么会来到精灵的地界？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宰了他们！卑贱的精灵，你也配这么和我说话？真以为签订了契约，老子就可以任你使唤了吗？要是再敢跟老子大呼小叫，老子先活活撕了你！不过我们恶魔一族注重诚信，虽然我跟你们俩无冤无仇，但既然我被召唤出来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死了。命已经成为了毁灭者及戴米盖特的爪牙，但奥拉丁的实力却弱得可怜。就在弗雷以为可以轻易战胜奥拉丁的时候，他却召唤出了魔界大公爵阿修罗。只要阿修罗一脚落下，弗雷和李红两人就会当场丧命。你现在是不是被称为碟刹地狱之主？魔界大公爵阿修罗听到这话的瞬间，阿修罗一脚踩空了。可即便这样，仍旧是让周围的大地全都破碎。你这个人类，难道你认识我？魔界的大公阿修罗，你记性可真差呀！阿修罗突然发现面前的这个人类似乎有点眼熟，他当即对着弗雷发出一道光波，弗雷也意外的没有闪躲。看到弗雷的样子，一旁的李红急得不行，但他并不知道，此刻弗雷已经被阿修罗带回了魔界。不过来到魔界的弗雷依旧镇定自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号的？问我问题之前，你难道不该先回答我的问题吗？没想到你只是一个愚蠢的人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可听完阿修罗的话，弗雷依旧没有一丝慌张。这里是碟刹地狱，在这里你只要勾勾手指，我就会灰飞烟灭。那就好，我总不能让一个知道我名号的人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下一秒，一声猛烈的巨响传遍了整个碟刹地狱。阿修罗，你还真是迟钝，要不是当年我助你一臂之力，你也坐不上大公的位置。总不能因为我现在换了一身行头，你就忘了自己的恩人吧？听到这熟悉的语气，阿修罗终于认出了面前的人是谁。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弱了，卢卡斯特劳曼，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被戴米盖特的首领罗德给打死了吗？阿修罗，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聊家常。听到弗雷这样的语气，阿修罗却并没有不耐烦。你是来讨债的吧？还真是狂妄啊！说吧，我可以答应你的一个要求，不管你想要什么。听说伊利斯还活着，既然你跟他签订过契约，那你应该知道他的现状吧？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不好回答你。他跟戴米盖特的首领联手后，单方面撕毁了跟我的契约。你说什么？你说跟伊利斯合作的戴米盖特是罗德？没错，当时除了我，巴尔巴特斯和施伯也在现场。他好像和罗德做了什么交易，召唤我们3个出来，单纯是为了给自己撑场面。他当时神志清醒，并没有被他人精神控制，所以这肯定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在你消失没多久后，他们就做了这笔交易。那大概过了4000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那个白发金童的人类，好像叫什么大贤者的家伙。如果伊利斯还活着的话，他肯定还在找那家伙，因为他说过要找一个叫什么河的东西。伊利斯一直深深爱着卢卡斯，但他却在卢卡斯被罗德封印后，第一时间和罗德做了一笔交易，而且还亲手杀死卢卡斯的只有休斯泽，甚至还要找到休斯泽的遗物阿勒托斯。弗雷不明白伊利斯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可能只有当他做出阿勒托斯后，才能知道这一切的真相。谢谢你，阿修罗，你现在已经不再欠我人情了。卢卡斯，你小子果然不一般，我还以为你会跟我要可以统治世界的力量，没想到你只问了我关于救情人的行踪，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真让人无语。你明明一出去就要被我斩杀，为什么还会如此淡定？被你斩杀，你难道忘了我的契约者想要你的命吗？阿修罗，你要去哪？不想还我的人情了吗？你刚才不是说我已经还清了吗？你跟我契约吧，你小子不是对契约本身持怀疑态度吗？你应该也清楚，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跟你契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想要彻底毁灭戴米盖特一族，都已经过去4000年了，你小子难道还在做着那个白日梦吗？如果我失败的话，那我的灵魂就归你了。你这小子还真有意思，你完全有资格成为我的契约者，就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你怎么突然两眼一翻就不省人事了？我刚刚去了趟别的地方办了件事情，你去了哪？去了一趟地狱。与此同时，奥拉丁也得知了弗雷和阿修罗签订契约的消息。我没听错吧？你刚刚说什么？你聋了？我刚跟他签订契约，所以我不能杀他。现在我要回去了，老子好不容易召唤了你，谁允许你走的？可下一秒，一道攻击就从奥拉丁耳边划过，只要稍微偏一点，奥拉丁可能就已经当场丧命了。你这个可怜虫，还是好好想想，等会儿要怎么保住自己的小命吧。说着，阿修罗就留下奥拉丁一人独自回去了。那只恶魔怎么走了？我刚才在地狱和他做了一笔交易，3番5次被人羞辱后，奥拉丁再也忍不了了，他再次使用神力将不死族召唤出来。怎么又是这一招？不过这次数量比刚才多了不少。你不要太轻敌了，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原来奥拉丁这次召唤出来的不死族里面，赫然有着一群骑着战马的骑士。那些骑士和其他怪物有什么不同吗？这些血腥骑士等级比死亡骑士高，实力也比之前那些怪物强好几倍。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懂了，他们就是一群实力稍微强一点的炮灰。就在这时，弗雷发现了奥拉丁的异常，明明已经获得了戴米盖特的力量，可奥拉丁居然逃走了。原来他是想先干掉希拉勒，这样就可以把弗雷两人连同村子一起
起轰成渣子。这里就放心交给我吧，你去追那个混蛋，那你可别掉链子。开什么玩笑，我可是武王拳的传人。临走之际，弗雷为李红的双拳进行了附魔，请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你就放心吧，接下来我可要放开手脚了。人出卖肉体成为神明的走狗，换来了可以碾压众生的神力。可他在面对弗雷的时候，却依然选择逃跑。原来奥拉丁想借助希拉烙的力量，将整个村子全部摧毁。察觉到奥拉丁的意图后，弗雷立刻追了上去。奥拉丁没想到自己有风精灵的情况下，竟然还是比不过弗雷的速度。不得已，奥拉丁只能被迫降落在一处空地之中。奥拉丁从没想过自己成为爪牙后会被一个人类逼到如此境地。你这个狂妄的人类，居然敢收买我的阿修罗！说着，奥拉丁借助神力召唤出一个巨大魔法阵。下一秒，只见一只古龙从魔法阵中朝着弗雷俯冲而去。弗雷没有犹豫，当即召唤出大贤者之杖。仅仅一瞬间，巨大的古龙就在弗雷面前变成了冰雕。奥拉丁费了好大力气才召唤出的怪物，就这样被弗雷轻松干掉。奥拉丁是吧？我从刚刚就很好奇一件事情，给我闭嘴！说着，奥拉丁再次召唤出不死族。几乎是在出现的瞬间，两只不死族就朝着弗雷冲去。可弗雷只是将法杖一挥，不死族就立刻化成两个冰雕。你好像除了能召唤亡灵，并没有其他本事。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是可以支配死亡的神之爪牙。怎料奥拉丁的攻击却无法对弗雷造成任何伤害。你这不过是最普通的死灵法术，给我闭嘴！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死亡是什么。你的主人诺尔才是真正的死亡支配者，他可以复活死者，身体周围弥漫的紫色毒物，甚至能让人当场毙命。他轻轻一挥手就能掀起大浪，就连鬼神也在他的脚下瑟瑟发抖。不知不觉间，弗雷已经走到了奥拉丁身体。你到底想说什么？弗雷并没有回答，而是一把掐住了奥拉丁的脖子。弗雷只是稍一用力，奥拉丁就被打得跌坐在地。我从刚刚就发现了，奥拉丁，你太弱了，你这样的人，难道真的是神的爪牙吗？在听到这话的瞬间，奥拉丁的右眼开始冒出紫色的烟雾。尊贵的诺尔大人，您的爪牙奥拉丁，祈求您的降临。只见紫色的烟雾在空中快速变化着。弗雷也没想到，奥拉丁竟然还有后招。当烟雾成型的那一刻，弗雷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他很清楚，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五位毁灭者之一的诺尔。诺尔大人，我是您忠诚的使徒。这个混蛋侮辱我，他说您赐予我的力量根本不值一提，完全不像是您的使徒该拥有的实力。我为了维护荣誉召唤了您。有意思，虽然他只是个诱饵，但我没想到暴露的这么快。您刚刚说我是诱饵，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弗雷这才知道，奥拉丁根本就不是诺尔的使徒，所以即便他在这里杀死奥拉丁，也无法让里奇干掉诺尔。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你是如何发现的？弗雷彻底将奥拉丁逼到绝境，关键时刻奥拉丁献祭右眼召唤出了诺尔，但弗雷却从诺尔口中得知，奥拉丁只是为了引出叛徒的一个诱饵。诺尔很好奇，弗雷究竟是怎么发现这一切的？大森林周围神力那么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虽然偶尔也有对神力敏感的人，但你不觉得这也太巧了吗？总感觉有一个非常了解我们的混蛋在后面指使你。最近我们戴米盖特一族内部有点不太平，已经有好几个实力强悍的戴米盖特莫名死去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戴米盖特，但我没想到高贵的戴米盖特一族竟然会是个话痨。你这个人类很有意思，你到底是谁？直到此刻，奥拉丁才终于知晓了自己的命运。诺尔出现在这里后，甚至都懒得去看他一眼。他不禁想起了当时阿修罗对自己的态度，不管是阿修罗还是诺尔，他们几乎都没把奥拉丁当一回事。诺尔大人，我为了追随您可是抛弃了一切，为何现在却成了诱饵？这不公平！诺尔大人，您忘记您的承诺了吗？但奥拉丁没想到的是，诺尔居然将手伸向了自己，吵死了！卑贱的精灵，你也敢打断我说话？只见一股恐怖的神力涌向奥拉丁，仅仅一瞬间，奥拉丁就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头。饶命啊，大人，求您了，饶我一命吧！就这样，奥拉丁在弗雷的面前彻底化成了灰烬，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奥拉丁献祭给诺尔的右眼。现在这里就只剩下弗雷和诺尔两人。弗雷很清楚，稍有不慎自己也可能被当场抹杀。有意思，我竟然看不透一个寿命连100岁都不到的人类，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仅凭这一点，我完全有理由去怀疑你，甚至抹杀你。接下来我会注意你的一举一动，等时机到了，我会亲自来找你。说着，诺尔便消失了。直到危机解除，弗雷依旧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他和戴米盖特之间的差距还是太大。不知过了多久，弗雷终于松了口气，出来吧，你不用再躲下去了。没想到竟然被你发现了。来人赫然就是精灵女王斯诺拉。弗雷很好奇，精灵女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如果不是斯诺拉故意露出马脚，弗雷也很难发现她的存在。虽然已经亲眼见证了奥拉丁的死，但斯诺拉并没有责怪弗雷。谢谢你送走本座那没有出息的哥哥。其实这件事该由本座亲自来动手。看来你早就知道他已经堕落了。是希拉洛告诉你的吗？当然不是，那位因为戴米盖特的缘故，也是身不由己。那到底是谁告诉你的？奥拉丁明明隐藏得很好，当然是向你告知我哥哥真实身份的那位。你觉得我看起来很好骗吗？别想套路我了。拥有至尊刀法的戴米盖特里奇，我没说错吧？精灵们一直追查的死灵巫师，其真实身份居然是精灵女王的哥哥，而精灵女王更是早就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只可惜斯诺拉最终还是晚了一步，没有亲手干掉奥拉丁。弗雷很好奇，斯诺拉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没曾想斯诺拉不仅知道弗雷和戴米盖特的关系，还直接说出了里奇的名字。你不要紧张，我们并不是敌人，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你到底是谁？当然是精灵女王，别开玩笑了。
我没问你这个。就在这时，地面开始剧烈晃动起来，难道是地震了吗？看来是下面出事了。弗雷连忙顺着斯诺拉看的地方望去，只见他的面前赫然有一个无比巨大的魔法阵。与此同时，李红刚刚挥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拳，他独自一人解决了奥拉丁召唤出来的所有不死族。虽然那些怪物并不难对付，但毕竟数量很多，李红也是有点疲惫。正当他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背后传来的震感吸引了他的注意。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李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根本无法想象世界上能有如此巨大的猛。就连曾经与托尔坎对战过的弗雷，一时间都有点发怵。既然吞噬了奥拉丁的能力，那召唤的肯定不是一般的怪物。就在这时，斯诺拉掏出一个面具戴了起来，几乎一瞬间，他的头发就全部变成了黑色。村子现在有危险，你能帮助本座吗？不过弗雷却是被斯诺拉身上的变化吓到了，这是前鬼之面。我的长相太过引人瞩目，有时候美丽的外表也会带来一些麻烦。与此同时，古龙已经开始进攻高等精灵的村子，高等精灵们几乎第一时间就出来御敌，但他们的攻击方式就只有风属性魔法和弓箭，而这两种攻击几乎无法对古龙造成任何伤害。如果照这样下去，村子一定会被彻底摧毁，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偏偏守护者组织不在的时候出这种大事，精灵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古龙在空中汇聚魔力。即便他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们仍旧没有办法改变。没有任何意外，古龙的吐息直直命中村子，几乎一瞬间，树木的生命被夺走了，房屋被炸毁了，精灵们只能四处逃窜。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不仅仅是村子，甚至连希拉烙都有可能被毁掉。可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空中的古龙。就在这时，猛烈的撞击让古龙紧紧闭上了嘴巴，这股力量甚至让古龙直直坠入地面。一时间，精灵们停止了逃窜，他们很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这混蛋可真难对付啊，费了我不少劲。下一秒，空中更是出现无数冰刺，几乎是在李红离开的瞬间，冰刺齐齐命中古龙的身体。看到这令人恐惧的冰刺数量，精灵们甚至怀疑来了一支魔法师大军。在看到两人的瞬间，希罗斯明白村子有救了。这集精灵全村之力都无法战胜的古龙，但他却被男人一拳砸进地面之中。随后迎接他的是漫天的冰刺。看到弗雷和李红的瞬间，希罗斯就知道村子终于有救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奥拉丁呢？已经死了。现在只要解决他就好了。真是的，你说的倒是轻巧。原来古龙已经从刚刚的攻击中缓过劲来了。几乎是在李红说话的瞬间，古龙的爪子就朝着他袭来。以李红现在的状态，很难躲开距离这么近的攻击。就在这时，精灵女王挥刀打断了古龙的攻势。李红很好奇，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又是谁？别说那些丧气话，我们必须干掉她。看到精灵女王的瞬间，精灵们又沸腾起来了。是守护者组织的索菲亚大人，太好了，我们有救了。你的第二重身份好像也很有名啊，所以我准备弄第三个身份。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比希罗斯还要狂妄的家伙是谁？虽然我不清楚他值不值得信任，但我们暂时还是同伴。你这话可真过分，能不能换一套说辞？三番五次被人打断攻势，古龙彻底陷入疯狂之中。几人也明白现在还不是聊天的时候，他们必须先想办法干掉眼前的古龙。不过看到眼前这一幕，精灵们全都呆住了。一是因为他们没想到索菲亚竟然会认识希罗斯带来的外乡人，二则是因为面前三人的战斗力实在太强大了。毕竟索菲亚是他们熟悉的守护者组织成员，所以他能一刀斩断古龙的爪子也不足为奇。但李红这个外乡人竟然也能一拳打爆古龙的另一只爪子。更恐怖的则是那个白色头发的魔法师，他仅仅释放一个魔法就能将古龙困在地上动弹不得。索菲亚几乎第一时间就反应过了，趁着古龙无法动弹的机会，一刀斩断了古龙的头颅。不过索菲亚忽略了一件事情，由于刚刚的斩击，古龙的头颅正好朝着精灵们飞过去了。关键时刻，李红用脚硬生生挡下了古龙的头颅。随着一声巨响传来，精灵村子的危机也算解除了。希罗斯，我都快累死了，而且肚子还很饿，我今天不想吃蔬菜了，我要吃肉。好，我这就去准备。时间很快过去了一周，精灵的村子也重建起来了。斯诺拉便将弗雷两人单独叫到了自己的宫殿。李红，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面对斯诺拉的挑衅，李红丝毫不在意，也完全没有睁开眼睛的打算。身为女王，您真是一点警惕心都没有，竟然连个卫兵都不带，就跟两个男人待在同一个房间。你可以睁开眼睛了，放心，本座的实力足以保护自己。看到面前的索菲亚，李红被吓了一跳，这不是那个狂妄的女人吗？本座以女王的名义向两位表示感谢，特别是弗雷，没想到你仅用数日就重建了我们的村子，而且你使用的净化魔法堪称神迹，你强悍的实力真是让本座赞叹不已。我们之间就不需要这些客套话了吧？你现在也该告诉我自己到底是谁了吧？表面上是精灵女王斯诺拉，背地里又是守护者组织的索菲亚，而且还知晓弗雷与里奇之间的关系，所以弗雷很好奇斯诺拉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本座其实就是里奇的爪牙。什么？那小子竟然还有爪牙？本座是全大陆唯一幸存的冰雪精灵，看到被戴米盖特屠杀殆尽的同族，虽然我很想为他们报仇，但根本不是戴米盖特的对手，所以我无法拒绝里奇的提议。刚刚李红说的没错，你的警惕心太低了，就算我们是里奇的人，你也不应该暴露自己的底细。如果我们是其他戴米盖特派来监视里奇的人呢？本座选择相信你们，并不是因为里奇，那是因为我的母亲希拉烙信任你。听说你和母亲在神树的内部世界见过面，母亲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简单的一句谢谢可打发不了我们。不用你说，本座也知道。跟我来吧，本座送你们一些好东西，如果又是什么蔬菜，我可饶不了你。就这样，弗雷两人跟着斯诺拉来到了皇宫地下。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去世界树的根茎，你们还是第一批进入那里的人类。几人现在明明身处地下，可周围却依然非常明亮。这是能发光的苍蝇吗？那些都是精灵，这可真是世间少有的美景。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要送你们的谢礼。树里面竟然还有一棵树，这才是世界树的本体。一番挑选后，斯诺拉伸手摘下了树上的2颗果。吃下它吧。说着，斯诺拉将果子递给弗雷两人。我不是说过自己不想再吃蔬菜了吗？这可不是蔬菜，这是水果，有什么区别吗？这不是普通的水果，只要吃下它，1日之内就能暴增2倍的魔力。看来得好好谢谢希拉闹了。说着，弗雷将果子放进空间袋里面。你不吃吗？我只是暂时不吃而已。以人类脆弱的身体，毫无准备服下此果可能得卧床1周。等我准备好以后再说。你还真无聊，看看你朋友多随性。弗雷这才知道，李红直接将整个果子一口吞下了。你疯了吗？你难道没听到我刚刚说什么吗？下一秒，一股恐怖的魔力在李红体内爆发，凝神静气。虽然我暂时打散了他的魔力，但马上就会卷土重来。这个女人居然给我下毒！闭嘴！集中注意力。而斯诺拉则在一旁开始幸灾乐祸起来。看来这1周村子会很安静啊！老子要宰了你！这都是你的错。说着，斯诺拉取下了面具，因为你斗起来真的很好玩。没过多久，精灵们为弗雷他们举办了一场宴会。身为拯救了村子的英雄，弗雷受到了很多精灵的青睐，他们不停歇地向弗雷表达着自己的爱慕之情。虽然活了这么多年，但弗雷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他甚至开始羡慕起吃下果子的李红来。为拯救了精灵村子的英雄，弗雷受到了许多年轻精灵的青睐。他很明显无法接受这些精灵的热情，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大英雄怎么看起来有些狼狈？来人赫然就是弗雷的老熟人卡米尔。你是为了之前的急事吧？我们现在就走。原来弗雷并不习惯这种感觉，他想让卡米尔来帮他应对。不久后，弗雷终于从精灵的包围之中逃走了，但他没想到斯诺拉竟然一早就在希罗斯家里等着他了。女王陛下，那我就先告退了。在希罗斯离开之后，这里就只剩下弗雷和斯诺拉2人。本座刚来这里时，希罗斯就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了，他根本没在意过本座冰雪精灵的身份。你怎么了？难道又打死了一只古龙吗？我倒希望是那样。我本来不该打扰你休息的，但你准备一下，跟本座一起去见李奇吧。他好像说有什么事要与我们商量。就这样，斯诺拉带着弗雷踏上了去见李奇的路。身为守护大森林的女王，擅自离开村子真的没关系吗？当然没事，只要不被发现就行了。我们得快一点了。李奇他不喜欢等人，你要走着去吗？传送的动静太大了，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话音刚落，弗雷直接在2人脚下构筑了一个传送魔法。斯诺拉很好奇，弗雷为什么要使用传送魔法？想传到李奇的住所，不是得在那边画一个魔法阵吗？是这样没错，但我不需要。说着，弗雷2人就消失在传送阵之中。没过多久，2人的身影就出现在李奇的房子之前。这样的魔法实在是让斯诺拉有点吃惊，他没想到弗雷竟然可以仅凭坐标就传送到这里。等弗雷2人打开门，却发现李奇早就准备好了空间魔法来迎接2人。现在过来一趟正好，我也有点事情想问问李奇。斯诺拉不禁好奇，弗雷究竟想要做什么？你们来了呀，先坐下来喝杯茶吧。斯诺拉乖乖听话坐了下来，但弗雷却完全没有坐下的意思。你已经知道了吧？奥拉丁并不是诺尔的爪牙。对于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和我解释？我只是没想到那个办法真的有用。说着，李奇将削好的苹果放在桌上，没曾想弗雷却一脚将苹果踢开。弗雷，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在开什么玩笑？因为你一句话，我们3个差点丢了性命，所以你是想让我给你道歉吗？不是我想，是你必须这么做。斯诺拉很不理解，为什么弗雷要这么挑衅李奇？要知道李奇可是戴米盖特的5位毁灭者之一。好吧，对不起，以后我会好好分析情报的可靠性。斯诺拉没想到李奇竟然真的道歉了。达到目的后，弗雷也大大方方的坐了下来。斯诺拉这才知道，弗雷是想试探李奇是不是真的背叛了戴米盖特。如果是假的，那李奇一定无法容忍弗雷对他的侮辱。但万一李奇真的是敌人，那弗雷和斯诺拉2人极有可能当场丧命。人是戴米盖特5位毁灭者之一，只要勾勾手指就能让弗雷灰飞烟灭。但弗雷却3番5次挑衅李奇，原来弗雷是想知道他是否真的背叛了戴米盖特一族。好在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让弗雷失望，而李奇这次叫他们过来，是为了给弗雷看一件东西。这是什么？这就是安德拉爆出来的结晶，这里面的能量和之前卢克斯的结晶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如果能吸收这个，弗雷相信自己可以瞬间进入8星的境界，甚至还有可能获得安德拉的神力。但得到神力的代价就是弗雷会失去魔力，这也意味着弗雷再也不是一个魔法师了。你给我这个是想做什么？喝下那东西，3个月后与我一同参加戴米盖特内部会议。内部会议？那不是只有戴米盖特和他的爪牙才能参加的吗？没错，所以弗雷，成为我的爪牙吧。李奇，你这是什么意思？就算弗雷用其他戴米盖特的力量得到神力，他也无法成为你的爪牙呀。到时候尊者也会参加会议，你不怕被他们发现吗？戴米盖特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存在，就像我没发现奥拉丁是诱饵一样，尊者也会犯一些错误。所以你是想让我喝下这个获得神力，然后假扮成你的爪牙？对不起，我无法答应你这个要求。为什么？因为我是魔法师，我可不想为了神力失去自己的魔力。你这是为了魔法师的尊严，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对付戴米盖特。如果你能同
同时拥有神力和魔力，那你会作何选择？不用问了，假设根本毫无意义，这不是假设。如果是你的话，绝对可以办到这一点，因为你与其他人不同，你是布莱克家族的人。你突然提到我的家族干什么？我很久之前就知道，布莱克家族的3儿子不学无术，对魔法简直一窍不通，最后还惨遭家族的抛弃。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你时，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毕竟布莱克家族的弃子竟然变成一个强者，还喊着要惩罚戴米盖特。但你身为戴米盖特，为何如此了解一个人类的家族？没有一个戴米盖特不了解你们布莱克家族。简单来说，你们布莱克家族就是一个实验品。从很久之前开始，我们就在研究让神力和魔力同时存在的方法，而此计划的总负责人就是毁灭者莱茵。弗雷虽然不知道莱茵是谁，但他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在经过数千数万次的失败以及几百年的研究之下，最终他创造出了你所在的布莱克家族。等一下，难道布莱克家族是戴米盖特创造出来的？没错，因为加斯特乌克帝国深受戴米盖特一族的影响。这样一来，弗雷之前得到的那些信息就都能说得通了。萨普勒曾经说利特布莱克接触过戴米盖特，外加夏兹之前说弗雷也是布莱克家族的人，甚至还提出让弗雷不要再继续学习魔法了。这样一来，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一切的谜题都解开了。弗雷所在的布莱克家族竟然是戴米盖特一族研究出来的产物，你们家族的人就算变成爪牙也不会失去魔力，所以喝下结晶与我一同参加会议吧。直到此刻，弗雷才知道自己穿越到这副身体内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一时间接受了太多信息，弗雷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一下，再给我点时间，容我考虑一下吧。说着，弗雷就将安德拉的结晶放到空间袋中。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不要让我等太久，因为我不喜欢等别人。画面一转，来到托尔坎山脉，不死鸟不负所托成为了这里的王。作为不死鸟天敌的托尔坎巨龙，如今都只能匍匐在他的脚下。完成了弗雷托付的事情后，不死鸟将目光挪向了远方，那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也是弗雷朋友的住所。不死鸟在这座山脉这么久，还一次都没踏足过这座小岛，所以他决定要来这里一探究竟。可就在这时，不死鸟在岛上遇到了一个人类，按理来说不可能会有人类可以踏足此地。突然一股刺痛袭向不死鸟的脑袋，他回忆起了这个女人曾经给他带来过的恐惧。不死鸟很清楚，那些是托尔坎的记忆，只不过托尔坎也不知道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谁。为了得知此人的身份，不死鸟跟了上去。很快，不死鸟就跟着女人来到了休斯泽副本的入口，看到眼前的景象，女人有些激动。有人进入了最后一个房间，不死鸟完全听不懂面前的女人在说什么。太好了，我等了这么久，你终于回来了，这是什么意思？你口中的那个人又是谁？快说，你到底是谁？究竟有什么目的？但不死鸟还没碰到女人，女人就化作一团烟雾消失了。不死鸟很好奇，刚刚那个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如果按照托尔坎的记忆，那她至少已经活了上千年。与此同时，李红还在世界树的根茎吸收果子的魔力，而这里也是弗雷能想到的唯一不会被打扰的地方。如果想要吸收戴米盖特的结晶，弗雷至少得花上1周左右的时间。李红的旁边有食物和水，你就放心在这里修炼吧。你还真过分，他可是个肉食主义者，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玩的，我就先走了，希望你能顺利活下来。弗雷很清楚，这副能同时拥有魔力和神力的身体已经不能算是人类了。如果弗雷吸收了安德拉的结晶，那他以后也不能再被称作人类了。但只要能干掉戴米盖特一族，就算变成怪物，弗雷也心甘情愿。几乎是在吞下结晶的瞬间，一股强大的神力从弗雷体内不断涌出。与此同时，斯诺拉正在远处望着世界树发呆，他无法理解可以同时容纳神力与魔力的弗雷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也没想到，一个寿命只有100年不到的人类可以给他带来如此大的乐趣。获得打倒戴米盖特的力量，弗雷舍弃了身为大魔导师的尊严。从他吞下安德拉神力结晶的那一刻起，弗雷就再也不能被称作人类了。几天后，李红醒了，终于把躁动的魔力给压下去。累死我了，但斯诺拉确实没有骗我，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了。就在这时，他发现了身后的弗雷，你要不要也来点？老子宁愿饿死。话说我在这里做了几天了？9天。李红突然发现，弗雷此刻虽然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类，但自己却能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师父的身影。你好像又变强了。没错，我现在已经8星了。你今年多大了？大概20岁左右吧。那你以后记得叫我大哥。看来我们这次的任务也完成了。20岁的8星魔法师。李红没想到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妖孽的存在，说不定弗雷真的可以成功讨伐戴米盖特。我差不多也该去做自己的事情。什么事？我之前一直在寻找卡斯金的遗物，听师傅说，想要超越卡斯金，就得找到他遗留下来的3神器。你口中的师傅是谁？前代武王权的继承人，他老人家性格暴躁，力气也很大。看来你是随了他呀？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李奇让我假扮成他的爪牙，参加戴米盖特一族的会议。什么？这也太令人意外了吧！接下来的时间，弗雷便将这几天的事情告诉了李红。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可以同时使用神力和魔力的杂种。你说的没错，现在看来我确实是一个杂种，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小子还真是命苦啊！不久后，弗雷便要和李红分开了。希罗斯，这个傻子就麻烦你了。其实没什么，我就是带他出大森林而已。话虽这么说，希罗斯却是红着脸瞥了一眼李红。1年半以后，各大组织会开一次会议，到时候会来一大群重要人士。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准备到时候大闹一场。你不是说过吗？现在各大组织就是
就是猪圈，这么脏的地方，那肯定得来一场大清扫了。然后呢，你不是整天无所事事吗？你们怎么总是喜欢当谜语人？你到底想说什么？咱俩大干一场吧，让那些组织的人都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听到弗雷的话，李红也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1年半以后再见。就这样，弗雷望着希罗斯和李红的身影逐渐远去，但在两人走后，弗雷立刻换了一副神情。斯诺拉，你又想干嘛？话音刚落，斯诺拉便从身后的树上跳了下来。穿这身衣服的时候，你还是叫本座索菲亚比较好，我根本就区分不了啊！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大，这就是结晶的力量吗？你现在是不是准备去见李奇，让本座也陪你一起去吧？很快，两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李奇的屋子前。正当弗雷准备打开屋子的时候，却突然收到了李奇的传音：别进来，快找个地方躲起来，马上！人抛弃了魔法师的尊严，最终选择接纳戴米盖特的神力。可当弗雷找到李奇的时候，李奇却传音让弗雷赶紧躲起来。下一秒，一个神似美杜莎的怪物从李奇的房子里走出来。真奇怪啊，我刚刚明明感应到了魔力波动，估计是你的错觉吧？这里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可我总感觉你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弗雷两人意识到，面前这怪物也是一个戴米盖特，因为太过紧张的缘故，斯诺拉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而树林中的动静也被戴米盖特发现了。你要去哪？那边好像有人，那是我的爪牙。你刚才不是说那是我的错觉吗？你不知道我们要互相隐藏自己爪牙的身份吗？你说的没错，尊者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但是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我的眼神很好，没想到你的爪牙是个精灵。所以你想说什么？没记错的话，前不久诺尔弄出来的诱饵也是个精灵。在他说完的瞬间，李奇拔刀了，戴米盖特瞬间就被斩成3段。终于找到了，原来你就是叛徒。太好了，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阿南塔。可下一秒，李奇将他的分身斩碎了7个。戴米盖特的血液溅到了弗雷两人面前，他们发现这个戴米盖特的血液有强烈的毒性，而且弗雷刚刚根本就没看到李奇拔刀。他意识到自己与毁灭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跑掉了2个。听到这话，弗雷瞳孔猛地一缩，有一个逃到了南边，还有一个往树林中逃走了。那树林中的那个就交给我们吧。海德拉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毒性，你们要小心他的血，如果不小心沾上一点，会立即化成血水。他的弱点是火，就算被砍成了9段，他也还是戴米盖特。等我处理完南边的以后，就会去找你们。与此同时，海德拉因为找到了戴米盖特一族中的叛徒，显得非常开心，而弗雷和斯诺拉则在后面穷追不舍。散开来找，没有什么作战计划，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很快，弗雷就发现了前方海德拉的身影，因为他的弱点是火，弗雷当即使用了焚炎地狱。但令弗雷意外的是，海德拉竟然从焚炎地狱中逃出来了，只不过他的身体也被刚刚的魔法烧毁了一半。可下一秒，海德拉右边的身体又重新长出来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斯诺拉一剑斩向海德拉，但海德拉顽强的生命力让斯诺拉的斩击毫无效果。海德拉甚至还有时间朝着斯诺拉喷出一团毒液，如果以现在的距离，斯诺拉根本来不及躲开。关键时刻，一个魔法屏障挡下了海德拉的毒液。短短几分钟的功夫，海德拉又长出来了第2个脑袋。斯诺拉很清楚，他现在必须为弗雷争取释放魔法的时间。下一秒，海德拉的2个脑袋就直直撞在斯诺拉身上。好在斯诺拉反应及时，用刀架在了海德拉的口中。在海德拉力量减弱之后，斯诺拉一刀将他的2个头全部逼退。斯诺拉无法想象，即便戴米盖特已经被砍成了9段，但他依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德拉虽然已经只剩下了1/9的力量，但他依旧可以轻松碾压精灵女王斯诺拉。斯诺拉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弗雷争取时间。真不愧是李奇的爪牙，但不知道你能不能挡下这一招。话音刚落，海德拉就从口中吐出一阵蛇语，这里面的每一条蛇都拥有海德拉恐怖的毒性，一旦漏掉一只，斯诺拉就会当场化成血水。时间1分1秒过去，斯诺拉开始变得力不从心起来，他的面具也掉了，密密麻麻的蛇语让他自顾不暇。虽然斯诺拉很想为自己的族人报仇，但他与戴米盖特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斯诺拉彻底没了体力，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关键时刻，一个熟悉的魔法盾再次出现在斯诺拉身上，而海德拉这时也发现了自己身后的异常。他很好奇，为什么太阳会出现在北边？不过他很快发现，真正的太阳正在慢慢落下，而北边的这颗太阳正随着一个人慢慢朝着自己靠近。原来这是弗雷准备了很久的8星魔法——永恒炙热。随着弗雷将手往下一按，海德拉被面前的太阳吞噬了。强烈的光芒也让地上的斯诺拉睁开了眼睛。他看到自己拼尽全力都无法抵挡的戴米盖特在空中消散了。他无法想象，弗雷竟然仅用一个魔法就干掉了强大的戴米盖特。斯诺拉突然意识到，或许在这场战争中，自己只是一个累赘，但斯诺拉并不知道，弗雷为了今天这一刻，付出了足足4000年的努力。在那暗无天日的深渊中，弗雷除了研究魔道学，其他什么也做不了。如今突破8星之后，弗雷终于可以使用4000年间自己日夜研究的成果。现在的他，甚至有信心可以打败戴米盖特一族。被弗雷抱起来之后，斯诺拉也慢慢恢复过来。他无法想象，弗雷在打败一只戴米盖特后，竟然一点疲惫的神色都没有。就在这时，李奇解决掉南边的分身后也赶了过来，看到弗雷干掉了戴米盖特的分身，李奇也有点吃惊。虽然只有戴米盖特1/9的实力，但这依然不是人类可以轻松做到的。不久后，李奇再次带着2人回到了自己家里。海德拉被杀的消息，阿南塔应该很快就会知道。阿南塔是
就是那个擅长用毒的毁灭者。弗雷这才知道，4000年前和自己打过的戴米盖特名叫阿南塔。看你的样子，应该已经决定好了吧？你给我的结晶已经被吸收了，但我还没测试体内的神力。没想到你竟然能轻易掌握戴米盖特的力量，没想象中那么难。3个月后开会，这段时间你不能用魔法，还得尽快熟练运用神力。尊者虽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但他的眼力见倒是不错，你绝对不能让他看出自己会用魔法。那现在就开始训练吧，我丑话说在前头，训练的过程会非常辛苦，你能坚持得了吗？弗雷终于决定假扮成里奇的爪牙，参加戴米盖特间的会议。为了不被尊者发现端倪，弗雷必须快速学会如何使用神力。就在弗雷跟着里奇准备离开的时候，斯诺拉却突然冲过来，一把抱住了弗雷。我听说人类跟自己的挚友分别前会拥抱对方。话虽这么说，但斯诺拉脸颊的一抹红晕却早已经出卖了他，那还真是可惜。如果你抱的是李红，估计他会自己抽过去。不过里奇则是很好奇，自己怎么没听说过人类之间还有这样的礼仪。今日分别，不知何时能再相遇，希望能各自安好。时间一晃2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弗雷一直跟着里奇在训练神力。训练的内容很简单，只要弗雷能用神力逼里奇拔刀就可以了。可话虽这么说，但这2个月期间，里奇甚至压根就没碰过刀柄，他只要随手一挥，就能轻松打散弗雷用神力创造出的雷电。不过弗雷在这段时间也并不是毫无长进，他用安德拉的神力创造了很多新的招式，如今他使用的就是他现阶段能打出的威力最强的攻击。只可惜那些雷电还是没能碰到里奇的身体，但训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里奇拔刀了，太好了，你终于拔刀了，你已经合格了，训练到此结束。其实里奇也没想到弗雷能在2个月内达到自己的要求，现在看来他的天赋比斯诺拉还要强。这些天都没人来找我，看来海德拉的事情好像还没被发现。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该出去参加会议了。我们会在皮洛特用传送门前往路亚诺夫王国，你一个戴米盖特还用传送门？如果你想化成一滩血水，那我们现在就用时空穿越法术吧。就这样，弗雷跟着里奇开始步行前往皮洛特，但弗雷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遇到这种事情。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遇到了我们红眼山贼团，算你们俩倒霉，交出身上的所有财物，那我们兴许能饶你们一命。就凭你们也想杀我？混蛋！你这家伙瘦得跟竹竿一样，手里握着的刀倒是还不错，交出钱财就饶我们一命？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的绿林好汉？唧唧歪歪的吵死了！再不拿钱我就砍死你们！实在抱歉，我还不太懂人情世故。正当里奇准备掏钱的时候，弗雷却伸手拦住了他。随着弗雷一个响指，恐怖的雷电瞬间吞噬了红眼山贼团。几乎一眨眼的功夫，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山贼们全躺在了地上。你已经用神力了，为什么没有杀死他们？因为就这群货色，杀他们都嫌脏了老子的手。说着，弗雷就继续开始赶路，但里奇却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愣着干嘛？怎么还不快走？你们人类八面玲珑，果然很有意思。听到里奇的话，弗雷回过了头，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时候不早了，我们快走吧。米盖特之间的会议将在1个月后开始。与此同时，人类方的秘密组织正进行着一次谈话。我好像听说那把刀开始行动了。是的，这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原因。夏洛尔小姐，夏洛尔是皮萨曼暗夜的2把手。虽然看起来是少女，但她其实是几百岁的吸血鬼。你们知道她要去哪吗？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皮洛特，所以就凭我们几个要去对付戴米盖特吗？难道你们忘了我们对付诺尔时不惜牺牲特劳曼圆桌会，但最终只得到了诺尔是操控死亡的戴米盖特这一个破情报吗？请您放心，我们此行并不是为了讨伐谁，准确来说，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跟踪。你好像很年轻啊，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夏兹布莱克，是布莱克家族的2儿子，斯特劳显者会最小的干部。我记得你好像挺有名来着。我听闻戴米盖特会齐聚一堂，你是怎么知道的？听到夏洛尔的话，夏兹沉默了。我知道了，难道是偷听了你父亲的对话？小家伙，你不用害怕，听说是你大义灭亲，亲口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不过说难听点，你的嫌疑最大了，毕竟谁会愿意相信一个卖妇求荣的逆子呢？沉默一番后，夏兹开始继续分享情报。聚会场所在路亚诺夫母地，刀会在皮洛特使用传送门前往路亚诺夫。戴米盖特不是都会瞬移吗？杰罗姆先生，您提到点上了。戴米盖特使用传送门，就是为了带无法空间瞬移的使徒。听闻这次聚会，戴米盖特们会带自己的使徒一同前往，你确定吗？这就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调查此事的原因。数十个戴米盖特聚集在一起开会，这还是第一次，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就算如此，跟踪一个戴米盖特跟自杀没什么区别，稍不留神我们可能就会全军覆没。但只是使徒的话，如果被发现直接干掉不就好了？与此同时，弗雷和里奇已经来到了皮洛特。这一次弗雷依然使用的是卡尔的身份，为了免去那些不必要的麻烦，里奇也伪造了一个假身份。但弗雷没想到，里奇的假身份居然用的是自己的本名。进入皮洛特后，两人第一时间就去申请了传送门使用权。但很不凑巧的是，他们要在3天后才能乘坐传送门。既然还有几天的时间，那我先出去一趟。弗雷很好奇，里奇在皮洛特能有什么事情？我要去一趟布莱克家，他们已经知道我来了，就算我不去，
他们也会派人来找我。即便你易了容，我也不想因为此事给你带来麻烦。而且我现在过去，说不定还能查到莱茵的动向，因为我觉得你父亲就是莱茵的爪牙。说实话，我并不想提这件事情。虽然各大组织已经知道他和戴米盖特同流合污的事情，但谁也没怀疑过他会当什么爪牙，因为他到现在一直在使用魔法。我们布莱克家族可以同时容纳神力和魔力，对各大组织来说可能是最致命的弱点。把利特的动向报告给各大组织的人是夏兹，但弗雷很好奇，夏兹为什么没有透露布莱克家族的秘密？他不禁怀疑，难道夏兹还另有阴谋？洛特是布莱克家族的领地，为了不给弗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里奇决定主动前往布莱克家族。临走之际，里奇告诉弗雷有人在跟踪他们。弗雷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完全没有察觉出来？有人正在使用始末暗中观察。原来里奇在森林生活的时候，就一直有人监视他。如今这些人看到里奇收回了结界，亲自出面，肯定会偷偷跟踪。我大概知道了，你口中的那些家伙应该就是各大组织的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都是干部级别的高手。我离开后，他们肯定会盯上你。毕竟比起戴米盖特，他们更愿意面对一个爪牙。你准备怎么做？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出去干掉他们，还是不用了？我也很好奇，这些组织的人实力怎么样？有点意思。所以你是想测试一下他们的价值？你还是小心一点吧。我可不想我们的计划因为这些人失败。在里奇走后，一只飞蛾悄悄飞进了酒馆之中。与此同时，钟楼上有人偷偷观察着里奇的身影。刀这小子要去哪？那个方向好像是布莱克家。我是布莱克家族的人，监视刀的任务就交给我吧。临走之际，夏兹看了一眼一旁闭着眼睛的夏洛尔，原来用始魔监视弗雷的人正是夏洛尔。刀身边那个男人是谁？他是一个叫卡尔莱克顿的佣兵，大约2个月前在执行任务时失踪了。不用再调查他的身份，一看就是个冒牌货。我会重新开始调查的。不用了，我自己来。时间很快到了晚上，夏洛尔先是确定了周围没有人跟踪自己，接着他毫不犹豫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这之后，夏洛尔用血液在地上画出一个召唤阵。没过多久，只见召唤阵中一阵魔气翻涌，一个恶魔出现在召唤阵中。真是好久不见了，夏洛尔。莉莉丝，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我怎么可能拒绝我们家可爱的小蝙蝠呢？我想让你去皮洛特西区某家旅店的3楼，帮我调查一个名叫卡尔莱克顿的人。你召唤我这个魅魔女王，只是为了调查一个人类吗？调查时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现在我能相信的，只有身为魔界大公的你了。你可真会说话，也不枉我这么疼爱你。说吧，你想让我调查什么？你帮我查查戴米盖特一族有没有召集会议，如果有的话，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放心吧，我可爱的小蝙蝠，我很快就回来。莉莉丝离开之后，夏洛尔就开始在一旁看书打发时间。没过多久，莉莉丝的身影就出现在夏洛尔身旁。实在不好意思，我可爱的小蝙蝠，我失败了。他真的是人类吗？一般情况，只要我屁股一翘，根本没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但那小子根本不理我，他这样子还算什么男人啊？怪不得他会当魔法师。调查关于戴米盖特的情报，夏洛尔派出了魔界大公魅魔女王莉莉丝，但令人意外的是，弗雷居然完全抵御了莉莉丝的诱惑。我听说人类在30岁之前还保持着处子之身，就能觉醒魔力成为魔法师，可他看起来也不像30多岁的样子。本来我还想强行读取他的记忆，但因为太危险我就放弃了。那小子也跟一位魔界的大公签订了契约。听到这话，夏洛尔也被吓了一跳。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继续查下去我们肯定会暴露。与此同时，阿修罗正坐在一脸后怕的弗雷身旁。我真没想到对面会派魅魔女王进入我的梦境，差点我就要忍不住了。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得去卫生间洗一晚上的内裤了。就算没有我，以你的精神力不应该也能坚持得住吗？他要是再强势一点，我可能就会立刻投降。区区一只魅魔居然也能坐上大公的位置，他除了那张嘴还有什么本事？真是让人恶心透顶。阿修罗走后，弗雷便开始分析组织那边派来的人的大致实力，能够召唤魔界的大公，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皮萨曼暗夜的副会长亲自出马。李红之前也告诉过弗雷，皮萨曼暗夜的副会长是一个叫夏洛尔的吸血鬼，所以弗雷很头疼。毕竟以后还要在一起并肩作战，肯定不能伤了他的性命。而且现在就算弗雷解释，夏洛尔也一定不会听。第二天的时候，里奇终于回来了，但很可惜他什么也没查到。我没找到莱茵和利特布莱克，那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遇见你二哥了，是他帮我带的路。本来我想直接回来，但碰巧在门口遇到了他。弗雷很清楚这是他们早就安排的好事情。里奇去布莱克家族，组织肯定会派一点最小的夏兹去盯着他。不过弗雷并没有告知里奇夏兹的身份，毕竟在弗雷眼中，里奇也是戴米盖特。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大组织之间已经开始联手了。你这边怎么样？对面肯定派人来过了吧？我也不太清楚，但他们看起来非常慎重，估计等时机一到，他们就会接近我吧。里奇很清楚弗雷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但里奇并没有多问。不久后，两人就来到了路亚诺夫中最大的城市路佩。弗雷很好奇，难不成戴米盖特们将会议地点选在了这里？我们来这里只是要先办点事情，没想到啊，他们又跟过来了。弗雷也没想到那群组织的人会蠢到这种地步，他很好奇，难道那些人都不知道跟踪戴米盖特有多危险吗？未来我们双方说不定可能会联手，所以我并不想在这里干掉他们。那你想怎么办？我突然想到，人类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不然这次我就学你们人类的方法好了。说完，里奇就突然加速在人群中跑了起来。米盖特的毁灭者被人类发现了踪迹，但里奇的第一选择却是逃跑。原来为了日后可以一起干掉戴米盖特，里奇并不想杀死组织的这些人。虽然夏洛尔等人第一时间就跟了上去，不过很可惜他们最后还是跟丢了。与此同时，弗雷和里奇已经来到路佩的一处小巷中，看来我们已经甩掉他们，偶尔玩玩还蛮有意思的。你进去拿面具吧。
去吧，里面会有一个戴旧帽子的男人接待你。拿面具做什么？它可以隐藏你体内的神力，你不能暴露身份，否则参加不了此次会议。你不用进去吗？里面那个男人是尊者的属下，如果一起进去，他就会看出你是我的爪牙。进入之后，弗雷发现里面是一段长长的楼梯。弗雷没想到在路亚诺夫王国后侧居然还有这种地方。走了很久之后，一栋屋子出现在弗雷的面前，看着屋子里的东西，这里俨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古董店，而除了古董之外，这里就只有一些破旧的魔像。欢迎光临，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弗雷发现面前这个女孩身上没有任何活人的气息，这就意味着这里的店员也是魔像。想不到你看着年纪轻轻的，眼力见倒是还不错。只见一个绿色头发的男人拉开帘子走了出来。艾丽，你先退下吧，我要亲自招待这位客人。欢迎您来到哈尔特的杂货店，我是这里的老板哈尔特。看到男人戴着的帽子，弗雷就知道哈尔特便是尊者的手下。没想到你嘴还挺严的。说着，哈尔特掏出了一个面具。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来拿这个的吧？弗雷什么也没说，直接伸手准备接下哈尔特手中的面具。但就在这时，哈尔特看到了弗雷手腕上的大贤者之杖。哈尔特猛地站了起来。等一下，您能让我看看您的手镯吗？世间万物都无法骗过我的眼睛，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肯定是一件珍宝。我可是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稀有的魔法道具了。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光之时代的产物。很抱歉，这东西我不能给你看，连我都没自信能做出此等宝物，就让我看一眼吧。我很欣赏你的工匠精神，但我不能让你看。如果您这么说的话，那我只能出狠招了。我劝你不要冲动，万一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但弗雷没想到，哈尔特居然跪在了自己脚下，求您了，就让我看一眼吧。吓死我了，这难道就是你说的狠招吗？可不管弗雷怎么说，哈尔特就死死抓住弗雷的衣服不肯松手。对了，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好的，您尽管问。你能制作数值100万魔力的魔像吗？哈尔特一时间瞪大了眼睛。那种东西真的存在吗？没有，我就是比较好奇问问罢了。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应该也很难制作出来。旧的木门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神秘古董店，而古董店的老板更是一个对炼金术研究颇丰的男人。弗雷便询问哈尔特能否制作数值100万的魔像，但得到的回答依旧是几乎不可能实现。果然如此，我认识的天下第一炼金术师也这么说。可听到这话的哈尔特却笑了。天下第一的炼金术师？开什么玩笑！听好了，有资格自称天下第一炼金术师的人，整个大陆只有3个。第一个就是11层魔塔的塔主，魔塔最高不是只有10层吗？有11层魔塔，他是加斯特乌克帝国的秘密守护者之一，其他的我也不方便透露。第二个是北方雪原地带的阿克苏，虽然此人是个魔法师，但在炼金术方面早已超越了11层魔塔塔主，毕竟那家伙是个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也算情有可原了。也就是说他的手艺最好。但您根本请不动此人，因为那家伙常年待在地下洞穴埋头研究魔道学，本身性格也很怪异。如果贸然前去寻访，说不定会吃大亏，这就不用麻烦你担心了。我很擅长对付这种人，而这最后一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没曾想弗雷此刻已经开始逛店里的古董了。一般那种喜欢自卖自夸的人，根本就没什么大本事。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只是个小人物。自从换了这副身体，沦为一个边缘人之后，就不再像之前那么谦虚了。这不是你的身体，别看我现在这样，曾经我可是一个高贵种族的一员，用任何宝剑都无法劈开的坚硬鳞片，可以遮住太阳的巨大身躯，还有那比任何动力装置都要强悍的心脏。只可惜这些都被戴米盖特夺走了。虽然渊博的知识让我得以苟活，但我觉得那些戴米盖特就是想好好羞辱我们。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巨龙。听到哈尔特的话，弗雷不禁想起来贝宁曾经和自己说过的事情。根据当时的记载，战场一片狼藉，连龙的尸体都没找到。巨龙一族唯一剩下的就是还没有孵化的半龙人贝宁。要知道巨龙身上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所以在战场上找不到尸体也很正常。而在那种情况下，能拿走尸体的也只有戴米盖特。但弗雷不解的是，巨龙的尸体对戴米盖特而言应该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他很好奇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真的是巨龙吗？我都差点忘了，您是戴米盖特的爪牙。很抱歉，刚刚是我多嘴了，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现在看来，巨龙一族很有可能并没有被灭绝，而是被戴米盖特奴役了。而且根据弗雷对戴米盖特的了解，这样的行为更加符合他们的作风。没想到您还是个好人啊！您觉得戴米盖特让我待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戴米盖特的每一个爪牙都会来我这里取走这个面具，大部分爪牙都会嘲笑为了苟活而屈服于戴米盖特的我，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选择跟随戴米盖特的叛徒。戴米盖特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我落魄的模样，告诉那些爪牙他们的选择有多么正确。困在古董店每日为爪牙们制作面具的男人，居然曾经是最为强大的巨龙一族。戴米盖特没有杀死哈尔特的原因，就是想让爪牙们知道背叛人类的选择是多么正确。您和其他的那些爪牙看起来不太一样，虽然我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我很感谢您的那份同情之心。不，我并没有同情，而是在敬畏。原来4000年前，巨龙是第一个看出戴米盖特真实面目，并与之战斗到底的种族。在那场战争中，更多的其实是巨龙与戴米盖特的战斗，人类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且唯一能与戴米盖特单挑的，也就只有跟弗雷师傅一样的巨龙一族了。其实我们并没有输，战斗也没有结束。看到弗雷的样子，
哈尔特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我明白了，看来您也有着难言之隐。其他巨龙也和您一样吗？有几个确实如此，但大部分都已经死了。别那么严肃了，这都是一些陈年往事罢了。拿着面具快走吧，你的主人应该还在附近等你。您还要继续待在这里吗？没办法，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只是个囚徒。那我能拜托您制造100万魔力核心的魔像吗？仅仅让我看手镯可支付不了魔像的报酬，毕竟我也是一个商人。那您想要什么？直接把它送给我吧。可以，但你要答应我。用龙语，看来您真的很了解我。我不会要您的手镯，别误会，我会用龙语，而且要手镯也只是为了试探你，能让我看一眼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它对我并没有什么用处。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比如外形之类的，只要能安装100万魔力的核心就可以。原来如此，那就麻烦您半年后再过来一趟吧。今天的这位客人还真是特别，而且您看起来好像很开心。没想到我被囚禁于此，还能遇到这样的人，真是让我太激动了。与此同时，里奇则带着弗雷继续在路亚诺夫王国赶路。你之前迷路了吗？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差不多吧，那地方实在是太深了。你现在有什么打算？距离会议不是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吗？路亚诺夫王国号称骑士之国，但也是所有人类王国中最腐败的地方。他们还大放厥词，说要帮那个男人续命。在人类的社会里，没有腐败才奇怪呢。你看看那座山，原本以平地为主的路亚诺夫王国附近，能有这么大一座山，实属罕见。达拉曼侯爵，他自私自利，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是路亚诺夫王国贵族中最贪婪的一个。而在那座山上，就有他开设的奴隶集中营。怎么可能？各大王国不是很久以前就废除了奴隶制度吗？到底我们谁才是人类？你这小子可真单纯，奴隶一直存在，现在反而还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听说你很喜欢杀这种坏人，正好剩下的1周时间，你需要把体内的神力全部耗尽，你去把那座山上的集中营全部摧毁掉吧。称骑士之国的路亚诺夫王国，竟是所有人类王国中最腐败的地方，而是人命如草芥的戴米盖特，居然让弗雷去拯救那些奴隶。不过听到这话的弗雷却丝毫不为所动，这些事情还是等我亲自调查完再说吧，因为我让你杀害同族，所以心生怜悯了吗？我只是不相信别人罢了。说着，弗雷就向着面前的山峰出发了。在那山峰深处，赫然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古堡。不过，这些守城的卫兵似乎完全不担心有人入侵。与此同时，弗雷则正在草丛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由于外围看不出什么异常，弗雷便偷偷潜入古堡之中。但刚一进来，他就发现了古堡存在的意义。这里随处可见的牢笼，里面关着来自各个种族的奴隶。这天气可真恶劣啊！你刚刚去哪了？士兵并没有回答，而是将手中的奴隶随手扔到城堡外面。那是一个兽族的少女，似乎早已经失去了生命。你还真是变态！我也没用多少力，她就这么死了。弗雷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奴隶对他们应该很宝贵才对。你被闹得太大，最近死的奴隶添多，都惊动达拉曼侯爵了。只要不动价格昂贵的精灵，侯爵才懒得管。而且刚才那个又不是精灵。弗雷这才知道，这些人把奴隶当成了发泄兽欲和解闷的工具。也就在这时，卫兵们听到了身后的动静，他们一回头便看到了不再隐藏的弗雷。你这个混蛋，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听说路亚诺夫号称骑士之国，那你们的骑士道精神呢？哪里来的神经病？话虽这么说，卫兵还是吹响了号角。果然，跟你们这群垃圾聊天就是浪费口舌。说着，卫兵的周身就开始出现黄色雷电，一股恐怖的能量瞬间在古堡迸发出来。感受到变化后，城堡内其他的士兵也都赶了过来，他们举起手中的武器，将弗雷团团围住。弗雷很不理解，难道这群混蛋以为自己穿着铠甲就是骑士了吗？他有些好奇，如果是路西德看到这种场景，会有什么想法？那个被人们称为间谍，一生信奉骑士精神的男人，他会不会后悔为了守护这群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曾经的挚友，弗雷决定帮路西德审判这群混蛋。与此同时，一个酒瓶砸到了卫兵的头上。你刚刚和我说又死了，对不起，达拉曼大人，我不是让你们别碰精灵吗？真以为老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赶紧给我滚！要是以后再出现这种事，你们知道后果。真不知道我要这群废物有什么用。达拉曼大人，精灵的尸体该如何处理？还能怎么办？按老规矩处理。还有，今天我突然想吃罗勒酱了，我想趁热吃。小人这就去办。兽人的尸体被人随意抛弃在古堡之外，而古堡的主人却毫不在意这些奴隶的死活。比起那些人的性命，他更在乎自己能不能吃到热的罗勒酱。达拉曼大人，大事不好了！又怎么了？难道又有精灵死了吗？有敌袭，我们被人袭击了。这点小事也要来找我？我给你们这么多俸禄做什么的？不会自己处理吗？那个达拉曼大人，驻守的骑士全军覆没了。就在达拉曼吃惊的时候，他头上的天花板开始逐渐崩坏，下一秒，什么东西就从他头顶直直落了下来。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达拉曼一时间有些难以反应，不过很快他的脸上就被惊恐完全占据。你是谁？你这个家伙怎么会知道这里？你是头猪吗？能不能减点肥？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干掉他呀！厨师闻言二话不说，掏出菜刀就冲了上去。只不过菜刀被弗雷周身的防护罩轻松挡了下来，而且一道雷电顺着防护罩游遍厨师的全身，几乎一瞬间，厨师的身体就化成了血雾。看到这样的场景，士兵哪里还敢与弗雷为敌？你这个混蛋，你要去哪儿？但弗雷只是打了个响指，士兵便瞬间化为灰烬。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达拉曼根本来不及反应。不过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绝不能与弗雷为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什么都可以。弗雷二话不说，一脚踩在达拉曼的身上。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现在很不爽，所以想慢慢折磨你。该从哪里开始好呢？眼睛还是舌头？一道道电光闪过，城堡里不断传出哀嚎的声音。不久后，弗雷便将这座集中营内的所有人都干掉。他独自站在城堡边，不知道在想什么。里奇的身影缓缓出现在弗雷身后，看来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才是最麻烦的地方。这里的奴隶，他们还被关在笼子里面。李奇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将手放到刀柄之上，几乎一瞬间，所有的牢笼都被斩断了。你们自由了，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不过那些奴隶却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自由是什么？我不知道您说的自由到底为何物。我的家人和族群都已经死光了，我已经没有活着的意义了。您不如直接杀了我吧。李奇虽然有些不解，但他并没有问出心中的问题。如你所愿。说着，李奇再次拔出了腰间的刀，你们瞬间就会得到解脱，不会有任何痛苦。正当李奇准备挥刀的时候，弗雷却伸手拦住了他。放下刀吧，这件事我来处理。我现在是该同情，还是要为你们的遭遇感到愤怒？很遗憾，就算你们死了也不会安息。不过别误会，我出手相救，并不是因为觉得你们可怜。我费了这么大功夫，你们竟然想一心求死。现在你们的主人是我，救你们也是为了我个人的目的。从现在开始，我要在1个月之内杀光折磨你们的人。这个地区还有很多人跟你们一样，成为了阶下囚，估计他们也觉得自己现在生不如死。你们的想法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只想杀光那些油光满面、贪婪成性的猪罢了。你们想知道自由为何物，那就得由你们亲自去确认。日被关在牢笼中的奴隶获得了自由，可他们却要求弗雷等人杀了自己。原来这些奴隶的家人都已经死光了，他们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而且长期的牢笼生活让他们忘记了自由是什么。关键时刻，弗雷站出来，成为了这些奴隶的主人。他要去杀光这里所有的腐败之人，带着这群奴隶去寻找自由的意义。你竟然用一副恶人的嘴脸给了他们一丝生的希望，难道你想当一个反派英雄吗？我只有这么说他们才能接受。对于心怀绝望的人来说，希望只是肤骨之躯。一个奴隶突然获得自由，等同于宣判了他死刑。现在对他们来说，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独自思考的时间。说不定他们以后每救出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或许就能明白自由的含义吧。不过听到这话的李奇却是有些不屑。自由吗？接下来的时间里，弗雷带着这群奴隶四处讨伐奴隶集中营。他从一开始的亲力亲为，再到后来只在一旁观看，奴隶们开始拿起武器反抗士兵，一个又一个奴隶从牢笼中解放出来，他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这些人的眼中也逐渐有了色彩。就这样，路亚诺夫王国的所有集中营都被摧毁了。你们的使命已经结束了，这1个月辛苦大家了。我也没想到最后会集结这么多人。那我们现在自由了吗？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吧，巴肯。现在我们有了很多兄弟，想养活这一批人，我可能得累死。但没有办法，我现在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您说过要让我们亲自去确认何为自由。经历这1个月的磨难后，我终于理解了您的话。得到这样的回答，弗雷也是非常满意。你们之后有什么打算？我们准备去伊甸山脉，因为那地方人迹罕至。我们准备在那里建一座村庄，那地方有很多怪物，过程可能会非常艰辛，总比当奴隶来的强吧。没有比人类更恐怖的怪物了。不对，卡尔大人您除外。其实你说的没错，看来他们终于明白自由为何物了。难道你早就猜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吗？我又不是神仙，只是我坚信他们不会放弃，比恶魔还要恶毒，但有时又比天使还要善良。在李奇的心里，人类带给他的惊喜又增加了几分。对了，我们现在也该出发了吧？体内的魔力和部分神力也差不多消耗完了，会议日期马上临近，再不去就晚了。我忘了告诉你，我们来此的目的了。我们戴米盖特的会议场所就在这里。话音刚落，两人头顶的天空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弗雷没有任何犹豫，当即掏出面具戴了起来。第一个出现的戴米盖特是一个巨大的火之巨人，这是火之毁灭者亚格尼。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说一句话。米盖特和他的爪牙解救了那些奴隶。作为4大组织的成员，夏洛尔等人很好奇里奇究竟想做什么。身为路西德巨舰的成员，杰罗姆明显没想到自己国家附近会有奴隶集中营。也就在这个时候，5人面前的天空裂开了。麻烦了，我们进入了戴米盖特的结界，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不过这样也好，让我们好好听听这些混蛋到底有什么阴谋吧。只见空中的火之巨人身形不断缩小，最终竟化作了一个人类的模样。我是第一个到的吗？弗雷显然没有想到，戴米盖特居然可以自由转换形态。没想到你会自告奋勇，真是让人意外。毕竟我离他们最近。他是你的爪牙吗？看起来还算不错。亚格尼，没想到你也有爪牙了，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在看到亚格尼爪牙的瞬间，弗雷愣住了，他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与他再次相见。也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再次出现3个身影，戴米盖特所有的毁灭者都到齐了。唯一的女性戴米盖特，应该就是一手打造布莱克家族的莱茵，掌管着死亡之力的诺尔。此前也与弗雷有过一面之缘了。最后是阿南塔，他跟4000年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当年集合了5位英雄的力量，最终也没有打过这个老家伙。看来大家都已经到了，你们3个怎么一起过来了？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刚刚一起去确认了一下。有趣的现象，你很快就会知道。听到莱茵这副语气，李奇也没有追问下去。毁灭者终于集结完毕了，唯一还没出现的就只有尊者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诺尔仿佛察觉到了什么，这里居然还有老鼠。听到这话，来自4大组织的几人也是冷汗直冒，他们明明已经隐藏了魔力才对。弗雷不禁好奇，难道那些组织的人真的偷偷跟过来了？尊者的结界只能进不能出，这些可怜的家伙就在门外。弗雷这才感觉到门外有很多人类的士兵，看起来
来并不像个大组织的人。不出意外的话，那是路亚诺夫派来抹除奴隶集中营证据的士兵。里奇，以你的实力，应该能发现他们啊。我当然知道，只是数量太多，我怕会受到神罚。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帮你处理吧。你难道不怕杀了那么多人会受到神罚吗？诺尔并没有回答，吃下手中的东西后，他就消失在众人眼前。里奇，你到底怎么办事的？路亚诺夫可是你的负责区域。但里奇并没有回答，他似乎完全不把阿南塔放在眼中。你以后可得上点心。尊者叫我们来开会，就是想清除一些垃圾。与此同时，诺尔已经来到黑龙骑士团的面前。小可爱们，这是给你们的礼物。比盖特中的5位毁灭者齐聚一堂，几乎是在到达的瞬间，诺尔发现了藏在门外的黑龙骑士团。在吃下手中的神秘物品后，诺尔来到了他们的面前。小可爱们，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只见诺尔对着黑龙骑士团打了一个响指，几乎一瞬间，蕴含着死亡气息的神力攻击了骑士团的每一个成员。至此，强大的黑龙骑士团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沦为了诺尔的亡灵军团。这个礼物不知道你们是否满意？真爽啊！好久没有一次性杀这么多人了。看到这一幕，弗雷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即便自己已经获得了神力，但在这些毁灭者面前，他仍然和蝼蚁没什么区别。弗雷无法想象自己竟然因为杀了一个海德拉的分身就得意忘形。也就在这时，弗雷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进来吧。”时隔4000年，弗雷终于要与他再次见面了。好久不见了，我的同族们，欢呼吧！里奇，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怕受到天罚了。诺尔，你刚刚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过也许是尊者出现的原因。诺尔并没有回答里奇，只见尊者轻轻一挥手，周围坍塌的房屋瞬间恢复原状。做完这一切后，尊者看着里奇，好久不见了，我最忠实的挚友。尊者说完便当着众人的面抱住了里奇。弗雷显然没有想到，里奇和尊者竟然是这样的关系。诺尔，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混蛋，你竟敢无视尊者！没曾想尊者反倒是制止了诺尔继续说下去。诺尔与里奇两人在尊者心中的地位一目了然，就是这个，只要有了这伊利诺钢，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了。伊利诺钢是什么？我第一次听说，这是我们研制出来后亲自命名的金属，现在虽然平平无奇，但你看好了。说着，莱茵就掰开一小块放进了嘴里。在吃下伊利诺钢后，莱茵的力量被隐藏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神力消失了？没错，看起来确实如此。实际上我的神力依然存在，这就是伊利诺钢的神奇之处。其实一开始研究这东西就是为了隐藏体内的神力，让各大组织找不到我们。虽然研究结果跟我们的初衷不同，但幸运的是这东西可以在掩盖体内神力的情况下，又不影响它的使用。只要吃下它，我们就可以暂时规避天道。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杀多少人都不会受到天罚。但这个东西还处于研究阶段，目前还不能量产。现在这一小块金属制作起来就很繁琐，材料也很难弄到，只要吃下一小块就能起效。不过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量产了。如果伊利诺钢可以量产，这就意味着戴米盖特不再需要爪牙了。所以里奇的表情有些凝重。里奇，你为什么是这个反应？我们终于可以尽情屠杀人类了，难道你不兴奋吗？米盖特研发出了可以隐藏神力的金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日后不再需要爪牙的力量，即便他们肆意屠杀人类，也不会遭到天道的处罚。而里奇想要借由爪牙来暗杀戴米盖特的计划将失败。里奇，你变了。4000年前，你灭了伊拉卡国以后就开始有点奇怪了。弗雷这才知道，灭了伊拉卡国的人居然是里奇。要知道，路西德是为守护伊拉卡，最终选择了殉国，这就意味着里奇杀死了弗雷的挚友路西德。都已经过去4000年了，我反而觉得没有任何变化的你更奇怪。胡说八道，我们戴米盖特就是永恒不变的存在。你错了，我们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存在。里奇，你这混蛋，你为何处处与我作对？对了，你们先冷静一点。我发现海德拉死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不清楚，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虽然阿南塔说自己刚刚知道，但3人还是不约而同地看向里奇。别说了，你们不要忘了，我们可是同胞。对不起，尊者，刚刚是我们冲动了，抱歉。最近事太多，大家都有点敏感。没关系，其实剩下的几个毁灭者也很清楚一件事，对尊者来说，里奇就跟他的弟弟没什么区别。毕竟尊者是从号称世界法则的庞大能量团中诞生的第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体，随后诞生的就是里奇。所以即便里奇对自己负责的路亚诺夫不管不问，尊者也没有问他的责。但这样的区别对待，也让其他毁灭者看不惯里奇的所作所为。好了，尊者，我们直接开始谈重点吧。此次会议是为了揪出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叛徒，而他们俩怀疑的对象就是我。里奇，他们俩的话你不用太放在心上。虽然还有很多戴米盖特没来参加会议，但一直等下去也挺无聊的。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尊者大人，您说要玩一个游戏？没错，我们直接公开自己爪牙的身份吧。一时间，弗雷完全无法想象尊者到底在想什么。在内部互相猜忌的情况下，暴露自己的爪牙身份与自杀根本没有区别。更重要的是，一旦弗雷的身份暴露，那以后他必定会寸步难行。弗雷很好奇里奇会作何选择，但看里奇的样子，他似乎毫不紧张。尊者大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开玩笑。虽然我认为叛徒不可能在我们之中，但万一要是这样吧，我先公开自己的爪牙。听到这话，在场的毁灭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对弗雷来说，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好机会。只要能知道谁是尊者的爪牙，那他就能找到机会干掉尊者。尊者，还是算了吧，我们倒是无所谓。但你是我们戴米盖特的核心，你不能公开自己爪牙的身份。
尊者主动提出让众人公开自己爪牙的身份，对弗雷而言，这是找到尊者弱点的最好机会。可关键时刻，亚格尼却否定了尊者的提议。如果叛徒真的在我们之中，那就会出大事，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参加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想知道尊者你的爪牙究竟是谁。那可不行，这是我先提议的，我怎么可能不说呢？亚格尼说的没错，我也同意亚格尼的观点，我也一样。尊者您不能公开自己的爪牙，你们都这个样子，让我有点难堪了。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针对里奇设下的局，目的就是为了逼里奇表态。所以弗雷很好奇，里奇究竟会作何选择？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但是尊者不公开的话，那我也不公开了。疯了吗？你真以为自己跟尊者是平等的关系吗？错的是你才对，所有戴米盖特生来平等，尊者只是代表第一个诞生的戴米盖特罢了，此外没有其他特权，这是大逆不道。尊者的存在至高无上，他背负着自己的使命，没错，而我们的存在就是帮他做脏活累活。听到里奇的话，诺尔下意识就要反驳，够了，尊者，不要阻止我。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认为里奇这小子很可疑。海德拉不是谁都可以除掉的，如果不趁此机会调查清楚的话，诺尔，我的意思是在调查清楚前，不要再去怀疑自己的同胞。诺尔虽然很生气，但他还是听从了尊者的命令。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吗？他明知道情况对自己不利，但依然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仿佛完全没把我们的怀疑放在心上。一看到他这种理直气壮的态度，我就恨得牙痒痒。我知道了，那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会查清楚里奇到底是不是叛徒，除非得出结果，不然无论是过1个月还是1年，这个结界会永远存在。好吧，那我先公开自己的爪牙。说着，亚格尼就让身后的黑袍人摘下自己的面具。看到此人面貌的瞬间，弗雷也知道自己并没有猜错，亚格尼的爪牙赫然就是弗雷曾经救下的不死鸟。弗雷很好奇，不死鸟真的是自愿成为戴米盖特的爪牙的吗？这似人非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死鸟。我在伊甸山脉游历时，发现它比其他不死鸟强数10倍，所以就招入了我的麾下，有点意思。那现在就轮到我了。阿南塔的爪牙是一个名叫泽尔塔的刺客，好吧，那这次就该我了。可看到诺尔爪牙的瞬间，所有人都呆住了，因为他的爪牙是一只恶魔，而且还是恶魔的本体。要知道，恶魔这玩意很难出现在人间，这就意味着诺尔与伊利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既然你们都公开了，那现在就到我了。莱茵的爪牙肯定是布莱克家族的人，但看体型他并不是利特，原来他是莱伊特布莱克，也就是弗雷的母亲。尊者的带领下，毁灭者一一公开了各自爪牙的身份。很好很好，看来大家的爪牙都很优秀，谢谢你们冒着危险共享彼此间的秘密。不知不觉间，这些人已经将弗雷围在中间，似乎只要尊者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强行揭开弗雷的身份。里奇的爪牙，你来的比较早，应该比他们更了解这座城堡，你就带着其他爪牙找个地方待命吧。在我召集同胞们之前，好好休息一下。里奇，我们也谈谈吧。随着尊者一挥手，他与里奇就来到一个独立的空间之中。你也别想太多，大家肯定很好奇我们的谈话内容，所以就只能这么做。没关系，这种小事你不用和我说。其实直到现在，我第一次遇见你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当我从世界的意志分离出来，有自我意识后，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无尽的孤独。当时的世界还未开化，我明知道自己可以征服一切，可还是提不起一丝兴趣。因为就算我拥有绝对的力量，如果没有目标，那也将毫无意义。而此时，这个世界的意志又孕育了一片带着自我意识的碎片，它就是你。你肯定想不到，我第一次发现你时到底有多激动，因为这代表我不再孤单，也终于有属于自己的目的。你诞生后，其他戴米盖特也陆续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你们也成了我活下去的理由。我的力量将会用来保护同胞，并开创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你突然开始说这些做什么？诺尔和阿南塔对你有不满也很正常。你说戴米盖特生来平等，但反观我并没有平等对待大家，因为你是上天给我的礼物，也是我存在的意义。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你选择隐居，没有管理自己的管辖区域，就算你用挑衅的态度对我，并直接拒绝了我的请求，就算你杀了我们的同胞也一样。里奇，你能告诉我为何要选择背叛吗？直到此刻，里奇终于对上了尊者的眼睛。里奇很清楚，尊者早就知道答案了。当尊者说要揭开爪牙身份的时候，里奇就开始怀疑了。这也是里奇要挑衅诺尔的原因。如果尊者无法确信的话，肯定会大发雷霆阻止两人的纷争。但从尊者平淡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里早就有数了。里奇，你明明知道杀死同胞可是死罪，你能告诉我理由吗？身为我最忠实的好友，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背叛。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我错得离谱。可面对里奇的回答，尊者反而没有大发雷霆。你难道还对4000年前的事耿耿于怀吗？当时你和那个骑士战斗时，我就不该选择插手，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你那么生气。听到尊者又提起这件事，里奇的表情变得阴冷起来。尊者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好吧，你背叛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正如里奇预料的那般，尊者一早就知道是里奇残害了同族，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尊者居然说要不再追究此事。这样的变化显然是里奇没有想到的。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毕竟4000年前是我一意孤行坏了你的好事，我可是杀了很多同胞，难道真的就这么算了？现在出去跟大家说队伍里没有叛徒，那样他们肯定不会愿意相信，特别是诺尔和阿南塔，再加上你刚才一直在挑衅，我无奈之下只能答应他们在这次会议里揪出叛徒。看尊者这个样子就知道，说出这些话他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我需要一个背黑锅的，放心吧，我已经挑好了，过不了多久，那个戴米盖特就会过来。你要诬陷自己的同胞，没想到许久不见，连你也变了。戴米盖特生来平等的规则，可是你亲自定下的。够了，
你还不清楚吗？因为你对我很重要。等会出去，你就在大家面前杀了自己的爪牙，到时候你会沉睡100年左右。反正对于永生的我们来说，这点时间不算什么，你就当是在休假吧。到时候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再过几天会有一个叫乌尔的戴米盖特过来，等他来了之后，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里奇心里突然生出一个疑问，难道戴米盖特一族真的可以改变吗？如果杀了弗雷就能得到免死金牌，里奇就可以跟尊者一起从内部改变整个戴米盖特一族，这样里奇就不用孤军奋战了。只要尊者和他站在同一战线，那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弗雷正带着其他爪牙在一个房间中等待。里奇的爪牙是吧？摘下你的面具，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那就自己来摘。够了，再吵就干掉你们2个。你的背包里有没有人类的食物？可以给我一点吗？拿到食物后，恶魔便走到角落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大家还有谁要吃一点吗？说着，弗雷默默看向了不死鸟。在与弗雷对视的那个瞬间，不死鸟似乎有些紧张。不出意外的话，他已经认出了弗雷的真实身份。不过他并没有将弗雷的身份公之于众，能再次与弗雷相遇，已经是让不死鸟很开心的一件事了。不过为了不被人认出来，他们也并没有多说什么。也就在这个时候，里奇来到了爪牙们的房间，看他阴沉的表情，似乎内心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弗雷跟着里奇离开了这里。从刚刚的对话可以得知，杀死路西德的人就是里奇。虽然弗雷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现在看来里奇确实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戴米盖特。走到尽头后，里奇挥手打碎了面前的墙壁，弗雷就这样一直跟在里奇身后，默默走进了这个房间。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了，我们这是要去哪儿？你知道尊者的能力是什么吗？他可以掌控空间。你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代表着什么吗？就算你的实力达到9星，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你突然说这些做什么？我们找他的爪牙，不就是因为打不过他吗？难道你忘了戴米盖特已经发明了伊利诺钢吗？只要有了它，戴米盖特就再也不会害怕天罚了。这也代表爪牙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然后呢？你到底想说什么？对不起，我想我们是时候道别了。说着，里奇拔刀斩向了弗雷。和尊者的对话中，里奇得知他已经改变了。如果里奇能干掉弗雷和尊者联手，那他说不定可以更快改变戴米盖特一族。所以他单独把弗雷叫了出来，毫不犹豫一刀斩向弗雷。但令弗雷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身体居然没有任何伤口。原来里奇刚刚攻击的人正是躲在弗雷身后偷听的阿南塔。没想到，原来里奇你真的就是叛徒，偷听别人的对话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就是你，是你杀了海德拉。你猜的没错，就是我杀的。话音刚落，里奇再次挥刀斩向面前的阿南塔，阿南塔的身影也彻底化为灰烬，消失在2人面前。里奇，你这是在做什么？难道你刚才那是幻影？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来这里。说着，里奇就再次做出拔刀的架势，开始调动体内的神力。随着一声怒吼，里奇拔刀斩向面前的墙壁。弗雷有些愣住了，因为里奇使用的剑法他非常熟悉。一刀斩下后，里奇快速将刀收回刀鞘之中，而2人的面前此刻已经多出来一道空间裂缝。不愧是尊者，我用了全力，竟然只砍出了一道缝隙。就在弗雷诧异的时候，里奇一脚将他踢进了结界的缝隙之中。里奇，你什么意思？你到底要干什么？里奇，快打开呀！你要去哪儿？我刚刚不是说过吗？我们是时候该道别了。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我会等你回来的，你可绝对不能死啊！随着缝隙逐渐缩小，里奇的身影最终消失在弗雷眼前。几乎同一时间，戴米盖特中剩下的4位毁灭者全都出现了。里奇，你这混蛋，你这个该死的叛徒，终于露出自己的真面目。里奇，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真的是叛徒吗？尊者呢？为什么他没有一起过来？你难道以为尊者会继续护着你吗？不好意思，尊者没有来，而且也没说让我们放你一马，还真是遗憾啊。不过这一切都只能怪你咎由自取。你们说的没错，确实是有点遗憾。我刚刚还跟爪牙生离死别了一番，现在这情况反倒搞得我很尴尬。既然尊者他没有来，那我今天就不会死在这里。你真觉得自己能打败我们？难道你被逼入绝境后，连脑袋都不好使了吗？真以为尊者对你另眼相看，你就觉得自己跟他一样了吗？你最多只是2把手罢了。他们说的没错，里奇一直都是戴米盖特的2把手，他的内心早已空无一物，而造就里奇的也只有那满心的虚无罢了。各大组织的人把我们5个除尊者之外最强大的戴米盖特称为毁灭者，没想到那群虫子一样的家伙居然也能得到这么多信息。不过这种说法让我很不爽，他们居然拿我和你们这种废物相提并论，我真听不下去了。你到底哪里来的自信？因为你们这群家伙根本不知道信念为何物。里奇的身份暴露后，戴米盖特中的4位毁灭者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作为戴米盖特中的2把手，里奇毫不犹豫拔刀斩向4人。虽然里奇表现得极为狂妄，但他的实力确实配得上他刚刚的话。同为戴米盖特一族的毁灭者，其他4位与他的实力相差太多，这样的战斗让他根本提不起兴趣。不知不觉间，里奇想起了一些过去的往事。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尊者那喜悦的脸庞。尊者和他说自己终于有了活下去的目标，还说里奇是他的一切。从那时起，里奇的心中就有一个疑问，自己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呢？虽然尊者有了自己的目标，但里奇却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当初才会选择跟随尊者。他把尊者的目标当成了自己的宏愿，可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内心逐渐被空虚感占据。每当这时，里奇总感觉手中的刀在问他，你到底在为何而战？你为何要让自己变强？而这些问题对里奇来说就是梦魇，因为他害怕自己一旦找到答案，就会彻底对尊者失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竟然被一把刀压制了！他明明还没有恢复真身，实力为什么会这么强？不知不觉间，里奇感觉手中的刀失去了往日的锋芒。他不想承认尊者走的道路并不是正确的。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类给了他答案：没有信念的刀跟废铁无异。你
说我的刀是废铁，这种话不是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说吗？你的实力确实很强，我今天也注定会死在这里，但这与输赢无关。现在的你就是一个弱者。李奇无法理解，因为他是这世间的第一把刀。开什么玩笑？只有强者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你有没有哪怕一次想活出性命保护什么东西？路西德的眼神非常清澈，完全不像一个将死之人。面对他的提问，李奇一句话都没答上来。其实李奇心里也清楚自己真正缺少和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面前这个男人的对手。不管是威力、信念，还是自己最重要的人，当一个人为了守护某个东西准备豁出性命时，他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我终于明白他为何不变换自己的形态了。什么意思？那小子现在用的是一个人类的剑法，他不是不想变，是完全做不到，因为回到原本的形态就无法使用人类的剑法。但那又如何？他依然还是很强。除了外表之外，他的肉体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人类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住我的火焰。我们不用攻击他的本体，只要我用火焰把这片地区铺满，他很快就会被烧成灰烬。李奇仅用人类的身体就成功压制了2位毁灭者，只可惜人类的身体局限太大，他很快就会被亚格尼的火焰烧成灰烬。李奇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斩断扑面而来的火焰，但火势实在是太大了，李奇身上已经开始出现烧伤了。以你现在的身体根本无法抵挡我的火焰，你还是快点变回原来的模样吧。只是到时候无法用刀的你还是会被我们斩杀。李奇心里也很清楚，亚格尼刚刚那番话并非虚张声势，如果再这样下去，李奇很快就会被烧成灰烬。看着自己手中的刀，李奇突然想起了路西德和他说过的话，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李奇不再死死抵抗，他任由亚格尼的火势扑打在自己身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小子已经放弃了吗？不管是为了信念，还是为了自己最重要的人，当一个人为了守护某个东西准备豁出性命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了。李奇一刀斩向面前的火焰，他使用了路西德之剑下劈石断天。面对李奇使出来的斩击，4位毁灭者没有一人敢尝试抵挡。李奇的这一刀劈开了尊者的结界，劈开了整个天空，好强大的力量，这天都被他砍成了2段。这真的是区区一个人类的剑法吗？不等他们反应，李奇再次握住刀柄冲了上来，仅仅一刀，掌管死亡的诺尔就被李奇斩去了一半头颅。诺尔身边的2位戴米盖特一时间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下一秒掌管火焰的亚格尼就被李奇斩成碎片。而且这一切并没有结束，掌管毒的阿南塔也被李奇洞穿了腹部。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3位毁灭者瞬间就被李奇斩杀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李奇握住刀柄冲向了莱茵，只可惜尊者还是赶到了战场。李奇，够了，这是我自诞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天。李奇，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尊者，你还是杀了我吧。在李奇说出这句话后，2人所在的位置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只见李奇的右手布满了亚格尼的火焰，他的左手则被阿南塔的毒所占据，他的左腿正被莱茵的风不断切割着，他的右腿也在遭遇诺尔死亡气息的侵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处罚你，你就带着同胞们死前的怨念，在最后的时光里忏悔吧。可即便承受了这样的痛苦，李奇的眼中依然满是不屑，尊者的眼里噙满泪水，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局。莱茵，现在还来得及，快帮我复活他们3个。等一下，尊者，那李奇怎么办？尊者并没有回答，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这里。不管怎么说，李奇已经难逃一死了。莱茵很想手刃这个背叛了自己族人的叛徒，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刚刚就没有出手的他始终无法下手。你还在犹豫什么？还不快杀了我！看到面前的李奇还在向自己挑衅，莱茵心里非常愤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狠下心来。滚吧，我不想为了一个将死之人脏了自己的手，你还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生自灭吧。说完这些话后，莱茵化作一阵风消失了，李奇则用这残缺不堪的身体缓慢爬向自己人生的终点。李奇一人就干掉了3个毁灭者级别的戴米盖特，只可惜他最终还是被赶来的尊者打败了。时间回到几分钟前，被踢出结界的弗雷来到了一处山洞之地，他很好奇李奇做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面前的一座坟墓，以及坟墓前早已残破不堪的剑。这是路西德的坟墓，而这里是属于李奇的空间。在看清这柄剑的瞬间，弗雷就知晓了一切的答案。这是路西德生前的佩剑，弑神者把生前的剑插在坟墓旁边，是对一位骑士最高的敬意。弗雷确信自己没有看错，刚刚李奇用的的确是路西德的剑法。对不起，李奇，我不该怀疑你的，没想到你真的为了一个人类选择了背叛。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影出现在弗雷身后，告诉我，是你吗？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弗雷感觉自己的心跳都要停止了。是你影响了我的挚友吗？站在弗雷身后的人，赫然就是尊者。你犯下了弥天大错，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尊者的口气和4000年前截然不同，很明显李奇的背叛对他打击很大。弗雷很好奇，如今有了神力的自己，有没有机会从尊者的手中逃走？不过当尊者伸出右手的瞬间，弗雷心中就有了答案，就和4000年前一样，弗雷找不到一丝可以逃跑的机会。关键时刻，尊者面前出现了一股紫色的魔力。尊者，快住手！在看到这股魔力的瞬间，弗雷忍不住瞪大了双眼，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认错，这种感觉和4000年前一模一样。你怎么会在这里？让开！虽然面前的女人改变了样貌，但弗雷可以确信，她就是伊丽丝·皮萨曼。尊者，住手！请你不要杀她。伊丽丝，你这是什么意思？最好不要惹怒我。不过面对尊者的威胁，
伊莉丝丝毫没有退缩。我明白了，那我成全你。那个誓约，尊者，难道你忘了吗？听到这话的瞬间，尊者猛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你曾经说过会答应我一个条件，现在我求你放了他，你要把他用在这个人类身上。为什么？难道不行吗？当时可是你亲口许诺我的。算了，这次我就依你，但下次再见，我一定会杀了他。见到尊者让步，伊莉丝也终于松了口气。李奇的爪牙，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没想到除了李奇，竟然连伊莉丝都要保你一命。我现在特别好奇，他们为何对你如此上心。那我们有缘再见，希望到时候你还能活着。就这样，尊者的身影消失在两人面前，伊莉丝死死护住弗雷的手也终于放了下来。虽然之前的种种迹象表明伊莉丝可能还活着，不过直到此刻，弗雷才终于可以确定，伊莉丝死死攥着拳头，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他缓缓回过头，望向这位4000年前的故人：“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脸？”伊莉丝不惜消耗誓言，也要守护弗雷的生命，而他唯一的要求，只是想看一下弗雷现在的脸。可面对这位4000年前的故人，弗雷却没有感激。此刻，弗雷在面具之下的脸庞，里面满满都是冰冷，他实在无法忘掉伊莉丝亲手杀死休斯泽的画面。不行，对不起，我不能相信你。伊莉丝没有想到，自己等待了4000年，换来的只有这个。这4000年间所受到的质疑和委屈，似乎在这一瞬间全部涌上心头。不过他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即便如今的卢卡斯并不信任自己。伊莉丝，你刚刚为什么要救我？伊莉丝并没有回答，而是回头开启了一道传送门。关你屁事！伊莉丝此刻就像一个稚气的小女孩一般。说完后，伊莉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回想起刚刚尊者举起手的瞬间，弗雷再次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悲愤。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又一次体会到了死亡的恐惧。如果不是伊莉丝，他肯定已经命丧黄泉了。路西德，你连里奇都能改变，我明明都活了4000年，但是我却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是如何改变他的。其实很简单，当时他骂醒了我。弗雷一回头，这才发现了满身伤痕的里奇。里奇的身体能坚持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拜托你扶我一下，我想躺在他的墓旁。弗雷很后悔，他后悔自己之前还怀疑过里奇。看来你已经见过尊者了，抱歉，这都怪我太小瞧尊者了。话说到一半，里奇就猛地咳出一口鲜血。里奇，别说话，我先帮你包扎一下。戴米盖特的身体和人类不一样，如果尊者不亲自出手救治，我们就只能等死。我已经时日无多了，听好了，弗雷，我打伤了诺尔、阿南塔还有亚格尼，除非痊愈，他们不可能再出事，所以你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准备。是你独自打败了他们吗？只有戴米盖特才能让尊者动怒。他明明知道我是叛徒，但依然没有对我下狠手。至少对戴米盖特来说，他是个博爱主义，而这就是尊者最大的弱点。那你为何还要背叛他呢？因为没有信念的刀和废铁无异。4000年前路西德说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我。我为了填补自己的空虚，不断追求力量，甚至夺走了不少人类的刀法为自己所用。当时我找到路西德也是为了抢走他的刀法，而胜利的天平跟预料的一样，慢慢倒向了我这一边。但就算毫无胜算，他也没有选择屈服。那一瞬间，我终于了解到什么才是不屈的信念，也明白没有绝对的力量，只论刀法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奇怪的是，当时的我豁然开朗，瞬间明白了自己缺的是什么，该用什么来填补心中的空缺。因为得知了路西德的死因，弗雷此前还一直在怀疑里奇，可看到里奇如今的模样，弗雷知道是自己错了。看来我一直误会你了，原来你并没有虐杀路西德，而是想和他决一胜负。你错了，杀死路西德的人是尊者。当时我只用刀法跟他打，完全没用戴米盖特的力量，但是担心我被打败的尊者突然出手杀了他。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宁死不屈的坚毅眼神。当时我问了他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念，而他却笑着对我说，是朋友，只要有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让我下地狱又何妨。他的话让我产生了怀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信赖这个词，这跟尊者虚有其表的博爱主义不一样。说实话，我很羡慕他。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世间所有的生命都不容践踏。弗雷，你是时候回到布莱克家族了，你要在那里找到阻止他们制作伊利诺钢的线索。如果戴米盖特开始量产伊利诺钢，那一切都完了。然后你要去北边的雪原，去找名为艾利亚的戴米盖特，他对各大组织和戴米盖特的斗争没有兴趣，是连尊者都已经放弃的怪胎。现在唯一能站在你这一边的戴米盖特，估计只有他了。消失之前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我也无憾了。戴米盖特跟人类不一样，我们一旦死去就会永远消失。可惜啊，我真想在天堂再跟他好好打几场。不知道路西德看到现在的我会做什么样的评价。你很优秀，里奇，恭喜你悟到了。在这一瞬间，里奇从弗雷身上看到了路西德的影子。如果是他的话，肯定会这么说的。看来我的时候要到了。刚才那一瞬间，我还以为你是路西德。路西德是我最信赖的伙伴，我的真名叫卢卡斯特劳曼，是为了打败尊者重新穿越回来的大魔导师。原来是你啊，怪不得，现在终于说得通了。路西德和我都以你为荣，里奇，你是我们俩最信赖的伙伴。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安息吧，在自己生命的尽头。里奇笑了，他说的没错，我感觉一切都值了。里奇曾经说过，戴米盖特和人类不同，他们本身就是一股极其精纯的能量，死后自然也不会留下遗体。唯一能证明里奇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据，就只有弗雷手中这颗魔核。和之前一样，弗雷又将独自面对那些强大的戴米盖特。他没有时间怀念从前，他还得去完成里奇托付的2件事情。不过在临走之际，弗雷将里奇的剑留在了弑神者的旁边，因为路西德曾经说过，把一名骑士生前的剑插在他的墓边，是对这名骑士最高的敬意。里奇与毁灭者的战斗将这座城堡彻底摧毁了。
直到戴米盖特全部离开了，各大组织的人才终于敢现出身形。亲眼看过毁灭者之间的战斗后，夏洛尔知道了自己和戴米盖特之间的差距，即便各大组织的人全部联手，也绝对不是这群戴米盖特的对手。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还停留在上空的弗雷。夏洛尔他们记得这个人是之前那个刀客的爪牙，对方只是一个爪牙，大家一起抓住他，套出一些情报吧。杰罗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先交给我来处理吧。比起头脑简单的杰罗姆，萨普勒自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卡尔莱克顿，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来历，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究竟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面对萨普勒的问题，弗雷并没有回答。我们已经知道你是那个刀客的爪牙了，但他刚才屠杀了自己的同族，甚至之前还在这里释放了无辜的奴隶，弄得现在都搞不清楚你们是敌是友了。卡尔，回答我，你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弗雷依旧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此刻他的目光已经望向下方的人群中，望向他的二哥夏兹布莱克。刚刚里奇让他去布莱克家族，现在他已经有了计划。下一秒，弗雷直接释放自己体内的神力，几乎同一时间，杰罗姆直接提起大刀冲了上来。不过他的攻击完全无法突破弗雷的防御。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地上的众人也十分吃惊。要知道面前这个人是刀客的爪牙，但他使用的神力却是雷电属性，至少在这之前，组织遇到的爪牙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不等他们惊讶，更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名叫卡尔的人竟然使用了空间掌控技能，这就意味着面前的这个爪牙还是一个8星大魔法师。各大组织的干部都知道，神力与魔力是不能共存的。此刻只有夏兹一人稍微感觉到了什么，很快他就收到了弗雷的传音，我们还是单独谈谈吧。夏兹意识到面前这个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弟弟弗雷。不过这个时候，夏洛尔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准备召唤恶魔。只要召唤出莉莉丝，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就会有极大的提升。不过令他们意外的是，弗雷居然也和夏洛尔做出了同样的动作。杜根扎尔显然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还能召唤恶魔，只见两股庞大的魔气翻涌，两位魔界的大弓便同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我瞧瞧这是谁啊？我们快100年没见了吧？闭嘴！前不久你不是刚袭击了我的契约者吗？阿修罗，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无所谓，我早就想教训你了。一个魅魔凭什么可以做到大弓的位置？你还是那么粗鲁，那就用你的血来满足我的饥渴吧。各大组织的人从没遇到过这么强大的爪牙，他不仅同时拥有魔力与神力，甚至还能召唤魔界的大公爵为自己所用。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莉莉丝一时半会无法与阿修罗分出胜负，所以夏洛尔等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弗雷战斗。你们现在是累赘，赶紧离开这里！夏洛尔大人，我不想再说第二遍，这不是你们可以插手的战斗，赶紧滚！我们知道了，您要多保重。夏洛尔大人，萨普勒说完就带着杰罗姆逃走了。我真没想到你会轻易放走他们，看来你很有自信嘛，因为我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你。如实招来，戴米盖特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别闹了，你之前不是试过一次吗？这招对我没用的，上一次毕竟只是从莉莉丝口中听说此事，如今亲眼见到，夏洛尔才知道弗雷的精神力有多么变态。你刚刚说你的目标是我，这是什么意思？吸血鬼少女啊？不对，应该叫你大妈或者奶奶。我记得你们吸血鬼讲究弱肉强食，强者为尊，所以我想让你来侍奉我，真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说着，夏洛尔就直接释放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变成吸血鬼形态后，夏洛尔的战斗力将大幅度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使用使魔的力量。没想到都几百岁的人了，居然还喜欢打消耗战。话虽这么说，但弗雷还是被夏洛尔的蝙蝠团团围住。不过这个时候，弗雷却将一只手悄悄伸了出来，几乎一瞬间，弗雷的周身迸发出恐怖的雷电，夏洛尔召唤出来的蝙蝠也在顷刻间化为灰烬。与此同时，尊者来到了世界北边的雪原，里奇曾经告诉弗雷，那里还有一个戴米盖特中的怪胎。不知走了多久，尊者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影。如果不是有里奇这个先例，几乎没人能看出来女人是一个戴米盖特。好久不见了，艾莉亚，我不是警告过你别来这地方吗？尊者，这次是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里奇死了。什么？这怎么可能？里奇怎么会？是我杀的。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怎么可能杀他？因为他杀了无数同族，并背叛了我们的信念，所以我只能出手惩戒。在错愕之后，艾莉亚的眼中满是冰冷。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伤心什么？艾莉亚，你来代替里奇的位置吧，你应该清楚我的答案是什么。滚吧！面对出言不逊的艾莉亚，尊者却异常的冷静。我还会再来的，到时候不管你说什么都没用。表达完自己的意图后，尊者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在尊者走后，艾莉亚独自站在寒风中，直到尊者的身影消失在眼前，艾莉亚才像是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她始终无法相信刚刚听到的话，她不敢相信里奇真的死了。吸血鬼女王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也要在这里干掉弗雷。但令她意外的是，自己的攻击对弗雷毫无效果。她召唤出来的蝙蝠使魔甚至没有起到任何拖延作用。不得已，夏洛尔只能催动更多魔力。只见一只地狱犬突然出现在弗雷的身旁，只可惜他的攻势依旧被弗雷周身的防护罩挡了下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弗雷发现防护罩居然有了破损的迹象。下一秒，地狱犬竟然硬生生咬破了弗雷的防护罩。但弗雷并不知道，地狱犬其实只是用来吸引注意的手段。在刚刚那段时间，夏洛尔已经又召唤了2个更加强大的使魔。你这个老奶奶竟然能召唤这么多东西，还真是厉害呀！给我闭嘴！你这个狂妄
望的家伙。几乎同一时间，3个使魔齐齐朝着弗雷涌来，弗雷则是一边后撤，一边积蓄体内的神力。下一秒，一股恐怖的雷电神力直直命中了战场中央，待烟尘散尽，所有的使魔全被消灭了。在一旁观战的夏洛尔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踪迹。原来在雷电落下的瞬间，他已经悄悄进入了弗雷的影子中。可看弗雷的表情，他似乎早就猜到了夏洛尔的意图。几乎是在夏洛尔出现的瞬间，弗雷一脚踩在了他的胸口。你这老奶奶气魄倒是不错，就是实力太差了，住手吧！从一开始也没想对你们怎么样。什么意思？先挑衅的人是你才对吧？我只是想看看你们的实力够不够跟戴米盖特对抗。什么意思？难道你想对抗他们？开什么玩笑！你不是戴米盖特的爪牙吗？我不是在询问你的意见，你只要接受就好，因为我比你们强，你们没资格拒绝我的提议。夏洛尔虽然很不爽，但他明白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从恶魔的战斗中来看，莉莉丝也不是阿修罗的对手。莉莉丝，你先回去吧。为什么？我马上就要占上风了。好吧，我认可你的实力，不是说要教训我吗？是我输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主人。听到这话，阿修罗和莉莉丝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真是可惜啊，我刚刚才做好热身运动。再见了，阿修罗，我们下次再一决胜负吧。就这样，2位魔界的大公消失在2人面前。再怎么样，我也是吸血鬼女王，不可能轻易屈服于谁。你想用我的血签订契约，还真是狡猾。如果我的实力不够，那不就反被你操纵了吗？怎么，事到如今反倒是你害怕了吗？怎么可能？那就来吧。说着，弗雷就主动撩开衣服，几乎一瞬间，夏洛尔就一口咬在了弗雷身上。随后，弗雷的意识就被拖入一处奇妙的空间之中。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样貌啊！这里是你制造的空间吗？没错，这是虚空，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简单来说，我可以把你在这里关到屈服为止。夏洛尔以契约为由，将弗雷拖入了虚空之中。他打算将弗雷关在这里，直到他屈服为止。我并不想嘲笑你，这里比起我知道的那个地方，跟天堂没什么区别。毕竟我的肉体还在，五感也没有被剥夺，而且还有你陪着我。夏洛尔很好奇弗雷在说什么，但看他的样子并没有在说谎。在他的认知中，一个人类的精神力再强，也绝不可能在这里坚持1年的时间。夏洛尔最终还是忍不住了，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既然你这么想知道的话，那我就告诉你答案吧。一瞬间，夏洛尔的意识跟随弗雷来到了无底深渊，那是弗雷被尊者关押了4000年的地方。弗雷将自己在无底深渊被折磨的感受，通过2人之间的契约传递给了夏洛尔。你没事吧？这还只是我1年的遭遇而已。过了100年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当我醒过来时，才发现已经足足过去了4000年。夏洛尔无法想象，一个人类居然可以承受这样的痛苦。夏洛尔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一个身影，一个4000年前突然消失的人。这个活了数百年的吸血鬼女王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难道您就是大魔导师卢卡斯特劳曼大人？是您吗？真的是您吗？我再问你一次，要不要服从于我？调整好情绪后，夏洛尔立下了誓死相随的誓言。等太阳落山后，把夏兹布莱克叫到这里来，记得要让他自己过来。您回来是为了打倒戴米盖特一族吗？活了数百年的夏洛尔第一次如此希望得到一个人类肯定的答复。是的，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彻底摧毁戴米盖特一族。说完之后，弗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夏洛尔第一次感觉终于有希望可以战胜戴米盖特了。离开这里之后，弗雷来到了托尔坎山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不死鸟的地方。他需要一个答案。没过多久，一团火焰在弗雷身后缓缓凝聚。2人之前没有任何交流，但不死鸟还是来了。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没想到这段时间你的变化这么大。我找你就是想问一个问题。说实话，我没想到会在那里遇到你。告诉我，你为何要当亚格尼的爪牙？这是你的本意，还是因为有别的苦衷？老实向我交代吧。我准备铲除所有的戴米盖特。如果你的答案让我不满意，那我只能除掉你了。别开玩笑了，就凭你吗？有本事就来试试。这就是我的回答。在那天之后，我一直在等着把你生吞活剥。你难道是托尔坎？眼力见倒是不错，真奇怪啊，你应该是不死鸟才对，你怎么还没死啊？在扭断你脖子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死的。也就在这个时候，不死鸟突然捂着脑袋大叫起来。死鸟成为了亚格尼的爪牙。弗雷很好奇这中间是不是另有隐情。原来此刻使用这副身体的其实是弗雷曾经杀掉的托尔坎。也就在这个时候，不死鸟突然捂着脑袋大叫起来，我的头好痛啊！知道了，对不起，跟这种疯子住一起，真是快把我逼疯了。怎么了？你有病吗？是不死鸟，那混蛋吸收我的尸体时，把我的意识也一起吸收了。所以为了抢夺肉体的支配权，我们对抗了很久。不过很可惜，最后我还是输了。现在我就是一个囚徒，不死鸟只要愿意，就能随时抹除我的意识。我可是托尔坎，但现在居然为了活命，每天要低声下气，还得被他教训。那为什么现在出来的是你？不死鸟人呢？因为成为亚格尼爪牙的人是我，他怕最近跟你接触会被亚格尼发现，就让我出来了。当爪牙的理由也很简单，我被吸收以后，这个混蛋他……等一下，能不能别叫混蛋？我们讲点礼貌不行吗？他就没有名字吗？像他这种雏鸟怎么可能会拥有名字？等一下，什么？真是恶心死了！你到底在害羞什么呀？他刚刚和我说让你帮他起一个，让我起名字吗？没错，他就是这么说的。尼克斯，这个名字倒是还不错。他说自己很喜欢。你有完没完？害羞个屁呀！
事情的经过还要从那个时候讲起。我死了之后，尼克斯掌控了这个地区，可突然有一天，亚格尼出现了，当时差点吓死我。活了这么久，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恐惧。但尼克斯竟然想跟他打一场，我早就知道他是个疯子，但没想到竟然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他根本没有什么计划。在千钧一发之际，我拦住了尼克斯，给了他一个建议，我劝他乖乖投降，先保住小命再说。你见过一个人表情和说话完全不符的情况吗？当时的亚格尼对实力强大的不死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这还是多亏他吃掉了我的心脏。我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只能成为亚格尼的爪牙，真是没出息。你可是德莱克之王，那你呢？你不也是里奇的爪牙吗？不过那家伙确实挺厉害的，竟然自己独自干掉了3个高级戴米盖特。你原本就是个话痨吗？我可是很久没说话了，你懂什么？对了，那个里奇他现在怎么样了？死了？那还真是可惜啊。里奇的目的是消灭戴米盖特，因为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才会当他的爪牙。听起来不错，那我们也加入吧。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其实我们也不想当亚格尼的爪牙。还有，我知道亚格尼现在躲在哪里，他就藏在加拉克沙漠的某一处。你小子还挺不错的，是尼克斯调教的好吗？他想恢复的话，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我们得快点行动了。有了其他情报，我马上通知你，小心点吧。这是尼克斯托我转告你的，你们也小心点，还是安心待在山脉里吧。了解完不死鸟的事情后，弗雷重新回到了路亚诺夫王国，夏兹则是按照夏洛尔的命令独自前来。虽然他早就猜到了一些真相，可亲眼看到时还是有些吃惊。我们一直跟踪的那个爪牙，果然是你啊，弗雷！看来你最终还是吸收了卢克斯的结晶。听说你见了特劳曼圆桌会的会长后，突然消失不见了，但你为什么会成为戴米盖特的爪牙？我已经听说了布莱克家族的秘密，听说家族已经成为莱茵的手足，变成了研究融合神力与魔力的实验场。夏兹的表情有些复杂，但他明显是知道真相的。夏兹，你告诉我，你到底站在哪一方？我保持中立，我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性命罢了。你这个家伙还真是狡猾呀，居然想通过这种方式活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带我回布莱克家族吧。为什么要回去？我想找一件东西。什么东西？这和你没关系吧？不过你听好了，布莱克家族在未来肯定会面临灭顶之灾，你为什么执意要与我同行？那里也是你家呀。因为如果我突然回去，莱茵的爪牙肯定会怀疑我。夏兹突然开始好奇，面前的弗雷真的是自己的弟弟吗？知道了，我带你回去便是。夏洛尔大人也说让我们全力配合你，而且他还不让我们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没想到，心高气傲的夏洛尔会如此看重你。没过多久，夏兹便带着弗雷回到了布莱克家族。不知为何，弗雷心中隐约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似乎在恐惧些什么。他终于以弗雷这个身份回到了让他选择放弃一切的家族。在看到两人的瞬间，门口的卫兵都向着夏兹行礼，不过他们都很好奇，二少爷身边跟着的这位究竟是谁？我才走了多久，你们这就把我忘了吗？难道您是弗雷少爷？您终于回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夏兹突然看到了一个不属于布莱克家族的马车，这是怎么回事？家里难道来客人了吗？没错，不久前第3皇女殿下刚刚过来，稍微了解一下后，夏兹便带着弗雷往府邸走去。从近几年开始，我们家族就跟第3皇女殿下走得很近，但她一般只跟母亲交流。要知道莱茵的爪牙就是弗雷的母亲莱伊特，第3皇女的话是不是叫皮奥蕾？没错，正好大家都在那边，我们也赶紧过去吧。第3皇女殿下聪慧贤明，深受皇帝的宠爱。虽然她今年已经25岁了，但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一直还未成婚。25岁，真是可惜啊！安静点，不要随便讨论过了婚期的女性。如果她再大个10岁，我肯定会追她。也就在这个时候，弗雷的大哥看到了两人。夏兹，好久不见了。夏兹没有过多寒暄，只是简单的对皮奥蕾行了礼。你这小子怎么一声不吭的回来了？怎么回事？你怎么也跟着夏兹一起回来了？弗雷终于回到了曾经抛弃自己的布莱克家族，不过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并不欢迎弗雷的到来。他父母的态度也极其冰冷，好像弗雷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好久不见了，父亲，贵客来访，我们晚点再聊家常。你好，我是皮奥蕾迪亚克卡斯特拉，皇女殿下，您不用在意这小子。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布莱克家族的所有人都有些吃惊。我是布莱克家族的弗雷，能见到皇室的荣耀之星皇女殿下，是我的荣幸。虽然我很想带您转转，但我刚到家还未洗尘，无颜面对您。为了不影响皇女殿下的心情，您能允许我先行告退吗？布莱克家族的人无法想象，这居然是曾经被赶出家门的弗雷。看到这一切的米萨尔面色变得极为阴沉，夏兹则是一如往常的冷漠。那我也退下了。就这样，4人看着夏兹和弗雷走进了府邸之中。没想到利特公爵还有一个儿子，他比起自己的哥哥们差远了。这样吗？我倒觉得未必。与此同时，夏兹和弗雷来到了房间之中。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既然好久没回来了，我当然要好好休息一下。你没必要演戏，继续保持现在的样子就好。关于你的传闻已经传到这边了，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你讨伐了海盗，还跟菲尔安成为了朋友，甚至去了魔塔。如果你现在还要继续演戏的话，大家肯定会怀疑你的。知道了，谢谢你提醒我。就这样，夏兹离开后，弗雷一个人修炼到了晚上。突然一阵突兀的开门声打断了弗雷的修炼。家主大人有请，该吃晚饭了。
作为布莱克家族的一个仆人，男人甚至都没看弗雷一眼，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垃圾简直玷污了布莱克家族的声誉。没成想下一秒，弗雷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听好了，以后进来之前别忘了敲门。这次我放过你，但下次就不一定了。男人有些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垃圾？难道他不是之前的那个弗雷了？没过多久，布莱克家族终于齐聚在餐桌之上。父亲很久之前就往魔塔派了人，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因为这段时间事情太多，弗雷压根没把那件事情放在心上。你竟然无视父亲的召回命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够了，告诉我，你离开魔塔之后，这段时间到底去哪儿了？我只是没有目的的到处游历，借此来提升自己的魔力。你这家伙也配用游历这个词吗？看来你跟传闻中一样变得自满了，但没有实力，仅靠那些虚的东西，还是无法成就自我。你被勒令退学，现在连魔塔都待不下去了，不是吗？你只是个逃兵罢了，真以为我们猜不出来吗？但不管米萨尔怎么说，弗雷都只是在淡定的喝茶。他明明才回到家半天，就遭到了家人这样的对待，所以他决定帮这副身体的主人稍微反击一下。我可不是逃兵，那你说说，这段时间的游历到底有什么收获？不清楚，但至少变得比你强了。弗雷回到布莱克家族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挑衅自己的大哥。要知道，米萨尔一直是布莱克家族最出色的孩子，所以听到这样的话，莱伊特都忍不住笑出声来。看来你确实长了不少见识，之前连我眼睛都不敢看的胆小鬼，现在倒是勇敢了很多，连我这做哥哥的都替你高兴。不过你好像并不懂自信和自满之间的区别。我们一家人好久没一起吃饭了，能不能别为了这点小事吵架？听到这话，米萨尔明显很不开心，他当即看向了利特，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不用征求我的同意，好吧？那就当是饭后运动了，跟我来。米萨尔说完之后，布莱克家族的其他人都纷纷起身。夏兹，你不去吗？我对这种事没兴趣。夏兹还以为弗雷是想找出谁是真正的爪牙，而在夏兹眼中，米萨尔绝不可能是那个人，所以他不想亲眼看到米萨尔的惨状。但是他还是有点担心弗雷会不会下死手。此刻的米萨尔有些好奇，几年前被自己碰一下都会摔倒在地的弗雷，此刻竟然摆出了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他很好奇弗雷究竟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疯了。你先出手吧。听到这话的弗雷有些好奇，真以为我会用全力跟你战斗吗？我只是想教训你一顿罢了。不过弗雷的心中也有不少顾忌，因为莱茵的爪牙也在场，他不能暴露自己全部的实力。最终他还是决定用之前最常用的魔法奥数弹。看到奥数弹的瞬间，米萨尔有些失望，我还以为你会用3星魔法。但不等他说完，奥数弹就直直朝他袭来。刚刚还在分神的米萨尔只能狼狈躲闪，可在看到奥数弹的威力后，米萨尔有些诧异，一个普通的1星魔法真的能有这么恐怖的威力吗？然而更令他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只见弗雷直直冲了过来。作为魔法世家的布莱克家族，照理来说不会有这样的战斗方式，不过经验丰富的米萨尔还是第一时间使用了冰刃术，可弗雷竟然用拳头硬生生击碎了面前的所有冰刃。米萨尔无法想象弗雷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可不等他多想，弗雷的攻势再度袭来。作为一个被晋升的魔法师，米萨尔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他就像一只小鸡仔一样被弗雷拎了起来。利特这才知道弗雷居然学习了魔道武术，你这个臭小子，你竟然敢对我不敬！说着，米萨尔就使用了火神术，一瞬间他的全身便被火焰包裹，拿走你一条手臂，就当是对我不敬的代价。可令米萨尔意外的是，被火焰包裹的弗雷没有任何异样，你这也配叫火焰吗？根本一点都不烫啊！说着，弗雷狠狠一拳砸在了米萨尔脸上，随着一拳落下，这场手足之间的战斗也落下了帷幕。弗雷仅凭奥数弹和体术就成功碾压了自己的大哥米萨尔，他不知道真正的弗雷此刻是否会好受一点。现在谁也不会再把弗雷当成垃圾了。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竟然学习了魔道武术，真是不错呀！根据这副身体的记忆，这还是父亲第一次夸奖弗雷，因为我觉得自己在魔法上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但魔道武术也会用到魔法，你的魔力感应度应该提升了不少，你确实变强了。这个时候，莱伊特也走了过来，我的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要知道，这些人就是将弗雷赶出家门，害死他的元凶之一。即便感到恶心，弗雷还是要假装开心。谢谢你。接下来，莱伊特将弗雷带到了庭院之中。你还记得皮奥蕾皇女吗？当然了，忘了和你说，她来我们家是为了订婚，以后深受皇帝宠爱的第3皇女就要成为我的儿媳了。毕竟米萨尔和夏兹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弗雷相信布莱克家族与皇室联姻一定不是为了政治，其中一定有什么阴谋。这么多年我都没怎么关心过你，你觉得自己如何？虽然第3皇女年纪不小了，但确实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性，甚至我都觉得你配不上她。但这也太突然了。母亲觉得皇女对你的印象好像也不错，不用再考虑了，毕竟你已经被家里人认可了。弗雷只觉得有些好笑，原来家人之间还需要认可，被认可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了，比如你可以共享我们家族的秘密，给你3天的考虑时间，这段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吧。为了不让莱伊特怀疑，弗雷并没有马上同意他的提议，在查清真相之前，他必须尽量伪装自己。可随着他打败米萨尔，布莱克家族的人对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了。少爷，您终于回来了，您不在时我已经把房间打扫好了。对于这样的欺软怕硬之徒，弗雷并不想与他们有太多交流。我要睡了，你出去吧，我这个人很敏感，到明天早上之前不许任何人进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只黑色小猫出现在弗雷的床边，如果有人带着
敌意靠近，就立马叫醒我。为了了解到更多信息，弗雷决定使用离魂术去探索一番。虽然一般人绝对无法发现弗雷，但他还是要尽可能小心，因为莱伊特是莱茵的爪牙，所以莱茵很有可能藏在布莱克家族。在布莱克家族的地下，弗雷听到了利特的声音。不会吧？难道你真的想让弗雷娶皇女吗？这也没办法，总不能让鼻骨断裂的米萨尔过去吧？你为何一定要让皮奥蕾皇女当自己的儿媳？你可别忘了，她一直在保持中立。我们必须要得到皮奥蕾皇女，因为只有她才能给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莱茵大人需要她。弗雷使用游魂术偷偷潜入到布莱克家族的地下，在这里他遇到了正在谈话的父母。莱茵大人需要的东西，你说的是伊利诺钢吧？小心隔墙有耳。莱茵大人已经下令让我们好好保守这个秘密，但我还是无法理解，那不是莱茵大人制造的合金吗？为何需要皮奥蕾皇女的帮助？事已至此，莱伊特也不想再隐瞒什么。我们需要奥哈尔，奥哈尔是制造伊利诺钢的核心材料，而只有皇女才能大量拿到这东西。虽然他现在不知道我们为何要奥哈尔，但以后要是增加订单的话，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他发现。所以只要他变成我们布莱克家族的人，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弗雷此刻终于明白，布莱克家族的弱点就是皇女。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莱茵大人他现在在哪儿？听到这话，弗雷也赶紧凑了上来。利特伯爵，这跟你没关系。莱伊特说完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作为布莱克家族名义上的家主，利特感到十分屈辱。没过多久，弗雷的灵魂就重新回到身体之中。这次暗中调查的收获非常大，他已经知道了布莱克家族真正的弱点。莱伊特正按照莱茵的命令大量生产伊利诺钢，而且从刚刚利特的反应来看，布莱克家族真正的首领是莱伊特，而他想让皇女嫁入布莱克家族，就是为了核心材料奥哈尔。所以想要阻止戴米盖特生产伊利诺钢的关键，就是能否掌控皮奥蕾。弗雷现在需要制造一个和他单独聊天的机会，但皮奥蕾身为皇女，这件事一定不会很简单。但令弗雷感到意外的是，皮奥蕾第二天一早就主动送上门来了，而且他似乎还想主动制造与弗雷独处的机会。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皇女肯定对你也有好感，我这么早就来拜访你，是不是有些唐突了？您多虑了，昨天没有好好跟您打招呼，一直让我很在意来着。就这样，弗雷独自带着皮奥蕾开始参观布莱克家族。为了完成戴米盖特的大计，莱伊特觉得现在的等待是值得的。听说你是菲尔安的朋友，我跟他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来着。可话说到一半，皮奥蕾突然假装自己被绊倒了，弗雷实在看不下去了，只能伸手抱住了他。您没事吧？谢谢你，弗雷。弗雷本以为皮奥蕾没传闻中那么厉害，可他突然感觉皮奥蕾的手掌之中还有其他东西。不好意思，我突然忘了自己得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弗雷阁下，我很期待与你的下一次见面。这一系列的变化让弗雷着实有些意外，仅仅通过这一次接触，他就断定皮奥蕾是凭借实力得到了皇帝的宠爱。皮奥蕾留下的字条上赫然写着：星期五凌晨2点，请来米拉吉旅馆3B。拉吉旅馆的房间里，皮奥蕾正拿着化妆镜在补妆。没想到皇女殿下大晚上还会补妆，看来那名男子不简单啊！你偶尔也打扮一下吧，冷色调应该很适合你。身为您的护卫，我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女人的容颜可是最厉害的武器，有时候100句话都不及一抹微笑。也就在这个时候，旅馆的房间传来了敲门声。弗雷阁下，听说你现在是特劳曼圆桌会的高层，没想到您会对特劳曼圆桌会感兴趣。其实感兴趣的人是我师父，而且我也知道多亏了你，原本没落的特劳曼圆桌会才能重新崛起。但我没想到，你这个大功臣居然又弃组织于不顾，在外面到处闲逛，还真是令人意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估计你应该有什么计划吧？与此同时，特劳曼圆桌会的众人正在收复周边的小型组织，让我们共同抵御外敌。你们不会真把自己当成龙头老大了吧？只要杀了你这个会长，特劳曼圆桌会就会和之前一样了。关键时刻，一发雷电术击中了空中的刺客，刚刚出手之人，赫然就是弗雷留在特劳曼圆桌会的伊莎贝尔。你们听好了，我们特劳曼圆桌会不一样，要么放弃当人类，要么跟我们并肩作战。我只是找到了可以代替自己的人选，能有一个值得相信的同伴是件幸运的事，是不是啊？皮奥蕾皇女殿下，不管是同伴还是属下，只要有值得信任的人就行。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在表示遗憾，我们不是说好单独会面吗？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原来是这样啊，皮奥蕾皇女殿下，是我误会你了。看来这里还有入侵者呀！暴露的瞬间，贝罗妮卡当即持刀冲向弗雷，弗雷一只手用护盾挡下攻击，另一只手则放在了贝罗妮卡头上。住手！她是我的护卫，是吗？那您怎么没早说呢？要是再晚几秒的话，这女人就要香消玉殒了。没想到刺客还能当护卫，皮奥蕾殿下的眼光还真是独特呢。皮奥蕾有些好奇，弗雷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真的只有20多岁吗？刚才出现了一点小插曲，我们还是继续吧。关于莱伊特的计划，皇女殿下到底知道多少呢？您可以实话实说，因为我跟布莱克家族并不是一伙的。他想让我脱离皇室，加入布莱克家族，然后想从我身上得到某种材料。材料？您为什么会这么想？这几年布莱克家族的订单量已经增加了3倍，虽然他们对外声称这是为了研究魔道学，但这骗不了我的眼睛。巨人的血，还有10年的人参以及奥哈尔，这些都是他们增加的订单，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的是哪种材料。您果然很聪慧，您说的这些材料里确实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明外表只是一个年轻人，但皮奥磊却从弗雷身上感受到了老者的从容。在弗雷的身上，皮奥磊看到了自己师傅的影子。可以请你告诉我，那材料到底是什么吗？皮奥磊皇女殿下，难道你还想保持中立吗？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戴米盖特马上就要开始征服整个大陆了，最短1年，最长也不过2年。如果您不反抗的话，最多也只能活2年了。放肆！你竟敢威胁皇女殿下！弗雷只不过打了个响指，贝罗妮卡就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压力，两人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皮奥磊知道这次谈话已经被弗雷主导了。你有什么证据吗？戴米盖特已经蛰伏了4000年，他们为何现在要出事？因为他们没有了顾虑。莱伊特想要的是奥哈尔，听说那东西只有您能弄到。原来如此，那东西会促使他们提前完成计划。所以如果我不站在戴米盖特那边，莱伊特肯定会为了得到奥哈尔威胁我。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加入某个组织吗？怎么可能？现在的组织根本无法保障您的安全。如果不加入组织的话，那你有什么计划吗？跟我联手吧，我来成为你的守护者。听到这话的瞬间，皮奥雷脸红了。正如莱伊特所说，他确实对弗雷有点意思。见此情况，贝罗妮卡连忙小声提醒皮奥雷，就算我会有危险，也不用劳烦你大驾了，我不怕死，不然我早就退居幕后，选择安逸的生活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有后台的吧？让我想想看，难道是第11魔塔塔主？你这个人还真是神通广大。如果可以的话，能安排他与我见上一面吗？抱歉，这很难，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难道连皇女殿下都联系不到他吗？这是我跟师傅唯一的联系方式了，但这东西只有师傅那边可以单方面联系我。可皮奥磊刚刚把这东西拿出来，手中的圆球立刻有了反应。第11魔塔的塔主出现了。你好，弗雷布莱克。男人用了隐藏面部的魔法道具，弗雷也无法看清楚他的样貌。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已经听到了。你认为最多2年，戴米盖特就会开始讨伐这个世界？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听你的语气，你好像也知道些什么。师傅的实力比我们俩都要强上不少，不得无礼。不好意思，皇女殿下，我可不想跟鬼鬼祟祟的人讲什么礼数。皮奥磊，没关系，他说的没错，这位的实力其实超乎你的想象。前不久路亚诺夫的黑龙骑士团一夜之间全军覆没，我怀疑这是戴米盖特的所为。你说的没错，那是操控死亡的戴米盖特做的。诺尔，这家伙不愧是毁灭者级别的强者，你这颗珠子应该窃听不了很多吧？但为何对各大组织的事了如指掌？你很聪明，那你觉得我是谁呢？皮奥磊皇女的师傅，居然是传说中第11魔塔的塔主。在听到皮奥磊与弗雷的谈话后，他终于现身了。你觉得我是谁呢？你是前代斯特劳贤者会的会长。这颗珠子和你身上的魔法道具是50年前斯特劳贤者会的技术，那时候斯特劳贤者会正好换了会长，而你这种高手肯定不愿意甘于人下。真厉害，你竟然能一眼看出我的身份。没错，我就是50年前斯特劳贤者会的会长。那你当初为何要离开组织？你知道皮萨尔阿萨莫吗？弗雷听过这个名字，那是特劳曼圆桌会的前代会长，也就是贝宁的父亲。他是现特劳曼圆桌会的会长贝宁的父亲，也是我的挚友。他的死亡暴露了各大组织内部有多腐败。当时的4大组织以讨伐尊者为借口，削弱越来越强大的特劳曼圆桌会，最终害死了他们的会长。而身为休斯泽贤者会前代会长的我，没能阻止这一切。当初我们说好从戴米盖特手中拯救全人类，但是他却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还是会长，如果我当时能再强一点，我很开心能与你见面。你的眼神很像奥萨尔，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带着特劳曼圆桌会一起加入我们。你说我们？难道说你现在有了其他组织？在我离开组织的50年里，我找到了继承旧时代英雄意志的人们，共同结成了一个联盟。与那些腐败的组织不一样，我们的目标就是讨伐戴米盖特。虽然很高兴听到这些，不过谢谢你的提议，我拒绝加入你们。我加入组织的原因就是要从内部彻底改变他们。弗雷布莱克，你真的觉得这可能吗？现在重要的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其实那些组织刚开始的目标也是与你们一样，可随着岁月的流逝，主心骨一个一个离开人世，他们才会变得像如今这样腐败堕落。最终的结果就是内部出现问题，或者像你们一样另起炉灶。放心吧，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但这是人类的本性，你不能忘记这一点。如果不对此反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那我们人类很难脱离戴米盖特的掌控。看来你跟奥萨尔一模一样，希望你能坚持这份信念。放心吧，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皮奥磊，你可得助他一臂之力。很高兴认识你，跟你这番谈话，仿佛见了很多年没见的朋友一样，令人欣慰。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卡伊洛·维尔斯曼，我的提议依然有效。如果有需要，我们愿意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卡伊洛说完之后就消失在弗雷2人的面前。不过弗雷却是有些吃惊，因为卡伊洛来自维尔斯曼家族，这是休斯泽隐藏起来的姓，这就意味着卡伊洛是休斯泽的后裔。在卡伊洛出面后，弗雷和皮奥磊站到了同一战线。我想拜托您3件事情，你说吧。既然师傅已经说了，那我就会尽量满足你。第一件事，先推迟我们的婚约，但您表面上不能对我太冷漠，这你就放心吧。我最擅长演戏了，然后暂时不能再对外销售奥哈尔了。如果不想让伯爵夫人发现，那我需要一些借口，不过这很容易就能办到。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不过弗雷接下来的话却是让皮奥磊有些吃惊，可看弗雷的表情就知道他并没有开玩笑。时间一晃来到第2天，皮奥磊依然没从弗雷说的最后一件事中回过神来。皇女殿下，
您真的决定答应他吗？当然了，毕竟师傅也交代过我要全力配合他，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按他的想法达成。贝罗妮卡，你记住，有时候要离经叛道，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而这种人，他们往往会改变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弗雷也和莱伊特表示愿意与皮奥蕾成婚。你现在有资格成为我们布莱克家族的一员了。夏兹，现在把家族的秘密告诉弗雷吧。在你们谈完之后，我会在地下室等他。感觉也没什么好说的，在这里待1个小时左右再下去吧。让夏洛尔来这里一趟吧，我会帮你传达。只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过来，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他一定会过来。看着面前的弗雷，夏兹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感。可即便话已经到了嘴边，但夏兹还是没问出口。他害怕知道真相，他害怕面前的这个人不是自己的弟弟。没过多久，弗雷便来到了地下室。知道真相的感觉如何？说实话，有点难以置信。可以理解，但你放心，过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了。可走进房间的瞬间，弗雷就彻底愣住了。这里到处都是人类的尸体，他们是布莱克家族实验的对象，不用大惊小怪，他们只是实验体罢了。除了这些实验体外，弗雷还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是布莱克家族的魔法师和炼金术师，也是这里的研究员。我怎么感觉他们的状态有点奇怪？是吧？因为我抹除了他们思考的能力，个人的思想会严重影响集体的利益，让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傀儡，才能有效地进行管理。不知不觉间，莱伊特带着弗雷走到了尽头的房间前。弗雷从门内感受到了神力，而且还是特别强大的神力。一会要记得收敛一点，里面那位可是我们的主人。得知这一消息，弗雷彻底慌了神。他没想到莱茵真的就在布莱克家族。弗雷很害怕被莱茵认出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体内还有安德拉的神力，而且他的手中还有哈尔特的面具以及里奇的核心。一旦见面，莱茵肯定会发现自己。弗雷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弗雷，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弗雷突然想到，只要在这里干掉莱伊特，那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而且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一旦失败，所有的计划就都毁了。门缓缓打开了，莱茵正坐在里面等待莱伊特的到来。莱伊特，你这次来的还挺早啊，你旁边那个孩子又是谁？看起来有点眼生啊。伊特带着弗雷见到了布莱克家族真正的主人莱茵，至高无上的主人，您最忠诚的仆人向您请安。弗雷内心很不想和莱伊特一样向戴米盖特下跪，可为了自己的计划，他最终还是咬咬牙跪了下来。他叫弗雷，是属下的3儿子，前不久刚刚回来。这么说来，你居然有3个儿子。比起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已经收集到一半的量了。你这个废物，这么久还只收集到一半吗？对不起，但我们家弗雷已经准备与第3皇女订婚了，只要把她变成我们的人，很快就能准备好材料。第3皇女是个麻烦的女人，如果没有第11魔塔主和巴拉贡的话，弗雷不禁好奇巴拉贡是谁？难道是卡伊洛所在同盟中的一员？你家这孩子话可真少啊，但我很欣赏他这一点。抬起头让我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你们人类明明都长得差不多吗？就在这个时候，莱茵像是发现了什么，他死死抓住弗雷的手，一把掐住弗雷的脖子。看莱茵的表情就知道，他一定是发现弗雷的身份了。弗雷如果不在这里干掉莱伊特，那么就毫无胜算了。可下一秒，莱茵却将弗雷死死按在地上。臭小子，你叫弗雷吗？你还真是个难得的奇才。说着，莱茵便松开了弗雷的脖子。莱茵大人，弗雷的天赋比米萨尔还要好。很好，我有话跟你母亲说，你先离开这里吧。弗雷很清楚，莱茵一定发现了自己的身份，不然他一定不会拦在自己和莱伊特中间。只是弗雷想不明白，为什么莱茵要放自己离开这里？怎么回事？难道你又聋又哑？没有，就这样，直到弗雷离开，莱茵还始终站在莱伊特的身前。可爱的小家伙，那我们回头见了。弗雷走后，莱茵立刻换了一副语气。莱伊特，他拿到神力了吗？还没有。下一秒，莱茵就死死掐住了莱伊特的脖子。你这个白痴，如果你不是我的爪牙，我早就把你生吞活剥了。说着，莱茵直接把莱伊特丢向一旁。我记得之前和你说过，只有废物才会做错事。告诉我，莱伊特，你是废物吗？难道我在跟废物共事吗？不是的。与此同时，弗雷正在房间中构建召唤恶魔的魔法阵。他知道莱茵肯定发现了自己体内的神力，而他放过自己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莱茵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其他毁灭者都受了重伤，莱茵正在给他们提供神力，他的实力肯定大幅度下降。莱茵其实是在争取时间，这就意味着现在是杀死莱茵的最好机会。可就在这个时候，夏兹突然进来了，他发现了一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地下发生了什么？夏兹，我今天必须杀了莱伊特。弗雷画好魔法阵，准备与莱茵殊死一搏的时候，夏兹发现了这一切。夏兹，我今天要杀了莱伊特。夏兹虽然很惊讶，但并没有多说什么。比起自己的母亲莱伊特，他似乎更加关心面前的弗雷。最终，他还是问出了心中的问题：你不是弗雷吧？告诉我，我的弟弟在哪里？弟弟？你还有脸说弗雷是你的弟弟？他早就死了，是你和你的家人亲手杀死了他。你知道他每天过着怎样的生活吗？他被很多人欺负，像块破布一样被人扔来扔去，甚至还被家人抛弃。饱受折磨的他能做的事情，就只有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怎么会这样？你说他自杀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弗雷仿佛听到了真正的弗雷的声音。别凶我哥，他肯定也有自己的苦衷。可弗雷还是一把将夏兹推到地上。你没资格为他伤心，你根本不配当一个哥哥。你说的没错，但我一直希望弗雷能摆脱这个地狱。说着，夏兹拉开了自己衣服，看到夏兹身上深入骨髓的疤痕，弗雷也愣住了。你这副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可以同时容纳神力与魔力。我从小就被当成了实验品，想要在布莱克家族内部得到认可，就要当一辈子的实验体。那米萨尔他难道也是？没错，米萨尔的性格变得扭曲也跟当实验体有
有关。如果他不把自己当成是被神选中的人类，估计早就崩溃了。当年是我故意使了些手段，让弗雷没办法使用魔力的。什么？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弗雷出生的那一天，他用那双稚嫩的小手抓住了我。我在看到灿烂的微笑后，就发誓一定要守护他，因为我不希望弗雷承受和我一样的痛苦，所以我故意用了些手段。弗雷这才知道为什么自己当时进入这副身体后无法使用魔力。我自以为他只要离开这个家族，就可以获得自由幸福的人生。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但被人称为家族的耻辱后，为了不给家族蒙羞，他试过很多种办法。可是为什么要自杀呢？你这个傻孩子，哥哥对不起你，我还以为你离开家族就能逃离悲惨的命运，是我太轻率了。弗雷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弗雷正在他的体内哭泣，他在感谢哥哥对自己的付出，也在痛恨自己的弱小。告诉我，如果你不是弗雷的话，那你到底是谁？就算我说，你也不会相信的。主人愿意跟你说话就是你的荣幸了。夏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和他联系，夏洛尔就立马赶来了，而且他为什么要称这个男人为自己的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变成你的主人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不要废话，追随于他。夏兹终于得到了答案，他的弟弟早就死了，面前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弗雷，你到底是谁？不过夏兹最终还是没得知真相，因为夏洛尔已经赶到了，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这个男人不仅用着自己弟弟的身体，还是夏洛尔的主人。不要废话，和我一样追随于他。事已至此，夏兹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夏兹，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有一种金属叫伊利诺钢，那是戴米盖特征服世界时必须要用到的东西，而莱茵正通过莱伊特加工伊利诺钢。夏兹，你要帮我找到伊利诺钢的加工地点，如果跟母亲有关，有几个地方确实很值得怀疑，等会儿我就去看看。夏洛尔，你帮我追踪莱伊特的位置。遵命，小心点，莱伊特可是毁灭者的爪牙。您放心，这对我来说并不难，但我需要一些线索。他好像收到了消息，已经隐藏了自己的踪迹，如果能有一些线索的话。你说你想要线索，这不是很简单吗？布莱克家族这么多人，我们找个人问问不就好了？说着一声巨响便从弗雷的房间中传来。时间回到几分钟前，在里温达克山岳地区的罗斯瓦克山，尊者正在这里照顾身受重伤的3个毁灭者。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属性的神力突然出现在尊者身后。尊者，出大事了！怎么了？我见到了吸收安德拉神力的人类，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但是他，你觉得他和李奇有关系吧？没错，所以当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把他抓回来。说的倒是轻巧，为了治好他们的伤，我的神力早就被消耗殆尽了。说实话，我现在有点害怕，我也没想到我会有一天被区区一个人类吓到了。冷静点，莱茵，我会派人手过去。几个？加斯特帝国附近有3个，我让他们过去支援你，但他们不会空间移动，你至少要等3天的时间。3天的时间还是有些勉强，看来我得先想办法把莱伊特送出去。时间回到现在，弗雷已经在布莱克家族弄出了很大的动静。如果他猜的没错的话，莱茵肯定会叫援军过来，所以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伊利诺钢。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从布莱克家族的府邸中冲了出来。弗雷，你这个臭小子，你想做什么？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布莱克家族的家主大人，放肆！你竟敢如此嚣张！但不等利特多说什么，弗雷直接打开了魔法立场，一瞬间，利特就无法再使用魔力了。他不敢相信，弗雷竟然是8星魔法师，而且还是一个会空间掌握的8星魔法师。利特准备调整身形降落的时候，又有一道冰柱朝他袭来，冰系魔法。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有点实力。弗雷为了破坏戴米盖特的计划，决定在布莱克家族大闹一场。率先赶到战场的利特显然没想到弗雷的实力这么强，不等利特站稳身形，弗雷的攻击再次袭来，失去落脚点的利特直直摔到了地上，而弗雷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切。看来是我高看你了，第6魔塔主就这种实力吗？你这个臭小子，原来你回家是另有目的。你说的没错，不然我为什么要回这个家？当初我就不该把你赶出家门，而是要当场处死，因为你就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随着利特抬起手，不断有东西从地下涌出，那是一群看着像苍蝇的怪物。你就是这么对自己儿子的吗？这也是莱茵制造的人造生物，他还真是恶趣味。这到底是苍蝇还是人类？不等利特回答，那些怪物口中开始喷出黑色的液体，弗雷下意识就召唤出冰墙阻挡。可令他意外的是，冰墙在一瞬间就消失了，不得已弗雷只能利用魔法躲开这些攻击。对于这种奇怪的液体，弗雷心中有了一个猜测：你这个臭小子，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用冰系魔法，没想到你还会用神力啊！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傀儡家主呢。不过下一秒，弗雷就被这些怪物团团围住，这就是神的力量，就算你再怎么挣扎，也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可利特话还没说完，只见空中雷光阵阵，神的力量，别搞笑了！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刚刚围在弗雷身边的怪物全被消灭了。这不可能，你为何也会使用神力？弗雷并没有回答利特，他静静站在空中，周身不断萦绕着电光，如果靠近一点就能知道，此刻弗雷的眼神格外冰冷。与此同时，夏洛尔正在利用老鼠来寻找莱伊特的踪迹，在他下令之后，所有的老鼠便四散跑开。在布莱克家族的府邸被摧毁时，夏洛尔察觉到了莱伊特微弱的气息，只要用这些老鼠搜索，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找到他的踪迹。没过多久，夏洛尔便通过老鼠的眼睛看到了莱伊特。在那个隐秘的房间中，不少人被木板死死困住，莱伊特此刻正跪在魔法阵中央，口里念叨着奇怪的咒语。来到此地后，夏洛尔发现他似乎想用活人当祭品来提高魔法效率。随着咒语结束，莱伊特面前的空间中传来了诡异的波动，只见一只脚从里面缓缓伸了出来。欢迎您，亚佩尔大人，我叫莱伊特布莱克，奉莱茵大人的命令在此等候你，真是恶心。哎，
烦死了，对不起，是在下怠慢了您。莱茵大人下令让在下躲起来，所以是你用这些活人当祭品召唤了我吗？如果我自己过来，可能得花3天的时间。莱茵的爪牙呀，你很不错。让援兵提前赶到，莱伊特用活人做祭品启动了传送阵，我会在天亮之前再召唤其他2位大人，目标是我家3儿子。得知这一消息，夏洛尔便决定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弗雷，他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得尽快，别来烦我。在此之前，我要先抓住一只恶心的老鼠。说着，亚佩尔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随之一同出现的，赫然便是隐藏在影子中的夏洛尔。夏洛尔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被戴米盖特发现踪迹。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夏兹也发现了一些事情，虽然他早就有过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会这么惨。这里就是布莱克家族制造伊利诺钢的地方。掀开满是血迹的门帘后，夏兹来到了房间的深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些书里面就有伊利诺钢的相关资料。为了找到相关的信息，夏兹开始一本本翻开这些笔记。终于在其中一本书中，夏兹找到了伊利诺钢的制作方法。可他有些不敢相信，布莱克家族竟然是这样的地方。不久后，弗雷那边的战斗也结束了，他已经将利特死死压制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夏兹带着收集的东西走了过来。我已经找到了，这个空间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就是伊利诺钢。夏兹，为什么连你也要这样？弗雷也没想到，布莱克家族竟然还有这么多伊利诺钢。夏兹，告诉我，为什么要背叛家族？你知道伊利诺钢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吗？我只知道奥哈尔是最重要的材料。告诉我，伊利诺钢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你知道戴米盖特唯一怕的是什么吗？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之力。他们将这股力量称为神，很可笑吧？戴米盖特一族一直号称自己是神，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神。而神对无差别实行屠杀的戴米盖特一族降下了神法，但他们只要吸收这东西，就能隐藏自己体内的神力，所以这是可以让戴米盖特一族躲避神罚的灵丹妙药。等一下，难道你的意思是说，没错，戴米盖特想通过伊利诺钢躲避神的惩罚，从而征服整个世界？没想到我们家族竟然在助纣为虐。我刚才看到伊利诺钢的材料中有人类的心脏，制造 0.1 克伊利诺钢需要108颗人类的心脏。然而我在那里发现了数十公斤的伊利诺钢，也就是说，我们布莱克家族是戴米盖特的刽子手。告诉我，我们家族到底杀了多少人？混蛋！你这个白眼狼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回答我，你到底从哪里找了那么多人？其实很容易，毕竟这个世界有很多父母，他们愿意用1枚银币卖掉自己的孩子，反正他们从出生起就是奴隶，就算消失也不会有任何人关心。所有人都没想到，伊利诺钢居然需要人类的心脏来炼制，这就意味着布莱克家族已经为戴米盖特杀掉了1000万人。夏兹，你就别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了，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上也流着我们布莱克家族的血。那又怎样？我跟他一样也出身布莱克家族，但那又如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难道会被出身所限制吗？你说的没错，布莱克家族不该留在这个世上，你们这群白眼狼，我一定要亲手干掉你们。但利特刚刚扑上来，就又被弗雷一把按在地上。快告诉我，莱茵去哪儿了？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的。这样也好，不然我就没有折磨你的乐趣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黑色的人影朝着弗雷飞来，弗雷只能松开利特，赶紧接住飞过来的人。强大的力道让弗雷整个人连连后退。主人，快逃！原来刚刚的人影赫然就是夏洛尔。你找莱茵有事？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主人您要多加小心，他的能力是黑暗，就算我藏在影子里也没用。您还是快逃吧，天亮之前还会有2个戴米盖特过来。辛苦了，你好好休息吧，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夏兹，夏洛尔就拜托你了。等一下，难道你想独自面对戴米盖特吗？没错，等一下，你一个人是不可能。弗雷并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神就说明了一切。我明白了，答应我，别死在这里。这可是我弟弟的身体，真无聊啊！这么着急让我过来，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呢。弗雷二话没说，当即召唤出大贤者之杖，对方是拥有黑暗之力的戴米盖特。弗雷必须要小心他的手段。你是魔法师，看来莱茵确实变弱了，他竟然会怕一个人类。弗雷没有回答，当即召唤出一道冰柱攻了过去，但亚佩尔只是用手轻轻一挥，就将面前的冰柱全部击碎了，周围变得跟白天一样明亮了，仿佛吸收了所有的黑暗一样。这便是掌控了黑暗之力的戴米盖特的实力。亚佩尔缓缓抬起自己的左手，周围的黑暗立刻浓缩成一颗颗小球。弗雷没有犹豫，当即用神力召唤出神之盾。可令他意外的是，即便用神力也无法抵挡亚佩尔的攻势。不得已，弗雷只能再次使出自己最强的魔法焚炎地狱。待火焰散去，亚佩尔却用黑暗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真无聊啊，根本让我提不起一点兴趣。不得已，弗雷只能一边逃跑一边思考对策。找到机会后，弗雷立刻释放冰柱挡住亚佩尔的视线。如果其他魔法都没用的话，弗雷只能先用白魔法试试看了。趁着冰柱被击碎的瞬间，弗雷使用了神圣之球。在这样的距离下，亚佩尔不得不吸收黑暗来抵挡。弗雷也不知道光和暗2种相冲的力量相撞后产生的冲击力能不能对他造成伤害。有点意思，我很看好你。弗雷使用白魔法成功重创了戴米盖特，可下一秒，周围的黑暗就逐渐向着亚佩尔胸口涌去。仅仅一瞬间，亚佩尔的伤势就完全恢复了。从周围吸收黑暗之力吗？还真是神奇。没错，这世上只要还有黑暗，那我就永远不会凋零。就算你打败了我，也有其他2个戴米盖特支援。你绝望了吗？说着，亚佩尔便继续朝着弗雷扔黑暗能量。经过之前的试探，弗雷已经知道自己无法挡下这些攻击。不过他也发现，亚佩尔喜欢用左手攻击，用右手防御，所以弗雷想在他防御之前先封锁他的右臂。可弗雷突然想到，只要天
天还没亮，自己就无法干掉面前的戴米盖特，哪怕自己撑到了黎明，马上又会有2个戴米盖特赶来。与此同时，夏兹也没想到弗雷能与戴米盖特打这么久。夏兹，你这个混蛋，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在考虑到底要如何处置你。白眼狼，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说着，夏洛尔慢慢爬向利特，这是你背叛整个世界的惩罚。利特还没反应过来，夏洛尔就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等夏洛尔松口的时候，利特的身体简直变成了一副干尸。夏洛尔大人，您这是做什么？放心，他还没死，我得去帮助主人了。夏兹，剩下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我对你太失望了，你竟然被弗雷欺骗，背叛了整个家族。清醒一点，弗雷是在骗你，该失望的人是我才对。我现在对家族和我自己非常失望，看来我没有再浪费时间的必要了。此刻的弗雷还在拼命与亚佩尔周旋，但他心里很清楚，这样下去根本就不是办法。主人，这里就交给属下吧，你没事了吗？属下今天第一次庆幸自己是吸血鬼，但你不是他的对手，您放心吧，属下自有办法。如果计划可以成功的话，或许可以干掉他。但不等夏洛尔说完，亚佩尔的攻击又到了，两人只能一边躲闪，一边商量接下来的计划。你想怎么做？属下要把他传送到魔界，只要让阿修罗本尊对付他就可以了。虽然莉莉丝就算在魔界也很难对付他，但是阿修罗本尊说不定真的可以做到，所以拜托主人画一道逆召唤阵，把他传送到魔界。现在没时间了，等天亮之后还会有2个戴米盖特过来，到时候我们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虽然这个计划理论上可以施行，但需要非常庞大的魔力量支持，就算是强如夏洛尔也可能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弗雷想起了伊莎贝尔，那个曾经让他相信其他人的女孩。我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好吧，但我有个条件，你一定不能死。您放心吧，那属下就先走一步了。可话刚说完，夏洛尔就被亚佩尔的攻击命中了。弗雷只能眼睁睁看着夏洛尔坠落到布莱克家族之中。他本想过去查看夏洛尔的身体情况，但亚佩尔的攻击已经近在咫尺了，不得已他只能先闪避亚佩尔的攻势。虽然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我可不会坐视不理。我还以为你们能让我开心一下，但现在感觉越来越无聊了。我们还是速战速决吧。弗雷不断用传音呼唤夏洛尔，可他始终没得到回应。此时的夏洛尔还没从亚佩尔的攻击中缓过来，他已经动不了了。可按照计划，他还得让弗雷帮忙画一道逆传送阵。回过神来的夏洛尔突然发现自己现在赫然躺在一个召唤阵之上，这便是他刚刚过来的时候弗雷就已经画好的恶魔召唤阵。而此刻弗雷也因为分心被亚佩尔死死掐住了脖子，好在他最终还是等到了夏洛尔的回应。我要开始逆转传送阵了，请把戴米盖特引到我这里来吧。弗雷突然想到夏洛尔坠落的地方赫然就有自己之前画好的召唤阵。我没记错的话，你喜欢用右手防御，用左手攻击，也就是说封了你的左手，你就只能防御了。说着，弗雷直接对准亚佩尔释放了体内的神力，这是安德拉的神力。你怎么会有这个？因为受到攻击的缘故，周围的黑暗能量球全部消失了。弗雷则趁此机会直接将亚佩尔扔向了传送阵的方向。在亚佩尔下落的期间，弗雷又补了一发永恒炽热。你想用光来消除黑暗，想的倒是挺美。烟雾散去后，亚佩尔依然用黑暗将自己死死包裹住。区区一个人类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就是现在！夏洛尔，快动手！在弗雷说完的瞬间，亚佩尔身下的传送阵立刻亮起紫色的光芒。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夏洛尔也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接下来的事情就与弗雷他们无关了。在阿修罗掌管的魔界地狱，天空中黑云在不断翻涌着。夏洛尔的帮助下，亚佩尔被传送到了阿修罗所掌管的地狱。空中漂浮着的灵魂像是在欢迎这个不速之客。亚佩尔有些好奇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没想到啊，弗雷这小子还真把他送过来了。欢迎你来到地狱，虽然你只是一个小喽啰，但我还是很高兴能亲手干掉一个戴米盖特。我是被送到魔界了吗？阿修罗并没有回答，他脸上的兴奋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反观亚佩尔，他早已没有当时与弗雷对战时的轻松写意。曾经弗雷始终无法突破的黑暗，如今在阿修罗手中宛如一张纸片。面对魔界的大公爵，亚佩尔只能感叹自己太倒霉了。随着阿修罗手中的铁锤落下，最后一丝黑暗也消散了。真是无聊啊！他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毁灭者相提并论，神力消失了，这意味着弗雷他们战胜了戴米盖特。可就在这个时候，弗雷的口鼻中却不断有鲜血喷出。夏洛尔见状，连忙飞上去接住了弗雷，以人类的躯体与戴米盖特战斗，受这点伤已经是万幸了。夏洛尔曾以为关于卢卡斯的传说都是杜撰的，因为文献中的他实在太强了。可如今亲眼见识到之后，他反而觉得那些文献都有些保守了。要知道，弗雷现在的实力还根本没有达到9星的水平。夏洛尔，天快亮了，我们没时间了，要在其他戴米盖特来之前干掉莱伊特。莱伊特毕竟是毁灭者的爪牙，夏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这个白眼狼，你竟敢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母亲，你有履行过一个母亲的职责吗？夏兹扔掉了自己的衣服，向世人展示了布莱克家族的真实面目。我从出生开始就是您手中的实验品，而您生下子嗣不过是为了实验罢了，这算哪门子母亲？你难道不知道，只有誓死追随莱茵大人，我们家族才能得到救赎吗？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父母可以代表着爱与奉献，但是2位对我来说是痛苦和恐怖的象征。我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都没崩溃，是因为我自认为给予了弗雷美好的未来。我坚信自己的付出能让
让弗雷脱离这个地狱？难道是你堵住了他体内的魔力？我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无用功，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无法逃离这个地狱。您知道吗？弗雷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我了断。自我了断？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他说的没错，我们布莱克家族不该存在于世，只有灭亡才能得到救赎。如果您真的想要得到救赎的话，那您只能去死了。你这是什么话？你凭什么决定布莱克家族的未来？还是让我来吧，我不想脏了你的手。看来你受了重伤。亚佩尔大人呢？亚佩尔，这是那个戴米盖特的名字吗？他已经死了。什么？你说什么？你聋了吗？我和他杀了亚佩尔，就凭你们怎么可能打败亚佩尔大人？开什么玩笑！莱伊特已经感知不到亚佩尔的神力了，只是他不想承认。在莱伊特释放神力的瞬间，弗雷等人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你没事吧？这股力量你还可以承受吗？我确实受了重伤，但只要给我1分钟，我就能发出最后一道魔法，给予他致命一击。主人，您不用担心，我们来为您争取时间。夏兹，我们一定要干掉他，你下得了手吗？放肆！就凭你们，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放心吧，请你用这副身体帮我亲手斩断这份孽缘。母亲已经舍弃了人类的尊严，身为他的儿子，我们有义务阻止悲剧的发生。见识到了夏兹的觉悟后，弗雷也没有多说什么，他飞到一旁，开始全心全意准备魔法。你这个白眼狼，你还想撑到什么时候？可就在这个时候，莱伊特感觉头痛欲裂，原来是夏洛尔使用心灵掌控攻击了他的精神。你这个该死的吸血鬼，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无谓的挣扎？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你这个戴米盖特的狗，早就是强弩之末了吧？莱伊特刚想还嘴，却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魔力。原来如此，你们是想拖延时间让他来对付我吗？见莱伊特识破了几人的策略，夏洛尔还准备上去拦住他，可莱伊特的身影却瞬间出现在弗雷身后，没有任何意外，弗雷的蓄力被莱伊特打断了。不过夏洛尔和夏兹也及时挡在了弗雷身前。放弃吧，你们这种废物再来多少个也没用。在夏兹的攻击命中莱伊特的瞬间，莱伊特消失了。怎么回事？难道他的速度已经快到连我都察觉不到了吗？不，并不是，他只是跟风融为了一体。夏兹周身的魔力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戴米盖特同样的神力。随着夏兹双手猛地张开，一股寒气以他为中心迸发出来，一个雪人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找到您了，夏兹，没想到你居然会用神力。我平常不用神力是因为我放不下人类的骄傲，但现在为了全人类，我甘愿使用它。看来你确实长大了。说着，莱伊特释放了自己的神力。与夏兹的神力相比，莱伊特的力量显得极为霸道。同样是神力，但我们俩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你的母亲是毁灭者的爪牙，而你只是实验体。原本我还想饶你一命的，但很可惜，我现在只能干掉你了。不过下一秒，反倒是莱伊特被洞穿了胸口。神力？不对，这是魔法。但这个魔法……对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他起名字，这是你创造的？开什么玩笑！至此，莱茵的爪牙莱伊特被干掉了。夏兹第一时间扶起了倒在地上的莱伊特，毕竟怎么说她都是夏兹的母亲，她不会感受到任何痛苦。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对不起。没关系，谢谢你，能够没有痛苦的死去就足够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光芒闪过，仅仅一瞬间，夏兹和夏洛尔便被打飞出去，来不及反应，弗雷也被一道攻击洞穿了身体。他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天已经亮了，这就意味着另外2个戴米盖特也到了。天已经亮了，另外2名戴米盖特赶到了布莱克家族。弗雷被突然出现的戴米盖特洞穿了胸口，夏洛尔和夏兹也被打倒在地，一切都到此为止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弗雷面前的空间出现了裂痕，无数骷髅的骨头突然出现，抓住了2个戴米盖特。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戴米盖特松开了弗雷，在弗雷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一个人接住了他。太好了，您还没死，看来我没有来晚。弗雷有些好奇，伊莎贝尔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下说过，只要阁下有危险，就会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与伊莎贝尔一同前来的，还有一支由巫妖率领的队伍。等会我再跟阁下说明情况，请您先靠在我身上吧。你们这群家伙究竟是谁？巴拉贡，这是卡伊洛之前与弗雷提到过的同盟，不是说有3个戴米盖特吗？难道他们已经干掉了一个？看来卡伊洛并没有说谎，你们这群该死的毙灭者！只见领头的巫妖猛地将法杖杵在地上，刚想发动攻击的戴米盖特就被骷髅撕成了碎片。直到这时，戴米盖特才想起当年尊者给他们的提醒：你们不要大意，偶尔在毙灭者中也会出现一些个例，就算没有大意，也没有瞧不起对方。那些毙灭者之中，总会有一些异类，他们会威胁到你们的生命。等弗雷再次醒来时，他已经在去巴拉贡总部的路上。弗雷有些好奇，伊莎贝尔为什么会知道巴拉贡？前不久卡伊洛大人找过在下，他还说自己见过阁下，而且那位希望我能牵线，让您与巴拉贡的人接触，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话就能让阁下加入巴拉贡，所以你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吗？你到底向着谁啊？因为卡伊洛大人他的全名叫卡伊洛维尔斯曼，阁下不是在休斯泽副本里跟在下说过，维尔斯曼是休斯泽斯特劳的旧姓吗？说不定卡伊洛大人就是他的子孙，所以在下认为有必要牵这个线。巴拉贡吗？他们在10年前也邀请过我，只是因为他们太过神秘，所以我直接拒绝了。没过多久，几人来到了一处朴素的小屋之前，其他人在这里等着。弗雷布莱克，你进去吧。进去之后，屋子里只有一个穿着斗篷的男人。欢迎你来到巴拉贡，伊莎贝尔，先让弗雷躺到床上吧。好的，卡伊洛大人。伊莎贝尔坐在一旁为弗雷疗伤，卡伊洛则是继续在翻看魔法书。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就死定了。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不然我们也没机会手刃戴米盖特。
弗雷这才发现卡伊洛长得和休斯泽很像，对面可是有2个戴米盖特，你们的人能打过他们吗？如果毁灭者就算了，但是2个普通的戴米盖特可不是迪亚卜的对手。卡伊洛口中的迪亚卜便是刚刚弗雷见到的那个巫妖。巫妖？不会是来自北部雪原的巫妖吧？没想到你的情报网还挺广的，是哈尔特告诉我的。哈尔特，他现在过得还好吗？你果然认识哈尔特，那你应该也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吧？弗雷，你觉得自己达到9星之境就能打败尊者吗？绝对不可能！听到这话，卡伊洛愣住了。怎么了？我只是有些意外，毕竟人类对自己未达到的境界会充满憧憬和幻想，因为只有达到过9星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没想到你这个8星魔法师会有如此心境，这也让我非常惊讶。其实你说的没错，随着研究的加深，我们确实认为9星魔法师完全不是尊者的对手，所以我们绝望了。因为人类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法突破极限，难道你们就因为这点挫折就害怕了吗？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创造10星，超越人类极限的境界。你在开什么玩笑？9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你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吧？10星并不是传说，起码理论上有可能，因为我们在古籍上发现了一份记录。古籍？那是什么东西？卢卡斯特劳曼。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弗雷愣住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但卡伊洛的样子也并不像撒谎，这个计划还太遥远，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如果你加入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到9星的境界。我们特劳曼圆桌会陷入了危机，怎么还是这样？你这段时间都做什么？特劳曼圆桌会的元气正在慢慢恢复，但是这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嫉妒。斯特劳贤者会和路西德巨剑现在只想独善其身，并不愿寻求发展，而特劳曼圆桌会的崛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我随时欢迎他们来找茬，他们会用你想象不到的下三滥招数对付你们，说不定还会用对付前代圆桌会首领的手段来除掉你。这有什么难的？我直接不去不就好了吗？但以贝宁的性格肯定不会拒绝，他不可能放弃为父亲一雪前耻的机会。如果想让圆桌会安稳发展，熬过这段困难时期，阁下必须得出手相助。看来我得给那些家伙来个下马威了。先救出哈尔特吧，卡伊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你说你想救哈尔特？贝宁是龙族的后裔，这也是我们特劳曼圆桌会最大的象征。我们要救出同为龙族的哈尔特，让他加入圆桌会，然后向世人宣布，龙族并没有被灭族，他们依然傲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就出发吧。你需要休息，不要太勉强自己。勉强自己？莱茵的爪牙已经死了，尊者应该也知晓了这个消息。如果我们再不先下手为强，到时候就……但弗雷话还没说完就被按在了床上。您不要命了？别再固执己见了。您都活了4000年了，怎么还跟孩子一样？先恢复身体，然后我们再做打算。快点，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你是新手吗？还想让我等多久？根据情报，弗雷虽然桀骜不驯，但却很听伊莎贝尔的话，所以卡伊洛很庆幸自己这次叫来了伊莎贝尔。也就在这个时候，迪亚卜带着队员们回来了。那2个戴米盖特已经被我消灭了，5人重伤，2人轻伤。西莫内和亚西德阵亡，能够干掉普通的戴米盖特，这就说明迪亚卜已经达到了9星的境界。我们准备去营救哈尔特，你能跟我们一起前往吗？很久没见到他了。没问题，现在就准备出发。夏洛尔，我想见见皮萨曼暗夜的会长。会长向来不问世事，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见你。他只对魔戒和签订契约感兴趣，如果没有好处的话，那就说我会交给他召唤阿修罗的阵法，那就好办了。这已经足以吊起他的兴趣了。还有夏兹，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布莱克家族的家主了。就算拿到了伊利诺冈，家族内肯定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比起直接灭门，我更希望你当上家主之后继续挖掘那些秘密。谢谢你的信任，但我怕自己做不好，这你就放心吧。第3皇女已经答应我全力支持你。回去后你就直接去见他吧，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在叮嘱完之后，弗雷就带着卡伊洛和迪亚卜离开了。很快3人的身影就出现在路佩的小巷中，虽然周围没有戴米盖特，但千万不要大意，说不定他们就藏在杂货店里面。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跟你一样对龙族的没落感到非常可惜。他们之前可是对抗戴米盖特的最强战力，但现在却成为了敌人的奴隶，这让我感到无比叹息。这种滋味一定比死还难受。哈尔特肯定直到现在都无法释怀，我们一定要救他。没有任何犹豫，弗雷3人推开了面前的木门，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哈尔特的笑脸，这真是太棒了。艾丽，再给我拿块饼干，如果能用脚喂我就更好了。看到面前的景象，弗雷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救他。戴米盖特囚禁的哈尔特正在享受生活，可这里却突然出现3个不速之客。反应过来后，哈尔特被面前3个表情严肃的人吓了一跳。弗雷见状也是变成了当初与哈尔特见面时的模样。原来是你啊，这才是你的原貌吗？我叫弗雷布莱克，你这人性格也太急了吧？离我们约定的那天不是还剩很多时间吗？听到这话，卡伊洛有些好奇。今天我来找你并不是为了魔像，我们过来是为了救你出去，因为我自以为你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你了。弗雷说完后，3人当即就要离开这里。等一下，你没开玩笑吧？我真的能离开这里了吗？3名毁灭者受了致命伤，而尊者正在给他们治疗。怪不得我感觉最近尊者的影响力降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戴米盖特一族出现了叛徒，至尊刀法里奇，他背叛了戴米盖特一族。听到这话，卡伊洛和迪亚卜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那他现在怎么样了？以他的实力肯定能帮上我们不少忙。弗雷的神色有些忧伤，他已经死了，这是里奇用生命换来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昨天我们干掉了最后1名毁灭者的爪牙，而莱茵过不了多久也会进入冬眠。2人的对话包含了很多戴米盖特才知道的事情，所以卡伊洛有些不明所以。
杀死爪牙后，其主人会进入冬眠，差不多会沉睡100年左右。据里奇所说，到时候就算拿把餐刀都能轻松干掉那些戴米盖特。原来如此，怪不得爪牙死后，戴米盖特会突然消失。里奇最后跟我说，让我去找艾莉亚帮忙。艾莉亚，你说的是北部雪原那个戴米盖特吗？没错，他说艾莉亚可以帮我们。100年前，艾莉亚找到过我，还想让我当她的爪牙。对了，你好像也住在北边雪原吧？当时我拒绝了，因为我的目标是达到魔道学的至高之境，我可不会为了神力放弃自己的魔力，绝对不可能。不错，没想到你遇到毁灭者的真身还能活下来。当时我差点丢掉了性命，为了疗伤，我可是花了20年的时间。他可能觉得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威胁吧？没有，他当时完全就是在撒气，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完全不讲什么道理。当然，戴米盖特也没讲过什么道理。我会尽量帮你们说服艾莉亚，如果她能加入我们，确实可以成为一大战力，前提是她能被我们说服。哈尔特，我们此行是过来救你的，你的选择是什么？我可是一直在等这一天，能离开这里，何乐而不为呢？楼梯上有阵法，因为混有尊者的力量，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破解。趁这个时间，你要不要去看看做好的魔像？你不是说还没做完吗？虽然魔像内部是空的，但骨骼和外表已经做好了。既然你来了，那就提出一些意见吧。正好我也想拜托卡伊洛一些事情。就这样，两人在哈尔特的带领下进入了魔像工坊。弗雷突然发现，这里的所有魔像都是清一色的女仆装，我的魔像不会也跟他们一样吧？怎么可能？我一向公私分明，我可不会把自己的个人取向加进你的魔像里面。那就好。很快，三人就见到了哈尔特为弗雷制作的魔像。我要收回刚刚那句话，但他没穿女仆装啊！你特地找我帮忙，就是为了他吗？哈尔特，他真的能挺住不会崩溃吗？当然没问题，他起码可以装载100万功率的魔核。你说什么？等一下，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100万功率的魔核吗？弗雷并没有回答，只是淡定从衣服中掏出了阿勒托斯，简直难以置信。看来休斯则确实是位绝世天才，这里面好像有名字，阿勒托斯。你说什么？阿勒托斯？卡伊洛，有什么问题吗？没事，估计这只是个巧合吧。休斯则在日记的最后一页留了一段信息，他说让后人完成阿勒托斯，说不定他留下的魔核有可能会成为戴米盖特巨大的威胁。我希望你能帮助哈尔特完成这个作品，有你在的话，估计能在2个月内完成。也就在这个时候，迪亚卜回来了，我已经解开了禁制，我们随时可以离开这里。那我们就出发吧。哈尔特，你有没有要拿的东西？没有，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顺便带上全部魔像，还有各种工具，以及这座工坊。救出哈尔特后，弗雷又和伊莎贝尔来到了拉诺斯大森林。我就知道会是你，好久不见了，弗雷。伊莎贝尔有些好奇面前的女人是谁，她就是精灵女王。看到面前的斯诺拉，同为女人的伊莎贝尔都忍不住羞红了脸。里奇，她真的死了吗？没错，能告诉我是谁杀的吗？尊者。听到这个回答，斯诺拉陷入了沉默。我的同族被一个戴米盖特灭族了，后来我才知道凶手就是莱茵，当时是里奇救了我，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向我伸出的那只手。对我来说，里奇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其实对我来说也一样。你能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吗？斯诺拉说完后就独自朝着森林深处走去。没想到阁下会把一个戴米盖特当成再生父母，看来在下不在您身边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没过多久，斯诺拉回来了，我已经退位了，早知道会这么轻松，我以前就应该直接退位。你这也太儿戏了吧！长老们一直在劝我，为了说服他们，我可是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他们一直在唠叨，所以我干脆就直接逃出来了。那你不是没说服成功吗？反正只是临时退位，而且已经找好代理人，只要办完事情回去就行。从今天开始，我会助你全力对付戴米盖特，那就拜托你了。弗雷主动上前握住了斯诺拉的手，不过他没想到，下一秒斯诺拉就顺势扑进了自己怀里。大早上的，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便是人类的礼仪吗？我们人类可不会过分讲究身体接触。吵死了！你是谁？我还以为你是他的侍女呢。绝对不是。那你告诉我，你和弗雷是什么关系？你突然这么问会让我很困扰。那阁下和他又是什么关系？快回答我！是我先问你的。被斯诺拉这么问，伊莎贝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下不在意年龄，就算差了4000岁也没关系。不过伊莎贝尔话还没说完，弗雷却是已经和斯诺拉先行离开了。到斯诺拉后，弗雷带着他一起回到了圆桌会的驻地。得到消息的贝宁则是早早的等在了圆桌会的门口。三人毕竟都是老熟人了，贝宁就只是简单的寒暄了一番。而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人群之中的斯诺拉。这位美女是谁啊？我是精灵女王，你不是已经退位了吗？简单自我介绍后，几人也是直奔主题。我听说圆桌会陷入了危机，真是没脸见你啊！这都怪身为会长的我无能，您可别这么说，是您把组织做大才惹得其他人眼红的。你是位优秀的会长，居功自傲的当权者只会迎来灭亡，但你非常谦虚，懂得改变自己的错误。我终于理解弗雷为何会加入你们了。别小看他，贝宁会长可是巨龙。听到这话，斯诺拉有些不淡定了。原来如此。对了，您的下一步是什么？敌人可是3大组织中的2个，在没有证据表明针对我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擅自行动，反而会刺激他们，没必要那么麻烦。只要让他们明白，已经无法牵制圆桌会就行了。在来圆桌会的前一个晚上，斯诺拉为里奇在森林中建造了一个坟墓。没想到你们精灵也有悼念的习惯，所有精灵从森林而来，死后也会回到森林。我只是在模仿你罢了。其实悼念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也不是里奇的剑。就在这个时候，夏洛尔的使魔飞了过来。怎么了，夏洛尔？亚尔汉会长已经同意了，他说想亲自和您聊聊。我们在哪见？会长说他会去找您。看来阿修罗的召唤阵成功吊起了他的兴趣，那就让他来圆桌会的驻地吧。到弗兰德的森林后，我会去接他。算一算时间，亚尔汉也差不多
多该到了。贝宁会长，明天会有客人来访，知道了，我会按最高规格款待他。没必要，但到时候你得出面。于是，在第二天，贝宁带着圆桌会的众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起来。贝宁会长，客人已经到了，弗雷你来了。可在看清来人的瞬间，贝宁手中的碗被直接摔在了地上。他没想到，弗雷口中的客人竟然是皮萨曼暗夜的会长。贝宁，你现在成会长了吗？真是好久不见了。说完，亚尔汉便从贝宁身边路过。我都说了不用搞那么隆重，准备这么多干嘛？没过多久，两个组织的人就坐在了会议室。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听说你会给我看阿修罗的召唤阵，你想要什么？不愧是皮萨曼暗夜的会长，果然够爽快。那我也不卖关子了，我要你们和圆桌会结盟。看来传闻是真的，听说你们被斯特劳贤者会和路西德巨剑针对了。不好意思，我拒绝。现在跟你们结盟等于跟两大组织为敌。身为皮萨曼暗夜的会长，我不能让大家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你说对不对？看来你跟传闻中的不一样，是位优秀的会长。我还以为你不顾组织的死活，一心只关注魔界呢。你还是做好觉悟吧。如果两大组织合力，就算我们偷偷关照你们也坚持不了多久。关照我们？你好像误会了什么。我刚才说的可是结盟，这表示我们是平等的关系。你是想说圆桌会的实力和我们一样？我不想再让各大组织进行毫无意义的消耗，不管是谁，只要惹到我们，我绝不轻饶。所以邀请你结盟，其实是想放你们一马，但你得先跟我们共同进退。年轻人，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这是戴米盖特的结晶，是我杀的。你说你杀了戴米盖特，而且我们组织没受任何损失，这就是我们圆桌会的战力。别开玩笑了，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而且也不能保证这是真货，你应该最清楚这到底是不是冒牌货吧？确实是他亲自动的手，而且我就是证人。弗雷大人没有说谎，不然我也不会当这个中间人。我觉得与他们结盟对我们组织有很大的好处。我来这里的本意是为了阿修罗的召唤阵，但没想到看到了更好玩的东西。贝宁会长，我同意了。皮萨曼暗夜从现在开始与特劳曼圆桌会是结盟的关系。不久后，圆桌会附近的森林中，阿修罗被召唤了出来。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你这个混蛋，当我是你家狗啊？竟然把我叫过来就为了这个？原来阿修罗真的存在呀！你不知道按照规定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召唤阵吗？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死板？这个人值得相信。放心吧，我只是想亲眼确认一下罢了，而且我也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但弗雷会跟别人说呀。阿修罗，这也是为了讨伐戴米盖特呀。就这样，阿修罗最后也没太过纠结弗雷违反规定的事情。不过弗雷回去之后，确实又受到了贝宁的责问。反正从今天开始，特劳曼圆桌会和皮萨曼暗夜就是盟友了。也请会长通知下面的成员吧。不是，你赶快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主人，我已经送别会长了，你来了。贝宁很好奇，为什么夏洛尔对自己家会长毫不客气，但却对弗雷尊敬有加。多亏了你的帮助，今天才能如此顺利。您过誉了，也请您以后多多关照。时间转眼来到第二天，弗雷准备去让哈尔特教导贝宁使用巨龙的力量，但他们却在圆桌会的驻地被一个小孩挡住了身形。这孩子是谁啊？你有什么事情吗？弗雷在看到他的瞬间，脑中就出现了李红的身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武王权？弗雷不禁冷汗直冒，难道你是？真是奇怪啊，武王权平生只传一人才对。弗雷立刻意识到，面前的人是李红的师傅，武王权的前代继承人。李红之前就说过，他的师傅是一个极其暴虐的人。弗雷之所以会武王权，是因为他和卡斯金的关系特别好。武王权的师傅不能有两个弟子，如果除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外，出现了另一个会武王权的人，就算杀了对方，他们也会维护自己的传统。我的继承人只有一个，弗雷布莱克。如果你的答案不能让我满意，那我会立刻杀了你。是李红教我的，看来你就是李红提到过的师傅。原来如此，请宽恕我的无礼吧，弗雷布莱克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诺拉，是李红的师傅。诺拉见到了第三个会武王权的人，他有些好奇，弗雷与李红是什么关系？应该算是朋友吧。我们是在拉诺斯大森林相遇的，虽然中间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最终还是携手干掉了诺尔的爪牙。你说李红他竟然会跟你合作，看来他也成长了不少了。现在他终于准备好接受我的教导了吗？他现在去哪了？他说自己要按照你的命令去加拉克寻找卡斯金的装备。没想到这小子还挺听话，他并没有李红说的那样糟糕啊，反而看起来像是一位疼爱徒弟的好师傅。但我没想到李红居然会教一个魔法师武王权。武王权每代只传一人，但他应该没想过把你培养成下一代传人，估计只是为了解闷吧。这都是我的错，下一次见到他时，我得好好教教他规矩了。与此同时，远在加拉克沙漠的李红打了一个喷嚏，他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杀气。你加入巴拉贡了吗？怎么可能？我跟他们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跟我一样啊。你不是已经有所属的组织了吗？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看来我们跟卡伊洛的情况差不多，毕竟现在各大组织已经腐朽不堪了。我听卡伊洛说你们准备进行内部改革，我很欣赏你的进取精神，但你太过于相信他人了，我感觉成功的希望并不大。我们不过刚刚见面而已，你难道真的把我当成圣母了吗？我突然对你产生了兴趣，这段时间我就待在你身边，看看你所谓的改革到底靠不靠谱。虽然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弗雷并没有忘记今天真正的目的，他要让哈尔特教贝宁使用巨龙的力量。我现在去请贝宁会长过来，他这人还真不会享受，人生短短数十载，怎么也得活得潇洒一点吧。你错了，他深知时间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你叫诺拉吗？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什么事？你要不要当我的模特？女人成熟之前的独特魅力，楚楚可怜的柔美，你才是我的模像最适合的模特。这能帮助你消灭戴米盖特吗？当然可以。
那我拒绝。不过就在这个时候，贝宁到了。你真的是巨龙吗？我是特劳曼圆桌会的会长贝宁。哈尔特罕见地收起了玩世不恭的表情，他的眼眸中透露着一股淡淡的哀伤。我叫哈尔特，你应该能帮会长不少忙，接下来就拜托你了。哈尔特仔细打量着贝宁，他体内的巨龙之心确实非常稳定。我们走吧，我想确认一下你的魔力运用能力，然后再做龙语练习，并测试与精灵的感应度。接下来我们可有的忙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得拿一些东西。你先陪我去一趟工坊吧，我准备去拜访斯特劳贤者会。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是说要跟着我吗？跟我一起过去吧。各大组织的高层都知道我是谁，难不成你是想利用我展示圆桌会的实力吗？我们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希望你能理解，好吧？正好我找斯特劳贤者会的人有事，不过在去斯特劳贤者会之前，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消息：斯坦佛已经灭亡了。戴米盖特一族最终还是没忍住了，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全军覆没了。弗雷有些好奇，戴米盖特为何选择现在动手？莱茵陷入了冬眠，尊者也在治疗其他3名毁灭者。现在的形势明明对他们不利，各国的高层要求各大组织解释这件事，而各大组织也不会坐视不管。听说3天后会在斯加特乌克帝国开启紧急会议，包括3大组织在内，所有影响力巨大的组织都会参加。具体地点在哪？位于首都卡拉波尼的军家族府邸。那我们也得尽快出发了。不用着急，我知道军家府邸在哪，就算当天出发也不会迟到。这3天你是还有事情要办吗？没错，那晚几天出发也可以。其他干部也做好准备，出发之前好好休息。弗雷在离开圆桌会驻地之后，就直接来到了迪亚卜所在的位置。我想升到9星，所以需要你的帮助。你的口气仿佛是在说自己知道如何提升到9星的境界。跟我来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去北部雪原见艾利亚一面，然后让他加入我们。只要你能办到，我就能帮你升到9星。你在犹豫什么？你不是早就做好去见他的准备了吗？有个人非常了解北部雪原一带，看来我得邀请他一起去了。而弗雷口中的这个人就是冰雪精灵斯诺拉。看着越来越大的暴风雪，弗雷有些好奇，斯诺拉，你确定我们没有迷路？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这附近对我来说跟自家院子没什么区别，明明不是极地，但这里常年暴雪不断，所以从儿时起，大人就不让孩子们进入这里。但听完你说的话以后，我就觉得那个叫艾利亚的戴米盖特应该就住在这附近。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你说暴风雪和艾利亚有关吗？暴风雪越来越大了，这代表我们已经来到了暴风雪的中心地带。下一秒，刚刚恐怖的暴风雪就彻底不见了踪影，这是因为我们进入的暴风雪的中心。而在不远处的地方，弗雷看到了一个独自伫立在那里的女人，迪亚卜。难道她就是？没错，她就是艾利亚。这是谁啊？上次果断拒绝我的混蛋巫妖来这里干什么？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那我就成全你。随着艾利亚抬起手，周围凭空出现无数冰柱。不好，他要动手了，准备战斗。里奇让我来找你的。听到这话的瞬间，艾利亚猛地一愣，刚刚的冰柱在他的操控下全都打空了。你这个家伙，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里奇死前告诉我，你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弗雷说出里奇名字的瞬间，艾利亚愣在了原地。你刚刚说那是里奇的遗言，他让你来找我。艾利亚突然狂笑不止，那个混蛋到死都这么乱来。在笑声停止的瞬间，艾利亚眼中早已噙满泪水。下一秒，恐怖的神力朝着弗雷几人袭来。不管是尊者还是你们这些避灭者，都给我去死吧！你们根本就不配让里奇牺牲自己，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全都给我去死吧！艾利亚周身的寒气明明可以冰封一切，却偏偏无法冻住他眼中滚烫的泪水。众人不得已只能与艾利亚展开战斗。斩下一剑后，斯诺拉发现艾利亚周围的冰层就像城墙一样坚固。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团火焰从弗雷手中喷涌而出，他为斯诺拉手中的剑附加上了火焰魔法。在斯诺拉的斩击和弗雷的魔法之下，艾利亚周围的冰层被打破了。看到这些人类展现出的实力，艾利亚有些开心。随着他一挥手，数道冰刺朝着众人飞去。他决定稍微陪这些人玩玩。此时的斯诺拉才刚刚稳住身形，根本来不及闪避面前的攻击。但就在这个时候，诺拉一拳将这些冰刺悉数轰碎，而且还在一瞬间来到艾利亚面前进行攻击。借着提前落地的优势，诺拉再次一脚踢出，可惜艾利亚及时低头躲开了他的攻势。就在艾利亚准备还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被迪亚卜的魔法困住。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诺拉已经抬起了自己的左脚。随着一声巨响，诺拉的攻击击碎了雪层之下的岩石。可令他意外的是，艾利亚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逃离了这里。你们的配合很不错嘛，看来是我小瞧你们了。特别是巫妖和这个魔道5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巫妖就算了，你这个人类居然也达到了这种境界。还有你是里奇的爪牙吧？你的剑法有他的影子。不错，我都没用神力，你竟然都能看出来。别搞笑了，你不是没用，而是用过了。里奇死后，他的力量就归你了。换句话说，你的肉体无法承载他的力量。如果你的境界一直停滞不前，体内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杀死你的毒药。不过最让我觉得无语的就是你这个小子，魔法能力低微，而且体内居然还有安德拉那个废物的神力，但战斗经验倒是非常丰富。看你布置的战术和指挥的能力，完全不像20岁的年轻人。你让我有些好奇你的身份，你到底是谁？其实我也偶尔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很好，我要把你变成9星大魔法师，但你要是让我不满意，我会立刻杀了你。真是稀罕，没想到戴米盖特也知道9星这个词，但身为戴米盖特的你，怎么知道进入9星境界的方法？我不知道。那你怎么帮我？虽然我不知道，但有过经验，因为有几个人跟我战斗后进入了9星境界，那只讨人厌的巫妖也是其中之一。没错，这也是我带你来见他的原因。虽然我不知道达到9星境界的条件是什么，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差点被我打死。好吧，不过下一秒，艾利亚就抓住弗雷的头按了下去。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从现在开始，你随时都可能丢掉小命。你想要结束这一切，要么变成9星大魔法师，要么死在我手上。一直沉睡的亚格尼睁开了眼睛，他被李奇重创的伤口已经全部恢复了。亚格尼，你终于醒了。阿南塔，诺尔，我躺了多久？才几个月不到。亚格尼有些好奇，自己不应该这么早醒来才对。就在这个时候，尊者到了，你们都醒了呀！欢呼吧，庆贺吧，我们的计划终于可以实现了。随着一阵炫光，尊者带着3人消失在了原地。等他们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加拉克的首都塔尔哈顿。尊者，您要做什么？能不能先解释一下？尊者并没有回答，他拿出一块伊利诺钢。诺尔，这是给你的，这是莱茵誓死保护下来的伊利诺钢，你们可得多加珍惜。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响在尊者身上传开，是戴米盖特，你们为何要侵犯我们的领空？先是兹坦佛，然后是加拉克。戴米盖特想要消灭所有与各大组织有联系的国家。烟雾消失后，尊者他们完好无损地站在空中。可悲的蝼蚁们，说着诺尔将伊利诺钢全都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塔尔哈顿被诺尔用神力夷为平地。看来我们的尊者终于要下定决心铲除这些蝼蚁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塔尔哈顿唯一的幸存者握住了手中的剑。尊者回头望去，却发现亚格尼的手挡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你负责的区域，亚格尼，你想阻止我吗？就算您灭了这个国度，我也无所谓。但在那之前，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莱茵在哪？你在说什么傻话？他不就在这里吗？说着，尊者指向了亚格尼的身体。莱茵化作了一团能量，成为了你们的生命之源，不然你们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如初？是我吸收了它，然后把能量传给了你们。听到这话，亚格尼浑身都在颤抖。尊者，这里是我负责的区域，让我来处理吧，求您了，可以吗？尊者看出了亚格尼的异常，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随你吧，大族长帕拉克，带着剩下的人离开这里吧。你身为战士，有勇气选择死亡，那身为族长更应该守护自己的子民。在我改变主意之前，马上离开这里。你这是在违抗尊者的命令吗？如果你想打小报告，那就随便你吧，我可不是什么薄情之人。看来莱茵的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但我觉得这是稀疏平常的事情。尊者明知道李奇是叛徒，但还是选择原谅了他。我不是傻子，但后面的事情你就不懂了。尊者可是特意为李奇找了一个背黑锅的戴米盖特。你说什么？身为尊者的长牙，我要给你个忠告，在他眼中同胞也有尊卑贵贱，所以你最好不要对他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尊者宁愿让其他戴米盖特背黑锅，也要保住李奇的名声，但李奇依然违抗了尊者的命令，最后尊者只能亲手干掉他。你觉得尊者真是为了所谓的大义吗？我觉得只是李奇的重要性并没有尊者口中的大义重要罢了。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放心吧，我并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无法理解主人的用意罢了。所有戴米盖特都生而平等，这也是戴米盖特把他尊为首领的原因。但你现在知道一切后，还愿意把他当成首领吗？够了，再敢多说一句，我就撕烂你的嘴。伊利斯并没有再说下去，这已经足够了。在伊利斯走后，亚格尼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反应。你可得做好觉悟，你想要结束这一切，要么成为9星大魔导师，要么死在这里。等一下，3天后有一场重要的会议，等开完会后，看来你得在3天内成为9星大魔导师，你能做到吗？3天内吗？看来时间有点紧迫呀，但是我信心十足。很好，如果你达不到9星的境界，以后会成为大家的累赘。不过我可不会让你轻易死去，毕竟你可是继承了李奇的遗志。李奇，你遇到的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对了，最近兄弟们说流量不够用，我这有个流量卡挺不错的，每月19元80句，1句不到3毛钱，比买流量包还便宜，网速快，玩游戏刷视频不卡顿，运营商直接发货，我最近都在用，很靠谱。赶紧点击左下方链接包邮带回家。3天后，各大组织的人齐聚军家族府邸，准备进行紧急会议。萨普勒，难道你不期待吗？一个崭新的圆桌会，今天要第一次公开露面了。首都都已经被戴米盖特毁了，你最好还是谨言慎行为妙。听闻弗雷加入之后，给圆桌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你是不是之前也见过他？我确实见过，但当时他还没有加入圆桌会。曾经我也招揽过他，只是当时的他感觉很普通。刚说到他们就到了，是圆桌会的人，这不是贝宁吗？真是好久不见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阿罗的脸色瞬间阴了下来。原来刚刚说话的人叫斯瓦尔，他是圆桌会的前成员，也是跟其他组织勾结，差点毁了圆桌会的垃圾。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们，毕竟曾经的我们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少给我来这一套。不过贝宁却伸手阻止了突然暴起的阿罗。好久不见了，我很高兴能再见到你，看来贝宁你成长了不少了。斯瓦尔，我要给你一个忠告，我现在可是圆桌会的会长，希望你能以礼相待，不然我会让你沦为所有人的笑柄。这次就算了，毕竟我们曾经可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直到几人走远，斯瓦尔依旧沉浸在恐惧之中，久久无法回过神来。会长，您真的变强了？你这么说让我怪不好意思的。话说弗雷有没有联系你？目前还没有，如果他不来的话，我们会陷入困境的。没关系，我们不能一直这么依靠他，我们已经欠他太多人情了。3大组织的高层都到齐之后，会议也要开始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会议吧。首先感谢各位能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的会议。萨普勒，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现在已经没时间了。你说的没错。说着，萨普勒打开了幻象迷境。正如大家所见，这就是兹坦佛目前的状况。兹坦佛的国防实力已经算是强国的范畴了，但他竟然在一夜之间被毁灭了。大家应该也知道，戴米盖特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现在不打算继续隐藏了。各大陆的组织每天都会向我们报告关于戴米盖特的情报，这些我们都知道，但他们为什么要突然开始行动呢？具体的理由我们还在调查。
很抱歉，我打断一下，从刚才开始我就非常在意一件事，圆桌会的那2人为何要用斗篷隐藏自己的身份？莱尔会长，我可以为他们做保证。开什么玩笑？贝宁，你没资格做什么保证，让他们掀开斗篷，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是谁。莱尔，你这人还是那么多疑。诺拉，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不管各大组织的事情吗？为什么要跟圆桌会的人一起来参加会议？真是让人意外呀！好了，下一位，莱尔，你闹够没有？我们没有义务帮你解开疑惑。什么？难道你又要多管闲事了吗？提醒你一下，我并没有加入圆桌会，但我是圆桌会成员弗雷布莱克的伙伴，所以你要是侮辱圆桌会的话，等于是在侮辱我。真没想到，武王权的前代继承人加入了圆桌会那边。我对弗雷布莱克这个人越来越好奇了。不再讨论那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了，我们继续吧。按照你们说的，那些戴米盖特依然在到处横行霸道，我们现在不应该去阻止他们吗？为什么要在这里进行无聊的争论呢？没想到各大组织里还有个正常人，他是谁？兄弟会的会长戈麦斯。兄弟会是个大中小组织中势力最大的，戈麦斯会长。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他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少人，以及突然要袭击人类的目的。难道在搞清楚之前，我们要一直这样袖手旁观吗？什么叫袖手旁观？我只是想让大家谨慎一点罢了，少给我来这一套。斯坦佛都变成人间地狱了，你还有心情在这里说风凉话？戈麦斯会长，你先冷静一点，难道你还不懂吗？在座的各位是整个大陆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冲动行事，那这个世界就完了。他说的没错，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我们斯特劳显者会也同意路西德巨舰的意见。你们这群人难道全都疯了吗？昨天那一战可是死了10来万人了，不过10来万而已，就算死几百万，我们也不会插手。那我们为什么要召开紧急会议？你们这群疯子到底想要什么？阿罗有些好奇，虽然莱尔是个阴险的老狐狸，但他不会无缘无故挑衅别人，所以他不明白这个老混蛋为什么想让各大组织出现分歧。斯特劳显者会的会长，你的高见着实让我眼前一亮，这还真是让人意外啊！除了武王权的继承人，连守护者阵营的索菲亚也加入了特劳曼圆桌会吗？原来那个人不是弗雷布莱克，但他为什么没来参加会议呢？你说掌握戴米盖特的情报之前绝对不会插手，那要是有反对这方案的组织怎么办？不会有的。斯特劳显者会、路西德巨舰、皮萨曼暗夜，我们这3大组织也都同意不插手这件事。如果有哪个组织拒绝这个方案，那肯定得好好跟我们谈谈了。大家这才知道，莱尔召开紧急会议的真正目的是找到反对自己的组织，并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是谁告诉你们？3大组织的意见一致了，几乎同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了亚尔汉的身上。皮萨曼暗夜怎么想？亚尔汉会长要是点头，那我们就能结束这场闹剧了。不过亚尔汉却望向了圆桌会那边。贝宁会长，你怎么想？真是太有意思了。亚尔汉会长，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安静！我现在询问的人是圆桌会的会长贝宁阿萨莫，你有什么异议吗？路西德巨舰的会长明显愣了一下，没有。戈麦斯会长，看来皮萨曼暗夜确实跟圆桌会结成同盟了。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阻止戴米盖特。听到这话的瞬间，戈麦斯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贝宁会长，你得谨言慎行，难道前代会长的死还没有让你明白吗？莱尔，你这是什么意思？该谨言慎行的人是你，谢谢你的忠告，莱尔会长。我不会忘记前代会长做出的牺牲，但莱尔会长是不是忘记了各大组织建立初期的初衷？我们是为了守护人类，讨伐戴米盖特而诞生的存在，而不是把人类当成炮灰，躲在他们身后的所谓的希望。贝宁阿萨莫，你现在是想教我做事吗？我只是想更正你错误的思想罢了。放肆！就算我们职位相等，但我们的身份可不一样。你真的想好了吗？此话确实有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礼尚往来这句话。莱尔对贝宁使用了精神压迫，而且在座的众人都没有发现。既然还敢反抗我，那就做好被羞辱的准备吧。真是看不下去了。虽然我早就知道各大组织已经腐朽不堪，但亲眼看到后还是让我感觉痛心疾首。莱尔维尔斯曼，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垃圾的一个。这个阴险的家伙，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年轻人，我劝你不要把话说得太满。难道你活得不耐烦了吗？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吧？这是你羞辱贝宁会长的惩罚。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的压力袭来，莱尔硬生生被压趴在地上。很好，你下跪的样子深得我心。你没资格用维尔斯曼这个姓氏，还是从那个位置上下来吧。